小时候，千寻疾的弟弟千寻安误入奇异位面，千寻安在那个位面之中修行无数岁月，终于成为了极限斗罗，冲破位面，回归斗罗大陆。此时，斗罗大陆已经物是人非，自己哥哥千寻疾被杀，父亲也不问世事，他们千家传承几千年的武魂殿基业也落入了外星人手中。千寻安查明真相之后，决心为大哥复仇，杀唐昊，清算比比东，夺回武魂殿，统一大陆。千寻安坦然面对众人：“父亲，正义和亏欠不是你懦弱的借口。唐昊，你杀我大哥，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比比东，我武魂殿给了你一切，你便是这般回报武魂殿的。你这养不熟的白眼狼，今日便请你赴死。”若干年后，千寻安坐在那王座之上，面对诸神，谈笑道：“我于人间全无敌，不与神战与谁战？”武魂城，一个黑衣年轻男子正站在武魂城的面前。男子微微抬起眼眸，看着眼前那巨大的城门。武魂城，终于回来了吗？男子叫做千寻安，是武魂殿大供奉千道流的小儿子，也是千寻疾的弟弟。千寻安曾经可是被称为武魂殿第一天才，只不过千寻安10岁的时候和千寻疾一起前往星斗大森林去猎杀魂兽，可是千寻安却误入了星斗大森林的深处，从此失踪了。得知弟弟失踪的千寻疾也立即带着武魂殿的长老前往寻找，但是根本找不到千寻安的身影。后来千寻安的父亲千道流也多次带着人来星斗大森林寻找千寻安，可是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最后所有人都认为他死了，就连千道流也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原本他是想要让千寻安来继承自己的教皇之位，但是千寻安从此失踪了，千道流也只能让千寻疾来继承。可是谁又知道当初的千寻安并未死去。千寻安进入星斗大森林之后，却误入了一个奇异的位面，那个世界恐怖至极，到处都是森森白骨，到处都是各种强横无匹的魂兽。不仅如此，还有无数的传说生物龙。千寻安侥幸活了下来，他为了活下来，开始在那个地方修炼。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不知道过了多少年的时间，千寻安终于突破自己，成为了极限斗罗。他终于得以走出那个地方。如今回来，不知道已经过去多少岁月了。真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不知道父亲和哥哥可还好？千寻安轻声感叹道。旋即，他嘴迈动步伐走上前去。守卫士兵们都好奇地看向来人，因为此时的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并且还戴着帽兜和斗笠，看上去并不是什么普通的人。此时，守卫士兵立即拦住那男子，开口道：“你是什么人？这里是武魂城，不能乱闯。”千寻安平静开口道：“我叫千寻安，要见你们的教皇大人。”你说什么？教皇大人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你说你姓千，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难道你想要冒充我们武魂殿的贵族吗？那守卫士兵看着千寻安，冷笑道。千寻安眉头皱了皱，沉默片刻，然后道：“既然如此，那请帮忙禀报一下吧。你报上去，说我叫做千寻安，自然会有人来接我。”千寻安看着这武魂城，这武魂城毕竟是自家的地方，强闯总归不太好的。而且既然自己回来，便要风风光光的回来，偷偷潜入，这算什么道理？可是那个守卫却得理不饶人道：“滚滚滚，像你这种想要混入我们武魂城的人多了，这里可是武魂城，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入的。”此言一出，千寻安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愠怒，旋即问道：“你说什么？快走，再不走，我们就要赶人了。”那守卫立即喝道：“等一下！”就在此时，在那门口，一道清脆声音旋即响起。千寻安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美丽的少女正在那城门口，她穿着一袭金色的铠甲，身材高挑曼妙，一张绝美容颜，更是倾国倾城，给人一种惊艳的感觉。金色的短发随意披散在香肩上，显露出完美的侧脸，一双金黄色的瞳孔闪烁着灵动的光芒，精致的琼鼻挺翘，樱桃般红润的小嘴微抿，浑身散发着英姿飒爽的气息。那些士兵看到了少女，立即行礼道：“见过圣女。”这个圣女不是别人，正是当今教皇的徒弟，武魂殿年轻一代第一人，现在的黄金一代之一的胡列娜。胡列娜微微点头，旋即看向那2队士兵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旋即一个士兵开口道：“圣女殿下，这小子冒充千家的人，想要闯入我们武魂城。”此时只见那胡列娜一步步地朝着千寻安走来，千寻安平静地打量着眼前的圣女，这个所谓的圣女仅仅只是50级魂王的样子，不由得摇了摇头，现在武魂殿的圣女怎么都如此羸弱了？胡列娜打量着千寻安，平静开口道：“你说你是千家的人？”千寻安平静道：“不错，还请圣女前去和教皇通报一声，报出我的名字，他们自然会知道。”此言一出，只见那胡列娜旋即冷冷地看着千寻安道：“千家的人都是武魂殿的贵族，我怎么从未见过你？这段时间要召开魂师大赛了，我看你
只怕是想要混进我们武魂城才对。听到这里，千寻安皱了皱眉，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只是想要有人帮他通报一下，都这么困难吗？这武魂殿的圣女怎么如此不讲理？千寻安摇了摇头，看样子现在也只能强闯了。此时胡列娜继续开口道：“滚吧，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更不该冒充千家的人。”此言一出，即便是千寻安脸色也阴沉下来，他看着胡列娜冷哼一声道：“既然这样，那我只好自己进去了。”话语落下，千寻安一脚踏出，轰隆，顿时整个地面都是颤抖起来。千寻安的气势瞬间爆发而出，下一刻，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在了这里，将那2队守卫士兵压迫得跪倒在地。即便是那胡列娜也感受到了无比沉重的威压，那种威压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在身上一般，让人根本喘不过气来。胡列娜惊讶地看着千寻安，眼中满是震惊的表情。虽然胡列娜只有50级的实力，但是凭借着她的天赋，足以应付同阶强者的全力攻击，甚至越阶杀敌也不是不可能。可是千寻安的气势却让他感受到了窒息，他很清楚，眼前的这个人绝对超乎自己的预料，很强，非常的强大。扑通一声巨响，只见胡列娜直接在千寻安的面前跪了下来。千寻安轻飘飘地从胡列娜身边走过，旋即道：“现在武魂殿的圣女竟这般弱，看来大哥这眼光可不行啊。”那胡列娜跪在了千寻安的旁边，满眼皆是震撼，根本不敢置信。第2章教皇比比东。等待千寻安离开之后，那恐怖的威压才散去。此时无论是谁，眼中都是震撼的神色。胡列娜才缓缓地从地面上站起来，立即道：“快去禀告教皇冕下，就说有人要强闯我们武魂城，还有就说那人实力很强，很可能是封号斗罗，他想要对我们武魂城不利。”是。旋即那些几个士兵立即离开，快速朝着武魂殿赶去。胡列娜看着千寻安离去的背影，此时的胡列娜并未有半点恐惧的意思。在他看来，虽然来人是一个封号斗罗，但是在他们武魂殿的面前并算不上什么。他们武魂殿拥有那么多的封号斗罗，难道还不是他的对手吗？在胡列娜的心中只有怨恨，他看着千寻安的背影，冷冷开口道：“敢闯我们武魂殿，不管你是什么人，我都会让你付出代价。”就在此时，只见3道身影来到了胡列娜这里，其中一人穿着银白色衣衫，身形修长，肤色苍白，异常俊美，赤瞳，银色短发，发尾有一缕渐变红发，眼角生有赤蝶纹。这个人便是胡列娜的哥哥邪月。还有一个人满头红发，火爆无比，一副妖冶之态，身形修长，肌肉健硕，身上带着凶狠之气。这个人便是黄金一代3人中的燕。还有一个老者，那老者手持一朵菊，看上去不过20多岁的样子，看上去妖艳至极，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看到了老者，胡列娜立即走了过来，喊道：“菊爷爷！”这个老者正是武魂殿的长老之一，菊斗罗月关。月关平静地看着胡列娜问道：“怎么了娜娜？什么事情让你如此惊慌？”胡列娜立即道：“菊爷爷，不好了，有人强闯我们武魂城，看上去是一个封号斗罗。”菊斗罗月关立即有些震惊，再度问道：“你说一个封号斗罗强闯我们武魂城？”胡列娜立即点头：“我们去看看。”4人立即朝着千寻安离开的方向追了出去。此时的千寻安正缓慢地走在武魂城的大街上，看着周围。这武魂城比起当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了，还真是物是人非呀。他一边走一边感叹道：“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只怕如今教皇之位也不是父亲了，应该是大哥继承了吧？”千寻安淡淡的呢喃着。此时的千寻安心中回忆起来小时候和大哥千寻疾在一起的画面。那个时候，大哥无论有什么都总是会让着他，即便自己的天赋胜于大哥，大哥也从未有过嫉妒。他们兄弟俩的感情也一直非常的好。如今算来，他们兄弟只怕有几十年未见了。随即，千寻安突然停止住脚步，因为他发现在自己的前面居然出现了10几个护卫，拦截住了自己的去路。千寻安看着眼前的护卫，淡笑道：“怎么，我回个家都这么困难吗？”“阁下，这里是武魂殿，你不能强闯。”为首的一个护卫恭敬地说道。千寻安摇了摇头道：“我让你们去禀告，你们又不禀告，我自己进来，你们又要拦我。”就在此时，不远处一道不男不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阁下是何人？为何要强闯我们武魂殿？”下一刻，只见一朵金色的菊浮现了出来，随即一名身着华服的男子从那金菊中出现。此人正是月关。月关落在了千寻安的面前，手中拿着一朵金色的菊，看上去阴柔无比，给人以极度不舒适的感觉。下一刻，只见那月关顿时释放出武魂，9个魂环出现在了他的身上，
然后朝着千寻安袭杀了过来。强大的力量使得空气都产生了阵阵涟漪，显示出他强横的实力。月关乃是94级封号斗罗，实力在这大陆上也算得上是顶尖的存在了。但是面对月关的攻击，千寻安丝毫没有闪躲的意思，反而微微一笑，手掌猛然挥出，一股劲风呼啸而出，直奔月关而去。砰！两者相撞，强烈的波动扩散开来。月关被这劲风吹退数米，而千寻安则依旧站在原地，仿佛刚才那强横的劲风对他没有任何效果一般。但是月关却感觉那一掌的威力实在是有些太过强大，要是对手认真，自己只怕早就受伤了。那也就是说，眼前这个人很强。这一刻，月关的心中也有了一丝丝胆怯。千寻安目光平静，看向月关，旋即开口道：“我就这么不受待见吗？不过是回个家而已，这么多人都要来阻拦我。”月关看向千寻安，立即问道：“阁下到底是什么人？”千寻安平静开口道：“我说了，你们又不信，我叫做千寻安，我大哥叫做千寻疾，我来武魂殿便是为了寻找我哥的。对了，现在他应该是武魂殿的教皇了吧？”当众人听到千寻疾的名字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沉默了。这个名字他们自然知道，千寻疾乃是武魂殿的上一任教皇，只可惜当年与唐昊一战之后身受重伤，回到武魂殿没过多久便去世了。后来便是千寻疾的弟子，也是妻子比比东担任武魂殿的教皇。他们也发现，似乎比比东教皇不喜别人说前任教皇的事情，所以在教皇的面前，几乎没有人敢提起这个名字。千寻疾这3个字在武魂殿几乎成为了禁忌。看着众人惊讶的神情，千寻安有些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的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就在此时，在那不远处，一道声音旋即传来：“听说你要见我。”只见一道美丽的身影缓缓地朝着千寻安走了过来，她穿着灿金色的礼服，将自己的曲线勾勒得完美无瑕，头顶的9曲紫金冠更是光彩万道，手握一根长约2米、镶嵌着无数宝石的权杖。白皙的皮肤，近乎完美的脸庞上带着一抹浅笑，而她的双眸更是充斥着一股高傲的味道，宛若高贵的女皇。而她不是别人，正是当今武魂殿教皇比比东。第3章，谁杀了我大哥？只见那比比东穿着一双水晶高跟鞋，一步步地踩在了地面之上，整片广场甚至都响彻起哒哒的声音。此时，只见胡列娜、菊斗罗等人看到了比比东，连忙朝着比比东跪下行礼道：“见过老师，见过教皇冕下。”比比东高傲地昂起了头，平静道：“都起来吧，不必多礼。”千寻安看向这个女子，她并不认识她。当年她失踪的时候也不过10岁，那个时候他们武魂殿的教皇还是他父亲千道流。至于武魂殿的长老们，则都是老一辈的人物，现在只怕都是斗罗供奉殿中的供奉了。所以现在新一辈的这些封号斗罗长老，千寻安几乎都不认识，他自然也不认识眼前这个女教皇。不过让千寻安惊讶的是，教皇竟然不是自己的哥哥千寻疾，而是眼前这个女子。虽然这个女子散发出来的气息也很强，但是这武魂殿毕竟是千家传承上万年的基业，怎么可能让一个女子来做这教皇之位呢？还有自己的大哥千寻疾呢？即便自己的父亲退位，不应该是让大哥千寻疾来做这教皇之位吗？千寻安看着迎面走来的教皇比比东，平静开口确认道：“你便是现在武魂殿的教皇？”比比东面带微笑，有些玩味的眼神看向了千寻安，开口道：“怎么，阁下在城外不是口口声声说要见我吗？如今见到我，却连我也不认识？”千寻安摇了摇头，旋即感叹道：“我的确是想见武魂殿的教皇，只是我没想到，这些年过去，武魂殿竟然会落入一个女人的手中。”此言一出，还不等那比比东发怒，菊斗罗立即开口道：“大胆狂徒，你竟敢如此诋毁教皇冕下！”一旁的胡列娜立即开口道：“你是哪里来的乡下臭虫，竟敢如此的诋毁我的老师？老师她可是武魂殿传承以来为数不多的女教皇，她的功绩岂是你这种乡巴佬能够评价的？”旁边的侍卫们也立即拔出了刀剑，进入战斗状态，指着千寻安。比比东保持镇定，目光看向千寻安，冷声道：“阁下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武魂殿的事还轮不到阁下插嘴。”比比东开始试探千寻安的气息，可是他却感觉到这千寻安身上的气息就仿佛是一个普通人一般，根本不知道他究竟什么实力。这样的人一般有2种情况，第一便是没有魂力的废物，第二他很强。而眼前的千寻安自然是第2种，所以即便是比比东也不敢对千寻安贸然出手。千寻安耸了耸肩膀，平静开口道：“罢了，我不是来打架的，我来这里是为了见我大哥千寻疾的，不知他在何处？”千寻安虽然对于自己家族建立的武魂殿落入一个女人的手中非常的不满，但是现在他还是想要先搞清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听到了千寻疾3个字，此时
众人的脸色再度改变了几分，就连比比东脸色也是略显阴霾。比比东看着千寻安，沉吟半晌，最终深吸一口气，开口说道：“你是何人？为何要见他？”千寻安闻言眉头一皱，开口问道：“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叫千寻安，是千寻疾的弟弟。”听到了千寻安的名字，比比东的身体猛然一颤。曾经他似乎听千寻疾提起过这个名字，不过千寻疾说过他的弟弟10岁的时候便死在了星斗大森林了。现在过去了这么多年，怎么会突然回来？看着千寻安，比比东明显有些心虚，旋即开口道：“很不巧，他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千寻安突然有些愣住了。死了？他大哥当年虽然天赋不如自己，但是也绝对不差，再加上传承的6翼天使武魂，大哥突破封号斗罗也丝毫不在话下。再加上武魂殿的庇护，怎么可能会轻易死去？此时，千寻安回忆起来了自己和大哥的小时候。小时候自己一直跟在大哥的后面，大哥有什么好东西都会让给自己，犯了错，大哥也会包庇自己站出来一个人承担。猎杀魂兽的时候，大哥也会贴心的将自己护在身后。想起过往种种，千寻安的内心突然涌动起来。从刚才开始，他就一直隐忍不发，为的就是要找到大哥，然后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现在，比比东却告诉他自己的大哥已经死了。这一刻，千寻安一股怒火顿时汹涌而起。不过，千寻安还是压抑下内心的躁动，抬起头来凝视着比比东，道：“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话音刚落，千寻安的身上突兀地爆发出了恐怖的波动，这股波动之强烈，简直就像是一座火山在瞬间爆炸一般。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全场，在场的所有人皆是被这股巨大的威压笼罩，随后纷纷跪伏在地上。胡列娜、邪月、燕，还有那些士兵们，一个个全部跪下。有些士兵抵挡不住威压，直接喷出了鲜血。即便是菊斗罗这样的封号斗罗，也同样感觉十分压抑，难以呼吸。比比东虽然依旧保持着镇定，但是此时脸色也有些苍白，额头上更是有细密的汗珠浮现，有些难以抵抗这一股威压。比比东心中万分震惊，现在他更加的肯定了眼前这个男子很强。比比东心中盘算，他绝不能让千寻安知道是自己杀死了他的大哥，不然的话，若是交起手来，只怕自己联合武魂殿这些长老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即便拼死杀了他，只怕他们也会元气大伤。旋即，比比东开口道：“昊天斗罗唐昊，是他杀死了你的大哥。”昊天斗罗唐昊。此时，千寻安的眼中露出了一丝凶狠之色，想起了之前大哥对自己的好，无论是谁杀死了大哥，他都会不惜一切代价为大哥报仇。而就在此时，在那不远处，又是一股强大的威压袭来，和千寻安的威压碰撞在了一起。何人强闯我武魂殿？道音隆隆，人未到，生先至。第4章，软弱的父亲。顿时，两股恐怖的威压瞬间撞击在了一起，空气中产生一圈肉眼可见的涟漪。而紧接着，一位身材高挑修长的英俊男子缓步走来，他看起来约莫30岁的模样，整个人带着一股淡雅的气质，宛如谪仙凌尘，风采卓绝。那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千寻安的父亲千道流。虽然千道流已经100多岁了，但是依旧看上去年轻至极。千道流感受到了那一股恐怖的威压，旋即心中有些惊讶，喃喃开口道：“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威压？而且这股威压之中还有我们天使的本源之力。”千道流万分震惊，旋即他看到了站在地上的千寻安。千寻安也抬头看向了半空之中的千道流，微微愣住。那不正是自己的父亲千道流吗？千道流也似乎感觉到了千寻安的气息，虽然他没见过千寻安长大的样子，但是那一股血浓于水的气息却令他十分熟悉。你！千道流瞬间飞来，落在了千寻安的面前。此时，千寻安看着千道流道：“父亲，我回来了。”千道流喃喃地开口道，眼眸中有泪光闪烁。看着自己的父亲，千寻安的心中顿时充斥着激动之意。真的是你吗？千道流无比激动地看着千寻安，开口问道。他真的害怕这是一个梦境，因为太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了。父亲，真的是我。千寻安哽咽道：“哈哈，我苦苦等待数十载，终于将你等回来了。”千道流大笑着说道，眼眸中泪光闪烁。这一刻，一旁的人全部都无比震撼，一个个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特别是那菊斗罗和胡列娜等人，此时他们脸色铁青。他们没想到，这个千寻安还真的是大供奉千道流的儿子。这样的话，以他的身份，将来定然是这供奉殿的长老，得罪了供奉殿的长老，以后只怕有他们好受的了。比比东的眼中也万分震惊，他也没想到，一个失踪几十年的人，
竟然会突然出现。要是让他得知了千寻疾的事情，只怕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麻烦。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千寻安看着自己的父亲问道。千道流的目光扫了一旁的比比东，旋即开口道：“先跟我回供奉殿吧。”千寻安点头，跟随着千道流一起来到了斗罗供奉殿。回到了斗罗供奉殿，此时千道流拉着千寻安，立即问道：“儿，真的是你吗？你快告诉我，这些年你都去哪里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千寻安虽然有一堆的问题要询问，但是现在只能一件一件的来了。千寻安开始解释起来了这些年的去向。千道流听后万分震惊道：“你是说，你当年进入了一个奇异的位面空间了？”千寻安点头道：“不错，当年我走丢之后，便进入了那个世界。那个世界的修炼体系和斗罗大陆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那个世界只不过是一方小世界，并没有人类，只有强大的魂兽，还有一些传说中的龙。我没有本办法离开那个世界，之后我便一直在那一方世界之中修炼，通过猎杀那方世界的魂兽获得魂环。不仅如此，还有无数的龙骨，我从那龙骨之中获得了魂骨。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达到了99级极限斗罗。这个时候，天空突然开了一道门，因此我才得以回归。”听到这里，千道流对于千寻安的经历啧啧称奇，他更多的是激动千寻安终于回来了。解释完了自己的事情之后，千寻安立即看向千道流询问道：“父亲，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哥为什么会死？”千道流看着千寻安，心中衡量了一下，在他的心底非常的清楚，当初唐昊的重创并不是杀死吉儿的原因，杀死吉儿的真正原因正是吉儿的徒弟，也就是当今的教皇比比东。他当初检查千寻疾的伤口之上拥有死亡魔珠的死亡之力，也就是说，当初吉儿被唐昊重创之后，是自己的儿媳杀死了他。但是千道流为了万全的考虑，还是没有选择将这件事情说出来。现在又被问起，千道流想了想，旋即开口道：“是唐昊杀死了你大哥。”千道流知道，以儿的性格，要是知道是比比东杀死了吉儿的话，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杀死比比东。可是比比东现在是武魂殿的教皇，而且已经深入人心了，若是比比东死了，武魂殿一定会迎来巨大的动荡。还有，当初也是自己的儿子强行对比比东，这是他们武魂殿对比比东的亏欠。再怎么说，他也不能让小雪没有母亲，所以比比东不能死。这些年来他都忍气吞声过来了，现在也继续隐忍下去吧。他会将这个秘密烂在肚子之中，永远不说出去。千道流看着千寻安，继续开口道：“当初你大哥为了获取一个10万年魂环，于是……”千道流开始讲述起来了千寻疾追杀唐昊和蓝银皇的故事。千道流讲完之后，千寻安明白了这一切的因果。看来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那唐昊。千寻安可不管什么公平正义，也不管什么对错，他只知道唐昊杀了他大哥，那么他便要找着唐昊复仇。唐昊吗？总有一天我会亲自为大哥复仇的。千寻安冰冷开口道。旋即他看向千道流继续问道：“可是为何您会将武魂殿交给比比东呢？这武魂殿可是我们千家多少年的基业啊，你怎么能将它交给一个外星人？据我所知，他可是打算将我们武魂殿的基业传给那什么垃圾圣女，那家伙也不是我们千家的人吧？”千寻安在城门的时候便遇到了胡列娜，那胡列娜不仅实力不强不说，为人也如此尖酸刻薄，这样的人也配继承他们武魂殿的基业？对此千寻安很是不解。千道流看着千寻安道：“当初我也是属于无奈之举，你失踪了，你大哥也去世了，那比比东实力强大，成为了封号斗罗，是最适合继承教皇之位的人，那你也可以将武魂殿的大权拿回来啊。”千寻安继续道。千道流却摇了摇头道：“寻安啊，我老了，不想再过问其他事情了，而且这也是我们千家对你大嫂的亏欠，将武魂殿交给他，也算得上是一种补偿吧。”千道流缓缓开口道。千寻安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他没想到自己父亲千道流的性格竟然如此软弱。第5章父子的理念，亏欠补偿。千寻安看着自己的父亲，平静开口道：“父亲，你也说过，他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武魂殿给的，我不认为我们武魂殿亏欠他什么。”千道流看着千寻安，摇了摇头道：“你大哥当年的确做了一些错事，这是我们对他的亏欠。比比东虽然野心很大，但是他一心还是为了我们武魂殿发展的。他上任的这些年来，我们武魂殿的确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二，现在你回来了，虽然那教皇之位本该就是你的，但是事已至此，我还是劝你不要想着去争抢那教皇之位了。毕竟比起内耗，我们武魂殿更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千道流看着千寻安，继续说道。千寻安从千道流的话中听明白了，他原本以为父亲会义无反顾地支持自己，无论自己做什么，他都会支持。没想到
父亲却担心自己去争夺教皇之位。说实话，一个位子罢了，他千寻安根本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有感情。但是父亲的话却让他有些寒心。那比比东实力很强，领导能力也很强，所以我希望你多辅佐他，让我们的武魂殿繁荣下去。千道流看着千寻安继续道。千寻安看着自己的父亲，平静开口道：因为大哥亏欠他，便要将我们千家几千年的武魂殿基业拱手送给他，再让他拱手送给别人。唉，千道流感叹了一声，旋即看向千寻安道：你跟我来。千寻安点了点头，跟着千道流。两人来到了一个大殿之中，大殿的正中央矗立着一尊巨大的天使雕像。这尊天使雕像高达10米，庄严而威严的姿态让人不禁肃然起敬。天使雕像的面容高雅而庄重，雕刻出的五官线条清晰，仿佛透露出一丝神秘的智慧。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着锐利的光芒，仿佛能透视世间的一切。雕像的头戴一顶华丽的头冠，头冠上镶嵌着闪耀的宝石，映衬出耀眼的光芒。头冠下的长发披散而下，如瀑布般流淌，散发出一股宁静而神圣的气息。千道流看着这天使雕像，旋即开口道：寻安，你知道我武魂殿的宗旨是什么吗？千寻安并未回答。此时千道流虔诚地看着眼前的雕像，继续道：我们武魂殿存在的意义，便是维护大陆的秩序与和平。我们千家乃是天使的后代，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世人走向光明，所以我们必须要追求正义。天使是包容的，是博爱的，他向往的是和平，所以我们要给大陆带来和平，而不是战争。千道流站在那天使雕像下面，开口说道。说到这里，千寻安自然明白父亲是什么意思。他担心自己和那比比东争抢教皇之位，所以他想要告诫自己不要去争抢。可是从小便在那残酷世界中长大的千寻安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自己的父亲千道流也是仗着自己有天使的血脉，从小到大都是众星捧月，并未在大陆上吃过太多的苦，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坚持这样的信念。要是在自己当初误入的那个小世界之中，但凡有半点怜悯之心，只怕他早就死在那方世界了。即便是这斗罗大陆，也同样如此。弱肉强食，强者为尊。强大的人可以站在这里歌颂着理想和信念，可是那些连魂师都不是的人，不知道多少人被魂师犹如死狗一般滥杀，被那些强大的魂兽们当作口粮。在这个世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当初他千寻安的天赋原本便比自己大哥千寻疾好一点，自己也是当时被内定的圣子，也就是说自己如果不失踪的话，那现在教皇之位必是自己的才对，并且他也不是一定要抢夺这教皇之位，这教皇之位若是自己的大哥、自己父亲或者是任何一个千家的人，他都毫无怨言。但是现在教皇之位却在比比东的手中，他还将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姓人选做了圣女，将来要传他教皇之位，他接受不了。千寻安平静地看着千道流，旋即开口道：父亲，我尊重你的想法。听到千寻安这么说，千道流有些满意的点了点头道：你明白便好。但是千寻安话音一转，继续说道：我并不认同你的想法，武魂殿乃是我们千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基业，千百年来武魂殿都姓千，我不会眼睁睁看着武魂殿被一个外人掌控。这一刻，千道流脸色一变，看着千寻安道：寻安，你怎么就不明白啊？你和比比东争夺会有什么好处？无论你们谁胜谁负，都是两败俱伤，都是在内耗我们武魂殿的整体实力啊。千寻安旋即冷笑一声，看着千道流道：两败俱伤？哼，父亲你也感受过我的威压，你认为那比比东有让我受伤的资格吗？至于内耗武魂殿的整体实力，我在1日便可以庇护武魂殿1日，我在1年便可庇护武魂殿1年。即便面对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那2座大山，有我千寻安一人足矣。寻安，千道流看着千寻安道：难道你要违背我们天使一族的祖训吗？千寻安摇了摇头，看着千道流道：祖训？父亲您别再天真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世界，你所谓的正义与亏欠，不过是为你的懦弱找的借口罢了。你千道流看着眼前的千寻安，有些不敢置信。千寻安看向父亲千道流，旋即开口道：父亲你放心，如今我回来了，你不敢做的事情我来做，你做不到的事情我也会做到，我会带领武魂殿走向真正的强大。千寻安说完之后，看着父亲道：对了，还有大哥的死因我也会查清楚，他的仇我会亲手报。说完之后，千寻安转身离开。千道流看着千寻安的背影，他有些迷茫地盯着千寻安的背影，不知道寻安归来对武魂殿到底是好是坏啊。第6章，再见光临斗罗。黑暗之中，比比东坐在那幽静的密室之中，开始修炼了起来。一道紫色的光芒逐渐在比比东的身上浮现，
那紫色光芒越发的强烈起来，直径超过1尺的紫色光环围绕在他周围，形成了一圈奇异的纹路，而那纹路上释放着淡淡的光晕，令他的修为飞速增强着。紫色的气息开始逐渐的融入了他的身体之中。比东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双眸猛地睁开，那双眸之中紫芒绽放，金光四射。此时比东收敛了气息，旋即想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坐在密室之中，喃喃开口道：“这个千寻庵偏偏这个时候回来。不过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头，若是敢影响到我的神考，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让你消失。”比东一双冰冷的目光看向前方，露出了无尽的深邃。千寻庵走了出来，他开始思考着发生的这一切。虽然父亲还有那比东都说是那个昊天斗罗唐昊杀死了自己的大哥，但是千寻庵总感觉不对，似乎有一种莫名的违和感。虽然那昊天斗罗听起来像是一个封号斗罗，一个封号斗罗的确可能杀得死大哥，但是那个时候的大哥可是教皇，他猎杀那蓝银皇的时候也带了很多的长老，这些长老中也不乏有几个封号斗罗。这样的情况下，大哥还会被反杀致死吗？还有父亲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直有些吞吞吐吐，似乎是想要隐瞒什么。看来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接下来看来自己得想办法先将大哥这件事情查清楚。千寻庵走在路上，就在此时，忽然一股强大的气息朝着千寻庵袭来。但是一支箭矢，恐怖的箭矢以极快的速度瞬间来到了千寻庵身边。千寻庵身形微晃，脚步轻移，轻松地躲避开这一击，紧接着又是一箭射来，这次却换成了3支箭矢同时射来。千寻庵眉头微皱，他已经判断出射箭之人赫然也是封号斗罗层次的超级强者，而且还是擅长远程攻击的封号斗罗。面对这种近距离偷袭，千寻庵不敢大意，身体周围突然荡漾起淡金色光晕，双翼一震，身体直接消失在了原地。轰轰轰，3声爆鸣，3根箭矢先后炸裂开来。此时千寻庵旋即释放出自己的武魂，恐怖的魂力瞬间弥漫而出，强大的气息爆发了出来。下一刻，千寻庵的背后6只金色的翅膀瞬间伸展而出，每一根羽毛表面都有金属的质感。天使6翼齐振，恐怖的能量波动骤然升腾而起，令空气发出剧烈的扭曲。9个魂环浮现在了千寻庵的身上，要是有人看到，一定会被这恐怖的魂环惊吓到。因为在那千寻庵的身上，9个赤红色的魂环浮现，每一个魂环都蕴含着无比强大的波动。红色魂环，那是什么？那可是10万年魂环啊！寻常封号斗罗拥有一个10万年魂环便已经是无比恐怖了，而现在千寻庵的身体之上竟然拥有9个10万年魂环，这样的情景要是让别人知道，一定会惊掉下巴。唰！千寻庵的身体在下一瞬化为一道金色流光，冲向了刚才发动攻击之人。千寻庵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只见一道金色流光闪烁，下一刻他的身影竟然就已经出现在了那名发动远程攻击的封号斗罗面前。这一刻，千寻庵终于看清袭击自己那人的样子，只见那人一头淡金色的长发，看上去像是一个少年，半边脸上被寒冰覆盖，像是淋雨一般。此时那名封号斗罗脸上充斥着骇然，他手握弓箭，目光凝聚在千寻庵的身上，看着千寻庵，瞳孔急剧收缩，眼神之中尽是不可置信的神色。此时千寻庵看到那名封号斗罗，旋即停手了，看着那名封号斗罗道：“光临叔叔，你便是这样欢迎我的吗？”那名封号斗罗便是供奉殿的五供奉老顽童光临。看到了光临斗罗，千寻庵会心一笑，毕竟他知道光临叔叔对自己出手，定然只是为了试探自己的实力，而不是真正想要偷袭自己。小的时候，虽然6大供奉对自己都很好，但是真正能够和自己跟大哥一起玩的人，只有这老顽童光临。他虽然看上去年轻，但是如今也是一个90多岁的人了，但是他一直童心未泯，从小便能够和自己打成一片。千寻庵依稀记得小时候自己最喜欢的便是这光临叔叔了。此时光临斗罗才从震惊中醒悟过来，看着千寻庵道：“小庵，这几十年不见，你真是让人惊讶啊。”千寻庵看着自己身上的9个赤红色魂环，他才明白光临斗罗在惊讶什么。旋即千寻庵收敛自己的魂环，平静道：“这些年有了一些奇遇，所以我的魂环都是10万年的。”听到千寻庵这么说，光临斗罗啧啧称奇道：“你这奇遇可真够逆天。”这个时候光临斗罗看着千寻庵，眼中似乎有点泪洒出，旋即开口道：“小寻庵，我没想到这一生竟然还有机会再见到你。”千寻庵看着光临斗罗，微笑道：“光临叔叔，我们都老大不小了，别这么肉麻了。”哈哈哈！光临斗罗旋即笑了起来。光临斗罗旋即开口道：“今天早些的时候，我便听说有人强闯我们武魂殿，后来我得知了是你回来了。那个时候
我就非常的激动，而我又想试探一下你的实力，所以便在这路上伏击你了。没想到这一试竟然让我看到如此震撼的场面。小巡安，要不去我那喝酒？我可是想知道这些年你的精彩事迹呢。光灵斗罗看着千寻安微笑道。千寻安点头道：好啊，我也有很多疑惑，想要请教一下光灵叔叔。那走。旋即，千寻安跟着光灵斗罗来到了光灵斗罗的住处，两人开始把酒言欢。千寻安开始讲述着自己在那一方小世界之中的事情，包括自己在那方小世界中如何修炼，如何和那些恐怖的魂兽斗智斗勇，最后如何斩杀那恶龙。当然，一些秘密的事情，千寻安自动的省略了。讲完之后，光灵斗罗啧啧称奇，无比震惊。小安，没想到你这一生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光灵斗罗万分惊叹，一个10岁的小男孩独自前往一个小世界，修炼成为了极限斗罗，这如何能不苦？现在能够活下来，坐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千寻安淡然一笑道：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虽然千寻安说的轻描淡写，但是光灵斗罗知道千寻安吃的苦超乎他的想象。千寻安忽然调转话题，看向光灵斗罗道：比起这个，光灵叔叔，你知道我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吗？第7章，千寻安的想法。千寻安认真的看着光灵斗罗，再度开口问道：光灵叔叔，你知道我大哥是怎么死的吗？此时光灵斗罗看着千寻安，旋即郑重开口道：寻安，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但是具体事情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当初寻疾去追杀唐昊和他的妻子，结果那唐昊的妻子献计给了唐昊，将寻疾重伤。重伤之后，我去看过一次寻疾，他伤得很重，若是普通人的话，受了这么严重的伤肯定活不下去，但是寻疾是封号斗罗，又是我们武魂殿的教皇，我们武魂殿天才地宝那么多，说实话，当初我从未想过寻疾会这样就死去。此言一出，千寻安立即看着光灵斗罗道：光灵叔叔，您的意思是？你心里想的应该没错，寻疾的死有很大的问题，只不过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想要查询当年的真相很难。光灵斗罗继续开口道：寻安，你告诉我，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千寻安旋即开口道：光灵叔叔，你也知道我和大哥之间的感情，大哥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所以我想要还大哥一个公道。光灵斗罗看着千寻安，继续问道：即便这个公道很可能伴随着无数的鲜血，也可能引发我们武魂殿的混乱，你也一定要吗？千寻安继续点头道：不错，我不在乎什么，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可以承受，所以我一定要这个公道。听到了这里，光灵斗罗微微点头道：我明白了，寻安，我也不劝你了，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便是，以你现在的实力，无论你做什么，只怕都没有人能够阻拦你吧。千寻安点了点头道：谁若阻我，我便杀谁。那你具体准备怎么做呢？你想要查明这一切的话，虽然你很强，但是只凭你一人之力很难。光灵斗罗看着千寻安继续说道：那光灵叔叔，你有什么建议呢？千寻安谦虚请教道。光灵斗罗认真开口道：想要在武魂殿查明消息，你必须要有一些特权，或许你可以成为我们武魂殿的长老，拥有长老的身份，一切你都好查明了。千寻安思考了一下，最终还是摇了摇头道：长老限制太大了，我需要一个更好的身份。什么身份？光灵斗罗惊讶地看着千寻安道：难道你想要教皇之位？光灵斗罗旋即否认道：寻安，我知道你实力很强，但是现在比比东管理武魂殿很好，你想要教皇之位的话，只怕我们供奉殿的7大长老没有人会答应的。千寻安摇了摇头，继续开口道：我知道，我现在想要争抢教皇之位，便是与整个武魂殿为敌，所以我退而求其次，武魂殿拥有供奉殿，还拥有教皇殿，我要创立一个裁决殿。裁决殿？光灵斗罗有些震惊地看着千寻安，不解问道：什么裁决殿？裁决殿独立在供奉殿和教皇殿之外，拥有独立的执法权利，可以审判一切违反我武魂殿规则的人。在这裁决殿，人人平等，并无教皇、圣女、供奉之别，只要违反我武魂殿的规则和法律，我便有资格审判他们。而且我裁决神殿拥有查阅武魂殿一切文件资料，盘问武魂殿所有人的权利，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地查明当年的事情。光灵斗罗看着千寻安道：你这个想法固然很方便，但是你想要获得这么高的权利，只怕有些难以办到。千寻安平静地看着光灵斗罗道：不难，这个世界实力为尊，至于这权利，我去找他们要便是。第二天，千寻安找了自己的父亲千道流，召开了供奉殿和武魂殿的长老大会。长老大会之上，7大供奉全部到场。7大供奉分别是大供奉千道流、千仞雪的爷爷千道流，武魂6翼天使，99级强攻系绝世斗罗，封号天使斗罗，魂环分别是黑、
嘿嘿嘿嘿嘿嘿红，与唐晨和波塞西并称为三大绝世斗罗，享有天空无敌的美誉。二供奉金鳄，金鳄斗罗为98级强攻系巅峰斗罗，武魂乃是顶级兽武魂之一的黄金鳄王，实力仅在大供奉千道流之下，曾经与剑斗罗陈星的祖父齐名，称得上老一辈的佼佼者。年龄也是斗罗大陆之中最大的，比千道流还要长1倍，还拥有一个10万年魂环，力量和防御非常强悍。三供奉青鸾，青鸾斗罗武魂青鸾神鸟，97级强攻系巅峰斗罗，魂环为黄、黄、紫、紫、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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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善于用风元素和音波作为攻击和控制手段，最后被小舞释放的孔雀翎重伤，死于小舞的近身攻击柔技之中。四供奉雄狮，武魂为烈焰雄狮，97级强攻系巅峰斗罗，魂环为黄、黄、紫、紫、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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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操控所有魂圣以下的兽武魂魂师的魂技，百兽俯首，性格也是一身傲气，忌讳与他人联手。五供奉光灵，武魂光灵神功，96级强攻系巅峰斗罗，魂环为黄、黄、紫、紫、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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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真实年龄已有90多岁，但是外貌和声音都是一个少年形象。六供奉千钧，武魂盘龙棍，96级强攻系巅峰斗罗，魂环为黄、黄、紫、紫、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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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号千钧斗罗，他与七供奉为孪生兄弟，他们两个也是搭档了近100年，默契程度无人能比。七供奉降魔，武魂盘龙棍，96级强攻系巅峰斗罗，魂环为黄、黄、紫、紫、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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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号降魔斗罗。除了7大供奉之外，比比东也来到了大会之上，他的身边还带了那菊斗罗和鬼斗罗。来到了大殿，比比东旋即看向7大供奉，微微行礼道：“比比东见过各位供奉。”千道流平静道：“免礼吧。”此时比比东开口询问道：“各位，不知道各位为何召开这武魂殿联合大会？”千道流旋即开口道：“大家或许都知道了，荀安昨天回来了，所以我召开这次大会，一是为荀安接风洗尘，二是想要各位商讨一下关于荀安在我武魂殿的职位问题。”比比东旋即露出了假惺惺的笑容，立即开口道：“原本我可是听说当初武魂殿的圣子是荀安兄弟，如果荀安兄弟不失踪的话，现在应该由他来继承教皇之位。可是现在大家也知道，我们武魂殿正在发展阶段，若是我现在退位的话，只怕我们武魂殿的各方面都会停滞，所以荀安兄弟只怕不适合接管教皇之位。当然，荀安兄弟回来了，我们自然也不能亏待了他。”供奉殿的各位长老点了点头道：“说得不错，教皇之位不宜交换，所以我们只能从其他地方弥补荀安了。荀安呢？他怎么还没来？”此时有人问道。就在此时，只见一道白衣身影出现在了会议的门口，来者正是千寻安。他一袭白衣，身材修长挺拔，面容俊逸，双眸炯炯有神，英气逼人。第8章裁决殿。千寻安一步步地走进了大殿之中。此时大殿中的那6大供奉看到了千寻安，一个个眼中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对于这6大供奉，千寻安并不陌生。千寻安小时候是这6大供奉看着长大的，他们也从小将千寻安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对千寻安非常的好，所以千寻安对他们几位还有着极深的印象。千寻安走入会议厅之后，先是给6大供奉行了一礼，旋即道：“见过父亲，见过几位叔叔。”此时金鳄斗罗看向千寻安，有些老泪纵横道：“寻安，你过来，让我看看。”千寻安走到了金鳄斗罗的面前，金鳄斗罗看着千寻安，只是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其他的供奉也一个个有些激动，看到了千寻安，就像是看到自己的孩子一般。众人激动不已，除了教皇比比东，还有那菊斗罗和鬼斗罗。旋即比比东开口道：“各位，叙旧还是等到后面吧，我们还是来商量眼前的事情吧。”比比东看着千寻安道：“寻安兄弟，之前我也说过，原本这教皇之位应该是你的，但是现在武魂殿的诸多事宜都是我在打理，要是将教皇之位给你的话，我们武魂殿的所有事务都会停滞。但是寻安兄弟，我绝不会亏待你的。你看，你来做我们武魂殿的荣誉长老，如何？”比比东面带微笑地看着千寻安，千寻安却是冷哼一声道：“荣誉长老不过是一个闲职罢了，你认为我会同意吗？”听着千寻安的话，6大供奉顿时好言相劝道：“寻安，这教皇之位可不能轻易更换，现在比比东打理我们武魂殿井井有条，若是夺走了他的教皇之位，只怕难以服众啊。”“是啊，寻安，现在的武魂殿，即便你得到了教皇之位，只怕也难以服众啊。”千寻安平静地看着那几位供奉，虽然他们没有为自己说话，
但是千寻安知道他们也是为武魂殿考虑，千寻安自然不会怪罪他们。千寻安平静道：“所以你们就想要用一个荣誉长老来打发我吗？”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千道流开口道：“寻安，如果你愿意，我们供奉殿可以增加一个供奉的名额给你。”此言一出，无论是剩余6大供奉，还是比比东、菊斗罗和鬼斗罗，眼中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增加一个供奉名额，这是何等的荣誉啊！要知道，供奉可是拥有直接选举和罢免教皇的权利，也就是说，供奉的权力和地位甚至比武魂殿的教皇还要高。而且，武魂殿从古至今都只有7位供奉，只有前任供奉死去才能够选举新的供奉。想要成为武魂殿的供奉，比成为武魂殿长老难上100倍。要是前任供奉不死，即便实力再强，也没有机会成为武魂殿的供奉。现在千道流给千寻安增加一个供奉的职位，也就是说，大供奉这是给千寻安特权中的特权。这种殊荣，武魂殿从古至今从未有过。如此丰厚的条件，要是有人拒绝，除非这个人是一个傻子。但是此时，千寻安的眼神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供奉殿权力虽然可以罢免教皇，但是相互制约，处处受限。父亲很明显不想让自己查明大哥死亡的真相，自己要是真的加入了供奉殿，一定会受到父亲的限制，所以他自然不能答应。千寻安平静地看向千道流道：“抱歉，父亲，我不能接受。”当千寻安拒绝的时候，在场的无论是谁都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色，除了光灵斗罗，无论是谁都没想到千寻安竟然会拒绝这么好的条件。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着千寻安。千寻安旋即走到了众人的面前，看着所有人，旋即开口道：“各位，武魂殿是我千家老祖创建的，这点各位没有异议吧？”众人面面相觑，微微点头。千寻安继续道：“那我们武魂殿历代教皇都姓千，千百年来从未改变是吗？”众人再度点了点头。而且各位也说了，当初我才是武魂殿的圣子，若是我没有失踪，这教皇之位本该是我，对吗？千寻安继续问道。所有人都无话可说。此时只有比比东微微抬起眸子看向千寻安道：“所以你是要和我争夺教皇之位吗？”千寻安面对比比东的目光丝毫不惧，反而是平静道：“没错，我要争这个教皇之位，必须是我千家的，我志在必得。”千寻安此言落下，全场哗然，无论是谁都对千寻安的做法有些不满。此时菊斗罗立即开口道：“你知道教皇陛下这些年来都为武魂殿做了什么吗？他为我们武魂殿做了这么多，难道是你说夺走就夺走的？想要夺取教皇冕下的位置，我第一个不同意。”鬼斗罗也立即明知道：“我也不同意。寻安，你这样是不是有些欠考虑了？这样只会让我们武魂殿内乱啊！”金鳄斗罗也旋即开口道。看着众人的反对，千寻安冷笑了一声，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事情。千寻安看着众人，继续开口道：“我早就知道，我要是夺取教皇之位，你们定然不会同意。但是其他的我不管，这武魂殿的教皇必须要姓千。既然你们说我不了解武魂殿，我继承教皇之位会分裂武魂殿，那好，我给你时间准备。现在我暂时不和你争夺，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千寻安看向比比东，坚定开口道：“什么条件？”比比东看向千寻安问道。千寻安站在众人面前，开口道：“各位，我要在武魂殿成立一个新的部门，这个部门的名字叫做裁决殿。”裁决殿。此言一出，无论是谁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一个个看向了千寻安。千寻安继续道：“不错，裁决殿独立在供奉殿和教皇殿之外，拥有独立的执法权利，拥有查阅武魂殿一切文件资料，盘问武魂殿所有人的权利，可以审判一切违反我武魂殿规则的人。在这裁决殿，人人平等，并无教皇、圣女、供奉之别。只要有人违反武魂殿的规则，我裁决殿都可以进行裁决。”千寻安说着，语气坚定，不容置喙。第9章，裁决殿成立。此时，无论是谁听了千寻安的描述，都露出了吃惊的神色。特别是那菊斗罗，听说千寻安要求之后，旋即站了出来，立即开口质问道：“人人平等，与教皇供奉平起平坐，你这是不将教皇和供奉们放在眼里吗？”菊斗罗话音刚落，下一刻，忽然一股恐怖的力量瞬间朝着菊斗罗袭来。下一刻，只见千寻安拉出了一道残影，在所有人难以观察的速度，瞬间来到了菊斗罗的面前。强大的气息瞬间爆发了出来。此时，只见菊斗罗目光一凝，他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千寻安到底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只见千寻安一把掐住了菊斗罗的脖子，直接将他举了起来。这一刻，无论是谁都无比震惊地看着千寻安。千寻安看着菊斗罗道：“我和你家主人说话，谁允许你在这里盈盈狂吠？”说着，千寻安一挥手，只见那菊斗罗直接被千寻安狠狠砸了出去，轰的一声撞在墙壁上，
整栋房屋都颤抖了一下，然后重重地摔倒在地面。菊斗罗吐了口血水，艰难地爬了起来。千寻安的力量太强了，即使只是简单的随意一击，也不是菊斗罗能抵挡的。你，千寻安转身看向那比比东，淡漠道：“教皇，还请看管好你的狗。”闻言，比比东面色阴沉，看着千寻安。千寻安继续看着比比东和七位供奉，开口道：“各位，不知各位对我的提议意下如何？”此时，众人看着千寻安，没有人开口回应。千寻安看着大殿中的众人，继续道：“各位，那我便直说了，我这个提议并不是和你们商量的，无论你们同意不同意，我都会凭借自己的意志去做。至于你们有人认为可以阻止我，自可以上来一试。”就在此时，光灵斗罗旋即微笑开口道：“我觉得小寻安的提议不错，不管怎么说，小寻安是为了我们武魂殿考虑，武魂殿增加一个裁决殿，没有什么不好的。拥有裁决殿，可以审判我们武魂殿那些有罪和有异心的人，对我们武魂殿的团结很有好处。”一旁的青鸾斗罗旋即点头道：“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一句话，那句话叫做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们武魂殿的规则本就是不可以违反的，增加这裁决殿，约束一下武魂殿那些违法乱纪之人，我觉得可行。”雄狮斗罗也点头道：“我是一个粗人，但是平时最看不惯那些仗势欺人的废物，所以我觉得这人人平等的想法挺好的，我支持寻安。我们兄弟俩也支持。”此时，一旁的千钧斗罗和降魔斗罗开口道。金鳄斗罗点了点头道：“那好吧，我也支持。”大供奉千道流看着千寻安，他知道要是阻止千寻安，只怕千寻安又要去争夺教皇之位了，所以他点头答应道：“既然如此，那好吧，设立裁决殿，由寻安当这裁决殿的殿主，至于裁决殿的人员，武魂殿的人选任由你来挑选。”千寻安旋即看向了一旁的教皇比比东，开口问道：“教皇，你意下如何？”比比东看着千寻安，旋即缓缓开口道：“既然几位供奉都同意了，我怎么看已经不重要了，你想要如何便如何吧。”比比东说完，旋即站起身来：“各位，武魂殿事务繁忙，如果没什么事，我便先离开了。”走！比比东说着，旋即带着菊斗罗和鬼斗罗离开了这里。又过了几天，千寻安正式成立了裁决殿。裁决殿的人选都是千寻安让光灵斗罗从武魂殿的一些魂斗罗之中选出来的。他们的实力虽然不是很强，但是这些人几乎都是光灵斗罗的亲信，有的则是一心为武魂殿的人，所以他们来做这裁决殿的执法人员很适合。然而就在这几天，武魂殿也即将要开展一场盛会了。这场盛会叫魂师大赛，魂师大赛是由各个地方的青年们以团队进行的比赛，一共分为3个赛区。第一个赛区便是以天斗帝国为首和各个公国学院之中选举出来的队伍构成，第2个赛区则是星罗帝国和各个公国之间队伍选举出来，第3个赛区便是武魂殿学院。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各自举行比赛，各自选出几支队伍，最后会师武魂殿，决定出最后魂师大赛的冠军。而现在，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都分别选举出来了队伍，正朝着武魂殿赶来。千寻安来到了千道流的面前，此时千道流看着千寻安道：“寻安，你来了。”千寻安微微点头。千道流开口道：“寻安，最近魂师大赛就要开始了，我听说你那侄女也要来我们武魂殿，或许你们可以见上一面。”侄女？千寻安有些惊讶，看向千道流道：“父亲，你的意思是大哥的女儿吗？”千道流点了点头道：“之前一直都没有告诉你，你大哥生前留下了一个女儿，她叫做千仞雪，如今也有20多岁了。”这个时候，千寻安的眼中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他没想到大哥还有一个后人。他立即道：“那怎么不见他在武魂殿中？他去什么地方了？”千道流感叹了一声，看着千寻安道：“这件事情，即便是在我们武魂殿，也只有极少的人知道。小雪她在天斗帝国做卧底。”卧底？千寻安有些震惊地看着千道流，再度问道：“小雪她的天赋很差吗？”千道流摇头道：“小雪的天赋仅次于你，甚至超越你的大哥。”这个时候，千寻安彻底坐不住了，这件事情彻底震碎了千寻安的世界观。小雪天赋既然这么好，为什么她不是我们武魂殿的圣女，反而将一个天赋极差无比的外人选做了圣女？千寻安想起来了自己刚刚回来遇见的那个圣女，那个圣女的天赋实在是太差了，武魂殿选举了这么弱的一个人当圣女，实在是丢人。第10章怒，求推荐，求收藏。看着千寻安的不解，千道流开始解释道：“这是小雪自己要求的，他知道他母亲比比东想要统一大陆，他想要兵不血刃地夺下武魂殿，于是他便放弃了在武魂殿的优渥生活，独自一人前往天斗帝国。他杀了天斗帝国的皇子雪清河，从此改名换姓，用雪清河的身份
一直生活在天斗帝国皇宫。听到这里，千寻安脸上已经出现了怒色。你为何不阻止他？千寻安看向千道流问道。千道流平静道：小雪有她自己的路要走，而且她虽然是去卧底，但是这也是为了人道主义，为了天下苍生考虑。如果能够兵不血刃地夺下天斗帝国，将会更好。哈哈哈！此时千寻安笑了起来，看着千道流道：父亲，你还真是天真啊！若是你们真的是为了人道主义，为了天使一族的祖训，为了正义和包容，又何必要去侵略其他国家呢？要是为了武魂殿的利益，让小雪在武魂殿的培养之下长大，成为绝世强者之后再去侵略不好吗？然而你们却浪费小雪的天赋，将她送去天斗帝国当卧底，可真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啊！千寻安看着千道流冷哼道：要不是看在眼前这个老家伙是自己的父亲，以他的脾气早就出手教训了。寻安，你也别太激动，虽然小雪的确浪费了几年的天赋，但是我得知了消息，那雪夜大帝应该活不了几年了。只要他一死，小雪便可以顺理成章的继承皇位，从而兵不血刃的夺取天斗帝国。千道流立即解释道：不激动？我如何能够不激动？千寻安看着千道流道：父亲，你这么做考虑过小雪的感受吗？你便让她20多年的青春浪费在这件事情上面吗？你若真想要夺取这天斗帝国，以你极限斗罗的力量，让7大供奉全部出动，直接打过去不行吗？以你们的力量，那天斗帝国谁能够挡住？千寻安继续怒道。千道流看着千寻安，无奈的神色出现在了脸上，旋即继续道：其实我从未想过要侵略其他国家，我若是想要统一大陆，从一开始我便不会让比比东继位。小雪选择这么做，更多的是因为她的母亲比比东。千寻安从千道流的话中听明白了，父亲不想要统一大陆，那么想要统一大陆的便是那比比东了。千寻安并不觉得统一大陆是什么错，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弱者就得挨打。但是让千寻安愤恨的是这个卧底的愚蠢计划。小雪的天赋仅次于自己，那么20多年的青春早就可以让小雪成为了实力强大的高手了。再过几年便可以成为封号斗罗，将小雪培养成为强者，不比这愚蠢计划好100倍吗？让小雪去卧底，听起来挺不错的计划，但是他们谁又为小雪的安危考虑？谁又为小雪的青春负责呢？父亲，你的意思是比比东让小雪去的吗？千寻安看着千道流问道。千道流微微点头道：他们母女俩的关系并不好，因为你大哥侮辱了比比东的缘故，比比东不承认这个女儿。从小时候，比比东便将小雪当作是孽种，从来都不待见小雪，所以从小小雪便想要证明自己，她这次选择这个计划便是为了讨好她的母亲。只要她完成这个计划，就相当于帮助她母亲解决了一个帝国，这样的话她母亲一定会对她好吧。听到了这里，千寻安更加的愤怒了。呵呵，千寻安看着千道流道：这便是你维护的好儿媳吗？固然大哥当年有错，但是孩子是无辜的，他不待见小雪也就算了，还将小雪往虎口之中推。我看他根本不在乎小雪的死活，所以他故意让小雪去卧底。在他的眼中，即便是那垃圾圣女也比小雪强上100倍，不然的话他又怎么会重新选举圣女？此时千寻安的身上一股极其强大的气势爆发了出来，他看向千道流道：父亲，我不管以前如何，但是现在我回来了，小雪是大哥的唯一血肉，是我们武魂殿的继承人，我一定要为小雪讨回公道。这一刻，千道流立即道：寻安，你想要做什么？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千寻安看着千道流道：父亲，你什么都可以不用管，至于我做什么，你也不用管。千寻安说着走出了供奉殿，直奔教皇殿而去。教皇殿，比比东坐在那教皇之位上，满脸愁容，白皙的俏脸之上忧愁无比，一袭灿金色的华服穿在身体之上，头顶的9曲紫金冠更是光彩万道，手握一根长约2米、镶嵌着无数宝石的权杖。看到比比东如此忧愁，一旁的菊斗罗立即问道：教皇冕下，何事让你如此忧愁？比比东平静开口道：还能有什么事情？菊斗罗立即道：我明白了，一定是因为那千寻安的事情吧。比比东点了点头道：这千寻安实力极强，而且他一心想要夺回武魂殿，对于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冕下，要不我们设计将他……比比东摇了摇头道：他和千道流一样是极限斗罗，极限斗罗又岂是这么容易被杀死的？那么我们要怎么办？菊斗罗立即问道。比比东伸出了手，揉了揉太阳穴，旋即他喃喃开口道：总会有机会的。比比东心中沉思，他很快就要通过罗刹神考了，只要罗刹9考通过，他成为了神，到时候他想杀谁便杀谁，一个区区千寻安他自然有办法对付。如今之计，只有暂时先稳住千寻安了。
就在比比东愁思之时，忽然教皇殿外一股极其强大的气势爆发出来，直接袭进教皇殿中。一股无比恐怖的噪音传来：“比比东，滚出来！我要替小雪讨一个公道。”第11章怒上教皇殿。求推荐，求收藏。比比东带着菊斗罗和鬼斗罗来到了教皇殿之外，他们看到了站在半空的千寻安，金色的铠甲闪烁着神圣的光芒，与千寻安那张英俊而刚毅的脸庞相得益彰。他的长发在微风中飘舞，6只金色的翅膀绽放出来，恐怖的气息在千寻安的周围流转。现在的千寻安宛如一位神明降临凡间。比比东、菊斗罗和鬼斗罗站在教皇殿外，不禁为千寻安的出现而震撼。他们瞪大了眼睛，凝视着千寻安高高漂浮于空中的身姿。众人无不感受到千寻安身上那股恐怖的力量，仿佛置身于一片神圣的领域。此时，比比东带着菊斗罗和鬼斗罗走了出来，看着天空之中的千寻安，开口道：“哦，这不是裁决殿的执法殿主吗？哼，不知来找我有何事呢？”比比东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笑容，似乎对于千寻安并没有太多的敬畏。千寻安冷漠的声音响起：“比比东，我想问你，是你让你的女儿前往天斗帝国当卧底的吗？”此时，比比东轻笑道：“原来是为了那个小贱货来的呀，女儿，我比比东没有女儿。至于她前往天斗帝国，是她自己的决定，我可没有强求哦。”听到了比比东的态度，千寻安明白了，在这比比东眼中根本没有母爱。旋即，千寻安平静地看着比比东，再度问道：“你对你的女儿便半点没有母女之情吗？”比比东冷漠的眼神看着千寻安道：“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还是说，你想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呢？”千寻安看着比比东的样子，再度问道：“连自己的女儿都不在乎，我想知道你在乎的是什么？是这教皇之位吗？”比比东平静道：“我的追求和你没有关系吧？我也没有义务要告诉你吧。”千寻安看向比比东道：“不错，你的确没有义务告诉我这些，我也没必要管你们母女的事情。但是你有一点忘了，千仞雪她姓千，是我大哥的女儿，也是我千家的后人。她受了欺负，我这个做叔叔的自然要替她讨回公道。讨回公道，不知道你要如何为她讨回公道？”比比东看着千寻安，丝毫不惧地问道。千寻安平静地看着比比东道：“我这个人很简单，看谁不爽便揍谁。”千寻安说着，只见他瞬间朝着比比东飞了过来。比比东看着千寻安道：“你想做什么？”千寻安看着比比东道：“做什么？自然是教训你。”说着，只见千寻安的身上9个魂环瞬间施展了出来，只见那9个魂环全部都是赤红色，出现在了千寻安的身体之上。这一刻，无论是比比东还是一旁的菊斗罗和鬼斗罗都万分震惊，不敢相信9个10万年魂环，这怎么可能？菊斗罗无比震惊地看着千寻安，作为一名封号斗罗，他深切地知道想要获得10万年魂环有多么困难。自己终其一生，即便是成为了封号斗罗，也没有一个10万年魂环。但是千寻安的身上竟然有9个10万年魂环，这想到了这里，菊斗罗心中突然升腾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不好！就在这时，千寻安已经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比比东看向了千寻安，眼神中也露出了震惊的神色。9个10万年魂环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说着，比比东的身上武魂也释放了出来。只见比比东上半身的皮肤覆盖着一层紫黑色的甲胄，就连脸部都被一块甲壳遮挡，双眼之下还有4只生长出来的小眼睛。使用时，双腿消失，腹部往下变为一个巨大的圆形球状体，从这球体处生长出8条粗壮的长腿，带动着他的身体行走如飞，上面生长着大蓬的绿毛，还带有令人作呕的粘液，滴落地面时不断发出噗噗的声音，强烈腐蚀，让比比东宛如一头巨大的毒蜘蛛。9个魂环也浮现了出来，他的魂环配比为黄、紫、黑、红。可是这在千寻安9个红色的魂环面前有些不够看。千寻安瞬间来到了比比东面前，手上凝聚了一道金色的光芒，一拳打出，狠狠地落在了比比东的身上。轰！一声巨响，比比东的身体顿时倒退数步，千寻安却纹丝未动。此时比比东心中充满了震撼，同时他心中也充满了怒意。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根本挡不住千寻安这一击。菊斗罗和鬼斗罗目眦欲裂，怒吼一声，同时扑向了千寻安。住手！2大封号斗罗几乎是同一时间到达了千寻安身边。大胆狂徒，你要做什么？你要对教皇冕下动手吗？菊斗罗大声呵斥，他的身体之上一朵灿金色的菊出现，随后菊骤然炸裂，一柄金光闪闪的利刃直接刺向千寻安胸膛。鬼斗罗则是一脚踩在了地上，刹那间一团漆黑的雾气笼罩在他身体周围，紧接着
那黑雾化作无数的触角，朝着千寻安缠绕了过去。这一次，菊斗罗和鬼斗罗联手攻向千寻安，实力非常强劲。但是，他们的联手在千寻安眼中依旧不值一提。千寻安冰冷的目光看着那菊斗罗和鬼斗罗，冷哼道：“比比东身边的狗腿子，早就看你们不爽了，凭你们那点微末伎俩，也敢阻我？”说着，千寻安的身上第一个魂环瞬间亮起。千寻安平静开口道：“第一魂技，天使突击。”瞬间，千寻安的身体化作了一道金色的残影，瞬间朝着那2大封号斗罗袭去。所过之处，虚空破碎，恐怖的速度令人窒息。菊斗罗和鬼斗罗心中暗叫不好，急忙躲避，但他们毕竟还是晚了一些。砰！只听一声巨响传来，菊斗罗和鬼斗罗直接被千寻安撞了一个正着，身体瞬间倒飞而出。噗嗤，2股鲜血喷射而出，2大封号斗罗直接倒飞而出。第12章教训比比东。求推荐，求收藏。千寻安并不在乎那2个长老，他转过身来，冰冷的目光看向比比东，冷声道：“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机会，你现在扇自己2耳光，等小雪回来的时候再给她道歉，我便饶了你，如何？”比比东咬牙切齿地看着千寻安，他当然明白，如果自己真的扇了自己2个巴掌的话，那将意味着什么？自己可是武魂殿的教皇啊，教皇的尊严何存？自己以后还怎么在武魂殿立位？比比东脸色阴沉道：“千寻安，我承认你的确很强，但是你不要以为你便是无敌的存在。”说着，比比东瞬间朝着千寻安杀来，一条巨大的猪腿朝着千寻安袭去。但是比比东的攻击还是慢了一拍，因为在比比东刚刚动弹的时候，千寻安就已经到了他背后，一拳砸向了他。比比东身体微微一晃，险之又险地躲过了千寻安的这一击。但是千寻安却再次冲向他，这次千寻安的速度更快了，他瞬间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一巴掌狠狠地扇了出去。啪！一声脆响伴随着比比东惨叫声传来，比比东的左脸颊已经迅速肿胀起来，原本美丽动人的容颜已经彻底扭曲。菊斗罗和鬼斗罗的身体重新站了起来，2人都显得异常愤怒。菊斗罗怒喝道：“住手！”菊斗罗立即大声呵斥道：“你竟敢打教皇冕下！你！”鬼斗罗也开口道：“阁下虽然是裁决殿执法殿主，但是你打教皇冕下，这难道不是以下犯上吗？”千寻安瞥了他们一眼，淡漠的道：“以下犯上，在我千寻安面前，谁敢称上？”此时，一旁的比比东旋即怒吼：“你竟敢打我！”说着，比比东怒吼道：“第6魂技，吸血猪刺！”瞬间，在比比东的周围，一根根猪刺凝聚，每一根猪刺都散发着森冷的寒光。去死！比比东厉笑一声，吸血猪刺爆射而出，直奔千寻安。千寻安微微抬手，瞬间，只见一个金色的光盾出现在了千寻安的身边，那些猪刺全部被光盾挡住，根本不能近身。比比东大吃一惊，身上魂环光芒迸发，一层金红色光芒瞬间爆发，他的身体也像炮弹一般飞射而出，直奔千寻安而去。嗡！奇特的风鸣声响起，比比东的攻击还没碰到千寻安，就被一圈乳白色的光晕抵御住了。千寻安淡淡的道：“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既然你不愿意自己打，那我就亲自动手吧。”瞬间，千寻安一步踏出，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强大的魂力爆发了出来，瞬间破开了比比东的防御，又是一巴掌扇了出去。千寻安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比比东的脸上，比比东根本防御不住，娇躯横飞而出。啪！一声清脆的响声，比比东摔倒在了地上。噗！比比东口中一口鲜血喷出，眼神无比愤恨地看着千寻安，恨不得将千寻安生吞。千寻安，你这般辱我，我定要让你付出代价！比比东疯狂，恐怖的魂力瞬间涌出，强大的威压顿时弥漫在整个教皇殿，无穷无尽的力量朝着千寻安袭来。千寻安嘴角轻笑，看着比比东道：“哦，这是认真了吗？你若是认为可以赢我，自可以试试。”说着，千寻安的身上也是一股强大的威压爆发，滚滚的魂力不断的席卷了出去，与比比东的魂力碰撞在了一起。住手！就在此时，千寻安的身后一道声音响起。千寻安定睛一看，只见自己的父亲千道流已经来到了这里。寻安，你快住手！千道流立即来到了2人的中间。千道流立即看向千寻安道：“寻安，我知道你为小雪的事情愤恨不平，但是比比东他毕竟也是武魂殿的教皇，你如此羞辱他，不是打我们武魂殿自己的脸吗？而且马上各国战队便要来到我们武魂殿，你若是打伤了他，又有谁来坐镇这场大会呢？他现在是我们武魂殿的脸面，要是他受伤了，岂不是让我们武魂殿受天下人耻笑吗？”千道流看着千寻安，继续开口说道。千寻安看向千道流道：“父亲，
我自有分寸。旋即，千寻安回头看向比比东道：“比比东，我告诉你，虽然你是教皇，但是你别妄想整个武魂殿都是你的。武魂殿是我们千家的基业，之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这一次全当一个教训。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有对不起我们武魂殿、对不起我大哥的事情，我会再来找你算账的。”千寻安说完，转身离开了这里。千道流看看千寻安，又看看比比东，心中充满了苦涩。这孩子从小脾气倔，性格坚韧，一旦做了决定，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他只希望千寻安不要发现寻疾的死因，不然的话，只怕这整个武魂殿将会被他翻天。比比东看着千寻安的背影，摸着自己的脸，眼神之中露出了无比怨毒的神色。虽然自己脸上的伤并不是什么大伤，只要运转魂力，轻易的便可以恢复，但是这种屈辱，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他看着千寻安的背影，心中暗暗发誓道：千寻安，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像你大哥一样，我受到的屈辱会让你100倍、1000倍、万倍奉还。回到了教皇殿中，比比东脸上的伤很快就恢复了过来。给我去查，我要知道这千寻安小时候的一切，我要知道他的一切能力。比比东愤怒道。菊斗罗和鬼斗罗立即领命。武魂殿之中还拥有着千寻安小时候的记录。很快，菊斗罗和鬼斗罗带着千寻安10岁以前的资料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此时，比比东打开了记录。当他看到那些记录的时候，眼神之中旋即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色。千寻安，武魂殿第132代教皇千道流此子，出生时伴有天地异象，从小异于常人，力大无穷。6岁时觉醒出天使武魂，先天30级魂力，武魂殿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天才。看到这里，比比东不由疑惑，天使武魂是神级武魂，也只可能是先天20级魂力，怎么会是先天30级呢？比比东继续往下看去，只见记录上写道：先天30级魂力，引发众人疑惑。之后，千寻安又觉醒了另外一个武魂黑暗天使。看到了这里，比比东的眼中露出了无比惊骇的神色，喃喃道：这千寻安竟然是双生武魂。第13章，玉小刚的著作，求推荐，求收藏。比比东万分震惊，他有些难以置信，这个千寻安除了天使武魂之外，还有一个黑暗天使武魂，也就是说，这个千寻安是一个双生武魂。没想到这千寻安隐藏这么深，竟然拥有2个武魂。比比东继续往下看，此时只见那记录上写道：同年，千寻安连续获取3个魂环，成为了魂尊；7岁便成为了魂宗；8岁成为魂王；9岁成为魂帝；10岁的时候成为了魂帝巅峰，超越了大哥千寻疾。这个时候，比比东无比震撼，看着这记录，10岁便成为了魂帝巅峰，难怪现在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比比东心中震撼无比，心中暗暗开口道：看来想要打败这千寻安，必须要早点继承罗刹神位才行了。比比东虽然对千寻安愤恨无比，但是现在的他拿千寻安并没有办法，如今之计只能先忍耐了，等自己成神之后，他一定会让这千寻安下地狱。武魂殿中，西南方的一个建筑之中，只见这建筑金碧辉煌，到处闪耀着金光，门楣处挂着一块牌匾，刻印着3个大字：裁决殿。裁决殿中，千寻安坐在主位之上。此时，只见一个魂斗罗走进了殿中，立即开口道：拜见殿主。千寻安平静抬手道：我让你们查的资料查到了吗？那魂斗罗摇头道：殿主，我们去那武魂殿的藏书阁查过了，有关当年教皇受伤的资料全部消失了。此言一出，千寻安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全部消失了？那魂斗罗连忙道：不错，我们去调取资料的时候，发现那些资料凭空消失，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千寻安旋即仔细一想，喃喃开口道：能够动武魂殿藏书楼资料的人，在这武魂殿并不多，除了7位供奉之外，只怕只有教皇比比东了。千寻安知道，即便是武魂殿的长老，也没有资格随便拿走武魂殿的资料，他们想要拿走资料，都需要报备，除非那种权势滔天的人，例如比比东和自己的父亲千道流。你们以为拿走了资料，我便查不到了吗？你们越是这样，越能够证明大哥的死不是这么简单。看来这比比东还有事情隐瞒。千寻安继续开口道。此时，那个魂斗罗道：殿主，我们只查询到了这些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千寻安微微点头，旋即开始查看着那些资料。千寻安查看那些资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看这些资料并看不出什么。就在千寻安想要放弃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一本奇怪的书籍。只见书籍的名字叫做《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千寻安开始查看这本书籍。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作者玉小刚。我玉小刚，武魂殿长老，研究武魂30年载，终于研究出来这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
这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全部是通过我的实验原创出来的。斗罗大陆所有武魂修炼都离不开这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可以说，只要明白了我的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便可以在魂师修炼的脚步上领先别人一步。下面是我的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1、先天魂力的等级与武魂的强度成正比。在斗罗大陆中，每一个人物出生都有可能成为魂师的存在。要想成为魂师，首先魂力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魂力的话，那么这个人这辈子也就无法成为魂师了。除了成为魂师之外，每个人还有一个武魂的存在，而这个所谓的武魂其实也是跟魂力有关的。你的先天魂力越高，则代表着你所拥有的武魂就越强，反之你的武魂就越弱。2、不存在废武魂，只有不会修炼的魂师。3、武魂只有气武魂和兽武魂，没有其他。在斗罗大陆中，每个魂师都有一种武魂，而武魂又分为2种类型，一种是气武魂，另一种则是兽武魂。除此之外，就别无其他的第3种武魂的存在。4、气武魂多数主张辅助，兽武魂则多数主张攻击。5、魂师都有各自的发展方向。每个魂师拥有属于自己的武魂后，其实都有各自的发展方向，比如强攻系、敏攻系、辅助系、食物系、控制系等。6、7、10。千寻安看着这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大部分都是自己从小学习的，武魂殿中的书籍都有记载，还有一些明显就是错误的，例如这第2条，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要知道，斗罗大陆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觉醒魂力，只不过很多人都不能修炼，无法成为魂师。要是这一条正确的话，那么斗罗大陆之上还有平民吗？还有，武魂只有兽武魂和气武魂。千寻安曾经在武魂殿的书籍之中看到过，除了这2种武魂之外，还有本体武魂。本体武魂则是以自己身上的器官作为武魂，而且这种本体武魂从古至今都存在。看来这个叫做玉小刚的家伙看书都没看全。还有那第4条也是错误，武魂攻击和防御是根据武魂的特性来决定的，并不是气武魂就是主张防御，兽武魂就是主张攻击。这个玉小刚只怕是一个骗子吧？千寻安喃喃道。旋即他看向自己手下的魂斗罗道，这个玉小刚是什么人？此时那魂斗罗看着千寻安道，启禀殿主，这玉小刚曾经是我们武魂殿的长老。曾经是，那现在呢？千寻安问道。那魂斗罗开口道，他已经离开了我们武魂殿，现在不知道在何处。千寻安听后微微皱眉道，离开我们武魂殿，为什么？此时那魂斗罗看着千寻安道，准确的来说是被前教皇冕下赶出武魂殿的。听到了这里，千寻安立即看向那魂斗罗道，你仔细说来我听听。那魂斗罗看着千寻安，旋即开始讲述起来了当年的事情。我当时只不过是武魂殿最普通的一名弟子，很多关于这件事情我都是听说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据说当年这玉小刚和比比东教皇之间有一段风流韵事。第14章，养不熟的白眼狼。求推荐，求收藏。那魂斗罗在千寻安的面前开始讲述了起来。当年比比东是千寻疾教皇的徒弟，只不过教皇和比比东相差年纪并不大。当时教皇将比比东选举成为了圣女，成为了万人仰望的存在。武魂殿的人都看得出来，教皇对比比东有意思，教皇也多次向比比东表白，可是都被拒绝了。这个时候，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玉小刚。这个玉小刚来到我们武魂殿，说是想要借我们武魂殿的藏书阁一用，但是武魂殿的藏书阁外人怎么可能借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叫做玉小刚的家伙和现任教皇比比东搭上了关系。后来我听说比比东答应做千寻疾教皇的未婚妻，而那玉小刚也成为了我们武魂殿的长老。当时玉小刚成为我们武魂殿12长老之一，不知道有多少人不服气。千寻安听到这里，旋即问道，为什么不服气？此时那魂斗罗继续道，因为那玉小刚就是一个废物。废物？有多废？千寻安开口问道。他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只不过出生后武魂发生了变异，导致他的魂力永远不能突破30级。魂斗罗开口道。听到了这里，千寻安想起了玉小刚著作里面的一句话，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按照他的理论，他自己便可以反驳自己的理论了。这样的人也配做我们武魂殿的长老吗？千寻安顿时冷哼道。那魂斗罗看着千寻安继续道，当时在教皇冕下是说玉小刚的理论是最强的，所以特例让玉小刚成为第12长老。但是武魂殿的人自然没有多少人相信，所以大家纷纷猜测到底是为什么，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千寻安道继续说，当时的圣女比比东似乎爱上了这个废物，为了让这个废物当上长老，所以他去找千寻疾教皇
答应了千寻疾教皇的求婚，条件是让废物玉小刚成为我们武魂殿的长老。听到了这里，千寻安眼睛眯了起来，这和自己猜想的确差不多，只是他惊讶，这比东虽然是一个纯女人，但是没想到连眼光都这么差。这玉小刚虽然自己没见过，但是听着都废。这比东怎么会喜欢上这么一个废人？不过这让一切都合理了起来。千寻安看着那魂斗罗道，继续说下去。那魂斗罗开始继续讲述，后来那玉小刚便开始在我们武魂殿骗吃骗喝，还各种出入我们武魂殿的藏书楼。他用我们武魂殿的知识写了这一本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再后来就传出了教皇和圣女比东要举行新婚的消息，但是圣女似乎不愿意，她便想要偷偷的跟那玉小刚远走高飞，他们便悄悄的逃离武魂殿。最后被千寻疾教皇发现，原本教皇要杀了那玉小刚的，但是在圣女比东的求情之下，教皇只是将那玉小刚赶走。听到了这里，千寻安的心大受震撼，旋即开口道，也就是说这比东答应了大哥的求婚，最后却想要抛弃大哥和一个废物远走高飞。那么说来，是这比东先背叛了大哥，这一对狗男女。千寻安的目光瞬间愤怒了起来，旋即他直接离开了裁决殿，朝着那供奉殿飞去。千寻安的速度很快，瞬间便来到了供奉殿。千寻安直接见了自己的父亲千道流。寻安，你来了。千道流坐在一个案牍旁边，不紧不慢地问道。千寻安直接将那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摔在了千道流的案牍之上，旋即问道，父亲，你应该认识这个吧？千道流看了一眼，旋即道，有所耳闻。那你也一定知道比东和玉小刚之间的事情吧？千寻安看着父亲质问道。千道流抬起眼眸来，看向千寻安问道，寻安，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千寻安冷笑了一声，旋即开口道，哼，父亲，你口口声声说大哥辜负了那比东，那你为何不说是那比东先背叛了大哥呢？我查过比东，他从小便是一个孤儿，被我们武魂殿收养，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我们武魂殿。如果不是大哥，他早就被山上的野狗吃了。可是大哥怎么会知道自己捡来了一个养不熟白眼狼？他若不喜欢大哥，他自可以不用答应大哥的求婚，但是他却为了一个废物答应了大哥。既然答应了，为何还要背叛大哥，要跟着一个废物逃婚呢？他这样的做法将对他有救命之恩、养育之恩、授业之恩的大哥置之于何处？千寻安看着千道流，继续道，况且大哥和他已然有了婚约在身，也是他亲自答应的。即便大哥强行对他做了什么，也不过是夫妻之间的事情。敢问大哥何错之有？对他比东有何亏欠？我们武魂殿养他，提供资源给他修炼，让他成为圣女，甚至教皇，我们武魂殿对他又有何亏欠？此时千道流看着千寻安，沉默不语。很久之后，他才缓缓开口道，寻安，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但是事到如今，为了小雪，为了我们武魂殿，这些事情若是再被提起，只会扰乱我们武魂殿的稳定。安定？千寻安看着千道流道，为了武魂殿的安定，便要牺牲真相，这样的安定我宁可不要。千寻安看着千道流继续道，父亲，我查过了，当年关于大哥伤势的报告全部都消失了。虽然我不知道是谁要阻拦我查清楚这件事情，但是我一定会将一切查清楚，然后还大哥一个公道，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止我。千寻安说完之后愤然离开。武魂城教皇殿门前，站住！2名身穿银色铠甲的护殿骑士拦住了一个布衣男子的去路，一共100名护殿骑士同时举起了手中的骑士长剑。此乃禁地，再靠近一步，格杀勿论。面对上百名实力明显高于自己的护殿骑士，男子的神色依旧像往常那样淡漠，抬起手亮出了自己的令牌。为的一名护殿骑士快步上前，当他看清令牌上那6个图案的时候，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战，扑通一声，单膝跪倒在地。参见长老。100名护殿骑士整齐划一地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带我去见教皇。那男子用最简单的话语告诉了对方自己的目的。第15章，狗男女再相见。求推荐，求收藏。教皇殿议事大厅，只见那男子正在静静地喝着上等香茗，静静地等待着。上千平米的偌大议事大厅中，此时只有他一个人。那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比东的老相好大师玉小刚。玉小刚的目光始终专注于自己手中的香茗之上，对于周围金碧辉煌的一切始终没有多看一眼，他只是静静的在等待。高达3米的拱门开启，柔和的声音在门外响起，你们在外面守候，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打扰。是。大师的目光终于从香茗上挪开，朝着议事大厅大门的方向看去。门开，一名女子从外面走了进来，身材不高，一身黑色镶金纹的华贵长袍，头戴9曲紫金冠，手握一根长约2米、镶嵌着无数宝石的权杖。白皙的皮肤，近乎完美的容颜，
令他看上去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尤其是身上流露出的那种无形的高贵神圣，更是令人忍不住会生出顶礼膜拜的情绪。大师坐着，那女子走进大门后也停下了脚步，两人的目光就那样在空中碰撞在一起。玉小刚淡漠的目光中多了些什么，有歉然，有回忆，更多的却是怅然。女子的目光瞬时出现了复杂的变化，她看上去虽然只有30岁左右的样子，可实际上她比大师还要大上1岁，早已年过50旬。手中权杖落在地面上，出叮的一声轻响。你来了。柔和动听的声音很容易让人产生出如沐春风的感觉，但大师的目光却因此而变得艰涩起来，双手按在面前的桌案上站了起来，转向那女子。是的，我来了。你还好吗？女子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万人之上，有什么不好的？作为武魂殿的统治者，哪怕是2大帝国的帝王见到我，也要礼让3分。你认为我会有什么不好吗？大师叹息一声，比比东，我知道你心中的苦。比比东？不是你说，我都快忘记这个名字了。请叫我教皇，或者称我一声冕下。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傻傻的比比东。是的，眼前这看上去柔美亮丽的女子，就是当今武魂殿最高统治者，所有魂师朝圣的目标，教皇。她是武魂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皇，不到40岁就接任了教皇的位置。最初时还有不少人出质疑，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的励精图治之下，武魂殿展得更加迅猛，也更加团结。已经有不少人认为他将是武魂殿最出色的一代教皇。是，教皇冕下。大师的瞳孔收缩了几分，一丝痛苦从眼眸中流淌而出。他转过身，走到自己先前坐的位置站住，手捧香茗，整个人似乎都陷入到了曾经的回忆之中。看着大师的背影，教皇眼中的淡漠消失了，一丝有些不忍的情绪从他眼中一闪而过，抬起脚，似乎想要上前，可他终究还是止住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我们已经有20年不见了吧？教皇的声音听上去还是那样平静。大师深吸口气，压制着内心激荡的情绪，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再见比比东会让自己如此失控。回过身时，他眼中多余的情绪都已消失，剩下的只有平日里那种淡漠。教皇冕下，我此来是有事相求。哦，教皇有些惊讶地看着大师，你会来求我？这似乎不是你的性格。看来时间确实会令一个人生改变。你说吧。教皇冕下，我想知道你当初是如何度过双生武魂那个难关的。教皇瞳孔收缩了一下，淡然道，你没必要知道这些。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吗？大师并没有隐瞒，我收了一名弟子，他跟随我修炼也有7、8年的时间了。很幸运，他拥有着和你一样的双生武魂。这孩子天赋异禀，我希望能够将他培养成一代强者。我为什么要帮你？让你培养出一个强者以后和我作对吗？教皇的声音突然变得冷冽起来。大师沉声道，当然不。如果你肯告诉我当初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这弟子一生都不会和武魂殿作对。教皇嘴角处流露出一丝笑容，原来也有你这理论刘大师不知道的事。玉小刚，你来晚了。就在前几天，我已经派人前往天斗帝国参赛队伍必经之路截杀，目标就是你那出身于昊天宗的弟子，所以你也没有必要知道双生武魂的秘密。大师身体剧烈的震动了一下，猛地回过身，瞪视着教皇。你说什么？教皇并没有隐瞒，淡淡的说道，白金主教萨拉斯传来信息，昊天宗子弟出现，天赋异禀，小小年纪就已经突破了40级，双生武魂，拥有第4魂环万年级别，甚至还有可能拥有魂骨，亲近于7宝琉璃宗和天斗帝国。这样的人不能为我武魂殿所用，就只有抹杀。你，大师猛地上前几步，双手猛地抓住教皇的肩膀，他的双眼瞬间被血色覆盖，全身都在剧烈的颤抖着。看着大师那充满凝恶的目光，教皇呆了一下，他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以他的实力，自然可以轻易的掀翻大师，但他却并没有那么做，只是让大师灼热的双手牢牢地抓在自己肩膀上。大师的呼吸变得很粗重，一字一顿的道，比比东，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唐三有什么不测，那我将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武魂殿。我一生无子，他就像我的儿子。比比东冰冷的目光看向大师道，玉小刚，你还记得当初你是怎么对我的吗？裁决殿。此时千寻安还在查找这关于自己大哥遇害的资料，他开始一份一份的查看，生怕漏掉什么细节。就在此时，只见一个戴着斗笠的魂斗罗出现在了裁决殿之中。他们是千寻安在裁决殿设立的暗影侍卫，这些暗影侍卫被千寻安安排在武魂殿的各处，监视着武魂殿的各个方面。裁决殿既然是裁决一切武魂殿违法之事，所以千寻安自然要将整个武魂殿盯紧了。那暗影侍卫来到了千寻安额面前，立即单膝跪下道，殿主，我在教皇殿盯房，看到一个人来到了教皇殿，
与教皇相见。什么人和教皇相见，值得你来见我？千寻安平静问道。那暗影侍卫立即道：当初被千寻及教皇赶走的那个废物长老玉小刚。此言一出，千寻安双眼眯起，旋即喃喃道：果真如此，我倒是要看看这对狗男女究竟想要做什么。第16章，当年往事，求收藏。教皇殿中，大师拉着比比东的双手，看着比比东，旋即怒道：当年并不是我要离开你，是千寻疾强行将我们分开的。感受着大师喷吐的气息，教皇脸上泛起一丝潮红，气息有些急促的道：那后来呢？千寻疾死后，我去找你，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为了自己的妹妹，好笑，真是太好笑了。你竟然为了自己的妹妹而不肯接受我。我能成为教皇，固然拜你所赐，但是我恨你，你是我这一生中最恨的人。我就是要让你痛苦，我不但要杀你那徒弟，还要杀了柳二龙。不，我不杀他，我要折磨他，让你痛苦。教皇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起来，他那双眼睛冰冷的像毒蛇一样。大师看着比比东，再度开口道：那你知道我离开武魂殿后有多心灰意冷吗？你和教皇已经订婚了，我的对手是教皇。教皇啊，我只不过是一个30级不到的废物，你让我拿什么和教皇去争？在我最心灰意冷的时候，我遇到了二龙，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当我明白我永远不可能争得过千寻疾的时候，我放弃了，放弃了你，放弃了我们曾经的过往，放弃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当你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和二龙在一起了，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大师看着比比东，旋即声泪俱下的说道。此时比比东却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哈！比比东站在大师的面前，笑得癫狂，笑得凄凉，他就像是疯了一般，疯狂的大笑。比比东，你大师看着比比东，有些不解。此时比比东双眼之中流出了泪水，他指着大师道：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你以为千寻疾真的是唐昊杀死的吗？你错了，他被唐昊伤了之后，虽然伤势严重，但是不致死。是我在密室中亲手杀了他。此言一出，只见玉小刚的眼中露出了无比惊骇的神色，他根本不敢相信。我为了你杀死了教皇，为了你成为这武魂殿的第一人，为了你我扫平我们之间一切的障碍，但是你呢？等我去找你的时候，你却和自己的妹妹在一起了。你这种人渣，我现在就杀了你。此时比比东一怒，瞬间掐住了玉小刚的脖子，将他举了起来。玉小刚被比比东举在空中，玉小刚看着比比东，开口道：东儿，你要杀我便出手不吧，这是我欠你的。比比东看着玉小刚，怒吼道：玉小刚，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正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滚！我不是说过没我的吩咐，谁也不要来打扰吗？教皇怒吼一声。外面的人似乎也没想到一向平易近人的教皇会这么大脾气。教皇冕下，2位长老传回信息，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等待您的指示。什么？没完成任务？教皇脸色一变，猛地看向大师：你徒弟的运气似乎很不错。说着，比比东将玉小刚放了下来。大师咳了2声，旋即看向教皇说道：你让人去杀唐三，恐怕并不只是因为他天赋的原因吧？以武魂殿的实力，还会惧怕一名魂师吗？如果我猜的不错，你是因为他的父亲，对吗？教皇目光凝固：你还是那么聪明，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大师默默地点了点头，向大门走去。当他走到大门前，一手握住拉手的时候，突然停下动作，淡淡的说道：20年了，比比东，你还是那么美，但我却已经老了。如果今天受到生命威胁的是你，我也会有同样的反应。毕竟你是我第一个爱过的人。你放屁！教皇的身体剧烈的颤抖了一下。你也会爱吗？你不配说这个字。爱我你还会离开我，宁可和自己的妹妹在一起。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随你怎么想，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唐三死在武魂殿的人手中，那么我将不惜一切代价报复。比比东，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派人向唐三出手，我们之间的情分就到此结束吧。猛地拉开门，大师大步而去。教皇比比东的身体剧烈的晃动了一下，似乎不依靠着权杖的支撑，他就要摔倒了似的。他恨大师，恨了足足有20年。能够维持这么久的仇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当初对他的爱是那样深刻。大师临走前所说的话，令他心中的恨突然出现了一丝裂缝。回想起上一代教皇对自己教导的一切，以及以往的种种，被仇恨蒙蔽的真相渐渐在他心中浮现。眼前的景物渐渐变得朦胧，教皇握住权杖的手已经因为用力过大而有些白了。这是命运弄人吗？小刚，我们之间的情分，我们之间的情分。教皇猛地跑到之前大师坐过的地方坐了下来，
捧起那犹有余温的香茗，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旋即，教皇比比东逐渐地镇定了下来，他看向门外道：“进来。”此时，刚刚传递情报的那个武魂殿的侍卫走进了大殿之中。那侍卫是一个魂帝，看到了比比东，立即行礼道：“拜见教皇冕下。”比比东看着那魂帝，旋即问道：“你刚刚都听到了什么？”魂帝手下立即摇头道：“启禀教皇冕下，属下刚刚什么都没听见。”是吗？比比东目光一冷，魂帝手下立即跪在比比东面前，不断磕头道：“冕下，属下刚刚真的什么都没听到，我也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还请教皇冕下开恩，饶了属下。”此时，比比东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轻轻坐了下来，伸出了一根手指，勾起了那魂帝的下巴。那魂帝抬起头，无比惊恐地看着比比东。比比东旋即露出了恶魔般的微笑道：“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说着，那魂帝瞬间中了比比东的诛毒，瞳孔逐渐的变大，下一刻，整张脸都变成了绿色，连话都没说出来，直接一命呜呼。第17章，千仞血回归。求收藏。武魂城，各方势力的魂师们开始陆陆续续的来到了武魂城中。首先到达的是星罗帝国的魂师们，紧接着天斗帝国的魂师也陆陆续续的前往了这武魂城，而武魂殿也在为这魂师大赛做着准备。武魂殿内部再度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商议关于魂师大赛的诸多事宜。千寻安作为裁决殿的殿主，自然也来参加了会议。千寻安走进了会议室，此时他的目光和比比东相对。虽然他已经知道了比比东和那玉小刚之间的丑事，但是千寻安这一次并未直接问罪比比东了。千寻安有自己的考虑，现在各方势力都已经进入武魂殿了，比比东毕竟是武魂殿的教皇，现在问罪比比东，那岂不是让外人看他们武魂殿的笑话？千寻安要针对的只有比比东罢了，对于武魂殿，他自然要维护好形象，所以自家的事情只有等这魂师大赛过了，然后再关起门来慢慢解决。此次会议是比比东主持的，他召集了教皇殿的长老，并且邀请了千寻安参加会议。至于供奉殿的人，那些供奉们不会来管这些俗事，自然没有插手。此时，比比东坐在主位之上，另外的几人都是封号斗罗，他们都是武魂殿的长老。各位，此次魂师大赛，我们武魂殿作为东道主，一定要办好这场大赛，不要让别人看笑话。比比东坐在主位之上，开口说道：“自然，这是我们武魂殿举办的盛会，我们不仅要办好比赛，我们还一定要赢下这冠军的位置。”一个长老旋即开口道。此时，一旁的菊斗罗旋即开口道：“冠军大家自可以放心，毕竟此次代表我们武魂殿出战的是我们武魂殿黄金一代的天才魂师，他们的实力绝对是大陆上年轻一代的佼佼者。此次魂师大赛的冠军也必定会是我们武魂殿的。”此时，比比东微微点头道：“说得不错，此次代表我们武魂殿出战的是我的弟子胡列娜，对于他的实力，我很放心。”此时，千寻安坐在下面，听着这些长老的商议，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他还是为这次比赛有些担忧的。他见过那胡列娜的实力，说实话，胡列娜的实力算得上优秀，但硬要说这胡列娜是天才的话，那这天才也太廉价了。不知道他们的对手如何，要是对手强一点，只怕武魂殿拿下冠军还是有些危险的。就在千寻安思绪的时候，此时比比东旋即开口道：“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下裁判的问题吧。”比比东的目光旋即朝着千寻安看了过来，旋即他露出了微笑，看向千寻安道：“对了，以往的魂师大赛都是我们教皇殿举行的，这次既然裁决殿主归来了，我们又新成立了裁决殿，我看不如此次魂师大赛全权由裁决殿主负责吧。”千寻安也看向了比比东的目光，他非常清楚比比东想要做什么，毕竟自己刚刚回来，没有打理过武魂殿的事务，所以比比东便要故意将这魂师大赛的事务交给自己。他这是想要借此机会向自己宣示主权，告诉自己这武魂殿事务并不是谁都可以接手的。只不过他千寻安又有何惧？千寻安抬起头来看着比比东道：“好，我没有意见。”比比东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看向千寻安道：“那么裁决殿主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千寻安并未多说什么，他看向比比东问道：“其他的还有什么事情吗？”比比东平静道：“其他的我们自然会办好。”千寻安直接离开了会议室。到了晚上的时候，千道流让千寻安去找他。千寻安旋即来到了供奉殿。此时，供奉殿之中站着一个美丽至极的女子，女子一头金色的长发，肌肤胜雪，挺直的鼻梁，略显纤细的凤目，带着几分微冷的绝色容颜。她穿着一袭金色的宫裙，长裙是连体的，似乎是用金丝织就，没有过多的纹装饰，样式古朴而典雅。金色的立领护住了她那雪白而修长的脖颈。这名女子的身材玲珑凹凸，
胸前更是傲人无双。尤其是他脸蛋之上那冷峻而高贵的气质，更让他整个人充满了诱惑。你来了。千寻安推门走了进来，而千道流则依旧是背负着手站在窗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此时的他身材伟岸而高大，宛若一座山岳般伫立在那里。千寻安点了点头道：我来了。千道流立即看着千寻安道：寻安，快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便是你的大哥的女儿，你的侄女千仞雪。千寻安走了过来，看向了千仞雪，旋即露出了一丝微笑道：小雪，你好，我是你叔叔。此时千仞雪惊讶地看着千寻安道：叔叔，你就是当年父亲跟我讲过的那位武魂殿第一天才叔叔，你还记得？千寻安看着千仞雪问道。千仞雪微微点头道：当年父亲最喜欢和我讲关于你的事情了，父亲说你是武魂殿成立以来最强的天才，只是可惜，我还记得父亲当年说过，他这辈子对不起的一个人便是叔叔你。当初前往星斗大森林的时候，要是他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你也不会走丢，也不会。千寻安看着千仞雪，听着千仞雪的话，他心中明白，当年自己走丢了，最难过的只怕就是大哥了吧。千寻安微微点头道：我让大哥担心了。千仞雪立即道：若是父亲在天有灵，知道你回来了，一定能够含笑九泉了。此时千寻安却摇头了。千寻安看着千仞雪道：你父亲蒙受不白之冤，又怎么能够含笑九泉呢？此言一出，千仞雪立即看向千寻安道：叔叔，你说什么？父亲他不是被唐昊杀死的吗？千寻安目光平静，看着千仞雪道：我回来之后调查过了，发现你父亲的死因并不是这么简单。此言一出，千仞雪瞳孔微震，惊讶地看向了千寻安。第18章，愚蠢的小雪。求月票，求收藏。叔叔，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千仞雪看向千寻安，立即问道。千寻安平静回答道：具体我还未查清楚，我刚回来没几天，便知道了这件事情。我只知道，你父亲当年的确是被唐昊重伤，但是他回到了我们武魂殿，以我们武魂殿的底蕴，只要不是那种致死的伤，都能够救回来。即便是特别严重的伤，也至少能够保住性命。但是你父亲却死了，这件事情怪异无比。我去调查了当年你父亲受伤的资料，发现这些资料全部不见了。因此，我更加的肯定了，你父亲的死不是那么简单。听到了这里，千仞雪立即看向千道流，开口问道：爷爷，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千道流叹息了一声，旋即开口道：当年的事情，我知道的也和你们一样。千道流看着千寻安，他知道自己阻止不了千寻安，现在只有能瞒一时是一时了。千寻安看向千仞雪道：小雪，你放心，大哥的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还他一个公道。此时千仞雪看向千寻安道：千寻安看向千仞雪，再度问道：对了，小雪，你到底怎么想的？为何想要去天斗帝国当卧底？千仞雪看着千寻安，旋即开口道：为了我的母亲。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母亲便一直不喜欢我，我从小一直都努力成为最好，想要讨她欢心，可是她一直都在疏远我。后来我知道母亲的愿望是统一大陆，所以我就想要帮助母亲。如果我兵不血刃地拿下天斗帝国，这样的话，母亲一定会接纳我吧。听了千仞雪的理由，千寻安不由得摇了摇头。千寻安旋即开口道：小雪，你知道你的计划有多愚蠢吗？我刚刚查看了你的魂力，也仅仅只是魂帝境界，你一定压制了你的魂力了吧？千仞雪看向千寻安，点了点头道：我在天斗帝国要伪装成为雪清河，雪清河的天赋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必须要压制自己的魂力。千寻安再度摇头道：小雪，这个世界的本质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个世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你想要必须要变强，你浪费自己的青春，浪费自己的天赋去赌一个不确定的结果，真的值得吗？我听父亲说过，你的天赋仅次于我，如果不是你浪费了自己的天赋，你现在实力只怕已经成为魂斗罗，甚至封号斗罗了。此时千仞雪有些委屈地看着千寻安，开口道：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武魂殿能够统一大陆。千寻安旋即道：武魂殿要是真的想统一大陆，有我便够了，小雪，你可以不用回去了。听到这里，千仞雪摇头道：叔叔，我的计划只差最后一步了，我真的不想放弃。你知道你一个人深入敌营有多危险吗？千寻安继续看向千仞雪问道。千仞雪旋即道：现在我已经成为了雪清河，无论是谁都发现不了我的身份，而且我身边还有2位封号斗罗保护，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爱千寻安旋即感叹了一声道：也罢也罢。此时千寻安从自己的怀中拿出了一颗晶莹透亮的珠子，只见这珠子瞬间散发出来了莹莹蓝光。千寻安将珠子递到了千仞雪的面前，开口道：这是当年我从那个世界一条水龙洞穴之中得到的珠子。
这颗珠子中蕴含着极其强大的能量，但是却非常的温和，是那条水龙用来温养它的孩子的，只不过被我抢了。这些年来，我一直用这颗珠子修炼，它可以帮助你巩固修为，增快修炼速度。今天我便将这颗珠子送给你吧。看着千寻安的珠子，此时千仞雪立即道：“叔叔，这么珍贵的礼物，我怎么能？”千寻安看着千仞雪道：“小雪，你是大哥唯一的后人，是我的侄女，也是我们武魂殿的希望。我不对你好，又对谁好呢？而且我已经修炼到极致了，这珠子我用不到，你拿着更合适。”千仞雪立即看向千寻安道：“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叔叔。”三人再度叙了叙旧之后，此时千仞雪朝着千寻安和千道流行礼道：“叔叔，爷爷，我要回去了，我出来太久会被怀疑的。”千寻安微微点头道：“好吧，你去吧。”此时千仞雪忽然回头道：“对了，叔叔，我听说这次大会全权由你来负责。”千寻安点头道：“不错。”千仞雪开口道：“叔叔，你们一定要小心史莱克学院，这个学院拥有很多天才。”史莱克学院？倒是没怎么听说过这个学院，这个史莱克学院很强吗？千寻安问道。千仞雪道：“史莱克学院有一个叫做唐三的家伙，他是双生武魂，天赋很高，也是当年杀死我父亲的仇敌唐昊的儿子。”唐昊的儿子吗？此言一出，只见千寻安旋即眯起了眼睛。“叔叔，你……”千寻安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旋即开口道：“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追寻唐昊的踪迹，但是却没有什么发现。但是要是这唐昊的儿子在我的手中，那唐昊总归会现身了吧？”千仞雪听后也微微点了点头道：“还请叔叔一定要查清楚当年的真相，我想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千寻安看着千仞雪，缓缓点头道：“你放心，我一定会查清楚的。”其实千寻安的心中已经有所怀疑了，但是怀疑终究只是怀疑，没有真正的证据的时候，千寻安并不会将怀疑告诉千仞雪。“那我走了。”千仞雪摇身一变，旋即再度变成了一个男子的模样，这男子便是千仞雪冒充的雪清河。千寻安点头道：“好，小心一些。”之后千仞雪转身离开了供奉殿。千仞雪离开之后，此时千道流看向千寻安道：“寻安，当年的事情你一定要追查到底吗？”千寻安决然道：“自然，无论前方有多困难，是谁阻拦，我都会查到底。父亲，你也不例外。”说完之后，千寻安也转身离去。第19章自负的黄金一代，求推荐，求收藏。武魂殿学院，千寻安带着一个魂斗罗手下朝着武魂殿学院走来。“店主，你要亲自来挑选参赛的学员吗？听说学院那边已经选好了。”那魂斗罗手下立即问道。千寻安平静道：“小雪告诉我说史莱克学院很厉害，既然连小雪都觉得很厉害，我自然不能掉以轻心，毕竟这关乎武魂殿的荣誉。而且这些年来武魂殿越来越孱弱了，连胡列娜那种蠢材都可以被选为圣女，我对这参加魂师大赛的人选自然不放心。”魂斗罗旋即开口道：“店主，你有所不知，其实现在武魂殿学院也不像是以前了。”“哦？”千寻安疑惑道。魂斗罗旋即开口道：“武魂殿的学员们大部分都是我们武魂殿魂师的子女们，随着现在武魂殿越来越强大，武魂殿学院的学员们也越来越自负，很多人都沉迷在武魂殿的荣耀之中，真正潜心修炼的人并不多。而且我听说现在魂师大赛的选拔很多都是通过走关系。”那魂斗罗继续道：“走关系？”千寻安旋即皱眉问道。那魂斗罗点头道：“毕竟只要能够成为代表武魂殿参加比赛的队员，便可以赢得无上荣耀，将来也可飞黄腾达。所以这队员身份是那些学员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挤破脑袋都想要的。”听到了这里，千寻安平静道：“这样下去，我们武魂殿的荣誉一定会被他们毁于一旦的。”千寻安说着继续朝着前面走去。此时千寻安远远便看到了那武魂殿学院之中，所有师生都站在了一起，在那高台之上，只见3个人迎面朝着他们走来。那3人便是代表武魂殿参加魂师大赛的黄金一代。“店主，要我去告诉他们您来了吗？”魂斗罗手下立即问道。千寻安摇了摇头道：“先不要声张，我倒是要看看现在的武魂殿学院是什么样子的。”魂斗罗手下立即称是。随着那黄金一代3人走来，下方的学员开始大声欢呼了起来。“天哪，那便是我们武魂殿的黄金一代吗？好耀眼啊！听说他们都被教皇冕下亲自授予了武魂殿紫鹿勋章，创造了武魂殿的记录。那可是他们3个绝对是我们武魂殿学院历代以来的天才。”此时3人来到了众人的面前，自信满满。首先出场的是邪月，他看上去20岁左右的样子，容貌极为俊秀，带着几许柔和，白皙如玉的肌肤，配合着乌黑深邃的瞳眸，一袭银色长袍，
腰间系着同颜色的宽边束带，衬托出完美身形，整体气质充满阳刚之意。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肤似乎都散发着淡淡金芒，让人看不真切，但那种独特的气质却令他显得越发神秘莫测。那就是邪月嘛，邪月可太帅了呀！不错不错，邪月是我的男神。邪月，邪月！下方一个个女学员们呼喊着邪月的名字。邪月一双眼睛淡漠无比，甚至有些邪魅，嘴角勾勒出完美弧度，高傲地昂起了头。他就那么静静地立在那里，却已经吸引住了全场目光。但他的表情依旧平静，仿佛周围的声音与他无关似的。我觉得燕也很帅啊，我喜欢燕那样的性格。燕，燕！另外一边，众人呼喊着燕的名字。只见燕身材修长而健壮，皮肤呈古铜色，脸庞棱角分明，剑眉斜飞入鬓，给人一种凌厉锋锐之感。他身穿黑色制服，整齐笔挺，看上去英俊潇洒。更重要的是，他拥有着一头火红色短发，随风飘扬，显得桀骜不驯。等到了胡列娜出来，只见那些男学员们无疑不被他迷倒。只见胡列娜有着一头淡金色的短发，身材近乎完美，相貌和邪月有几分相像，肌肤胜雪，穿着一袭长裙，缓缓走出，看上去美丽至极。无论是谁，都能够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异样的魅力。无数的男生开始呼喊着胡列娜的名号。圣女，是圣女胡列娜！胡列娜不愧是我们武魂殿的圣女，实在是太美了！圣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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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圣女，我要做你的狗！一阵又一阵的狂热声浪响彻整座校园。此时，一旁的老师开口道：“各位，这3位便是我们武魂殿的黄金一代，他们即将代表着我们武魂殿出战。”这一刻，下方的那些学员们更加热情了，一个个疯狂的鼓掌，疯狂的呼喊。此时，邪月看着那老师高高在上，淡漠开口道：“我们的队友，你们准备好了吗？”那老师立即谄媚道：“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这7位便是我们武魂殿选举出来的最强学员，他们都拥有强大的实力，会跟随你们出战。”此时，燕走上前来，看向那7人，开口道：“你们都释放武魂看看。”旋即，武魂殿学院选举的7人释放出来了自己的武魂和魂环。7人都是40级魂宗，魂环配比也无一例外，都是2黄2紫的配置。此时，燕打量着7人，旋即开口道：“今年武魂殿这些学员也太弱了吧，竟然一个魂王都没有了。”一旁的胡列娜平静开口道：“他们的实力无所谓，反正到时候上场也不过是凑数罢了，有什么敌人是我们3个解决不了的呢？”邪月依旧淡漠，微微点头道：“我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他们听话就好，至于实力什么的无所谓，比赛胜利后会给他们荣耀。”那老师立即道：“跟随这3位，他们自然是感受到无尽的荣耀。”邪月旋即看向那老师道：“好了，他们7个跟着我们去武魂殿报备吧。”“是是是。”那老师谄媚无比，立即道：“你们7个一定要好好的辅助他们，听清楚了吗？”“明白。”7人立即答应道。就在此时，只见千寻安带着那魂斗罗手下缓缓朝着他们走了过来。第20章，一眼秒杀魂圣。求推荐，求收藏。此时，千寻安一步步的朝着他们走了过来，旋即开口道：“你们就是这么选举参赛队员的吗？”听到了千寻安的话，那黄金一代的3人还有那老师旋即转过头去，看向了千寻安。那老师并不认识千寻安，他那点微末道行也感受不到千寻安的强大，旋即开口道：“怎么选举参赛队员是我们武魂殿学院的事情，与阁下有什么关系？”听到这话，千寻安只不过是冷笑了一声。至于那黄金一代的3人，早已经被千寻安的气场镇住，一个个无比惊骇，他们根本连动弹一下的勇气都没有。那老师站在黄金一代3人后面，没有看到3人的脸色，继续道：“反正有黄金一代3位天才在，其他人选什么不都是赢吗？而且，你到底是谁，竟然敢管我们武魂殿学院的事情？”此时那魂斗罗立即站了出来，看着那老师道：“住嘴！见了裁决大人还如此猖狂！”裁决大人，那老师默念这个名字，忽然他脑海之中忽然想起了前段时间引得整个武魂殿都震动的裁决殿出事了。他这才想起来，这个裁决大人到底是什么人？瞬间，只见他心中猛然一紧，万分惊恐，扑通一声，直接跪倒在地。“难道您就是传说中的那位裁决大人？对不起，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冒犯，请大人恕罪。”说话间，他不断的磕头，一颗颗汗珠顺着额头滑落。千寻安并不在乎那一名武魂殿学院的老师，他的目光看向了那黄金一代的3人，旋即道：“他们都是凑数的，只要听话就好。看来你们很自信，能够为我们武魂殿赢得胜利啊！”此时，邪月开口了，他立即道：“裁决大人，我们奉教皇之命来武魂殿学院选举我们比赛的队友。”千寻安平静地看向邪月道：“
你们教皇殿下已经将这次魂师大赛全权交给我负责了。这魂师大赛的人选关乎我们武魂殿的荣誉，所以我自然要亲自审核。你们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你们是很有自信为我们武魂殿赢得胜利吗？此时，胡列娜在千寻安那无形的压迫之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抬起头来看向千寻安道：“那是自然。这些年来，我们武魂殿几乎包揽了所有魂师大赛的冠军，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那燕也立即附和着胡列娜开口道：“娜娜说的对，其他学院的那些魂师都是一群怂包，要不是规则不允许，否则的话，即便只有邪月大哥和娜娜，我们3个人上都可以轻松取得比赛的胜利。”哼！千寻安旋即冷哼了一声，看着3人道：“这次比赛可是关乎我们武魂殿的荣誉，若是输了，丢的是我们武魂殿的脸面。你们这已经不是自信，而是盲目的自负。若是输了，丢了我们武魂殿的脸，你们负得起这个责吗？我们不会输的。”此时，邪月抬起头来看向了千寻安：“是吗？”千寻安看向了邪月，邪月再度开口道：“如果魂师大赛我输了，我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千寻安目光平静，看着邪月道：“你承担得起吗？”千寻安看着3人，旋即道：“你们既然如此自负，我便给你们一个机会。如果你们在这次大会表现不好的话，那么你们3人都会受到惩罚。我会免去你们在武魂殿的一切特权与荣耀。”千寻安目光冰冷，宛若寒冰，让邪月等人心惊胆战。记住，我说的是表现。千寻安继续道。3人面面相觑，不敢得罪千寻安，纷纷点头。旋即，千寻安道：“滚吧！”3人这才愤愤离去。这个时候，学院的院长连忙赶来了。那院长是一名魂斗罗强者，看到了千寻安，立即行礼道：“拜见裁决大人，我是武魂殿学院的院长。”千寻安看着那武魂殿学院的院长道：“我听说武魂殿学院选举学员都是靠关系选举。”那院长立即道：“裁决大人，这都是莫须有的事情，还请大人明察。”千寻安平静地看着那院长道：“明察？呵呵，你顶得住我查吗？我查清楚之后，你可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你明白吗？”此言一出，只见那校长顿时万分惊恐，立即朝着千寻安跪了下来，低下头，汗水直流道：“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他知道千寻安的实力，千寻安想要认真的查办他的话，他只怕根本无法隐瞒。千寻安平静地看着那校长，旋即道：“今天你选举出我们武魂殿学院最强的7人，我需要各种魂师兼备。选举完之后，你就去请辞吧。”那校长虽然万般不愿，但是他还是不敢得罪眼前这位裁决大人，旋即立即道：“是。”千寻安旋即看了一眼当时对他出言不逊的老师，那老师立即万分惊慌，立即跪下道：“饶命！裁决大人饶命！小的嘴贱，刚刚不小心顶撞了裁决大人。大人，不知者无罪，还请裁决大人饶过我这一次。”千寻安微微抬眼，并未回应那名老师，只是淡然的转身离去。那一刻，那名老师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没想到裁决大人这么大度，竟然饶过了他，他的心中充满了侥幸。就在此时，他忽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万般痛苦，他的身体和脸顿时扭曲了起来。下一刻，只见他身体轰然爆开，鲜血四溅。要知道，那老师可是一位魂圣强者啊！千寻安只是看了他一眼，他就直接爆成了一团血雾。那一刻，整个武魂殿学院，无论是下方的学员，还是其他的老师，又或是刚刚那院长，无论是谁，全部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更有甚者，那些低年级的学生们直接被吓哭了。那院长匍匐跪在地上，整个人都吓得颤抖了起来。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要是自己不按照千寻安的要求做，只怕下一个死的便是自己了。他立即站了起来，大声道：“你们这一群饭桶，还不赶快给我选举最强的队伍！”第21章魂师大赛开始，求推荐，求收藏。为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总决赛，武魂城特意开辟出了一块专门的场地。这片场地就位于武魂城的中心位置，巨大的擂台直径也足有100米，完全由钢岩修砌而成。在这巨大的比赛台上，还用数量庞大的魂导器进行加固，以防破损。根据武魂殿给出的信息，这块场地足以禁受魂帝以下魂师的任何攻击而不破损。这座比赛台正前方就是教皇殿，从这里距离教皇殿所在的山丘只有不足1000米。武魂殿在贴出的告示中已经宣布，总决赛最后的3强将在教皇殿前进行比赛，届时教皇将亲自出现，并为最后的冠军加冕。对于任何魂师来说，这都是无与伦比的荣耀。一大早，所有参赛学院就在武魂殿的专人带领下来到了比赛场地。每一所学院都有单独建成的休息区，休息区围绕着比赛场地而建，在和教皇殿相对的一侧是贵宾评审席，代表2大帝国前来的人都在那里观战，当然还有武魂殿的人。总决赛
一共有33支队伍参加，其中3支种子队伍分别由2大帝国和武魂殿选送。总决赛的对决一共只有5轮。第一轮，3支种子队伍将轮空，剩余的30支队伍争取15个晋级名额，负者将直接被淘汰。第二轮轮空2支队伍，剩余16支队伍角逐出8支进入第3轮。第3轮空1支队伍，剩余的10支队伍决出5个名额与他们共同进入第4轮。第4轮没有轮空，角逐出前3名的队伍。第5轮也是最后一轮，进入比赛的就只有3支队伍，3支队伍将先以晋级赛那种方式各出7名队员进行循环淘汰，决出个人实力最强的1支队伍，然后负者的2支队伍团战一场，胜者再向之前个人赛的胜者挑战，以决定最后的总冠军归属。前面的比赛，千寻安并未出面，只不过他在暗中观察着史莱克学院。这史莱克学院前2轮都轮空，直接进入了第3轮，也就是说，史莱克学院直接晋级了前10。至于武魂殿学院，学院重新选举了参赛的人选，前几场那黄金一代的3人根本没有出手，便直接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到了第3轮的时候，千寻安看了一下对战表，武魂殿学院对战天斗皇家学院，史莱克学院对战星罗皇家学院。因为千仞雪说了史莱克学院的强大，所以让千寻安也开始关注了这史莱克学院。千寻安随意的关注了一下这场比赛，星罗学院7名队员魂力瞬间释放，转瞬之间2黄2紫4个魂环就已经出现在他们身上。整个星罗学院战队的魂宗数量多达6人，只不过是魂宗，倒是没让千寻安有太多的关注。至于史莱克学院，7人释放出武魂，全部魂环都是2黄2紫，全部都是魂宗境界。哦，区魂宗也能让小雪这么关注？千寻安有些不解，他想要知道这唐昊的儿子能不能让他有些许期待。比赛正式开始，史莱克学院打得很艰难，但是那唐三一手蓝银草武魂施展得非常的精妙，逐渐让史莱克学院占了上风。这蓝银草武魂，只怕便是那蓝银皇吧？千寻安看着唐三使用那蓝银草，施展出各种各样的控制手段，不由得皱起眉头。蓝银皇本体号称不死魂兽，拥有恐怖的治疗和再生能力。这小子将蓝银皇武魂全部用来进行控制，真是暴殄天物。千寻安平静开口道。最后，那赛场之上，史莱克学院这边施展了武魂融合技，最后终结了星罗皇家学院。千寻安平静地看着眼前的史莱克学院，平静道：虽然这史莱克学院的实力也没那么夸张，但是也的确值得注意。接下来是武魂殿学院的比试。武魂殿学院战队的队服是白色的，通体洁白，上面刺绣着6个象征着武魂殿的图案。走在最前面的3个人，每个人左胸上都佩戴着一枚紫色形如图书状的徽章，那是他们荣誉的象征。邪月来到了场上，他旋即散了焰和胡列娜眼道：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好好表现，让那裁决殿主看看我们真正实力。3人微微点头，旋即站在最前面的邪月3人直接释放出武魂，每个身上都闪烁着2黄2紫1黑5个魂环，而且是最佳魂环配属。3人凝聚在一起，强大的压力令玉天恒的霸气顿时减弱了几分。武魂殿学院战队第一个动的并不是最前面的队长邪月，而是他的妹妹胡列娜。轻移连步，胡列娜似乎只是身形一转，就已经来到了最前方。一丝淡淡的笑容从她脸上浮现出来，随着武魂的释放，她似乎变得漂亮了，而且从背后还长出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胡列娜身上的5个魂环极有规律的闪烁了一下，先是那黑色的第5魂环，然后是第4、第3、第2，直到最后那个黄色的第1魂环。每一个魂环波动的时候，他身上的红光就会变得强盛起来。而在他身后的邪月也动了。邪月的月刃并不是1柄，而是2柄，2柄通体血红，宛如弦月的弯刃。他的双手分别握在月刃中央。此时随着身体的动作，他的双手舒展开来，整个人竟然从背后朝着自己妹妹撞去。红色光幕骤然显现扩散，就在邪月与胡列娜身体撞击在一起的刹那，那层红光竟然将他们2人的身体包裹在了一起。与此同时，那层红光也瞬间爆开来，宛如一个光球的扩散一般，囊括了接近半个比赛台的面积，也自然将对面的7名对手都笼罩在内。武魂殿学院战队的其他5个人，包括燕在内，似乎都没有任何出手的打算。燕甚至连续后退几步，和其他队友站在一起。红光闪烁，原本的2个人变成了一个长飘飘，看上去分辨不出男女的人，头已经变成了红色。这由邪月和胡列娜组成的身影悄然舞动起来，2柄放大了足有1倍的月刃，带着流红般的光彩悄然切出。没错，这正是他们的武魂融合技妖媚。红光骤然变得浓郁起来，庞大的能量波动瞬间绽放，从外面已经根本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况。闷哼声不断从那红色光幕的隔绝后传来，一条又一条身影被从里面甩了出来。
很快，天斗皇家学院战队的7个人被抛了出来。天斗皇家学院败。千寻安看了武魂殿学院的表现，不由得摇了摇头道：这么自负，还一开始便将自己的绝招暴露给别人吗？真是够蠢的。看来为了武魂殿学院的最终胜利，我也必须要留一个后手了。第22章比比东的用意。求收藏，求好评。第3轮比赛结束，整个大赛剩余的队伍只有6支，3支种子队伍竟然在今天的比赛中有2支双双淘汰，剩余的只有1个武魂殿学院战队。毋庸置疑，在剩余的全部6支队伍中，武魂殿学院战队实力屈一指，紧随其后的就是史莱克学院战队和神风学院战队。最后6支队伍通过抽签决定了对手，其中实力明显强上一些的武魂殿学院战队、史莱克学院战队、神风学院战队都没有抽到其他2支队伍，3大强队分别抽到了一个实力不算很强的对手，这也令第4轮比赛没有任何悬念的结束了。最后的3强赫然正是实力最强的3者。到了这时候，已经进入到了最后拼搏的时刻，3大战队的战力基本完好，总决赛就在眼前，他们距离最后的冠军都只有1步之遥。明媚的阳光洒落大地，在阳光的照射下，教皇殿更显得金碧辉煌，宛如神仙居处。教皇殿前，2排护殿骑士一直从教皇殿门前排列到山下，亮银色铠甲，厚重的骑士剑令整个教皇山变得更加威严。淘汰的队伍都已经离去了，甚至没有被允许观看着最后一天的战斗。只有真正的年轻强者才有踏上教皇殿前这片广场的资格。一大早，进入最终3强决赛的3支队伍就已经出现在了教皇殿前，静静的等待着。3大学院的老师都没有被允许站在广场上，只能在外围等候。一共21名参加决赛的队员都静静地屹立在广场之上，他们都在等待着这最后时刻的来临。一队人从教皇殿侧门走了出来，一共12名地位仅次于白金主教的红衣主教缓缓走了过来。他们一直走到教皇殿门前，分左右而立，每边6人。裁决大人驾到！就在此时，一道声音旋即响起，巨大的殿门徐徐开启，2扇大门上的6个徽记渐渐偏离轨道，所有人的目光都不自觉地向那大门开启的方向凝聚而去。千寻安还未出现，下面的魂师开始一个个的议论了起来。这裁决大人是什么人啊？不知道啊，不是应该可以面见教皇冕下吗？怎么来的是裁决大人？这家伙到底是谁啊？下一刻，只见一个年轻男子一步步的从那武魂殿的大门之中走了出来。来者正是千寻安。千寻安身着一袭华丽的白金色长袍，细腻的面料轻轻浮动着他修长挺拔的身姿。长袍的设计简洁而精致，紧贴他的身体线条，凸显出他身材的完美比例。他高挑的身躯笔直挺立，宛如一根挺拔的长柱，给人一种沉稳和威严的感觉。修长的双腿笔直而有力，步伐间流露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气息。千寻安的面容英俊而冷峻，眉宇间透露出一丝锋芒，黑色的瞳孔深邃而犀利，仿佛能洞察一切。他高高的鼻梁和挺拔的下巴勾勒出一个完美的轮廓，给人一种高贵的气息。他的长发柔顺而光亮，披散在肩头，微微的卷曲着，让他的整个形象更加添几分优雅。千寻安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一种从容淡定的气质，一双眸子之中宛若万丈星河一般，眼神中流露出的自信与傲然，令人不禁敬佩。他的风度翩翩，无论是外在的仪态还是内在的气质，都让下方的人为之震撼。此时，武魂殿之中，比比东站在那高楼之上，灿金色的长裙礼服从头到脚，头戴紫金冠，手握权杖。灿金长裙极为合体，绚丽的礼服宝光闪烁，上面有过百颗红、蓝、金3色宝石。白皙的肌肤将她美貌完美的衬托出来。她站在那高楼之上，目光看着下方的高台上的千寻安，意味深长。此时，菊斗罗来到了比比东的身边，旋即问道：教皇冕下，这一次您为何不出面，而是将所有的风头都给千寻安了呢？比比东目视前方，旋即开口道：看下去你便知道了。菊斗罗点了点头，他和鬼斗罗跟在了比比东的身边，在高楼之上注视着千寻安。千寻安走了出来，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千寻安，但是整个武魂殿前面没有任何一个人跪拜。此时，一个司仪来到了千寻安的面前，看着下方各个学院的学员们，开口道：各位，这位是我们裁决殿的殿主，此次魂师大赛由裁决大人全权代理，见裁决大人如见教皇。行礼！司仪旋即高声呼喊道。但是下方无论是其他各国的魂师还是武魂殿的魂师都没有人跪拜。千寻安站在所有人的面前，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气氛尴尬到了极点。此时楼上的比比东看到了这一幕，随即脸上露出了微笑。这一刻，一旁的菊斗罗瞬间恍然大悟，看着比比东道：教皇冕下，我明白了，
教皇是想要借这些魂师好好的挫一下那千寻安的锐气，让他知道这教皇之位最重要的是民心，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胜任的。比比东目视前方，并未回应菊斗罗，他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心中冷哼道：千寻安，之前你让我受尽折辱，这一次我要让你在天下人面前颜面扫地。此时千寻安站在那高台之上，目视前方。这裁决大人是什么人啊？我可从未听说过，这武魂殿还有一个裁决殿，不知道，看上去这么年轻，应该不怎么强吧？行礼，他又不是教皇，我们凭什么行礼啊？就是这武魂殿现在已经这么霸道了吗？一个长老都要我们对他行礼吗？下方那些魂师更是议论不已，一个个看向了千寻安。至于武魂殿的那些魂师，那是比比东早就策划好的了，他们自然不会对千寻安行礼。那司仪再度高声喊道：各位，见裁决大人如见教皇，尔等还不行礼吗？但是根本没有人听那司仪的话，一个个笔直的站着，准备看千寻安的笑话。面对这一切，千寻安的表情并未有任何波动，只是淡漠的看着下方的魂师道：各位不行礼，是不敬我千寻安，还是不敬我们武魂殿呢？第23章全体臣服，求收藏，求好评。此时下方的人一个个看向了千寻安，下一刻忽然一股无比恐怖的威压瞬间弥漫了全场，那种威压就像是万斤巨石一般，直接压在了所有人的身上。那是一种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渺小到连一粒灰尘都不如的可怕力量。轰！刹那间，整个竞技场内发出了剧烈的颤抖声，大地仿佛要裂开了一般。噗嗤！顿时，不少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威压震得口中鲜血狂喷，一个个眼中露出惊恐之色。那些普通人更是被这恐怖的气息压迫得跪倒在地，整片大地都似乎颤抖了起来。这还仅仅只是一丝气息而已。那些低等级的魂师直接开始吐血，一个个跪在了地上，即便是那些高等级的魂师也纷纷的跪在了地上。他们忽然发现，跪在地上之后，他们便感觉轻松了许多。啪啪啪，一声声巨响在那广场之上响起，下一刻，只见无数的人全部朝着千寻安跪了下来。刚才那些一个个曾经嚣张的不得了、颐指气使的家伙们，此时却如同狗一样趴在地上。即便是那些强大一点的魂师，也纷纷脸色苍白，毫无半点反抗能力的朝着千寻安跪拜了下去。此时，他们的灵魂深处竟然传出了恐惧的感觉。好强啊！这时候，他们才真正感受到千寻安的实力，那简直超越想象。那种强大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让他们根本生不出反抗的心理。他们甚至怀疑，就算自己再强10倍100倍，恐怕也不会是千寻安的对手。太可怕了！砰！一声声巨响，只见那天斗皇家魂师学院全员跪了下来，即便是那领队老师也承受不住威压，直接跪下。紧接着，神风学院全部跪下，赤火学院全部跪下，星罗皇家学院跪下，最后只剩下那史莱克学院，还有史莱克的魂师和老师们还在苦苦坚持。小三，你还能坚持吗？一旁的戴沐白看着唐三问道。唐三立即点头道：我绝不屈服。我们也一样。史莱克7怪的人相互对视了一眼，想要和上次在天斗皇家学院一样，和这恐怖的威压对峙。但是千寻安只是平静地瞟了一眼那史莱克学院，下一刻，无穷尽的力量瞬间朝着他们袭去。无论是院长弗兰德，还是大师玉小刚，又或是唐三、戴沐白等人，整个史莱克学院的人再也坚持不住千寻安的威压，瞬间一个个跪在了地上。那武魂殿的人，一些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坚持到了最后，但是千寻安是何许人也？他可是极限斗罗。他盯着那些人冷哼道：尔等还不臣服吗？说着，下一刻，无数恐怖的威压从千寻安的身体之中爆发而出。这一刻，他们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极限斗罗。这一刻，所有人心中都升起了绝望，那种感觉如同蝼蚁遇到了大象，这是完全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存在。此时，在那千寻安的威势之下，几乎没有任何人敢动弹，因为稍微一动弹，就会立刻化作飞灰消散。一道道无形的波动扩散了出去，那些原本就抵挡不住威压的众人，顿时浑身一阵痉挛，然后双腿一软，直接倒在了地上。紧接着，无数的魂师已经抵挡不住了千寻安的威压，他们的意识渐渐消失，陷入了昏迷之中。还有一些魂师在千寻安的威压之下，直接七窍流血，死！此时的广场之外，无数的观众看到这一幕，纷纷倒吸一口凉气，满目骇然之色。此时，整个广场之上，所有人全部匍匐跪下，除了那些贵宾席坐着的封号斗罗，整个广场之上全部都对千寻安臣服跪了下来。千寻安目光冰冷，看向他们，旋即冷哼道：我不管你们是不敬我千寻安，
还是不进我们武魂殿，但是请你们记住，在武魂殿，在我千寻庵的面前，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卧着，低调一些，可以让你们活得更久一些。面对千寻庵的威压，无论是谁，此时都不敢多说一句，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若是多说一句，只怕下一刻他们就会爆体而亡。此时，千寻庵身边的魂斗罗道：“尔等还不拜见裁决大人？拜见裁决大人！”旋即，那声音响彻云霄，从四面八方传来，无人敢忤逆千寻庵。至此，他们身上的威压才缓缓消失。千寻庵平静地看着下方的众人，旋即道：“好了，都起来吧，毕竟还要比赛，此事我便不深究了。倘若再有人不敬，下一次可不仅仅只是威压震慑你们了。”千寻庵的话虽然平静无比，但是却带着一股无法抗拒的味道，那种霸气让所有人都为之心折。谢裁决大人宽宏大量，我等铭记在心。此时，所有人恭敬无比地喊道。千寻庵淡淡的点了点头，那就继续比赛吧。是。众位导师纷纷点头。此时，站在高楼上的比比东看到了这一幕，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他的眸子之中闪烁着森冷的杀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千寻庵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成千上万的人在他的威压之下跪下，这得需要多少魂力啊！即便是自己，只怕也有些难以做到。哼，这个千寻庵果然厉害，竟然强行使用威压让他们臣服。此时，菊斗罗立即在比比东的旁边开口道。比比东冰冷的目光看向了千寻庵所在的方向，冷哼道：“他不过是强行用恐惧让人臣服罢了，这样的臣服并不会久远。”菊斗罗立即附和道：“冕下说的不错，教皇您为武魂殿做的贡献，整个武魂殿都心知肚明，您伟大的身影已经在整个武魂殿都根深蒂固了。整个武魂殿，甚至是整个天下，都是以您为尊的，那不得人心的千寻庵又怎么和您争呢？”比比东听后微微点头道：“这个千寻庵，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第24章弃权。新书求收藏。千寻庵淡漠地看着下方，旋即开口道：“接下来，我宣布，最终的胜利者将得到武魂殿的最大奖励。”说着，千寻庵挥了挥手，3点光芒瞬间在众人面前放大，漂浮在半空之中。那分别是3件不同的东西，体积都不大，形如骨骼，分别是一只右臂骨、一个头骨和一个左腿骨，上面也分别闪烁着火红、淡蓝和墨绿3色光芒。魂骨，那正是3块魂骨，哪怕是在教皇山下，3块魂骨的光芒也能清晰看到。一时间，整个武魂城内已经完全沸腾了。除了已经事先知道这最后奖励的人以外，谁能想到竟然会是3块魂骨呢？从光芒就能看出，这3块魂骨皆是品质非凡，哪怕是武魂殿中人，一个个也是目露贪婪的光芒。如果这里不是教皇殿，如果不是这里有千寻庵的威慑，恐怕早就有人按捺不住心中的贪婪，冲上来抢夺了。这可是魂骨啊！对于魂师来说，最为珍贵的东西，可遇而不可求。在魂骨中，也有高低贵贱之分，本身的品质极为重要。越是高等级魂兽产生的魂骨，效用就越大。当然，外附魂骨除外，因为外附魂骨的数量最为稀少，可成长性也是所有魂骨中最为珍贵的。在整个体系中，仅次于10万年魂环。而普通魂骨一共有6块：头、躯干和4肢。6种魂骨中最珍贵的是躯干，其次是头部，再次分别是右手、左手、左腿、右腿这样一个顺序。同品质的魂骨位置不同，价值也不相同。而这3块魂骨明显都是万年以上级别的魂兽所出，对于魂师来说就是极品的存在。站在千寻庵身后的魂斗罗站了出来，以他那低沉的声音道：“3块魂骨分别是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爆裂焚烧之火焰右臂，以及前行之追风左腿。这3块魂骨都出自于万年魂兽，其中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更是出自于一只高达5万年以上的魂兽，乃是上一任教皇陛下亲自斩杀获得，乃魂骨中的极品，仅次于外附魂骨和10万年魂兽产生的顶级魂骨。不论是什么级别的魂师，看到魂骨也没有不眼冒红光的，更何况是3块魂骨之多。强烈的战意几乎一下子就从参赛的21名魂师中身上奔涌而出。那魂斗罗继续道：“今天上午将是你们3队各出7人的个人淘汰赛，最后剩余的战队将占据先机，明日直接进入冠军争夺，负者2队将在下午争夺另一个决赛名额。现在你们可以派出第1名上场队员了，和晋级赛一样的个人淘汰赛，但却是3队一同参加。虽然这并不是最后冠军的争夺，但也同样重要。能够获胜，不但意味着进入了前2名，同时还代表着能够以逸待劳，参加明天的决战。”一排鎏金大椅摆在了教皇殿门前，千寻庵平静地坐下，观看着比赛。3所学院分别派上了第1名上场队员，
其中神风学院派遣出场的正是当初赤火学院的队长火无双，武魂殿学院派出的是一名40多级的魂师。史莱克学院这边，大师第一个派出的却并非史莱克七怪之一。史莱克七怪中，2人是辅助魂师，自然不能参加这种个人赛。而大师第一个指派上场的，也并不是替补队员中最强的泰隆，而是敏攻系战魂师，还不到40级的精灵。抽签是由这3人进行的，从而决定哪2所学院进行第一场，胜者再继续战斗，以此顺序类推。史莱克学院的运气出奇的好，精灵上来就抽了个轮空。能够在第1轮轮空，也就意味着史莱克学院的队员能够后出场，不但可以在第1轮以逸待劳，还能够更好的看清前者的实力。这无疑是个上签。但是令所有人意外的事情生了，当抽签结束之后，火无双和那名武魂殿学院战队的队员走到场地中央的时候，武魂殿学院战队那名队员却突然转过身，向着千寻安所在的方向躬身行礼，道：“这场我弃权。”千寻安并未说话，只是微微点头示意。就在此时，只见史莱克七怪那边一直坐着的大师玉小刚立即站了出来：“比赛请等一下开始。”千寻安目光平静，看向了大师所在的方向。大师冷然一笑：“我的理由就是史莱克学院放弃总决赛的前半场，自愿进入下午的败者组决赛。如果说先前武魂殿学院战队的那名队员突然认输还能够让人接受的话，此时大师突然宣布史莱克学院放弃个人赛，则无疑令全场大惊。哪怕是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以外的其他人，也都是一脸吃惊和茫然的神色。显然事前他们并不知道大师会这样决断。千寻安平静地看着那玉小刚，他自然知道这玉小刚打的是什么算盘。武魂殿的实力最强，在这种单人赛之中，他们史莱克学院不可能胜利，所以他们还不如直接认输，保存实力，从败者组中晋级。看着那大师，千寻安心中喃喃道：“这玉小刚果然有些小聪明，难怪能够欺骗比比东那个蠢女人。”千寻安微微抬起眸子道，平静道：“可以。”就在这时候，神风学院的带队老师也站了起来，先向着千寻安躬身一礼，然后才微笑道：“裁决大人，武魂殿学院战队实力强大，本学院自认不敌。与其在拼斗中降低实力，倒不如在下午和史莱克学院进行另一个决赛名额的争夺。所以，我们也放弃个人赛。”千寻安点头。此时，那裁判开口道：“既然神风学院和史莱克学院都放弃，那么武魂殿学院晋级决赛，史莱克学院和神风学院下午举行决赛。”此时，武魂殿学院黄金一代3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自信的笑容。燕玄机冷喝道：“不过是一群胆小鬼罢了，连和我们对决的勇气都没有，不知那千寻安在担心什么？”旁边的胡列娜道：“那2个队，一个魂王强者都没有，拿什么和我们斗？”邪月一脸淡漠的神色看着前方，旋即阴冷道：“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非常漂亮的赢下决赛，狠狠地打那千寻安的脸。”3人背地里说着，直呼千寻安的名字，丝毫没有半点尊敬之意。第25章，留一手，求推荐，求收藏。下午的比赛开始了，史莱克学院对战神风学院。千寻安作为这场魂师大赛主要负责人，他自然在场。史莱克学院和神风学院都来到了擂台之上。史莱克学院的人围成了一个圆圈，圆圈最内部有2个人，宁荣荣和奥斯卡，外面的5人围绕着他们开始快游走起来。唐三、戴沐白、小舞、马红俊、朱竹清5个人踏出的步伐出奇的一致，仿佛循着一种特殊的节奏似的，而5人身上的魂力波动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轨迹，不断围绕着他们的身体弥漫而出。神风学院的7个人阵型立刻一变，他们采取了5保2的策略，2名辅助系魂师给火舞支持，3名强攻系魂师保护。在7人中，最关键的就是空中盘旋上升的风啸天，以及那使用融环技能凝聚了全部魂力的火舞。变！唐三大喝一声，史莱克七怪的阵型变了，原本的圆形突然变成了纵向的一字。唐三站在最前面，紧随唐三之后的是戴沐白，接下来分别是马红俊、小舞和朱竹清。站在最后面的是宁荣荣与奥斯卡。7个人阵型的变化，令他们刚刚释放而凝聚的魂力骤然凝成一股。而就在这时，奥斯卡突然从身后抱住了宁荣荣的身体，他全身所释放的淡红色光芒骤然变成了粉红色，疯狂地涌入宁荣荣体内。7宝琉璃塔从宁荣荣面前升起，他脸色凝重的双手前拍，与火舞一样，他身上的4个魂环也同时亮了起来。4道凝实的9彩光晕从9宝琉璃塔的下4层绽放而出，直接射入面前朱竹清的体内。在那庞大辅助魂力的刺激下，朱竹清双臂自然抬起，搭在了前面小舞的身上。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9彩光芒骤然增强了几分，从朱竹清手中注入小舞体内，而朱竹清整个人身上都已经弥漫上了一层9彩光晕。小舞的情况几乎和朱竹清一模一样，
那浓郁的九彩光芒就在这不断向前传递的过程中变得越浓郁起来。当光芒传递到戴沐白身上时，戴沐白双掌猛地击打在唐三背后，刹那间，唐三身体剧烈的颤抖了一下，他身上没有再出现九彩光晕，出现的则是一股无比庞大的威压。此时，千寻安眼神微微眯起，喃喃道：“竟然是七位一体融合技，难怪小雪说这史莱克学院难以对付。虽然并不是逆天的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但仅仅是将7个人的实力融合起来施展技能，就已经是极为惊人的事实了。看来这场比赛神风学院要输了。”千寻安开口道。比赛很激烈，但是最后在那史莱克七怪的七位一体融合技之下，再加上唐三的昊天锤武魂，史莱克学院最终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看了这一场比赛之后，千寻安旋即和武魂殿学院一衡量，自语道：“武魂殿学院虽然实力比史莱克学院强大，但是他们太自负了，很可能会输。看来我也必须要留一个后手了。毕竟他们武魂殿作为斗罗大陆上最高的魂师组织，他们武魂殿下面的魂师要是输给了其他的魂师组织的话，那么他们武魂殿必定会遭受嘲笑，这是他们武魂殿的荣誉。无论如何，他们武魂殿也不能输。”之后，千寻安便离开了。千寻安再度找到了千仞雪，千仞雪悄悄地来到了千寻安的裁决殿之中。此时，千仞雪看向千寻安，立即问道：“叔叔，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千寻安看着千仞雪道：“小雪，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让你帮忙，不知是什么事情？”千仞雪立即看向千寻安问道。千寻安平静地看着千仞雪，旋即开口道：“小雪，我想要让你代表我们武魂殿出战明天的决赛。”此言一出，只见千仞雪万分震惊地看着千寻安，立即解释道：“叔叔，我现在卧底在天斗帝国，怎么可以出场比赛呢？”千寻安平静地看着千仞雪道：“你也看到了，武魂殿学院现在有多么废物，那所谓的黄金一代，不过是一群自大的跳梁小丑罢了，他们怎么可能撑得起我武魂殿的大梁？而且，那史莱克学院竟然能够用出7位一体融合技，足以说明他们实力不弱。为了确保我们武魂殿一定能赢，我必须要留有后手。”可是千仞雪似乎还想要解释什么。此时，千寻安立即道：“小雪，我知道你的担忧，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进来吧。”千寻安开口道。此时，只见一个年轻的男子从外面走了进来，而那男子的身影正是千仞雪伪装的雪清河。千仞雪无比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这个雪清河，万分震惊地看着千寻安道：“这怎么可能？”千寻安平静解释道：“我拥有一个魂技，叫做千变万化，这个魂技可以改变自己或是任何人、任何物体的声音、外貌、形态，所以我找了一个人来顶替你当一天这雪清河，而你则抽出空来替我们武魂殿赢下这场比赛。”千寻安继续开口道：“还有，我这个魂技一旦施展，除非我自己解除，不然谁也不可能解除，因此没有人会发现的。至于你以千仞雪的身份出场，自然不会有人怀疑。”看到了千寻安准备的这么完美，千仞雪看着千寻安道：“好，毕竟这是为了我们武魂殿的荣誉。”千寻安旋即露出了一丝微笑，看向千仞雪道：“而且你也不用打头战，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届时在队伍之中伪装成为一名辅助系魂师就行。如果武魂殿学院能赢，你也不必出手；要是那一群废物输给了史莱克学院，你再出手也不迟。”千仞雪听后点了点头道：“好。”一夜无话。第二天清晨的阳光从天空洒落了下来。此时魂师大赛的最终决赛也正式打响。第26章魂师大赛总决赛。千寻安来到了赛场，他坐在了教皇殿的面前。让千寻安有些惊讶的是，最后一场比赛，教皇比比东也来了。比比东带着菊斗罗和鬼斗罗来到了这决赛场上，坐在了千寻安的身边。哦，裁决大人竟然这么尽责，这么早便来这赛场了。比比东微笑看向千寻安问道。千寻安平静地看着比比东道：“为了武魂殿的荣誉，自当尽责。不过，教皇冕下今天怎么会有心情来看这场比赛呢？教皇大人是想要来看武魂殿如何取胜，还是想要来看你的老相好的呢？”千寻安看向比比东，旋即冷笑问道：“因为人很少，说话的声音只有在场的几人听见。”此言一出，只见比比东瞬间脸上出现了怒意，看向千寻安道：“千寻安，你什么意思？”千寻安目光平静，看着比比东道：“怎么？难道我说错了？你敢做，还怕别人说吗？”比比东愤怒地瞪了一眼千寻安，但是在这种场面之下，他自然做不了什么，旋即开口道：“我的心中只有武魂殿。”千寻安旋即平静道：“现在是魂师大赛期间，我先不与你计较。不过，你以前做过的事情，我都会查清楚。若是我发现你做了有愧大哥、有愧武魂殿的事情，我必不会放过你。”说完之后，千寻安看向了前方。此时，
只见那史莱克学院和武魂殿学院纷纷走到了擂台之上。武魂殿学院战队默默地站在那里，一股强烈而冰冷的杀气宛如利刃一般直逼史莱克七怪。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总决赛即将开始，双方队员准备，1刻钟后比赛开始。随着裁判的宣判，两队的比赛也正式的拉开了序幕。大师率先抬起自己的右手，史莱克七怪每个人也同样抬起手，8只手叠在一起，同时出一声震天大喝：必胜！另一边，武魂殿学院战队突然听到史莱克学院这边的大喝声，队长邪月不禁撇了撇嘴，冷笑一声：必胜吗？今天我们就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魂力的差距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中哪怕是级别最低的魂师，都和他们的队长差不多。我倒要看看他们凭什么获胜。冰冷而邪异的目光从同伴们身上扫过，邪月寒声道：教皇大人在看着，长老们也在看着。这场比赛我们不但要赢得胜利，而且还要完胜，绝不给他们任何机会。那个唐三，我来处理。我们是什么？冠军！更加强烈的怒吼声从武魂殿学院战队这边响起。比赛准备，双方可以释放武魂了。作为裁判的红衣主教在双方站定后立刻宣布。双方14人彼此对视，谁都没有说一句话，但气息的剧烈碰撞却令火药味在一瞬间提升到了极限。武魂殿学院战队的7个人几乎同时动了，澎湃的魂力从他们体内瞬间爆。站在最前面的邪月3人，每个身上都闪烁着2黄2紫1黑5个魂环的最佳魂环配属，在他们身后的另外4人也都是2黄2紫4魂环的最佳配备。每个人眼中的目光都变得极其执着。其中站在最后面的一名女学员快后退一步，手中多了一柄灿金色的权杖。毫无疑问，她拥有的是辅助型器武魂。只是除了千寻安之外，谁也不知道这个女学员正是千仞雪。至于她身上的魂环和手中的权杖，都只不过是她伪装的罢了。史莱克七怪这边也同时开始了释放。7个人按照顺序站立，最前面的是唐三和戴沐白，在他们身后分别站着朱竹清、马红俊和小舞，最后一排是宁荣荣和奥斯卡，摆出了一个2-3-2的阵型。和上一场比赛截然不同，这次史莱克学院并没有再施展7位一体融合技，而是极为正常的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7个人全部4个魂环，当然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拥有万年魂环的唐三。教皇比比东眉头微皱，不自觉地朝着大师的方向看去，心中暗想：小刚，你果然又变阵了。只不过千寻安倒是无比自信，因为这场比赛他们武魂殿这边有一个魂帝强者保底，所以无论这史莱克学院如何挣扎，他们都不可能胜利。不过千寻安早已经嘱咐过千仞雪了，不到最后一刻他就不能出手，因为千寻安要看看这黄金一代到底有没有匹配自己自负的实力。比赛开始。在宣布这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最后一战开始的同时，红衣主教飞后退，空出了场地。武魂殿学院战队第一个动的并不是最前面的队长邪月，而是他的妹妹胡列娜。轻移连步，胡列娜似乎只是身形一转，就已经来到了最前方。随着武魂的释放，她似乎变得漂亮了，而且从背后还长出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与此同时，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唐三也反手接过了奥斯卡抛来的一点粉红色光芒，大步上前，直奔对方7人走去。同时6根蓝银草从他右手处激射而出，分别缠绕在了己方另外6人的腰间。蓝银草控制已经展开。胡列娜冷冷地看着上前的唐三，身上的5个魂环既有规律地闪烁了一下，先是那黑色的第5魂环，然后是第4、第3、第2，直到最后那个黄色的第1魂环。每一个魂环波动的时候，他身上的红光就会变得强盛起来。他身后的邪月也在这时候动了。邪月的月刃并不是1柄，而是2柄，2柄通体血红，宛如弦月的弯刃。他的双手分别握在月刃中央。此时随着身体的动作，他的双手舒展开来，整个人竟然从背后朝着自己妹妹撞去。红色光幕骤然显现扩散，就在邪月与胡列娜身体撞击在一起的刹那，那层红光将他们2人的身体包裹在了一起。与此同时，那层红光也瞬间爆开来，宛如一个光球的扩散一般，囊括了接近半个场地的面积。武魂殿学院一上来便开启了武魂融合技。第27章黄金一代。武魂殿学院一上来便使用了武魂融合技妖媚，红光闪烁，原本的2个人变成了一个长飘飘，看上去分辨不出男女的人。这个武魂融合技最大的特点就是控制，在妖媚技能控制范围内，所有人的感官都将被降低 50%， 魂力被压制 50%， 一切行动迟滞 50%。 唐三双臂同时一震，连接在他手臂上的蓝银草如同波纹一般震荡开来，6道身影同时从红色雾气中甩出。外界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惊呼声刚落，
6道身影已经从红雾中腾空而起，一声虎吼从戴沐白口中爆，身体上在半空中，他的第一魂技白虎护身杖，第3魂技白虎金刚便同时爆，巨大的火焰双翼从马红俊背后舒展开来，小舞则直接落向地面，史莱克6怪一下子就进入了战斗状态。除非你们会飞，否则想要脱离我的武魂融合技，那是不可能的。邪月冷声道。而就在邪月扑出的同时，耳边却传来了唐三的声音：那我们就飞给你看。不论是腾起在空中的戴沐白和朱竹清，还是落在地面的其他人，在一瞬间背后突然都冒起了一层淡淡的光芒，光芒化为翅膀，6人身体几乎同时加，一瞬间就冲出了红雾范围，直接升入空中。这怎么可能？教皇比比东眼看着史莱克6怪飞出，也不禁瞪大了双眼。戴沐白和朱竹清直扑对方的另一名魂王焰，马红俊和小舞则迎上了另外3名战魂师。千寻安目光平静，喃喃道：这食物系魂师倒的确很稀有。下一刻，只见唐三释放了8蛛矛，每一根长腿的长度都在4米开外，粗如手臂，紫黑亮，一根根微曲的倒钩上寒光闪烁，每一根长腿都分成2节，最前端的锋锐就像无坚不摧的长矛一般，瞬间杀向了邪月。戴沐白虎爪骤然弹出，出铿锵的金属爆鸣声，直扑下方的焰。武魂殿学院战队的另外4人中，3名战魂师踏前一步，迎上了马红俊和小舞，只有那一名辅助系魂师站在原地，并没有任何动作。戴沐白和朱竹清那边，2人在第一次与对手的碰撞之后，立刻改成了游斗，并不与焰印碰硬，凭借着朱竹清的度在一旁偷袭，戴沐白正面吸引。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的寒光，双手在胸前合拢，眼中光芒每一次闪烁，空气都似乎变得凝固了几分。背后8蛛矛就像8柄长矛一般，不断的从不可思议的角度刺出，而他身体的移动也完全凭借着8蛛矛在控制。邪月的月刃比唐三想象中还要强大，那样坚韧的8蛛矛，每一次与他的月刃碰撞，都会留下一丝痕迹，一些细小点的倒刺甚至会被月刃切掉。突然，邪月架开8蛛矛2记攻击后，猛然回身，在他手中的2柄月刃突然有一柄电射而出，继续旋转之中飞了出去。一抹冷笑浮现在邪月的嘴角处，邪月冷笑道：你能在妖媚中看到我又如何？让我占据了上风，你就不会再有任何机会。月刃的尖笑声以及上面月妖异的红纹都带给唐三莫大的压力，但在这个时候，实战素养就展现出来。眼看着月刃破空而至，唐三张开的双臂猛地回收，同时身体在半空中飞快偏转，左手猛地甩出重达500斤的昊天锤，直接迎了上去。轰然巨响中，昊天锤与月刃几乎同时飞射。就算你能用昊天锤抵挡我的月刃又如何？你的昊天锤只有1柄，而我的月刃却是2柄，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抵挡我这一前一后的攻击。邪月再度施展月刃，就在瞳孔骤然收缩之间，唐三出手了，依旧是昊天锤。昊天锤与月刃同时磕飞，但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那磕飞的昊天锤竟然在空中正好拦截到了另外一柄月刃，再次生磕碰。不，这绝不可能！宛如人妖一般的邪月瞳孔开始急剧收缩。深吸口气，邪月似乎并不着急，凝望着唐三：你是第一个尝试我自创技能的人，能够败在我的自创技能下，你应该感到荣幸。唐三冷冷的道：你还没有赢吗？风啸天当初对我用出疾风魔狼36连斩的时候，应该也是你这样的想法，他的结果你看到了。不屑的一笑，邪月眼中妖异之光大盛。风啸天那种菜鸟也能和我相提并论吗？我的自创技能是没有破绽的，领略吧，圆月。邪月动了，他的身体宛如旋风一般动了，刹那间他整个人和2柄月刃几乎同时消失，出现在唐三面前的只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圆盘。为了战胜唐三，邪月终于用出了他最强的一击。唐三的眼睛亮了，他的身体开始动了起来，准确的说是他的身体也开始了旋转，背后的8根8蛛矛全部伸直，在唐三的旋转中顿时化为了一团旋风。唐三的一根根8蛛矛在邪月的圆月魂技之下爆开，但是唐三的抵抗还没有结束，他没有第9根猪腿，但是他还有别的。昊天锤在这旋转的最后时刻终于出现了，在唐三那旋风般的身体中激射而出，重重地砸上了对手的圆月。刺耳的摩擦轰鸣以及无数火星从双方碰撞的中心爆开，昊天锤冲入空中，唐三也终于坚持不住那剧烈的旋转，扑通一声甩了出去，重重地摔倒在地面上。而那旋转的圆月也终于因为这最后的重击停了下来。此时邪月和胡列娜的武魂融合技妖媚的消失，他们2人都已经失去了魂力。千寻安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皱了皱眉，旋即看向一旁的比比东。千寻安开口道：比比东，这便是你选出来的黄金一代吗？3个魂王打没有魂王的队伍都这么吃力，一群废物。还有这胡列娜作为武魂殿圣女，
武魂殿的天才第一人，除了和邪月开启武魂融合技之外，还有什么作用？此言一出，只见那比比东脸色顿时绿了，看着场上回应道：“现在下定论还太早了，他们肯定会赢的。”第28章，谁说我们武魂殿输了？此时，在那擂台之上，邪月依旧还在装逼，他自信无比，他目光惋惜地看着唐三，开口道：“你很强，听说你今年还不到15岁，真的很难想象你是一个怎样的天才。在天赋上，我不如你。”但邪月手中的月刃也在这个时候举了起来。不要以为你赢了。唐三的右手缓缓抬起。难道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扭转眼前的局面吗？或许是因为大局已定，此时邪月的话也多了起来。唐三淡然一笑：“你的自创魂技施展过了，我的还没有。你真正的实力我已经见识过了，可我真正的实力是什么？你知道吗？”“哦，我倒是要看看你要如何扭转局面。”邪月站在场上，自大的冷笑道：“是这样吗？那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我真正的实力。”唐三动了，动的只有他的右手，手臂挥动，小臂以一种奇异的节奏抖动着，五指张开的一瞬间，他的手指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化为一片幻影，而他手中那些八蛛毛的碎片就那样四散飞逝而出。唐三之前手握的碎片一共有16块，大都是原本八蛛毛上的倒钩和一些锋利的碎片。邪月笑了：“这就是你所谓的自创魂技？”唐三也笑了。下一刻，16块碎片没一块是直线飞行的，完全是以弧线方式分散开来。这一刻，只见邪月的脸色就变了，2枚碎片直接没入了他的身体之中。与他同样吃惊的还有胡列娜，照顾他的碎片格外多，足有4片。几乎只是瞬间的功夫，邪月和胡列娜就见自己的肩膀已经失去了知觉，两人心中大惊之下，再想壮士断腕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麻木的位置已经蔓延到了胸口。没有半分迟疑，兄妹二人飞快地盘膝坐在地上，拼命地催动自己不多的魂力，抵挡毒素蔓延。这是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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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跌倒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除了一名辅助魂师站在最后面之外，武魂殿学院战队的另外4名队员几乎和邪月、胡列娜和燕不分先后坐倒在地。唐三的服役轮回手法抛出的16块碎片中，除了6块用在了邪月兄妹身上，另外10块分别飞向其他5人。对于任何人来说，场上的局面都是戏剧性变化。之前还完全占据上风的一方突然跌倒6人，就只剩下一个孤单的辅助系魂师。胜利的天平重新倾斜，而且这次倾斜的还是那么彻底。不论教皇比比东的心智有多么坚定，面对眼前突如其来的变化，也不禁脸色大变。唐三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他抛出的是自己八蛛毛的碎片，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并非武器。谁能想到，决定胜负的竟然就是他那轻轻的一抛呢？此时，一旁的千寻安看着这一幕，不由冷笑道：“废物果然是废物，还好我留了后手。”一个声音突然在教皇耳边响起：“尊敬的教皇陛下，我必须要提醒您一下。”大举斗罗月关刚想怒喝一声大胆，看是谁敢突然向教皇说话，他却现这说话的人正是同为封号斗罗，却留在了史莱克学院阵中的毒斗罗独孤博。教皇比比东冷冷地瞥了独孤博一眼：“毒斗罗有什么要提醒本座？”独孤博微微一笑，他的笑容谁都能看出很假，可他的身份毕竟摆在那里，封号斗罗在魂师中的地位永远都是崇高的。教皇陛下，唐三那八蛛毛上所附带的剧毒，我也解不了，能够解毒的就只有他自己。而且那八蛛毛上附带寒热以及人面魔蛛3种剧毒，乃是混毒，作极快。魂力虽能减缓其作，但作用绝对有限。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您的黄金一代就只能剩下一个人了。独孤博的话语中无疑带着一丝讽刺意味，但他却不惧，他本身又是个独行侠，虽然武魂殿势力滔天，但他也并不十分在意。准确地说，独孤博身后的背景正是天斗帝国皇室。听到独孤博的话，一旁的千寻安看向了独孤博道：“毒斗罗这是在威胁我们武魂殿吗？”毒斗罗看向千寻安，他背靠天斗帝国，自信无比地回应道：“威胁不敢，只是提醒。”千寻安目光平静，嘴角微笑道：“这么说来，你认为我们武魂殿学院一定会输？只剩一个辅助系魂师，难道还能逆天改命不成？教皇陛下，你还不认输？只怕你那3个黄金一代就保不住了。”独孤博冷笑道：“是吗？”千寻安笑而不语，看向前方，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教皇脸上闪烁着阴晴不定的神色。比赛场地中，盘膝坐倒的6个人脸上紫黑色开始变得越来越浓郁。他知道千寻安定然不在乎那黄金一代，但是黄金一代的3人是自己亲手培养的，他怎么忍心他们死去？原本应该到手的胜利，竟然演变成了如此情景，实在让比比东有些无法接受。但他毕竟是武魂殿历代最优秀的教皇，权衡利弊之下，当机立断站起身：“武魂殿学院战队，认。”
就在此时，场上只见那个辅助系魂师忽然高声道：“我还没倒下，谁说我们武魂殿输了？”这一刻，无论是重伤的唐三，还是剩余的史莱克六怪，又或是观众席的所有观众，全部目光集中在那辅助系魂师的身上。你只是一个辅助系魂师，难道还要和我们战斗不成？史莱克学院的马红俊立即轻蔑地看向了最后那一名辅助系魂师，冷笑道。但是下一刻，无论是谁都笑不出来了。只见那一名辅助系魂师一步一步地朝着前面走去，而他的体态样貌，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原本乌黑的头发直接变成了金色，身上的衣物也变成了金色的战甲，手中的权杖在此时也变成了一柄金色的长剑。就连他之前那不起眼的容貌，在此时也变得美丽至极。他的眼睛犹如深邃的湖泊，充满了智慧和神秘，脸庞精致如画，轮廓优雅，皮肤白皙如玉，嘴唇红润如樱桃，一头秀丽的长发如同瀑布一般流淌至腰间，闪烁着淡淡的金光。此时，那辅助系魂师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尊美丽至极的女战神，在那阳光之下耀眼至极。这一刻，除了千寻安之外，无论是谁，全部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第29章秒杀史莱克。看到那美丽的女战神，无论是谁，眼中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那些长老们一个个盯着场上那美丽至极的女子，喃喃道：“是前任教皇之女千仞雪。”千仞雪？怎么可能？她不是外出历练，不在武魂殿吗？有长老惊呼道：“难道她回来了？”此时，只见比比东万分震惊，整个人直接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场上那美丽至极的女子。怎么会是她？这个小贱人好好的内应不做，竟然敢替武魂殿出手！比比东在心中恶狠狠地说道。一旁的宁风致、剑斗罗还有毒斗罗等人也露出了震惊的神色。毒斗罗独孤博顿时震惊道：“怎么可能？武魂殿竟然还藏有后手！”宁风致也有些震惊，旋即开口道：“传闻前任教皇千寻疾和现任教皇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从小就是天之娇女，乃是武魂殿年轻一代最天才的人物。只是之前都不曾见过，没想到今天竟然在这比赛场上见到了。”剑斗罗倒是还沉得住气，旋即开口道：“这个女娃娃很强，只怕蓉蓉他们要输了呀。”武魂殿的其他人更是一个个震惊无比，看向了擂台之上。她便是教皇之女吗？听说她外出历练很多年了，怎么今天回来了？这教皇之女看上去怎么比圣女胡列娜还要强大啊？观众们一个个在台下惊呼，即便他们是武魂殿的人，他们也不清楚千仞雪的行踪。毕竟当年千仞雪卧底的事情，只有千道流和比比东，还有少数几位封号斗罗知道。而且在天斗帝国座位那边，千寻安排的雪清河还正襟危坐在那里，所以自然不可能有任何人会将眼前的千仞雪和雪清河联系在一起。千寻安面带微笑地看着场上，满意的点了点头。幸好他还留了后手，不然的话，此次魂师大赛的冠军只怕要拱手让人了。那所谓的黄金一代，实在是让他太失望了。特别是那圣女胡列娜，他平日里听说她是武魂殿天赋最强的天才，但是在那战场之上呢，仅仅只是和邪月开启了一个武魂融合技，直接被抽光了魂力，更别说有什么高光的表现了。这样的废物也配被称之为圣女？千寻安还记得之前他们的保证，要是他们表现不好的话，千寻安自然会给他们惩处，也瞬间借此机会让那胡列娜将圣女之位让出来吧。千寻安旋即看向擂台之上，此时千仞雪目光平静地看向史莱克七怪，开口道：“我还在这场上，谁敢说我们武魂殿输了？”此时史莱克学院除了唐三之外，都还有一战之力，他们纷纷站了起来，看向了千仞雪。戴沐白旋即开口道：“兄弟们，他只不过是一个人，我们有什么好怕的？一起上，只要坚持打赢了他，我们就胜利了。”众人点头答应。千仞雪看着他们，嘴角轻笑道：“哦，是吗？那我可要拭目以待喽。”宁荣荣旋即释放魂技，开口道：“七宝有名曰速，七宝有名曰力。”瞬间，只见那一道道光芒不断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身上，瞬间将力量提供给剩余的4个队友。奥斯卡也瞬间制造出来了那恢复香肠，他拼尽最后的魂力，制造出来了最后的恢复香肠，给了小五、马红俊、朱竹清和戴沐白。朱竹清和戴沐白对视了一眼，戴沐白看向朱竹清道：“竹清，我们还可以发动一次幽冥白虎吗？”朱竹清点头道：“可以。”两人瞬间施展了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只见一只无比巨大的白虎虚影出现在了千仞雪的面前，还有那马红俊瞬间双翼伸展，像是一只火凤凰一般，准备随时开始攻击。小五则是来到了侧边，随时准备进攻。而此时千仞雪嘴角轻笑，平静开口道：“既然出手了，那便稍微认真一点吧。”武魂附体！千仞雪轻喝。下一刻，
只见千仞雪的身上金色的光芒闪烁，背后6只美丽的天使之翼出现，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圣洁，更加的美丽。千仞雪的身体之上6个魂环逐渐的浮现了出来，黄紫黑。这一刻，无论是谁都流出了惊讶的神色。魂帝！那史莱克7怪一个个更是面面相觑，难以置信，怎么可能是魂帝强者？马红俊惊呼道。此时在后面的唐三镇定了几分，旋即开口道：大家不必担心，魂帝我们之前又不是没有打过，我们一起上，一定可以胜利。唐三看着自己的伙伴们高声道：史莱克必胜！所有的伙伴也跟随着唐三喊道：必胜！说着，瞬间他们就朝着千仞雪出手了。小舞冲在最前面，朝着千仞雪攻击了过来。马红俊立即施展凤凰火线，恐怖的火焰之力朝着千仞雪袭来。那幽冥白虎也立即爆发出来了强大的力量，扑向了千仞雪。只是此时的千仞雪眼神淡漠，并未将他们放在眼中。等到他们到了近前，千仞雪身上的第6个魂环瞬间亮起。第6魂技天使咆哮。瞬间，只见那恐怖的精神力朝着众人袭去。天使咆哮通过天使魂力特殊的转化方式，在一瞬间将魂力转化为精神冲击，进行大范围的攻击。受到攻击者将产生强烈的精神震荡，如果对手的精神力弱于施展者本身1倍以上，将会直接出现灵魂破碎，爆头而亡。天使咆哮一出，瞬间史莱克7怪的几人瞬间眩晕，怔在了原地。千仞雪伸出了手，只见一柄金色的长剑凝聚在了自己的手中，这是千仞雪的第5魂技神圣之剑。千仞雪轻轻一挥手，瞬间只见那无比恐怖的魂力朝着史莱克7怪的7人冲击了过去。轰！一声巨响，只见那7人全部被那恐怖的剑气震飞出去，落在了擂台之外。整个擂台之上瞬间只剩下了千仞雪一人，碾压，绝对的碾压，仅仅一瞬间便直接淘汰了史莱克学院的7人。这一刻，整个武魂殿广场之上一片死寂。第30章震慑独孤博。这一刻，整个武魂殿广场之上一片死寂，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过了很久之后，才逐渐的有人反应过来，强，实在是太强了，这才是武魂殿应该有的强势啊！不错，这才是我们武魂殿真正的实力啊！那黄金一代吹得很牛，但是打起来却连小小的史莱克都打不过。我看千仞雪才是我们武魂殿真正的黄金一代。没错，那胡列娜也配被称为圣女吗？千仞雪才是最适合我们武魂殿圣女的人。在场的观众大部分都是武魂殿的人，所以看到千仞雪瞬间秒杀史莱克之后，他们一个个兴奋无比。原本压抑的气氛瞬间暴涨了起来，无数的人在欢呼。整个武魂殿广场之上热闹至极。此时千寻安正襟危坐，目光平静地看着前方。比比东看着千寻安质问道：你什么时候让他上场的？千寻安看向比比东道：她不是你的女儿吗？你连叫一声女儿或是小雪都不愿。比比东冷冷地看着千寻安道：我先不和你争论这些，哼，等大赛结束我再找你算账。千寻安自然知道这比比东担心什么，这比比东很显然是担心千仞雪出面的话，他在天斗帝国的皇子身份会暴露。要是千仞雪的皇子身份暴露的话，那么他的卧底计划就会彻底失败。但是千寻安可不在乎，那什么狗屁卧底计划本来就蠢，暴露了就暴露了，要不是小雪坚持，千寻安绝不答应让他继续去卧底。想要征服天斗帝国，就应该直接打过去。再者，千寻安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那雪清河还在那里好好的坐着，谁又能发现小雪便是千仞雪呢？千寻安旋即微笑，看向比比东道：好啊，等大会结束，我可要好好和你算算账。现在毕竟还有很多外人在场，并不适合直接和比比东撕破脸皮。千寻安旋即看向了那毒斗罗独孤博，旋即开口问道：毒斗罗，我武魂殿的辅助魂师，你现在看来如何？独孤博万分震惊地看着千寻安道：没想到你还留了后手。千寻安嘴角微笑，看了独孤博一眼，瞬间无比恐怖的威压落在了独孤博的身上。砰！刹那间，独孤博感觉仿佛背负了10万座大山一般，不知道多么沉重的力量瞬间覆盖在了独孤博的身上，而他的额头上更是冒出豆大的汗珠。独孤博瞬间感受到了无比强大的压力，他立即催动全身魂力抵挡千寻安的威压，才让自己勉强扛住千寻安的威压。但是即便是这样，他的嘴角还是溢出了一丝鲜血。教皇冕下，这便是你们武魂殿的待客之道吗？此时独孤博立即看向旁边的比比东，艰难地质问道。比比东立即看向千寻安，千寻安目光平静地看着独孤博道：这只不过是给你的一个警告罢了，你记住，我们武魂殿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质疑的。
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威胁的。你独孤博背靠天斗帝国又如何？不过是刚刚成为封号斗罗的末流斗罗，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这一刻，独孤博全身冒着冷汗，惊恐地看着千寻安。他心中非常的清楚，要是千寻安想要杀他，只怕是谁都阻止不了。独孤博立即低下头道：“裁决大人，受教了。”看到了独孤博服软，千寻安便不再为难他了。就在此时，只见那鬼斗罗来到了比比东的身边，立即小声地说了一句：“教皇冕下，一切都准备就绪了。”说得很小声，但是还是被千寻安听到了。千寻安看了比比东一眼，难道这比比东还有什么计划吗？不过千寻安也不是很在乎，到了他这个境界，便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此时史莱克学院的众人全部倒在了场外，宁风致瞬间飞了下去，为史莱克学院的人治疗。宁风致释放出来了七宝琉璃塔武魂。七宝琉璃塔第6层，全域之光笼罩在唐三身上，闪耀着奇特的光彩。唐三身上的伤口以极其惊人的度收拢着，不止如此，他体内因为邪月那自创魂技圆月而震伤的经脉也在飞愈合。七宝琉璃塔第4层也释放出了一道光芒，魂力增幅之光。宁风致是何等实力？作为七宝琉璃宗宗主，在用出七宝真身的情况下，他所产生的增幅能力远不是宁荣荣所能相比的。在全域之光与魂力增幅之光的双重作用下，唐三背后八蛛矛断裂的窗口缓缓收拢，八蛛矛断茶全部收入唐三体内。唐三的脸色也开始变得红润起来。与此同时，又是6道魂力增幅之光飘洒而出，这一次却是落在那6名盘膝于地的武魂殿学院战队的队员们身上。宁风致不会解毒，但凭借着强大的魂力增幅，也足以让这些即将崩溃的魂师对毒素的抵抗时间增加一些。弗兰德、大师和柳二龙也纷纷冲入场地之中，来到唐三身边。宁风致落在唐三身上的光芒渐渐收敛，弗兰德赶忙将他扶起，探手按在他背后，将自己的魂力缓缓注入唐三体内。唐三低哼一声，缓缓睁开了双眼。比比东看到唐三醒了，旋即开口道：“既然醒了，现在请你先为他们解毒吧。”那几个废物的死活，千寻安自然没兴趣，所以并未多管。但是这比比东很显然还是很看重他所谓的黄金一代。唐三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根略长的八蛛毛碎片，走到邪月面前，探手一伸，将碎片扎入邪月肩膀之中。紫黑色的光芒从碎片上亮起，一圈圈光晕缓缓通过碎片流入唐三体内。邪月原本痛苦的脸色渐渐平静下来，身上的紫黑色快退去。如法炮制，唐三替另外5个人也解了毒。千寻安并不管其他人如何，既然这次大赛的负责人是自己，他来到了众人的面前，高声宣布道：“我宣布，此次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本年度最后的冠军是武魂殿学院。”此言一出，只见整个武魂殿广场之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第31章捉拿小舞。接下来便是颁发奖项。由于那黄金一代和另外3个魂师都受了伤，还在调理，所以只有千仞雪前来领奖。千寻安来到了千仞雪的面前，开口道：“小雪，看到了吗？这是属于你的荣誉。”千仞雪连忙道：“其实我并不在乎这荣誉，我上场不过是为了武魂殿。”千寻安微微一笑道：“无论你在不在乎，这荣誉都是你赢来的。这3块魂骨是奖励，虽然你拥有天使神装，但是他们都是属于你的了。你要怎么处置，都随便你。”此言一出，只见一旁正在疗伤的邪月瞬间逆血上涌，喷出了一口鲜血。那胡列娜和燕也立即睁开了眼睛，看向领奖台上。比比东也看向千寻安道：“你什么意思？这3块魂骨我给整个团队的，你要全部将他们给一个人吗？”千寻安平静地看着比比东道：“你给团队的，可是小雪不出手的话，你们的团队早就输了。那3个废物有什么资格获得这魂骨？”你……比比东瞬间脸上出现了怒色。千寻安看着比比东道：“你可别忘了，你已经将这魂师大赛全交给我了。”比比东看着千寻安，旋即冷哼了一声，只能退让。毕竟比比东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他的第2武魂。他现在第2武魂才有7个魂环，而现在他的面前便有一只10万年魂兽，他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所以现在他只能更重要的是将那只魂兽拿下，早点得到魂环之后，他才有力量来对抗千寻安。比比东之后便不再说话，等待着仪式完成。仪式完成，千寻安也宣布了魂师大赛结束。就在众人都要离去的时候，此时之后便没再说话的比比东开口了。他旋即开口道：“各位，请等一下。”随着比比东开口，所有人都看向了比比东所在的方向。众人的目光不自觉地被教皇吸引过去。大师眉头微皱，有些不明所以地看向比比东。教皇没有与他对视，淡然道：“
既然这次大赛已经胜利结束，鬼斗罗、菊斗罗两位长老把那女孩拿下。一边说着，比比东抬手直接指向了小舞。刹那间，众人尽皆大惊，唐三几乎是下意识的一横身，挡在小舞身前。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也纷纷上前。大师脸上带着诧异之色，怒声道：“教皇陛下，你这是什么意思？”菊斗罗和鬼斗罗可不会因为大师的话语而停止行动，两个人刚要动手，宁风致却快的一横身挡在他们面前。教皇陛下，是不是先问清楚再说？比比东冷冷地看向宁风致，尽管站在他面前的乃是上三门宗主之一，但此时的教皇却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宁宗主，请你自重，如果你再加以阻拦的话，那么七宝琉璃宗就是武魂殿的敌人。宁风致脸色一变，教皇这句话无疑已经说得很重了。虽然七宝琉璃宗根基深厚，又是最富有的宗门，但与武魂殿正面为敌，还是他绝不愿接受的。抬手阻止想要挡在自己身前的剑斗罗陈星，轻叹一声，挪开了脚步。等一下！大师厉喝一声，大步上前，来到史莱克七怪的最前方，手腕一翻，那块长老令牌已经出现在掌中。亮出令牌，大师冷喝道：“我也是武魂殿长老之一，有权知道事情的真相。教皇陛下，你抓人可以，但先要把话说清楚。你凭什么抓我史莱克学院的弟子？”教皇眉头微皱，看到大师愤怒的目光，他的气息不禁放缓了几分，沉声道：“你想知道为什么吗？那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的那位弟子？如果他只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我为什么要抓他？但如果他是一只化为人形的魂兽，我就有充分的理由将他拿下。”听到了这里，一旁的千寻安双眼一亮，他原本以为这场魂师大赛到此结束了，他没想到竟然还有惊喜。此时，千寻安的目光看向了那小舞，瞬间他便感受到了一股奇怪的魂力波动。哦，竟然是一只柔骨魅兔。这史莱克七怪，千寻安只是听小雪说了之后，便稍微注意了一下那唐三。至于其他人，千寻安倒是不那么在乎，所以他还不曾注意到这史莱克七怪中隐藏了一只10万年的化形魂兽。有趣有趣。千寻安旋即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准备看戏。你说什么？大师失声惊呼，猛地回身看向小舞。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以外，也都流露出了极其惊骇的神色。别人或许不知道，大师却再清楚不过，魂兽想要幻化成人形，那就只代表着一种情况，那就是这只魂兽的修为过了10万年，只有10万年魂兽才拥有幻化人形的可能。小舞显得很平静，并没有因为众多目光的凝聚而显露丝毫慌张之态。此时此刻，他那张俏脸上只有淡淡的冰冷，冰冷地注视着教皇比比东。教皇目光凌厉地注视着小舞，如果我猜得不错，你就是当初那只漏网之鱼吧？深深的怨毒从小舞那冰冷的双眸中骤然迸而出。是的，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当初那只漏网之鱼。教皇冷笑一声，没想到你竟然会自己送上门来。戴沐白忍不住问道：“小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唐三突然抬手抓住戴沐白的肩膀：“大哥，别问了，小舞，他不是人类。”哥，你……唐三轻叹一声，什么都不要说了，我明白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人类。你早就知道？小舞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唐三点了点头。七怪一体，身为大哥，我怎能看到弟妹被抓？戴沐白横出一步，坚定地站在唐三身边。紧接着是朱竹清、马红俊、奥斯卡以及最后的宁荣荣。比比东，你若是敢伤小舞一根毫毛，我们之间的情谊便从此恩断义绝。此时，大师立即手持长老令牌，大声道。此言一出，比比东看着大师，眼神忽然一愣。弗兰德突然笑了，和柳二龙、大师二人对视一眼，黄金铁三角同时抬起了自己的右手。刹那间，灿烂的金光凭空而起，澎湃的光芒瞬间在空中勾勒出一个无比绚丽的黄金三角。我们老的还没死，还轮不到你们这些小的挡在前面。要是你们能够活着回去，记得我把所有赚的钱都存在校长室书房的密室里了，交给赵无极，让他办好我们的史莱克学院。教皇陛下，菊斗罗提醒了一下有些呆滞的教皇，等待他的命令。毕竟对方中有一人手持长老令牌。比比东从迷惘中清醒过来，眼中流露着复杂难言的光芒，深吸口气，他的目光骤然变得凌厉起来，凝视了大师一眼，骤然下令：拿下，阻挡者杀无赦。第32章，唐昊现身，千寻安出手。比比东一声令下，鬼斗罗和菊斗罗同时动了。虽然黄金铁三角固然是真正的三位一体武魂融合技，可面对他们这样真正的封号斗罗，等级不足的弗兰德三人能够阻挡住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就在这个时候，一旁的毒斗罗突然动了，他倒不是冲向鬼斗罗和菊斗罗去阻挡他们，而是冲向了唐三和小舞。他知道，只要将这两个孩子带离这里，
那么史莱克学院的其他人都不会有什么危险。就在独孤博动身的一瞬间，一声冷哼宛如炸雷一般在他耳边响起。独孤博闷哼一声，身体在空中半转，碧鳞蛇皇瞬间附体。虽然是这独孤博又作妖，但是千寻安这一次倒是没有出手，毕竟这是比比东想要魂环，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教皇比比东自然不能让独孤博救走唐三和小舞。只见他瞬间释放出武魂，一个庞大的金色光影从他背后悄然升起，9个灿烂的魂环瞬间升腾，巨大的威压只是一瞬间就压制的独孤博无法动弹。独孤博的脸色变了，虽然他早已猜到教皇应该也修炼到了封号斗罗的层次，可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教皇居然强大到如此程度。同样都是封号斗罗，一方却凭借着自身产生的威压完全压制了另一方，这在封号斗罗的世界中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可眼前教皇却就是做到了。令人更加恐怖的是教皇身上那9个魂环，2黄2紫4黑1红。如果说前8个魂环都不会令人有太多惊讶的话，那么最后那闪耀着金银红光的魂环却足以震慑在场包括封号斗罗的每一个人。红色魂环代表的是所有魂环至高无上的存在，那是只有10万年魂兽身上才会出现的10万年魂环啊！看到那红色的10万年魂环，独孤博脸色大变。他知道，如果自己再有所行动，那么他将迎来的必然是比比东恐怖的攻击，那绝不是他这只有92级，在封号斗罗中最弱的一个能够抵挡的。菊斗罗和鬼斗罗的度都很快，两个人虽然只是面对实力比自己弱小的多的黄金铁三角组合，却并没有丝毫大意，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各自9个魂环在身体周围循环。只是这一瞬间，广场上就出现了4名使用武魂的封号斗罗。对于魂世界来说，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场盛事了。千寻安看到这一幕，嘴角轻笑道：出动这么多人，看来比比东还真是在乎这一只10万年魂兽啊！一朵菊，一个小鬼，就凭你们也敢伤害我的儿子？滚开！低沉的声音突然响起，就像在空中炸开一般。声音并不大，可其中包含的霸气却令每个人的身体都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听到这个声音，千寻安有些惊讶，旋即微微抬眼看向空中。唐三也猛地抬起头来，眼中充满了惊喜的光芒。而另一边的教皇比比东的脸色也顿时变得凝重起来，放开了对独孤博的威压，凝望空中。一声低沉的报鸣中，菊斗罗月关、鬼斗罗鬼魅2大封号斗罗的身体竟然如同炮弹一般被弹了回来。两人脸色同时大变，一道黑色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半空之中，静静地漂浮在那里，仿佛他原本就应该属于那里似的。那是一名中年男子，看上去大约有50多岁的样子，身材高大魁梧，只是他的打扮却令人不敢恭维。破损的袍子穿在身上，上面甚至连补丁都没有，露出下面古铜色的皮肤，原本还算端正的五官却蒙着一层蜡黄色，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头乱糟糟的像鸟窝一般，一脸的胡子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日子没有整理过了。看到这个人，一向坚强的唐三仿佛崩溃了一般，哪怕是之前决定与小舞共死的时候，他都没有流出的泪水终于溢出眼眶，2个艰难的字眼从他口中缓缓吐出：爸爸。而就在他背后，一柄巨大无比的黑色锤子凭空漂浮。唐昊！比比东厉喝一声，双目怨毒地盯视着空中的唐昊，险些要喷出火来。听到了唐三喊爸爸，比比东口中唐昊2字，千寻安的身体立即怔了一下，旋即目光紧紧地盯着天空中那高大的身影。唐昊，他便是唐昊吗？此时原本准备看戏的千寻安身上恐怖的魂力瞬间爆发了出来。他回来的时候，无论是大哥还是光临供奉，又或是其他人，都说杀死他大哥的就是唐昊。即便他查出来了一些端倪，但是大哥的死和这唐昊脱不了干系。千寻安查过这件事情的始末，当初这唐昊和一株蓝银黄化形的魂兽相恋，2人开始蜜月，去哪里不好，可是这唐昊偏偏将这化形蓝银黄带到了武魂城。一只10万年魂兽来到武魂城，只要稍微注意都会被发现吧。于是自己的大哥千寻疾发现了武魂城中有一只10万年魂兽。虽然大哥此时已经是封号斗罗，不需要魂环了，但是比比东已经怀有身孕，大哥为了比比东的双生武魂，所以才不得已铤而走险去猎杀蓝银皇。否则他一个封号斗罗还要魂环干嘛呢？千寻安还知道这蓝银皇魂兽的生命力非常的强大，拥有不死的能力，任何外力都无法摧毁它，即便受到重伤也能像野草一般春风吹过，死而复生。最后在武魂殿围攻之下，他献祭给了唐昊，让唐昊成为了封号斗罗。那个时候的唐昊才刚刚成为封号斗罗，而自己的大哥已经是95级封号斗罗了，还带着2个封号斗罗去追杀唐昊，但是却被刚成封号斗罗的唐昊反杀，这无论从哪里看都不合理。所以
千寻安必须要出手拿下这唐昊，他要知道当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而且，即便大哥不是唐昊所杀，也和唐昊脱不了干系，所以于情于理，千寻安都没有放过唐昊的理由。千寻安身形一闪，瞬间从众人身边消失。这一刻，只见唐昊身形一闪之间，已经落在了史莱克学院众人身前。菊斗罗与鬼斗罗分别退到教皇身边，三大封号斗罗魂力全开，无比庞大的压力令周围的魂师们慌不迭地退开。可就是在这三股如同山岳般恐怖的威压面前，唐昊却傲然而立，甚至没有用手去握自己的锤子，昏黄的双眼中金光爆射。比比东，你以为你能留得下我？教皇比比东猛地一挥手，一声尖笑从手中出，仿佛是在响应他似的。教皇殿内4声尖笑同时响起。叫人了？唐昊淡然一笑，在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仿佛面前就算横插着千军万马也无所谓的淡然。一个接一个魂环从唐昊脚下徐徐升起，魂环上升的度并不快，但伴随着每一个魂环的出现，站在那里的唐昊就变得越来越凝重。面前那三股巨大的压力竟然被他身上逐渐增强的沉凝气息压了回去。黄、紫、黑、红。唐昊身上出现的9个魂环竟然和教皇比比东身上的一模一样，在他身上的最后一个魂环赫然也是10万年的存在。唐昊冷冷地扫向教皇背后的教皇殿，7个封号斗罗，武魂殿果然不愧是武魂殿。可惜，就算你们是7个人，又能如何？看清楚了，这才是真正的昊天真身。唐三精神一振，唐昊最后一句话明显是对他说的。第7魂环闪亮，唐昊身后那巨大的黑色昊天锤骤然绽放，强烈的黑光澎湃激荡，那庞大的昊天锤迎风一展，竟然变成了长达100米开外。巨大的锤头宛如小山一般，一条条红纹从庞大的昊天锤上浮现出来。唐昊身上的10万年红色魂环骤然亮起，那黑色巨锤顿时完全化为红色。教皇殿，好一个教皇殿！哈哈哈哈哈！狂妄的大笑声中，唐昊的右手动了，空中那长达100米的极巨锤骤然而降，不是朝着面前的3名封号斗罗，而是直奔他们身后的教皇殿砸去。顷刻之间，整个武魂城内的空气都变得扭曲了，每一个非封号斗罗的魂师在这一刻都无法动弹分毫。唐昊，你敢！教皇比比东愤怒如狂，他与菊斗罗、鬼斗罗几乎同时腾身而起，朝着空中的巨锤迎去。与此同时，还有另外4道身影从教皇殿内电射而出，一共7道身影同时迎向了空中巨锤。轰！空白！70级以下的魂师们脑海中全部陷入了一片空白，在那无法描述的剧烈轰鸣中昏倒在地，仿佛天罚一般的巨响令整个武魂城都在剧烈的颤抖着。腾起在半空中的7道身影被同时砸落，而空中的巨锤也就此消失。仰天喷出一口鲜血，唐昊的狂笑不止。比比东，等着吧，武魂殿欠我的债，总有一天我会全部讨还。这一天已经不远了。身影闪烁，唐昊拉着昏倒的唐三和小五就要离去，但是下一刻，天空之中一道声音响起：唐昊，你欠我的又该什么时候还呢？这一刻，众人抬头望天，只见天空之中一尊金色的天使浮现，他穿着金色的战甲，6只天使之翼伸展开来，站在那天空之上，宛若天神一般，耀眼至极。看到那一尊身影，无论是谁都吓了一个激灵，即便是封号斗罗仰望都会感觉到震撼和惊恐，因为在那一尊身影身上9个魂环耀眼闪烁着。若是说比比东和唐昊的10万年魂环在封号斗罗之中已然无敌，那么眼前这尊身影身上的魂环只怕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了，因为那9个魂环鲜红如血。第33章暴揍唐昊。千寻安站在天空之上，6只天使之翼伸展出来，9个血红色的魂环出现在了千寻安的身上。此时的千寻安身体之上散发着金光，就像是一尊天神一般，那无尽的威压令周围的人都不敢抬头去看。千寻安冷笑一声道：唐昊，想要离开，可是要经过我的同意。随着千寻安话音落下，顿时以他为中心爆发出强烈的白赤色火焰，紧接着一只巨大的白赤色双翼天使从火海中飞翔而起，这双翅膀有100米长度，遮蔽住整片天空。当这白赤色双翼天使出现的时候，所有人脸色都变得凝重起来，因为这白赤色的双翼天使竟然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压力。千寻安手持一柄巨剑，傲立虚空之中，目光冷漠，宛如天神一般俯视众生。此时下方的人无论是谁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怎么可能？剑斗罗看到这一幕万分震惊，一旁的独孤博也立即开口道：10万年魂环这么难得，可是这武魂殿的裁决长老竟然拥有9个10万年魂环，太令人震撼了。他是怎么做到的？
前期要是吸收10万年魂环，定然承受不住，会爆体而亡。他为何会拥有9个10万年魂环？宁风致也万分震惊地看着天穹之上，难以置信。这一刻，那些武魂殿的人们更是被千寻安的表现吓到。天哪，这便是裁决大人的真正实力吗？也太恐怖了吧！9个10万年魂环，比教皇还要强大。何止是比啊，这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太强了！武魂殿的人们看着千寻安，一个个震撼无比，难以相信。此时，唐昊怀抱着唐三和小舞，正要逃离而去，却被天空中的千寻安拦住。唐昊看着千寻安面前，皱着眉头问道：“阁下是何人？为何要拦我去路？”千寻安目光平静，看向唐昊道：“武魂殿裁决殿主千寻安，被你杀死的教皇便是我的亲哥哥。”话音刚落，只见千寻安一步踏出，他的身体就像是残影一般，瞬间出现在了唐昊的面前。千寻安的出现，唐昊甚至没有反应过来。只见千寻安一脚踏出，直接踩在了那唐昊的头顶之上。下一刻，恐怖的力量瞬间从千寻安的脚底爆发了出来，能量波动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强大无比的气势冲天起。轰隆！唐昊的身体直接倒飞而出，狠狠地摔了下去，摔在那教皇殿的面前。轰！一声巨响，只见那教皇殿面前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顿时烟尘四起，气浪滔天。好强大！下方的人无不震撼地说道。此时，那些武魂殿的人已经完全呆滞了。嗨！唐昊缓缓从那大坑中爬了出来，他的嘴角挂着鲜血，显然受伤极重。只见他用身体护住了唐三和小舞，只不过在千寻安的一击之下，唐昊的身上已经伤痕累累，看上去非常的凄惨。唐昊看着半空之中的千寻安，眼中流露出愤怒的神色，咬牙切齿地说道：“看来阁下今天势必要与我一战了。”千寻安冷笑一声道：“你若是束手就擒，我倒是还可以让你少吃一点苦头。”此时，唐昊推开了唐三和小舞，从那深坑之中走出。他伸出了手，旋即只见一柄巨大的锤子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唐昊手持昊天锤，目光郑重地看向千寻安，旋即他朝着千寻安便直接冲了过来。看到唐昊的举动，千寻安微眯着眼睛，淡淡的道：“不自量力。”第二魂技破敌万军。唐昊咆哮一声，只听砰的一声炸响传出，昊天锤上释放出璀璨的蓝色光芒，恐怖的雷电缠绕着昊天锤，直接朝着半空中的千寻安轰了过去。这一锤轰出，只感觉周围的温度似乎提升了很多倍一般，就连空间都仿佛扭曲了起来。千寻安目光冰寒地看着这一锤，他右手轻挥，刹那间一股白赤色的能量在其手掌中聚集。他手臂向外一推，只见一条由白赤色能量形成的长龙直接迎向了唐昊那恐怖的雷霆万钧。轰！剧烈的碰撞声在半空中传荡而出，狂暴的劲气横扫而出，使得整武魂城都颤抖了几下，一道道裂缝在武魂城的地面上瞬间裂开。只见那冲杀上来的唐昊瞬间便被千寻安震飞了出去。千寻安看着唐昊，目光平静，他一步踏出，身形巨快，瞬间来到了唐昊的身边，一拳狠狠地朝着唐昊的脸上揍了过去。砰！只见千寻安这一拳狠狠地打在唐昊的脸颊上，将唐昊整个人都再次打飞出去，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上，使得整栋建筑摇晃不停。此时的唐昊满脸是血，看上去十分狼狈。唐昊捂着胸膛，艰难地从废墟之中爬了出来，他看向千寻安，眼中露出一丝忌惮的神色。虽然他的身躯并不是特别高大魁梧，但是身上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此时，只见唐昊低喝一声，猛地跳跃起来，他手握昊天锤，再次朝着千寻安冲了过去。砰！又是一声闷响传出，两人再次硬拼一记。哼！千寻安冷哼一声，唐昊的身躯则是再次倒射而出。看到这一幕，武魂殿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难以置信。堂堂昊天斗罗，刚刚才一个人震飞了武魂殿的7个封号斗罗，现在在裁决长老的面前，就像是一只小鸡一般，被裁决长老随便玩弄。强，实在是太强了。千寻安冷眼看着唐昊，平静开口道：“你这点修为，当年不过刚刚成为封号斗罗，如何杀得了我大哥？”唐昊站了起来，目光坚定地看着千寻安，旋即怒喝一声，大声道：“乱披风锤法！”瞬间，只见那唐昊的昊天锤疯狂舞动，化作一团幻影。随后，唐昊的攻击速度突然加快，带着狂暴的力量，朝着千寻安砸了过去。第34章第三魂技天使庇护。唐昊的攻势十分迅猛，每一招每一式都充斥着恐怖的力量。但是那千寻安却依旧毫不畏惧，他双眸闪过一道金芒，身上的衣袍鼓动。下一刻，他的左腿抬起，直接踢出。砰！唐昊根本抵挡不住千寻安的攻击，
整个人倒飞出去，再次轰碎了身边的一座楼房。千寻安一步跨出，紧追而上，他的双拳绽放出恐怖的光华，朝着唐昊直接打了过去。砰！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声音，唐昊的身躯再次被轰飞出去，而千寻安则是再次跟进，对唐昊展开猛烈的攻击。千寻安的每一拳每一脚都携带着毁灭性的威能，唐昊根本无力抵挡，不断的被轰飞出去。砰砰砰砰，一连串的闷响不断的传出，只见唐昊的身躯不断被轰飞出去，身体也越来越重，最终他的身体被轰入了武魂城的地底之下。看到这里，众人不禁暗自心惊，这才仅仅只是交手一次，唐昊就彻底的败北，实力差距之大，简直超出了想象。千寻安并未立即秒杀唐昊，因为他想要将唐昊逼入绝境，他想要看看这唐昊到底有什么手段，当初能够将大哥这95级的封号斗罗杀死。轰！就在这时，一声轰鸣，只见唐昊从地底之中钻了出来。唐昊看着半空中的千寻安，他的眼神冰冷，此时他浑身浴血，整个身躯都有些变形了，看上去十分的凄惨。此时的唐昊心里充满了憋屈，原本他以为他能够战胜千寻安，但是现在他才知道自己和千寻安的实力相差得太远了。父亲！一旁的唐三立即大声喊道。此时唐昊远远地看着唐三道：小三，你们快走，我来挡住他们。唐昊自知千寻安的实力强大，心中非常的清楚，只怕他今天是走不了了。唐昊大声喊道：毒斗罗、剑斗罗、宁宗主！此时只见那毒斗罗独孤博、剑斗罗陈星还有宁风致全部都朝着唐昊看了过来。唐昊继续开口道：三位，今天唐某只怕是走不了了，不过唐某会以性命相拼，挡住武魂殿的人，还请三位将他们带走。三位大恩，唐某要是有幸活下来，必定偿还。此时三人对视了一眼，旋即暗自点头示意。只见那独孤博瞬间拉住了唐三和小五，一步踏出，逃了出去。那剑斗罗和宁风致还有那史莱克的三位老师立即跟在了后面，他们疯狂地朝着外面逃去。千寻安目光平静，他并未去追，他在乎的只有唐昊，至于其他人和他无冤无仇，他并不在乎。而且那比比东是要那柔骨魅兔的魂环，难道那肉骨魅兔逃了对自己来说是好事？难道自己还要去帮那比比东抢魂环不成？此时比比东立即开口道：给我追，别让魂兽给逃了。比比东也瞬间追了出去，那些武魂殿的封号斗罗也立即跟着比比东离开了。唐昊看着比比东等人追了出去，手持昊天锤瞬间追了出去，想要阻拦武魂殿的人。你的对手是我，你还敢分心吗？千寻安说着，他的身体化作一道残影，后发先至，瞬间出现在了唐昊的面前，他一脚踢在了唐昊的胸口之上，瞬间将唐昊踢飞了出去。噗！唐昊的口中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都萎靡了很多，气息也显得微弱了很多。你这点力量，当初是如何杀死我大哥的？千寻安平静地看着唐昊道。嗨嗨！唐昊轻轻地咳嗽了几下，随即缓慢地站起了身来。此时唐昊看向千寻安，嘴角露出了狰狞之色，随即开口道：今日我唐昊若是不死，我必定与武魂殿不死不休。说完，唐昊身上恐怖的力量瞬间爆发了出来。只见唐昊手中的昊天锤散发出来了一股股强大的力量，一股滔天的杀气从唐昊身上爆发了出来。杀神领域！轰隆隆！唐昊的周围恐怖的波动瞬间席卷四方。嗡嗡嗡！就在此时，只见唐昊手掌一挥，昊天锤瞬间释放出了万丈金光，一股浩瀚的能量瞬间爆发而出。轰隆隆！天空之中电闪雷鸣，一阵轰鸣声响起，随即只见唐昊的身体之上三枚魂环瞬间爆开。炸环！大须弥锤！唐昊大声嘶吼道。下一刻，只见唐昊身上的三个黑色的魂环都是万年魂环，那万年魂环瞬间炸开，强大的冲击波狠狠地朝着千寻安袭去。唐昊知道千寻安这样的强者，炸一般的魂环根本奈何不了他，所以他炸的都是万年以上的魂环，还一次性炸了3个。在那一刻，唐昊直接施展大须弥锤，巨大的锤子上爆发出极端骇人的气息，他的气势也在那一刻瞬间达到了顶峰。此时的唐昊整个身体已经被浓郁的魂力所包裹，他的昊天锤更是膨胀起来。呵！此时唐昊怒吼一声，随后他手握昊天锤，一锤狠狠地落下。千寻安看着唐昊施展的这一招，眼神微微眯起，将魂环炸开，瞬间获得强大的爆发能量，这倒是有点意思，当初你便是用这一招伤了大哥的吧？千寻安喃喃自语，虽然这一招看上去很强，但是千寻安并不在乎。千寻安依旧站在原地，丝毫不为所动。只见那巨大的大须弥锤到了近前的时候，只见千寻安的身体之上
第3个魂环瞬间亮起。这一刻，只见那千寻安的背后，一尊无比巨大的天使虚影出现。那天使虚影站在千寻安的身后，双手环抱着千寻安，背后的翅膀伸出，那透明的翅膀瞬间将千寻安包裹了起来。那巨大的昊天锤直接落在那天使虚影之上，恐怖的能量涟漪扩散开来，周围数百米范围内的树木、草，甚至岩石，在碰触到这些能量涟漪的时候，瞬间化作粉末。砰！恐怖的爆破声响起，那天使虚影竟然没有丝毫的损害，千寻安更是一动不动，似乎没有半点影响一般。这是千寻安的第3魂技天使庇护。唐昊嘴角溢出鲜血，看到这一幕更是逆血上涌，吐出了一口鲜血。他看着千寻安无比震惊道：怎么可能？第35章炸环全炸。唐昊万分惊恐地看着千寻安，他有些难以置信，自己炸了3个黑色的魂环，都是万年以上的魂环，这样强大的力量，即便是面对极限斗罗也有一战之力了。但是现在在这千寻安的面前竟然没有一点作用，这怎么可能？此时只见唐昊再度喷出了一口鲜血，连续炸掉了3个魂环，唐昊的身体也开始虚弱了，再加上之前受的伤，唐昊的情况已经糟糕的不能再糟糕了。此时千寻安身上的天使虚影消散，他平静地看着唐昊道：有点威力，你可以将你那10万年魂环也炸了试试。你……唐昊看着千寻安没有受到半点伤害，脸色非常的难看。千寻安看着唐昊继续道：既然你不施展，那我就逼你施展吧。说着千寻安伸出了手，此时只见点点金光不断的在千寻安的手上聚集，最后凝聚成为了一柄金色的长剑。恐怖的魂力波动从这把长剑上传来，这长剑的锋芒之锐利，仿佛能割裂天际，毁灭世界。去！此时千寻安轻声道，随后右手猛地向前一推，那金色的长剑顿时射向唐昊。唐昊看到这柄金色的长剑，顿时瞳孔紧缩。这一刻，他在这柄长剑之上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他心中非常的清楚，要是被这长剑刺中，会死。即便他是95级封号斗罗，也没有半点存活的可能。唐昊的反应非常迅速，在千寻安长剑一出的那一刻，他的身体瞬间暴退了开来。可是，即便他退得再快，那长剑也瞬间到达了面前。这一击的速度太快了，即便是现在的他，也根本躲避不及。面对着死亡威胁的唐昊，却没有半点办法。他脑子快速思考着破解之法。他知道，想要活命，只有一个办法，那便是炸环，将全部魂环炸掉，或许还能卸掉那长剑的一部分力量，自己还有一点存活的可能。但是，一次性炸掉所有魂环的话，那么只怕他从今以后都要变成一个废人了。唐昊来不及思考，他的身体本能地做起了反应。只见唐昊剩余的6个魂环，2黄2紫1黑1红，6个魂环在那一刻瞬间炸开，强大的能量瞬间涌入了他的体内。只见那恐怖的力量瞬间形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昊天锤影，那巨大的昊天锤像是一座小山一般挡在了唐昊的面前。唐昊一连炸掉剩余的所有魂环，这是他最强一招，这一招制造出来的大须弥锤也是最强大的大须弥锤。那一刻，只见那巨大的昊天锤之上，血红色的纹络散发出来了强大的力量，携带着无尽的雷暴声响，挡在了唐昊的面前。那一刻，千寻安那金色的小剑也来到了唐昊的大须弥锤前。金色小剑和大须弥锤瞬间撞击在了一起，两股力量瞬间碰撞，无比强大的能量涟漪散发了出去。那一刻，只见那能量涟漪席卷，两人周围的一切都在破碎。那些实力弱一点的魂师，甚至在这恐怖的压力之下七窍流血。轰！一声巨响，只见无比恐怖的能量在两人之间炸开，唐昊直接被震飞了出去，千寻安倒是站在原地，依旧不为所动。而在两人的身前，只见那唐昊的大须弥锤竟然在千寻安那金色的小剑面前破碎开来，还是挡不住吗？唐昊的眼中露出了绝望的神色，他根本想不到，他都已经炸掉了所有魂环施展出来的最强一击，竟然依旧挡不住千寻安一招。这个千寻安到底有多强？是！只见那金色的小剑瞬间来到了唐昊的面前，直接穿透了唐昊的肩膀。在这一刹那，金色小剑带着唐昊的身体瞬间飞出，重重的撞击在远处的墙壁上。砰！剧烈的响声响起，那墙壁之上瞬间留下一个大坑，碎屑横飞，烟尘四溅。唐昊的身体被挂在了那墙壁之上，浑身骨骼尽断。噗！唐昊的口中吐出了一口血液，他低着头，黑色的头发散开，身上的衣物也只剩下了布条，浑身浴血。此时的唐昊只剩下了一口气，还强撑着他的生命。他的9个魂环炸开，魂力散尽。现在的他，只怕是随便一个普通人也可以直接杀死他。
千寻安身形化作一道残影，直接出现在了唐昊的面前。千寻安目光古井无波，看着唐昊道：“炸环的确有点意思，看来当初你便是用这一招重伤我大哥的吧？”唐昊抬起眼来，看着千寻安道：“不错，当初千寻疾追杀我和阿银，想要夺取阿银的魂环，将阿银逼上绝路，献祭给我。你大哥本就是死不足惜，当初我拼尽全力用出了炸环，还好苍天有眼，千寻疾这个狗东西最后还是死了。”说到这里，唐昊已经接近疯狂，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嘶吼道。千寻安看向唐昊，平静开口道：“你真的认为是你杀死了我大哥吗？你当时不过只是一个刚刚突破的封号斗罗，即便使用了炸环的力量，你认为你能杀死一个95级的封号斗罗吗？”千寻安平静地质问道。唐昊冷笑道：“不是我杀的，那千寻疾又是怎么死的呢？我听说这千寻疾死于重伤不愈，哈哈，真是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啊！”唐昊开口大笑道：“你当初杀死我大哥，炸了几个魂环？”千寻安再度问道。唐昊冷笑一声道：“千寻疾不如你，当初我仅仅只是炸了2个百年魂环，便杀死了他。2个吗？”千寻安口中喃喃道。看着狂妄的唐昊，千寻安知道这唐昊多半也不知道大哥是怎么死的，他在心中认为是他杀死了大哥。或许他这样想也可以让他更加心安一点，但是2个黄色的魂环想要杀死大哥根本不可能。当初唐昊打伤了大哥的确没错，但是千寻安可以确定的是，大哥绝不是死在唐昊的手上。唐昊的炸环虽然威力强大，但是当初大哥和唐昊的等级差距是5级，到了封号斗罗，每一级的提升都会是巨大的鸿沟，5级的差距即便是炸环也很难弥补，更别说那唐昊炸的只是2个百年魂环。唐昊发动炸环的情况下，如果大哥不小心，很可能会重伤。要是大哥小心一点的话，只怕还能阻挡一些威力，即便全部的威力硬接下，也不至于将一个95级的封号斗罗活活打死。这也就确定了一点，大哥不是死在唐昊的手上。旋即，千寻安目光一冷，他的心中旋即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的身影，比比东。第36章，最大嫌疑人比比东。千寻安的脑海中立即想到了比比东。千寻安一直怀疑大哥是回到武魂殿后才被杀死的，但是至于谁动的手，千寻安并不能确定。不过在这之前，千寻安便已经开始怀疑比比东了，现在他更加的确信了。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大哥死后对谁最有好处？6大供奉他们已经不问世事，大哥的死对他们没有半点好处。武魂殿的长老们，大哥死后他们依旧没有改变什么，只是有可能，但是嫌疑也没有比比东大。至于比比东，大哥死后他可以和那玉小刚正大光明的双宿双飞，他还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武魂殿的教皇。这么说来，害死大哥受益最多的人便是比比东，而且比比东非常恨大哥，最想要杀死大哥的除了眼前的唐昊之外，只怕就是这比比东了。只不过虽然比比东拥有最大的嫌疑，千寻安在没得到实质性的证据之前，也不能杀死这比比东。千寻安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做的并不是泄自己心头之恨，他要做的是为大哥伸冤。什么叫做伸冤？便是让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么就必须要有理有据。要杀比比东的泄愤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杀，但是杀了比比东之后呢？天下人都只会认为是自己想要夺取那教皇之位才杀死了比比东，不会有任何人会相信自己杀比比东是因为比比东杀死了自己的大哥。他做这裁决殿殿主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便是为了有一天他能够有权利来审判这比比东。比比东，等我找到证据，我会当着全天下的人来审判你，在全天下人的面前，我会惩罚你的一切罪孽。那一天不会遥远了。千寻安低声道。旋即他看向那唐昊，平静开口道：“我想要知道的一切都知道了。你当初重伤我大哥，你也算是杀我大哥的凶手之一，所以临死之前，你还有什么遗言吗？”唐昊抬起头来，口中满是鲜血，他疯狂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哈！笑着笑着，泪水不断的从唐昊的眼角滑落。阿银、小三，我对不起你们。千寻安冰冷的目光看着这唐昊，下一刻，一股恐怖无比的波动瞬间从千寻安的身上散发了出来，那力量瞬间席卷在了唐昊的身上。轰！一声巨响，只见唐昊的身体轰然炸碎，一代杀神，传说中的昊天斗罗至此落幕。森林之中，只见独斗罗带着唐三和小五瞬间逃了出去，剑斗罗和宁风致等人在后面殿后，而那黄金铁三角则是在最后面。大师看到了武魂殿的人追了上来，旋即心生一计道：“我们留下来吧。”留下来？柳二龙瞬间看着玉小刚，震惊道：“武魂殿的人一定会来追小五他们，所以我们留下来阻挡武魂殿的人。”玉小刚继续道：“
弗兰德点了点头道：“不错，小五和小三是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弟子，即便是拼死，我们也要保护他们。”玉小刚倒是没有准备去死，他知道比比东的心中还有自己，所以他想要赌一次。若是我们死可以换小三他们活下去的话，我早就去死了。但是我不能死，也只有我才能阻止比比东。玉小刚虚伪地说道。柳二龙看着玉小刚，立即点头道：“小刚，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陪着你。”就在此时，只见一道鬼影瞬间追了上来。来人了，准备！玉小刚大喝一声，瞬间三人身上魂力涌动，大师的武魂罗三炮瞬间出现在那弗兰德和柳二龙的加持之下。啊！一声龙吟，罗三炮的身体以极其惊人的度成长着，从他那胖乎乎的身体上开始生出大片大片的菱形鳞片，一块块坚实的肌肉隆起，庞大的身体不断扩张，两根扭曲的角从头顶生长而出，蓝紫色的光芒不断在身体周围激荡，在黄金三角的渲染下，渐渐变成了金色。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罗三炮的身体就已经扩展到了身长20米的程度，背后鳞片裂开，一对巨大的龙翼舒展开来，龙翼张开，不需要金光辅助，他也能够漂浮在半空之中。原本流露着憨厚气息的双眼威棱四射，和他的身体一样，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此时的罗三炮再不是那似猪似狗的生物，而是变成了一头威风凛凛、顾盼生辉的金色巨龙。紧接着，3条黄金巨蟒瞬间缠绕着那黄金巨龙，朝着天空飞翔而去。与此同时，玉小刚脚踏黄金巨蟒，手握一根黄金长棍。罗三炮龙翼收敛，身体如同陨星般朝地面落去。与此同时，全身金光大盛，突然在半空中调转身体，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大师大喝一声，瞬间一蓬金色浓雾从罗三炮龙尾下喷出，朝着来人袭去。来者正是鬼斗罗。鬼斗罗看到那罗三炮袭来，顿时强大的鬼气覆盖己身，化作一柄锋利的镰刀斩向金色浓雾。当他劈散金雾，却发现金雾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玉小刚三人也瞬间被震飞而了出去。玉小刚的口中顿时一口鲜血吐出。而此时比比东等人也追到了这里，看到了玉小刚受伤，比比东脸色微变。比比东挥了挥手，让武魂殿的人停了下来。他看向玉小刚，冰冷道：“玉小刚，你以为凭借你们3个废物也能阻挡我吗？”玉小刚嘴角一血，他用手按住胸口，看着比比东开口道：“教皇冕下，求你放过唐三和小五。”玉小刚说着，扑通一声跪在了比比东的面前。这一跪，玉小刚口中一口鲜血喷出。看到这一幕，比比东心中一紧，竟有些心疼。玉小刚跪在地上，用手擦了擦嘴角的鲜血，抬起眼来，用可怜的眼神看着比比东道：“东儿，我在最后一次叫你东儿，求你放过唐三和小五吧。只要你放过他们，即便你要我去死，我也愿意。”你……比比东看着玉小刚，身体猛然一颤。第37章，恶心男女。比比东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决然之色，看着玉小刚道：“玉小刚，你现在知道求我了。”玉小刚看着比比东继续道：“东儿，这唐三是我唯一的弟子，小五和唐三之间的感情，小五死了，唐三自然不会苟活。难道你忍心看着我失去唯一的弟子吗？”比比东看到大师如此，还是有些于心不忍。大师再度趁胜追击道：“以你的实力，将来还可以去找其他10万年魂兽，只要你放了小五，将来我会为你研究最适合你武魂的魂兽。只要用我的理论，即便是一些万年魂兽的效果，都堪比10万年魂兽。这次求你放了小五吧。”比比东看向玉小刚，旋即道：“要我放了唐三和小五也不是不行，只不过你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玉小刚立即看向比比东问道。比比东平静地看着玉小刚，旋即开口道：“我要你和那个贱女人分开，你回到我的身边。”比比东指着一旁的柳二龙，立即开口道：“什么？”此言一出，无论是弗兰德还是柳二龙，亦或是大师，都震惊地看向比比东。特别是柳二龙，他脾气本来就火爆，即便是面对比比东，他也不惧道：“你说谁是贱女人？你说呢？”比比东看着柳二龙，冷哼道：“不知廉耻，勾引自己的亲哥哥，这样的女人，难道不是贱女人吗？”柳二龙瞬间大怒，指着比比东道：“你比比东又是什么好东西吗？身为教皇的妻子，却不守妇道，来和老娘抢男人，你怎么好意思说我？哼，我至少不像你一样和自己的哥哥不伦。”比比东冷哼道：“你又是什么好东西？你不也和你老师？”柳二龙话音未落，此时比比东顿时大怒道：“你住嘴！”啪！一声巨响，只见比比东一巴掌扇在了柳二龙的脸上，直接把他给扇飞了出去。而柳二龙也被打懵了，捂着红肿的左脸，顿时身上恐怖的魂力爆发了出来。但是这柳二龙再强，也只不过是魂圣，在比比东面前都不够看。比比东愤怒地看着柳二龙，冷声道：“
贱人，你才是贱人！柳二龙大吼道。比比东听到柳二龙的话语，顿时更加生气，大怒道：好啊，你这个贱女人，竟然敢侮辱我！今天我非要杀了你不可！比比东说着，再度欺身上前。此时，玉小刚立即拦在了柳二龙的面前。比比东看着玉小刚道：玉小刚，你要阻拦我杀死这个贱女人吗？玉小刚看着比比东道：好，我答应你，只要你放所有人离开，我就回到你身边。听到了玉小刚这么说，一旁的柳二龙瞬间退了一步，怔怔地看着玉小刚。小刚，你……柳二龙怔怔道。玉小刚回头看向柳二龙道：二龙，现在的我没有其他选择了，我要是不答应，不仅小三和小五走不了，你和弗兰德也走不了。二龙，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玉小刚继续道。这一刻，柳二龙无尽委屈的心情顿时涌上心头，泪水顺着他美丽的面庞滑落，气声道：小刚，你好，我走吧，但是我会一直等你回来。你一天不回来，我就等你一天；一辈子不回来，我就等你一辈子。比比东冷笑道：回来？你以为小刚还会为你这个贱女人回去吗？柳二龙看向比比东对峙道：比比东，别以为你是武魂殿的教皇便可以只手遮天了，总有一天我会将小刚夺回来的。就凭你吗？比比东愠怒，看向了柳二龙。此时玉小刚立即道：弗老大，还请你带二龙离开。弗兰德点了点头，他没有任何办法，他只能带着柳二龙离开了这里。比比东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玉小刚的面前，旋即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他用手轻轻挑起了玉小刚的下巴，轻声道：小刚，你兜兜转转，最后还不是回到了我的身边？我说过，你逃不出我的手心。比比东，即便你得到了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心。玉小刚立即开口道。比比东却冷笑道：是吗？你要是不配合，我可是随时都可以去追杀你在乎的人。我捏死那只大母龙，应该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吧？对了，你可别忘了，你答应要为我研究我的魂环哦。比比东看着玉小刚，继续道。玉小刚呆滞在原地，并没有说话。下一刻，比比东看向了鬼斗罗道：是你伤了小刚？鬼斗罗立即开口道：教皇冕下，您说要追那10万年魂兽，谁若是阻挡，杀无赦。这一刻，比比东目光一冷，啪！一巴掌扇了出去，那鬼斗罗直接被比比东扇了一巴掌，鬼斗罗的嘴角直接溢出了鲜血。鬼妹，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要我来教你做事吗？比比东冷眼看着玉小刚，冷哼道：再有下次，可不就是这一巴掌这么简单了？是。鬼妹立即单膝跪地，领命道。比比东看向众人道：走，我们回武魂殿。裁决殿。此时千仞雪站在了千寻安的面前。小雪，你真的要去完成那个计划？千寻安看着千仞雪问道。千仞雪点头答应道：我已经布局了这么长时间，我不想要前功尽弃。千寻安虽知那计划有多么愚蠢，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拦不住千仞雪，即便自己强行拦住了他，也无济于事，还可能会影响到他的道心，所以千寻安只能随他去做了。千寻安点头看着千仞雪道：记住我教你隐秘气息的那一套秘诀了吗？记住了。千仞雪立即点头道。千寻安点了点头道：你可以回去，但是你要记住，你不能再荒废你的修为了。千仞雪点头道：好。千寻安继续道：小雪你放心，我会查出当年的真相，还你父亲一个清白的。之后千仞雪便离开了。就在此时，只见一个魂斗罗来到了千寻安的面前。店主，教皇比比东回来了，只不过他将那些人全部放走了，只带回来了一个玉小刚。此言一出，千寻安目光一冷，旋即道：立即召开第一次裁决会议，有些事情也该有一个了结了。第38章裁决会议。几日后，裁决殿也准备好了，第一次裁决会议召开。裁决大殿，一个巨大的圆桌坐落在那裁决大殿的正中央，7大供奉坐在了圆桌的两边，千寻安则是坐在那主位之上。那7大供奉都是千寻安邀请来的，以现在千寻安的实力，邀请几个供奉，没有人会拒绝。此时，一旁的千军斗罗旋即开口问道：小寻安，你怎么好好的召开起来了裁决会议？千军斗罗旁边的降魔斗罗也立即开口道：是啊，寻安，你召开这裁决会议有什么目的吗？千寻安平静的他们开口道：既然是裁决会议，那么顾名思义是为了审判。审判？寻安，你这是要审判谁吗？此时青鸾斗罗问道。千寻安点头道：自然。千寻安旋即拍了拍手道：带进来吧。下一刻，只见那武魂殿的黄金一代直接被人带进千寻安的裁决殿。跪下！押送黄金一代的是一个魂斗罗，他将3人送到了众人的面前，直接让3人跪了下来。此时邪月、燕还有那胡列娜3人的头上都套着一个袋子，所以他们不知道
他们来到了什么地方。那魂斗罗直接踢在那三人的脚上，三人瞬间全部都跪在了千寻安的面前。胡列娜立即大喊道：“你们要做什么？你们敢对我不敬？我可是武魂殿的圣女！”燕也立即开口道：“混蛋，你们快放开娜娜！”邪月也立即开口道：“你们到底是谁？你们绑架我们，教皇冕下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此时，那魂斗罗直接掀开了三人的头套，三人看到了裁决殿中的阵容之后，旋即露出了万分震惊的神色。虽然他们是武魂殿的黄金一代，但是平日里想要见到七大供奉根本不可能，但是现在这七大供奉全部都坐在他们的面前，顿时三人惊恐万分。毕竟眼前的所有人都是平时难以见到的大人物。寻安，你便是为了审判这三人，邀请我们前来？金鳄斗罗旋即问道。雄狮斗罗开口道：“要是这三人的话，寻安你随便怎么处置都可以，并不用过问我们。”千寻安微笑道：“我邀请几位供奉前来，自然不只是为了他们的事情，各位是需要拭目以待。”众人点头，纷纷看向了千寻安。此时，千寻安看向那所谓的黄金一代，开口道：“三位可还记得之前许下的诺言？”三人看向千寻安，顿时身体都颤抖了起来，一个个胆怯无比。此时，邪月壮起了自己的胆子，看着千寻安道：“我们已经赢了，你还要再怎样？”千寻安平静地看着邪月道：“赢了？这场比赛是你们赢的吗？要不是我提前留了后手，那么我们武魂殿的脸面将会被你们丢尽。况且我并未说过，你们只要赢了，我便不惩罚你们。”千寻安继续道：“可是裁决大人，你那天明明说过，要是我们输了，你就会给我们惩罚，但是我们已经赢了呀。”燕立即开口道。千寻安目光平静，看着三人道：“来人，告诉他们，那天我是怎么说的。”此时，旁边那魂斗罗立即道：“那天裁决大人说的是，如果你们表现不好，就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千寻安看着那黄金一代的三人，旋即冷喝道：“黄金一代紫露勋章获得者魂王，呵呵，你们三人开赛之前自诩无敌，但是最后呢，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史莱克学院都打不过，你们是一群什么废物？你们三人谁敢说自己表现很好呢？”千寻安看着三人，继续质问道。三人看着千寻安，无言以对。胡列娜想了很久，旋即鼓起勇气道：“可是，要不是我们消耗了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千仞雪也没有这么容易取胜。”胡列娜话音刚落，啪一声巨响，只见那胡列娜的身体顿时飞了出去，撞碎了一张桌子，摔倒在了地上。胡列娜挣扎着站了起来，她满嘴都是血迹，而此时她的脸上血红色的5个指印瞬间出现。哼，你们消耗了史莱克学院的魂力，身为武魂殿的圣女，你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耗一个小学院的魂力吗？千寻安冷哼道：“你想想你这个圣女在比赛中都做了什么？你除了和邪月开启一个武魂融合技之外，你还多做了什么吗？废物，就你这样的人也配做我武魂殿的圣女？”这一刻，黄金一代的三人跪在地上，一个个脸色铁青的看着千寻安，谁也不敢说话。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毕竟他们知道千寻安的实力，以千寻安的实力想要杀他们简单至极。要是千寻安想要杀他们，即便是教皇在这里，只怕也阻止不了吧。千寻安看着三人继续开口道：“现在该你们履行承诺的时候了，我决定剥夺你们三人黄金一代的称号，剥夺你们的紫露勋章，剥夺胡列娜圣女身份，三人分配到死亡峡谷中历练3年，3年结束之后驱逐出武魂城，前往武魂殿其他分店任职，10年之内不得回归武魂城。”此言一出，只见那三人的脸上脸色顿时铁青，但是却没有丝毫办法。这样的废物，千寻安根本不想再见到了，所以将他们赶出去，赶得越远越好。不仅如此，千寻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钓鱼。惩罚这黄金一代的三人，只不过是鱼饵罢了。就在此时，裁决殿门外一道声音传来：“黄金一代是我选举的出来的，紫露勋章也是我授予的，这圣女之位也是我亲自授予的。裁决殿只怕没有资格替本皇做决定吧。”就在此时，只见裁决殿的大门打开，比比东带着菊斗罗和鬼斗罗站在那裁决殿的门口，高声开口道。千寻安看了一眼比比东，旋即在心中冷笑道：“比比东，我还担心你不来呢。”第39章审判教皇。此时，只见那比比东出现在了裁决殿的门口，他拖着长长的裙摆，紫色鎏金冠戴于头顶，白皙的肌肤透发着晶莹的光泽，双眸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辉，整个人散发着高贵、典雅和雍容华贵的气息，犹若天生丽质，令人赏心悦目，美艳绝伦。比比东缓步地走入了大堂，而后他看着千寻安，微微的皱眉道：“千寻安，这黄金一代的三人是我培养出来的，即便要废了他们，也需要我的同意。裁决长老，
你是不是有些管得太宽了？此时他看着千寻安，语气冰寒无比。千寻安看着比比东，平静地看着比比东道：教皇冕下，这是要维护自己的弟子吗？比比东看向千寻安，冷漠道：不是维护，是这事实本该如此。千寻安看向比比东，旋即微笑道：那若是我硬要管呢？比比东立即看向那些供奉，开口道：各位供奉，你们必须要给我做主啊！要是他裁决殿的手都能够伸到我教皇殿的事情，那么我这教皇还需要做吗？听到比比东这么说，千寻安旋即了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千寻安大笑，看着在场的人继续道：各位还记得裁决殿设立的初衷吗？千寻安继续道：你们若是不记得，我可以告诉你们，裁决殿独立于教皇殿和供奉殿之外，可以处理一切违反武魂殿规则的事情。裁决殿前，教皇与庶民一样，所以你们教皇殿能管的事情，我要管；你们教皇殿不能管的事情，我更要管。比比东看向千寻安，立即开口道：那你废除我选举出来的黄金一代，有何依据呢？千寻安继续开口道：依据就是他们三人亲口承诺，若是表现不好，便任凭我处置。那我作为裁决殿的殿主，又怎么能够说话不算话呢？比比东看着，立即看向那几位供奉道：几位供奉，废除黄金一代的称号，我可以退让；剥夺紫禄勋章，我也可以退让。但是胡列娜的圣女身份，乃是我们经过层层考核选拔出来的，怎么能说废就废？千道流看向千寻安，旋即道：小安，差不多行了，你也别太过分了。哈哈，听到千道流这么说，千寻安顿时笑了起来，看向千道流道：过分？千寻安看向千道流道：这样的废物也有资格当我们武魂殿的圣女？我建议废除胡列娜的圣女之位，将圣女之位交给千仞雪。各位，千仞雪的实力大家都见到了，小雪哪一点不如这胡列娜呢？千寻安看着在场的众人质问道。比比东看着千寻安，他旋即在心中冷哼道：原来这千寻安是为了扶持那贱人当上圣女。比比东立即开口道：千仞雪实力的确很强，但是她现在不在我们武魂殿，又如何胜任这圣女之位呢？千寻安立即开口道：那就让这个废物先滚，将圣女之位空出来，等小雪回来之时，再将圣女之位交给她。比比东继续开口道：不行，我不同意。千寻安旋即看向比比东冷笑道：哼，我并不需要你的同意，当然几位供奉，你们也不用表决自己的意见，因为我也不需要经过你们的同意。今天这胡列娜我是废定了，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这样的废物来当我们武魂殿的圣女，不配。千寻安看着比比东道：当然，各位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可以让他们三人血溅当场，一了百了。若是你们谁要自信来阻挡我，自可以一试。听到了千寻安的话，比比东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他深知千寻安的强大，比比东知道，若是真动起手来，恐怕自己还真不是千寻安的对手。千寻安这是完全不给自己面子啊！比比东的心里有怒火，但是他知道此刻绝对不能冲动。千寻安的性格阴晴不定，万一真的把黄金一代杀了，自己的麻烦将不断。此时，只见那青鸾斗罗站了出来，打圆场道：教皇，这胡列娜这次表现的确很差，而且他们先前便与寻安有过约定，所以依我看来，这胡列娜还是暂退这圣女之位吧。其他供奉也微微点头，他们并不想招惹千寻安。比比东强压住怒火，开口道：既然如此，那么裁决长老请随意。此时胡列娜看向比比东，立即道：老师，救我！比比东看向胡列娜，旋即冷哼道：要怪便要怪你技不如人，现在我也保不了你了。听到了比比东的话，胡列娜顿时跌坐在地上，而另外两名黄金一代则低着头不敢看比比东。此时胡列娜看向比比东道：老师，我不去死亡峡谷，我想要去杀戮之都。胡列娜自然非常的清楚，当初他老师比比东便是从杀戮之都走出来的，成为了一代杀神。要是自己也成为杀神，一定可以证明自己，重新夺回圣女之位。杀戮之都，你真的想好了吗？比比东看向胡列娜问道。胡列娜点头道：我想好了，既然裁决大人说我是一个废物，那我就必须要证明我自己。我要是能够从杀戮之都活着走出来，是不是就可以证明自己了？比比东点了点头道：不错，只要你能够成为杀神，那么武魂殿的人都会认可你。胡列娜旋即看向了千寻安道：裁决大人，我会前往杀戮之都，然后成为杀神，从杀戮之都走出来，我一定会向你证明我自己。听着胡列娜的话，千寻安并未有半点触动。杀神又如何？杀神很强吗？自己刚刚不是才宰了一个杀神吗？千寻安并未理睬那胡列娜，比比东旋即开口道：走吧。此时千寻安看向了比比东，平静开口道：走，刚才都不过只是开胃小菜，比比东，真正的审判现在才开始，我们也该来审判一下你的罪孽了。此言一出，
只见在场的所有人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他们不敢相信千寻安竟然要审判教皇。第40章比比东的罪孽。此言一出，只见一旁的菊斗罗立即道：“千寻安，你想要审判教皇吗？”鬼斗罗也立即开口道：“教皇冕下，岂是你能够审判的？”下一刻，只见千寻安的身体瞬间拖出了残影，刹那间消失在了原地。待他再出现时候，已经是在菊斗罗与鬼斗罗两人的面前。千寻安看向菊斗罗和鬼斗罗两人，旋即2巴掌顿时扇了出去。啪啪，一声声耳光响彻全场。只见菊斗罗和鬼斗罗直接被扇飞了出去，鲜红的血液伴随着牙齿吐出，菊斗罗与鬼斗罗直接摔落到了比比东身边。千寻安看着两人，旋即冷哼道：“打不乖的2个废物，你们叫我什么？况且我和你们家主子说话，你们插什么嘴？还是说你们要替你们家主子来承受他的罪孽吗？”那2个封号斗罗顿时静声不语，不过眼眸之中却充满着恨意。比比东，我们来聊聊你的罪孽。千寻安看向比比东冷笑道。比比东冷声道：“你想怎样？”千寻安平静地走在那裁决殿中，淡漠道：“那我们就从之前说吧。当年你身为武魂殿的教皇，身为我大哥的妻子，你却和武魂殿的一个长老有私情，这件事情在座的各位应该不会不知道吧？”此言一出，只见比比东脸色一冷，顿时变得阴沉了下来。那7大供奉一个个面面相觑，他们露出尴尬的神色，他们都没想到千寻安竟然会旧事重提。比比东抬起眸子看向千寻安道：“千寻安，你究竟想要做什么？”千寻安继续淡漠道：“我从一开始就说过了，我要审判你。比比东，作为我大哥的妻子，却和武魂殿的一个废物长老有染，如此不忠，你可知罪？”千寻安冰冷的目光看着比比问道。比比东旋即看向千寻安道：“那些都只不过是陈年旧事，而且这是我和千寻疾之间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管吧？”千寻安看向比比东道：“那好，我们就说一说近期的事情吧。首先，你知道武魂殿学院是靠什么选举参加魂师大赛的选手吗？他们靠的并不是实力，而是人情。你身为教皇，却让我们武魂殿培养年轻一代的组织变得如此腐朽，如此不作为，你可知罪？再者，你去追杀史莱克的人，却让他们全部逃走了。身为教皇，你私放罪人离开，你可知罪？然后，你身为教皇，却将自己的老情人带回了武魂殿，扰乱武魂殿风纪，你可知罪？”听到了千寻安的控诉，比比东的脸色越发的难堪，他的双拳紧握，身上散发着极致的寒气。此时，比比东的胸膛剧烈的起伏着，显示着比比东内心极度的愤怒。千寻安冷声道：“比比东，你可知罪？”比比东深吸一口气，旋即平复了一番心态，冷喝道：“那又怎样？就算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你要如何处置我呢？难道说我就放走了几个罪人，带回来了一个武魂殿的前任长老，你便要剥夺我的教皇之位吗？”比比东旋即看向了千寻安，质问道。比比东旋即看向供奉殿的几位长老道：“各位供奉，我比比东的确有错，但是你们要剥夺我的教皇之位吗？”此时，千道流开口了。千道流看向千寻安道：“比比东的确有罪，但是这几年也是他将我们武魂殿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些罪都只不过是小罪罢了。比比东，我罚你禁足武魂殿1年，你可服？”比比东旋即一笑道：“比比东愿意领罚。”其他供奉也微微点头道：“这些都不过是小错罢了，剥夺教皇之位倒是不至于。不错不错，寻安，你可还有什么意见吗？”此时，千寻安冷笑了起来：“哈哈哈哈！罚比比东禁足武魂殿1年，这比比东这些年本来就在武魂殿，不怎么外出，这样的惩罚也叫做是惩罚吗？”千寻安旋即看着千道流道：“父亲，你虽然是武魂殿的大供奉，但是你可别忘了，我才是裁决殿的殿主。裁决殿设立之初，便早已经有过规定，教皇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且现在你们只不过是旁观罢了，要审判比比东的人是我。”千寻安冰冷的目光看着这里的所有供奉，继续开口道：“这些罪名的确不过剥夺他教皇之位，但是比比东身为教皇，却不能给我们武魂殿起到表率的作用，反而还利用自己的职权徇私枉法。按照我们武魂殿律法，应当着武魂殿所有人的面杖50，还有那反贼于小刚，收监我们武魂殿大牢。”此言一出，无论是谁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杖50，千寻安这是要打教皇？此时，千道流等一众高层也是纷纷变色。毕竟比比东乃是武魂殿的教皇，武魂殿的教皇代表着武魂殿的最高权力，而千寻安却要当着武魂殿的所有人的面打比比东50大板。这50大板对于教皇这个封号斗罗来说，倒是可以轻易承受，但是当着武魂殿所有人的面打教皇，那么将这教皇的脸往哪搁？
千寻安冷漠的目光看向比比东，继续道：“比比东，你可有异议？”千寻安，你要打我？比比东瞬间大怒，看向千寻安质问道。一旁的千道流也立即开口道：“寻安，你这是要打武魂殿的教皇，也是打武魂殿的脸面，这样做不妥。”其他供奉也立即道：“这样做的确太过分了。”千寻安旋即冷笑道：“过分？我就是要让武魂殿的人都看到，在我们武魂殿最大的不是教皇，而是我们武魂殿的律法。”千寻安继续冷漠道。比比东立即看着千寻安，大声道：“千寻安，我是武魂殿的教皇，武魂殿所有一切都该听我的指令。大供奉都已经惩罚过我了，你却还要再度惩罚，你这难道不是越俎代庖，滥用职权吗？”千寻安旋即看向比比东，继续道：“比比东，如果这些理由都不够打你的话，那么这个理由呢？”说着，千寻安便直接传音给比比东道：“比比东，我知道你和我大哥的死有关。”这句话只有比比东一人听到，这一刻比比东脸色大变，顺身顿时颤抖了起来。第41章惩罚教皇。比比东立即容失色，这件事情他自然不想让其他供奉知道，他立即传音质问道：“千寻安，你胡说什么？千寻疾是被唐昊杀死的，那天唐昊也亲口承认了，你怎么能够诬陷我？”千寻安看着比比东继续传音道：“之前我只是怀疑你，但是看了你的表现之后，我就更加确信了。”比比东看着千寻安，旋即继续传音道：“哼，这么说来，你也只是猜测，你并没有证据。你要是有证据的话，就不会传音给我了。”千寻安淡漠传音道：“你说的不错，我现在没有证据，所以我只能通过其他的罪名来惩罚你。等我找到证据的那天，等待你的可不是小小的惩罚了。”千寻安，你这个疯子！比比东传音道。千寻安冷笑道：“比比东，我会找到证据的，到时候我会再来审判你，只是那个时候只怕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了。”你！比比东顿时目光阴冷，他感觉自己的胸口中仿佛燃烧着滔天火焰，恨不得把千寻安碎尸万段，挫骨扬灰。千寻安淡淡的扫视了比比东一眼，随即看向供奉殿的其他长老，沉声道：“诸位供奉，现在比比东已经交由我来审判，希望你们不要干涉。”而比比东则是面露狰狞，咬牙道：“我是不会屈服的。千寻安，你敢动我试试看？”千寻安冷哼一声道：“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就休怪我下手无情了。”千寻安平静开口道：“来人，来棍子来！”一个魂斗罗将千寻安早就准备好的棍子双手奉给了千寻安。千寻安手握那棍子，看着比比东道：“比比东，你可认罪？”比比东立即想要辩解什么，此时千寻安感觉一只手直接搭在了他的肩膀之上。“寻安，万万不可！”说话的正是千道流。千道流拉住了千寻安，还要阻止千寻安。千寻安冷道：“父亲，你要阻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寻安，你不要一意孤行了。”此时只见金鳄斗罗来到了千寻安的面前，想要挡住千寻安。千寻安冷笑道：“你们以为你们阻止得了我吗？”说着，千寻安的身上一股恐怖至极的气势瞬间爆发了出来，强大的气势直插云霄，威慑全场。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比比东，都感受到了那恐怖至极的气息。比比东此刻脸色大变，那千道流和金鳄斗罗被千寻安那恐怖的气势直接震飞了出去。千道流无比震惊地看着千寻安，虽然千寻安是极限斗罗，但是自己何尝不是极限斗罗呢？但是单看刚刚那气势，即便是自己，只怕也要逊色千寻安很多。千道流被千寻安的气势震飞，直接退了10几步才停了下来。千寻安手持那一根棍子，一步踏出，便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比比东看到千寻安袭来，旋即身上一股恐怖的气息弥漫了出来，一只无比巨大的蜘蛛虚影出现在了比比东的身上。下一刻，比比东直接武魂附体，化为一只黑漆漆、散发着腐臭气息的巨型蜘蛛，张开他那血盆大口，朝着千寻安撕咬而来。这一幕吓坏了周围的人群。砰！千寻安抬手一棒子挥出，那巨型蜘蛛便是轰然破碎。噗！破碎之后的比比东喷出了一口鲜血，直接从台阶上跌落了下来。千寻安冷哼道：“一！”旋即，千寻安再度趁势一棒狠狠砸出，带着恐怖的力量轰击在了比比东的胸膛之上。比比东直接被千寻安震飞了出去。2！第4魂技荆棘之铠。比比东缓慢站了起来，全身密布铠甲，又一次冲向了千寻安。3！千寻安毫不犹豫的一棒子砸出，砰！比比东整个人直接被砸飞，摔落在地。4！啪！一声脆响传出，比比东左侧的半边脸颊瞬间肿胀起来。5！伴随着这个数字的喊出，千寻安再次举起了手中的棍子，然后重重的砸在了比比东另外半边脸上。啊！比比东痛苦的大吼起来。
此时的比比东披头散发，嘴唇都快被他咬碎了。千寻安，我和你拼了！比比东瞬间怒吼。此时比比东怒吼道：吸血猪刺！瞬间，无数的猪刺瞬间朝着千寻安袭来。那些猪刺之上带着无尽的猪毒，如果是一般的封号斗罗挨上，必定重伤倒地。而且那些猪刺还是由比比东控制的，速度奇快，威力更是恐怖。面对这铺天盖地般的猪刺，千寻安依旧淡定，手掌猛地向下一拍，刹那间，只见那些猪刺在虚空之中直接破碎，变成了碎片。六，千寻安低喝道。刹那间，千寻安脚下一个巨大的法阵亮起，紧接着一股浩瀚的魂力瞬间笼罩了千寻安身边100丈区域，比比东直接就被禁锢住了。切！千寻安再一次低喝，千寻安手中那根铁棍之上绽放出璀璨的红芒，宛若一轮烈日一般。下一刻，千寻安一棍子劈出，一股毁灭性的力量从铁棍之上爆发，朝着比比东劈来。下一刻，一棍狠狠地劈在了比比东的身躯之上。噗！这一棍，比比东直接吐出一口鲜血，身形狼狈地飞出了裁决殿之外，狠狠地摔在了那裁决殿外面。这一刻，武魂殿外面的人瞬间看到了这一幕。那是谁？我没看错的话，那是教皇冕下吧？他竟然被裁决长老追着打！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裁决大人正在追杀教皇冕下，这一幕太震撼了。越来越多武魂殿的人来到了外面，看到了这一幕之后，他们眼中尽是惊恐，难以置信。这一幕直接刷新了他们的世界观，无论是谁都认为教皇冕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现在，他们看到教皇冕下竟然被他裁决大人像是打死狗一般追着的打。第42章，施与成剑，以儆效尤。此时，千寻安宏大的道音瞬间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中。教皇比比东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现我以裁决殿殿主的身份，对教皇比比东杖50，施与成剑，以儆效尤。那恐怖的道音瞬间覆盖了整个武魂城，直接进入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即便是在家里面的人都能够听到这恐怖的道音。顿时，武魂殿内外皆寂。千寻安追着比比东走了出去，比比东现在看向千寻安的眼神已经接近了惊恐。千寻安，我和你拼了！第6魂技，永恒之创。比比东旋即开启了第2武魂，直接对千寻安使用了魂技永恒之创。第9棍。千寻安冷哼一声，手腕抖动，手中的铁棍瞬间释放出无穷光华，朝着比比东的永恒之创砸了过去。下一刻，两者相撞，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产生出来一阵阵恐怖波纹，席卷八方。扑通！比比东被那强横的力量直接击飞了出去，狠狠地摔在了地面之上。比比东挣扎了许久，终于站了起来。此时，只见一旁的菊斗罗和鬼斗罗瞬间朝着千寻安扑杀了过来。两位封号斗罗看到比比东被打，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即便知道千寻安不可战胜，但是他们也一定要上，表明自己的忠心。否则的话，等此件事了，比比东定然会问罪他们。两人瞬间朝着千寻安袭来，但是千寻安又怎么会将这样的小角色放在眼中？直接轻蔑一笑，一股强悍的气势从他的身上爆发而出，压迫的两位封号斗罗直接跪在了地面之上。滚回去！只见千寻安轻飘飘的扫出了两腿，砰砰！菊斗罗与鬼斗罗瞬间便是被千寻安踢得飞了出去。千寻安冷喝一声，瞬间出现在了比比东的面前，随后手中的木棍朝着比比东当头打去。轰隆隆！一棍之下，整个武魂殿似乎都晃荡了一下，所幸并没有坍塌。噗！而这个时候，比比东却是被千寻安一棍打飞了出去，重重的撞在了墙壁之上。嗨嗨！比比东此时咳嗽着吐出一口鲜血。11！千寻安冰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轰！噗嗤！比比东转过身来，却是看到千寻安再次高高跃起，手中的铁棍带着恐怖的气息，朝着他当头劈下。比比东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砰！噗！比比东的双眸之中闪过绝望之色，直接被这一棍给劈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击在了石壁之上。比比东的口中一口鲜血喷出。此刻，千寻安一步一步地朝着比比东逼近，而比比东则是艰难地抬起脑袋，看向千寻安，冷笑道：“千寻安，你也只有这点本事，你大哥死了，你只能打我来泄愤。千寻安，总有一天，你让我承受的痛苦，我会让你加倍奉还。”比比东嘶哑着嗓子咆哮道：“还敢嘴硬！”千寻安冷冷地说道。下一秒，千寻安的眼神突然变得凌厉起来，一把抓住比比东的脖子。比比东的呼吸瞬间停止，眼睛瞪得很大，仿佛想要说什么，却始终没能说出来。下一刻，千寻安直接将比比东扔了出去，
手中的铁棍狠狠地敲在了比比东的胸膛。砰！比比东的惨叫声响起，最后被砸落在地，一脸的惊惧地看着千寻安。千寻安，你敢杀我吗？比比东颤抖地说道。呵呵，你觉得呢？千寻安冷笑一声，缓缓地朝着比比东走了过去。而此时，比比东看着朝着他走来的千寻安，眼中充满了绝望。下一刻，千寻安的木棍再次挥动，一棍砸下。砰！比比东的左肩膀直接碎裂开来。啊！比比东发出凄厉的惨叫之声，眼神怨恨无比地盯着千寻安。千寻安平静地看着比比东，继续道：“我要杀你，随时都可以杀，只不过现在我还不想杀你。”千寻安继续打了出去，12、13、14，又是3棍打出。比比东身上的骨骼不断的碎裂，全部破碎开来，鲜血流淌。啊！比比东凄厉的喊叫着，比比东的四肢已经完全破碎。啊！比比东双目赤红，看着千寻安疯狂的吼道：“千寻安，你有种杀了我呀！你杀了我呀！”千寻安平静回应道：“我说过，这只是审判，不会杀你。”千寻安说着，又是10几棍砸了下去。比比东的身上已经浑身浴血，鲜血止不住的从他的口中溢出，整个人虚弱无比。千寻安就如同魔神一般，屹立在原地，一棍又一棍的砸着比比东。周围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千寻安心中滔天怒火。而且，比比东是什么人？可是武魂殿的教皇，武魂殿最为尊贵的人，但是现在就像是一条丧家之犬一般，在地上哀嚎着求饶。这样的情况，谁又敢上前阻拦？砰！砰！15、17、18，千寻安依旧平淡的数着。啊！比比东此刻已经快要昏厥过去，因为千寻安的木棍就如同雨点一般，不停地落在他的身上。而此时，在远处正有一群武魂殿的供奉赶到，他们看到了比比东在千寻安的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而且已经身负重伤，整个人的气息都虚弱无比。此时，大供奉千道流一步踏出，想要来阻止千寻安，可就在此时，光灵斗罗挡住了千道流。光灵，你做什么？千道流看着光灵斗罗问道。光灵斗罗旋即一笑道：“大供奉，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插手了。”可是寻安他千道流想要说些什么，此时一旁的青鸾斗罗也开口道：“光灵说的不错，大供奉你此时出手，无疑是给火上浇油，而且我想寻安他会有分寸的。”光灵斗罗旋即看向千道流道：“大供奉，有一言我不知当不当讲。”千道流问道：“什么话？”光灵斗罗旋即道：“寻安揍比比东，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犯下的几个小错，大供奉你将比比东看得太重要了，硬要说的话，寻安和我们更亲一点，不是吗？”此言一出，大供奉千道流看向光灵斗罗道：“光灵，你究竟想要说什么？”光灵旋即一笑道：“我可什么都没说，况且我要说什么，大供奉应该很清楚才是。”说完之后，光灵斗罗道：“对了，好像要下雨了，我得回去收衣服了。”说着，光灵斗罗一溜烟便跑了。千道流远远地看着场上的这一幕，口中喃喃道：“终究还是瞒不住了吗？人心不和，这样下去，我们武魂殿只怕会遭遇大劫啊！”第43章，好男人玉小刚。千寻安一棍接着一棍打了下去，比比东也逐渐失去了意识。终于50棍打完了，这一刻的教皇再也没有以前的风采，整个人看上去狼狈无比，披头散发。此时他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痕，衣服破烂不堪，裸露的肌肤上遍布血痕。比比东已经整个人昏了过去，躺倒在地上，奄奄一息。而此刻的比比东脸上满是血污，看上去极为恐怖。比比东虽然没死，但是已经彻底的失去了意识。此时千寻安看向一旁的鬼斗罗和菊斗罗，拿出了丝绢擦了擦手道：“将你们的教皇冕下带下去调养吧。”菊斗罗和鬼斗罗哪敢违抗命令，急忙将比比东扶了起来，离开了这里。此时整个武魂城内外，所有的魂师都用敬畏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个白衣男子。裁决殿主连教皇都敢打，还杀了杀神唐昊，看来我们武魂殿是要变天了呀！是啊，这裁决大人实在是太强了，武魂殿谁能与他争锋啊？我看即便是大供奉都不是他的对手。裁决大人的实力，即便是在整个斗罗大陆，只怕也是天下第一吧。不愧是裁决大人啊，实在是太强了。一阵议论纷纷的声音在周围响起，众多的魂师都是一脸崇拜地望着千寻安，眼中尽是羡慕与敬仰。就在此时，一个裁决殿的暗探来到了千寻安的面前。裁决大人，我们找到了那玉小刚的住处了。千寻安点了点头道：“走吧。”一个豪华的房屋之中，在这房屋之中，什么东西都有，桌椅板凳、茶具，甚至还摆放着一些水果，看上去非常的豪华。房间之中还有很多的侍女，这些侍女守在一个男子旁边。而此时，
在这房屋之中正坐着一个中年男子，青年男子看上去50多岁左右，短发，整个人看上去幽怨无比。这男子不是别人，正是玉小刚。此时，玉小刚看向旁边一个侍女道：“去告诉你们教皇大人，我玉小刚一身傲骨，绝对不会妥协的。他关得住我的人，却关不住我的心。”那侍女立即开口道：“启禀长老，教皇大人不在这里。”“那你还不去告诉他？”玉小刚冷哼道。那侍女连忙道：“玉长老，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谁有权利？”玉小刚立即问道。那侍女立即道：“教皇冕下每天都会派身边的人过来查看您的状况，他们才有资格见到教皇冕下。”“哼！”玉小刚顿时冷哼了一声，继续坐了下来。此时，千寻安已经来到了这别致的小院，只见这院子非常的干净，看上去极为雅致。院子的门紧闭着，没有一丝的尘埃。想在我们武魂殿养男人，教皇又如何？千寻安冷哼道。此时，千寻安于是对着旁边的一名暗探道：“去叫门。”“是。”那名暗探应了一声，随即轻轻地拍打着那木门。听到了敲门声，此时里面的玉小刚立即以为是比比东身边的人来了，旋即开口道：“去告诉你们教皇，让他放我出去，否则我不可能为他研究武魂的。”此时那暗探就要破门而入，此时千寻安挥了挥手，示意那暗探等一下。千寻安继续等待，只见房屋中的玉小刚继续道：“你告诉比比东，他将我关在这里没用，即便他将我留在了武魂殿，我也绝不会妥协的，我的心永远都不会屈服。”玉小刚听到门外并没有动作，旋即立即呵斥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此时千寻安微微点了点头。那暗探一脚踢了出去，那大门直接被踢开。玉小刚顿时吓了一跳，立即大惊失色，指着那暗探呵斥道：“你要做什么？我可是武魂殿的长老，你要是敢伤害我，比比东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但是下一刻，玉小刚看到了千寻安的身影。这一刻，玉小刚的眼中露出了更加惊恐的神色，看着千寻安喃喃道：“你是那裁决长老？”千寻安平静地看着玉小刚道：“你记性还算不错。”玉小刚顿时惊恐万分，小心翼翼道：“堂堂号呢？已经被我杀了。”千寻安再度平静回应道：“虽然千寻安回答的平静，但是玉小刚的心中早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久久难以平复。唐昊的实力有多强，没有人知道，在这斗罗大陆，只怕是能够和比比东那样的天才比肩的无敌存在。但是现在竟然被眼前的这个人给斩杀了。”千寻安平静地看着玉小刚道：“我听说你性子挺烈的，无论如何都不会屈服。”玉小刚惊恐地看着千寻安，他知道千寻安是一个绝对的狠角色，顿时软了下来道：“我只是不会屈服比比东。”千寻安打量着四周的环境，继续开口道：“这比比东倒是有闲情雅致，竟然在这里养了一个野男人，不知道他这个野男人死了，他会不会痛苦呢？”此言一出，只见玉小刚万分惊恐，立即道：“裁决大人，我是武魂殿教皇比比东的人，你杀了我的话，只怕会有麻烦。”“麻烦？”千寻安冷笑道：“对了，你还不知道吧？比比东已经被我打伤，现在还在养伤呢，所以他没空管你的事情。再者，我唐昊都能杀，我要杀你，你觉得那比比东能够阻止吗？”听到这话，玉小刚身上顿时冷汗直冒，心脏剧烈的跳动了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惹上了这么一位存在，这简直就像是一尊恶魔般啊！杀伐果断，毫不犹豫。玉小刚颤抖着道：“求裁决大人饶命，求裁决大人饶命。”千寻安淡淡的道：“饶命？你便是这样求饶的吗？”下一刻，只见那玉小刚立即朝着千寻安跪了下来，开始疯狂的朝着千寻安磕头。砰砰砰砰砰砰！玉小刚一次又一次的向千寻安磕头道：“裁判大人，我愿投靠你，我愿投靠你。我知道裁决大人和比比东不和，我可以帮助你对付比比东。”听到这里，千寻安顿时冷笑起来，喃喃道：“比比东，你可真是找了一个好男人啊！来人，将他关入武魂殿大牢，留他性命，以后或许有用。”千寻安直接命令道：“是。”那暗探立即抓着玉小刚离去。玉小刚被抓走，于是疯狂喊道：“裁决大人不要啊！裁决大人，我真的可以帮你，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第44章杀戮之都。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几个月倒是挺平静。比比东之后便醒了过来，虽然千寻安下手不轻，但是他的第9魂技是不死之身，最后还是逐渐的恢复了过来。在那幽暗的密室之中，比比东面前有一池紫色的液体，比比东那美妙的身躯浸泡在那紫色的液体之中，白皙的肌肤在紫水的映衬下更加的晶莹剔透，如同玉石雕琢而成的完美娇躯。只不过在他的身上依旧还残留着千寻安打的伤痕。只见他双眸紧闭，长发披散在肩膀上，脸庞之上充满了痛苦的表情，似乎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楚。终于在经历了一番剧烈的挣扎以及承受了难言之苦之后，
比比东再也忍耐不住的大叫出声，全身都在颤抖着。伴随着那声尖叫，从比比东的头顶处，一点淡绿色光芒浮现，迅速扩张，化为一团绿云，将比比东笼罩在内。比比东的身体在这绿云之中不断的起伏着，突然，绿云猛地收缩，变成一点，就像是心脏的跳动，又或者说，那绿光就是心脏的跳动。比比东的眼睛睁开了，此时他已经恢复成了原本模样，但是却依旧保持着先前痛苦呻吟的姿态。噗！而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比比东脸色大变，猛地从水池之中坐起，紧接着一口鲜血喷出。此时，比比东那绝美的双眼之中露出了怨毒的神色。混蛋！混蛋！混蛋！他连续低吼出3个字，每一个字都带着深切仇恨与愤怒。你居然敢对我做这种事啊！比比东恨意滔天的低吼道：“千寻安，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我会让你像你大哥一样被我吞噬。”比比东的双眼之中尽是愤恨。此时，只见那紫色的液体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了比比东的身体之中。漆黑的城门给人一种极为压抑的感觉，巨大的城门上高悬着杀戮之都4个大字，门前2排黑甲武士静静地站在那里。唐三走进了这杀戮之都之中，他的目光向两边看去，只见这罪恶的都市之中，到处可以看到各种罪行的犯人，他们或是跪在街头，或是被囚禁在房屋之中，一个个衣衫破碎，面容憔悴，宛如乞丐一般。罪恶，真正的罪恶，这才是杀戮之都的真实景象。这座城市被称之为杀戮都市，这里没有任何公德可言，没有秩序可言，唯一存在的就只有暴力，只有杀戮，只有强大。唐三的脚步并未停顿，缓慢坚定地向里面走去。没等唐三出示手中的身份牌，一名面罩黑纱的女子已经从里面走了出来。欢迎光临杀戮之都。女人的声音很好听，来到唐三面前闪开身，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唐三看着眼前的杀戮之都，眼中露出了仇恨的神色。千寻安，你杀了我的父亲，终有一日我会杀了你，替我父亲报仇雪恨的。说完之后，唐三坚定地走进了杀戮之都中。2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这段时间千寻安倒是享受了回归以来难有的平静。除了寻找比比东杀害大哥的证据之外，千寻安也开始着手整顿武魂殿了。因为没有比比东的阻拦，再加上那一战之后，在武魂殿中千寻安的威望甚至比教皇比比东还要大很多，所以千寻安整顿起来也非常的顺利。处理这武魂殿的一些琐事，他重新整顿了一下武魂殿学院，换掉了武魂殿学院的很多老师，并且在武魂殿学院设立规则，一旦发现有人送礼或者利用关系行事，千寻安的裁决殿便会立即进行处理。毕竟学院可是他们武魂殿未来的根基，所以想要武魂殿长久，千寻安就必须要先抓学院的工作。处理了一些武魂殿琐事之后，千寻安倒是比较清闲，有时间的时候他便去找光灵斗罗去钓钓鱼，享受一下生活。毕竟比起在那神秘世界每天都提心吊胆，担心被袭击的生活，现在的千寻安的日子倒是挺不错的。小寻安，你也老大不小了，什么时候找个老婆？光灵斗罗旋即看着千寻安问道。千寻安笑了笑道：我现在一直都在忙武魂殿的事情，怎么去找？光灵斗罗旋即笑道：小寻安，这可是大事，难道你就要忙武魂殿的事情一辈子吗？你也要娶妻生子，也好为武魂殿留下传承啊。传承的话，有小雪就够了。千寻安平静道：你小子，你曾经在那个世界是不是有老相好啊？光灵斗罗看着千寻安问道。千寻安摇头道：那个世界都是魂兽，怎么我还能魂兽谈感情不成？哈哈哈哈，你小子！此时光灵斗罗笑道：对了，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光灵斗罗看向千寻安问道。千寻安平静开口道：我不信当年比比东就能做得这么干净，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然后将比比东送上审判台。光灵斗罗听后旋即点了点头道：比比东虽然隐瞒了一切，但是总会有蛛丝马迹留下来，你不用着急，慢慢找，总会找到的。千寻安点了点头。就在此时，千寻安那边忽然一条鱼上钩了。千寻安刚刚将那鱼抓了上来，就在此时，一个暗探忽然出现在了千寻安身后的森林之中。那暗探慢慢的来到了千寻安的面前，立即单膝跪下道：店主，我们查到线索了。此言一出，千寻安心中一喜，立即站了起来，看着那暗探道：快说，什么线索？暗探旋即开口道：我们查到前任教皇受伤归来之后，就一直在那密室中调养，在此期间有过几个侍女和护卫曾经照料过他的起居，只不过这些侍女和护卫大多都被失踪了，应该是被杀了，但是有一个人可能还没有死。听到了这里，千寻安眼前一亮，旋即问道：你们查到那个人在什么地方了吗？那暗探旋即开口道：他被人追杀，无处可躲，最后逃入了杀戮之都。听那暗探这么一说，千寻安眼前顿时一亮，
冷哼道：“杀戮之都吗？”第45章，证据的线索。这杀戮之都是什么地方？千寻安旋即问道。旋即，只见一旁的光灵斗罗旋即开口道：“杀戮之都被称为堕落者的乐园，一些作恶多端的魂师为了逃避武魂殿或者其他势力的追捕，只能逃到杀戮之都才能躲过他们。因为这里如没有杀戮之王的认可，外面强大的魂师到了这里都会被压制，哪怕是封号斗罗也会因为没有魂技而变得虚弱。杀戮之都简单点说就是恶人聚集之地，罪恶的乐园，也是斗罗大陆杀气最浓郁的地方。”此时，那暗探立即解释道：“在那杀戮之都中，不能使用魂力和魂技，所以当初比比东派去追杀那个护卫的人都不敢进入杀戮之都。但是，他们要是没有完成任务，回到武魂殿也是死，所以他们就随便找了一个人的尸首回来交差，瞒过了比比东。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地方。”千寻安喃喃道。此时，千寻安想起来了，之前胡列娜说自己要去那杀戮之都证明自己，自己倒是并未在意。如今想起来，千寻安记得那唐昊和比比东也拥有杀神的称号。千寻安旋即问道：“那唐昊和比比东也应该是从杀戮之都走出来的吧？”光灵斗罗旋即点头道：“不错，他们是通过了杀戮之都的试炼，从杀戮之都走出，因此两人都获得了杀神领域，被赐予杀神的称号。”千寻安平静笑道：“这杀神也不过如此。”哈哈哈！此时光灵斗罗笑了起来，看着千寻安道：“杀戮之都在你面前当然不过如此，但是对于其他魂师而言，这可是很大的机遇。只要成为杀神，获得杀神领域，便能够和同阶魂师拉开巨大的差距。还记得那唐昊那日的表现吗？他实力能够在众多封号斗罗之上，很大原因是因为这杀神领域的增幅。”千寻安听后微微点了点头。此时那暗探立即道：“只是那杀戮之都是罪恶的乐园，每天都不知道死多少人。那名护卫虽然逃入了杀戮之都，但是很可能已经……”千寻安微微一笑，旋即打断了那暗探的话，开口道：“那还不是有可能，不是吗？”“是。”暗探立即回应道。“既然有可能，那么便去看看吧。”千寻安平静开口道。此时那暗探立即道：“那好，我这就去安排人潜入这杀戮之都，一定将这个人找出来。”千寻安摇了摇头道：“不用你们去了。”那暗探立即看向千寻安道：“店主，难道您要亲自去？”千寻安点了点头道：“不是说这杀戮之都一般人进去之后连魂技都不能使用吗？既然如此，那你们也不必前往了，将那个人的信息给我，我一个人去就够了。”“是，店主。”暗探立即点头道。光灵斗罗旋即看向千寻安道：“小安，你真要去杀戮之都？”千寻安道：“既然只要有一丝可能，那便有闯一闯的必要了。光灵叔，等我回来再和你钓鱼。”千寻安说着站起身来，几道残影之后旋即消失在了这里。杀戮之都，时间在等待和修炼中度过。盘膝坐在自己居住的小屋中，唐三全身不断传来一阵阵冰冷的寒意，庞大的杀气时刻围绕着他的身体旋转着，也影响着他。来到这里已经接近2年的时间了，距离地狱杀戮场冠军的头衔只差最后一场比赛。但是唐三发现自己仿佛要崩溃了。2年时间，死在他手中的堕落者何止上千，尽管那些人本就都是邪恶堕落之辈，但是每杀掉一个人，唐三都会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杀气激增几分，而这些杀气也在无形中不断的影响着他。不断上升的杀气刚开始还没有什么，但当唐三在这里杀戮过100人之后，他就现这些杀气开始影响他自身的心智了。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偶尔会流露出嗜血的情绪，可随着时间延长，杀戮气息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仿佛看到任何生物都想将其诛杀似的，随手杀个人就像碾死只蚂蚁那么简单。直到不久前，当唐三完成99场地狱杀戮场的比赛后，他隐隐感觉到自己快要克制不住体内的杀气了。同时他也明白了为什么胡列娜早就已经达到了99场胜利，迟迟不进行第100场比赛的原因。在这杀戮之都，用杀人营野来形容他们2人毫不为过。也正因为这2年他们的崛起，现在敢于在地狱杀戮场参加比赛的堕落者也变得越来越少，更多人选择用以前积蓄的场次生存，比赛场次用尽的也都以贡献鲜血的方式存活。毕竟和立刻就死相比，苟延残喘绝对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砰砰的砸门声突然从外面响起，唐三压抑的杀气几乎一瞬间就提升了起来，不大的小屋内顿时冰冷凝聚，在杀气的压迫下，凝重的气息弥漫出，血腥的味道无形中从唐三身上释放。谁？唐三沉声问道。是我。动听的声音从门外响起。虽然这个声音唐三听的次数并不多，但他还是一下就辨别出声音的主人正是胡列娜。眉头微皱，唐三心中暗想，他怎么来了？随手一挥，
一股气流涌出，打开门栓，请进吧。不知道胡列娜来此的目的，唐三压下心中杀气，但警惕性却已经提升到最强。门开，一身黑衣的胡列娜从外面走了进来，她的脸色看上去极为苍白，手中还拿着一杯血腥玛丽，缓慢地喝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杀戮之都内强者的习惯，除了唐三以外，几乎在杀戮之都内有10个以上盛场的堕落者都会经常喝着不知从何而来的血液。看了一眼胡列娜手中的杯子，唐三眉头微皱。有什么事吗？胡列娜没有靠近唐三，而是就站在门边。她很清楚，在这个杀戮的世界中，每个人的警惕性都是极高的。她不希望因为自己无意的行动而引起唐三的误会。我希望和你联手。胡列娜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第46章，进入杀戮之都。千寻安掌握了那个人的信息之后，便来到了杀戮之都。千寻安在那个世界之中，每天要么是在追杀猎物，要么是在追杀猎物的路上。这也让千寻安练就了很多本领，尤其对于追踪，千寻安拥有强大的精神力。只要拥有一个人留下的气息，那么他立即便可以锁定他，即便是化为白骨，千寻安也可以找到他。所以千寻安对于找人非常的擅长。很快，千寻安便来到了一个小镇之中。千寻安从武魂殿的资料之中得知了进入杀戮之都的方法，旋即他来到了小镇之中的一家酒馆。这位客官，请问你要喝点什么？此时只见服务员旋即来到了千寻安的面前问道。千寻安平静地看着那服务员道，我要进入杀戮之都。那服务员愣了一下，进入杀戮之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杀戮之都是什么？千寻安知道这服务员在说谎，因为千寻安知道进入杀戮之都的必要条件便是要喝下血腥玛丽，但是人血那种东西，千寻安怎么会喝？千寻安旋即冷笑道，不知道吗？说完之后，他看了那服务员一眼，下一刻，只见那服务员在千寻安的面前轰然炸碎，爆成了一团血雾。这一刻，酒馆中的其他人顿时吓得尖叫连连，而千寻安则是抬腿跨步朝着酒馆内走去。他每走出一步，周围就有血雾蒸腾而起，浓郁的血腥味令整个酒馆内充满恐怖的气息。千寻安在酒馆之中找到了一个入口，旋即千寻安直接走了进去。在通道之中走了很久，忽然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从四面八方传来，欢迎来到杀戮之都，这里是地狱的都城，是充满杀戮的世界，在这里你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代价就是你的生命。故弄玄虚。千寻安冷笑了一声，旋即继续朝着前方走去。千寻安终于看到了光亮，他走了出去。此时在他面前出现了101人，全部是黑色铠甲装扮，就连脸部也被头盔完全遮挡。其中的100人手持重剑，唯有一人端坐于高大的战马之上，他的马身上也覆盖着厚实的黑色铠甲。你违背了规则。低沉的声音听起来极其冰冷，似乎并不像是从人口中说出的。开口的正是马上端坐的黑甲骑士。千寻安没有看他，目光却是投向了他的背后。他看到的是一座黑色的城市，厚实的黑色城墙极为宽阔，那竟然真的是一座城市。而城市的上空居然悬挂着一颗紫色月亮，月亮很低，似乎距离地面只有不到500米的距离。再向上看，所有的一切都是黑色，就像是黑夜一般的存在。违背了规则又该怎样？千寻安淡淡的问道。黑甲骑士声音依旧冰冷，没有丝毫人的气息，那就必须要接受惩罚。击败我，你就拥有进入杀戮之都的资格。简单。千寻安淡淡的道。黑甲骑士手中修长的骑士枪缓缓举起，千寻安两旁的黑甲武士缓缓后退，留出了一块空旷的场地。我是恐怖骑士斯科特。战马骤然加，黑甲骑士带着惨烈的气息直奔千寻安冲了过来。下一刻，千寻安一步踏出，那一刻无比恐怖的魂力波动顿时四散而去，强大的魂力涟漪宛如狂风骤雨一般席卷开来。这一刻，只见千寻安面前的101人在千寻安的恐怖魂力之下，开始一个个爆碎开来，变成了血雾。斯科特的速度明显变得缓慢了许多，当他冲到千寻安面前的时候，其余100人已经全部爆成了血雾。那些血雾顿时散落成为了血河，此时已经只剩余了他一个人。而此时此刻，他手中的长枪才刚刚刺出，那长枪在千寻安的面前瞬间破碎，紧接着一圈震荡波横扫而出，将斯科特的身体远远抛飞开来。那斯科特无比震惊地看着千寻安道：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在这里使用魂力？斯科特话音刚落，他的身体在千寻安的面前开始化成了飞灰，随风飘逝。现在可以进去了吗？千寻安走进了杀戮之都。千寻安走了进去，杀戮之都中极其纷乱，到处都有兴奋的大笑、痛苦的哭喊，还有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放眼望去，左侧的一个角落，一名身材极其高大的壮汉手中正拽着一名丰满女子的头，大庭广众之下，
开始肆意的侮辱那女人。周围围了一群人，却都是给他在助威。另一边，3、4个人正在狂殴一名青年男子，那青年的一条手臂被卸了下来，卸掉他手臂的那个人还抱着断臂大口的咀嚼着。还有更多的人拿刀架着那青年的脖颈，在他们面前是一具具残缺的尸体，还有一些鲜红的肉糜。这是真正的血与泪的世界，这就是杀戮之都，这里充斥着无数的欲望和杀戮。杀戮之都内最不值钱的就是人，或者准确的说，在这里的人没有任何人把自己的性命当做一回事儿。在这里，死亡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千寻安缓缓迈动脚步，此时杀戮之都中不少人已经盯上了千寻安。千寻安的衣服极为华贵，而且长得细皮嫩肉的，这样的人在杀戮之都中绝对是抢手货。而且他们以前从未见过千寻安，也就是说千寻安绝对是一个新人，这样的新人他们自然要多做照顾。旋即不少人跟在了千寻安的后面，朝着千寻安走去。此时千寻安看到了他们，他们之中并未有自己要找的人，旋即道：“滚！”说着千寻安一步踏出，那些人的身体开始不断的裂开，顷刻间崩溃，一股难闻的恶臭扑鼻而来，但千寻安却仿佛视若无睹，就那么径自朝着前方走去。他的脚步看似轻微，但每一步跨出却至少跨越数米，转瞬间消失在众人的眼前。此时杀戮之都的人一个个无比震惊地看着这一幕，难以置信。怎么可能？第47章杀戮之王。千寻安在这杀戮之都中，精神领域瞬间释放，旋即千寻安的精神力瞬间笼罩了整个杀戮之都。就在此时，千寻安忽然感受到了一股微弱的波动，这是……旋即千寻安心中一喜，开口道：“没想到这家伙真的还活着。”说着千寻安瞬间锁定了那一股微弱气息所在的地方。在这里吗？说着千寻安朝着那气息所在的方向走去，那里正是地狱杀戮场。千寻安来到了地狱杀戮场的门口，旋即2名死亡骑士立即拦住了千寻安，开口道：“这里是地狱杀戮场，只有拥有血腥玛丽才能进入，还请离开。”千寻安淡漠地看了他们一眼，旋即他们的身体开始爆碎，变成了所谓的血腥玛丽。千寻安直接踏入了那地狱杀戮场。此时地狱杀戮场，轰！最后一名对手在唐三的昊天锤下爆头而亡，唐三终于赢得了100胜。此时杀戮之王坐在高位之上，正观察着这一幕。一个手下立即来到了杀戮之王面前，开口道：“杀戮之王，不好了，有人闯入了这里。”什么？杀戮之王震惊，旋即看着眼前的情况，开口道：“之后再说吧，现在只怕要开启地狱路了。”是。那手下立即退了出去。杀戮之王看向了下方的唐三，旋即道：“恭喜你，年轻的修罗王。”地狱杀戮场内的气氛顿时升腾到极致，因为半空中一道血红色的身影正在从天而降。杀戮之王，杀戮之王，杀戮之王！呐喊声令堕落者们喊哑了嗓子，可他们却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唐三心中凛然，目光朝着半空中那猩红色身影望去。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全身都包裹在一件巨大的猩红色披风之内，苍白的脸色，一双完全血红的眼睛，身体从空中徐徐下降，似乎根本不需要受到地心引力的限制。悬浮在半空中，距离地面5米的地方，杀戮之王停止了下降，从空中俯视唐三。那低沉却尖锐的声音再次响起：“有请地狱使者。”地狱杀戮场另一边的大门开启，此时双眼已经近半血红，气息明显因为自身杀气而不匀的胡列娜缓缓走了过来。当他的目光注视到唐三身上，自身的气息才变得稳定了几分。杀戮之王的目光落向地狱杀戮场的观战台。我很高兴，在今天见证了2名杀戮场强者的诞生，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出现过的100胜，在2名年轻人身上展现了。他们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实力和恐怖的杀气，令你们在颤抖，是吗？我的子民们。是。杀戮之王身上似乎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令所有堕落者在见到他之后都会产生一种近乎疯狂的崇拜。从他身上，唐三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甜心气息，令人有些陶醉的气息。可惜对于他和胡列娜来说，这种影响并不算很大。杀戮之王低下头，看向唐三和胡列娜：“修罗王，地狱使者，感谢你们又让我感受到了激情的存在。100胜，很好。为了表彰你们的成绩，我决定破格授予你们杀神的称号。从今以后，你们都可以自行出入杀戮之都，并且被礼聘为自我之下的杀戮之都客卿，不用走地狱路了。”唐三惊讶地看向胡列娜，正好见胡列娜也在看着自己，2个人目光都流露出了疑惑之色。胡列娜率先开口：“不用了，伟大的杀戮之王，不能因为我们而破坏了杀戮之都的规矩。我愿意通过地狱路的考验，再获得您的赏赐。”
我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从这里走出去，成为真正的杀神。杀戮之王眼神一凝，地狱路的恐怖恐怕你并不知道。地狱使者，我希望你明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胡列娜冷笑一声，伟大的杀戮之王，您和我谈生命，是不是有些可笑了？这里是杀戮的世界。更强的红光从杀戮之王眼中一闪而逝，他的目光转向唐三，那你呢？你愿意接受我的封赏，成为杀戮之都的贵宾客卿吗？唐三淡然一笑，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走一走那地狱路。杀戮之王，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请开启地狱路的入口吧，我愿和地狱使者一同通过这次的考验。杀戮之王脸色骤然一变，你们要联手通过地狱路？难道你们忘记了自己的出身？胡列娜冷笑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既然如此，那你们就走一走地狱路。浓浓的红色雾气从杀戮之王身上骤然释放，庞大的气息逼迫的唐三和胡列娜不得不飞快后退，一直退出数十米，才勉强能够承受得住。杀戮之王身上释放的并非杀气，而是极度邪恶的气息，令人骨髓也要为之僵硬的寒冷。邪恶冰冷的红色波纹缓缓散开，几乎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就已经蔓延到了全场。观众席上坐着的堕落者们一个个都出奇的兴奋，他们都希望看到地狱路开启的样子。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的是，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除了杀神和杀戮之王以外，从没有人见过地狱路开启的样子，因为见过的人都死了，或者说都成为了地狱路开启的祭品。原本疯狂欢呼着的堕落者们，随着红光降落在观战台上，逐渐变得安静下来，每个堕落者的眼神都逐渐变得呆滞，再由呆滞变成充血的红。时间不长，当那红光在整个地狱杀戮场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屏障时，痛苦的惨叫声开始从最先接触到红光的人身上响起。受到红光影响，那些堕落者仿佛像是疯癫了一般，拼命着抓着自己的脸、自己的身体，甚至那声声惨叫中还包含着极度兴奋的快感，似乎在这自虐的过程中得到了无限的享受似的。皮肤翻卷，鲜血四射，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内脏都从体内掏了出来。整个疯狂，直到生命的终结才会停止。生这样变化的堕落者越来越多，直到蔓延全场。千寻安刚刚走了进来，便看到了这一幕，喃喃道：“血迹吗？”此时千寻安一眼便看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此时那个人已经被杀戮之王控制，正在疯狂的自残。你可不能死！千寻安说着，一步踏出，身体顿时飞身而起。第48章千寻安 vs 杀戮之王。此时千寻安一步踏出，瞬间来到了那名男子的面前。那男子正是千寻安要找的人，可是他已经被那杀戮之王控制，疯狂的在抓着自己的脸。千寻安目光一凝，手上顿时一道金光绽放，金光瞬间笼罩住那男子，将那男子直接禁锢住了。这一刻，站在那天空之中的杀戮之王也恰好看到了这一幕。那个人便是闯入者吗？一旁的手下立即点头道：“是，他杀了我们杀戮之都的恐怖骑士。”听到了这里，杀戮之王的目光旋即冰冷了起来。除了杀神之外，还没有人敢闯我们杀戮之都。此子竟然强闯我杀戮之都，真当我杀戮之都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此时千寻安打量着那男子，那男子虽然被自己控制住了，但是他的心神已经被杀戮之王控制，想要解开控制，或许只有杀戮之王才能做到。应该是那老家伙做的吧？千寻安嘴角微微翘起，一道低语从他的嘴边轻轻溜出：“武魂附体。”话音刚落，他身上的气息猛地涌动起来，一股强烈的能量从他的体内喷涌而出，光芒闪耀。千寻安身上的武魂以惊人的速度释放，一尊天使的虚影瞬间凝聚而成，6只雪白的翅膀毫无预兆地展开在他的背后。那双翅膀如同洁白的羽毛一般，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它们的形状完美无瑕，每一根羽翼都似乎是由纯净的黄金铸造而成。光芒如潮水般涌动，将千寻安的身影映照得熠熠生辉，犹如一位金光闪闪的战神降临凡间。而在他的身上，一件金色的铠甲悄然出现，金色的铠甲光芒四溢，散发着一股庄严威武的气息。每一块护甲都宛如精心雕琢的黄金，闪耀着令人窒息的辉煌。它的质地坚韧无比，仿佛是由天上的星辰碎片所铸造而成，充满了神秘而又无比强大的力量。此时杀戮之王双眼微微眯起，看向千寻安道：“哦，竟然是天使！”千寻安一步踏出，瞬间来到了天空之中，与那血色王座之上的杀戮之王对峙。千寻安看着那杀戮之王微笑道：“这里是你管的吧？那请你帮我一个小忙，将这家伙的神智还给他。”杀戮之王一双冰冷的目光旋即看向千寻安，淡漠的声音响起：“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千寻安呵呵一笑：“跟你说啊，他们的心智都是被你夺走的吧？”此言一出，那巨大的血色王座骤然颤抖了一下，紧接着
一圈红色光环迅速扩散，覆盖全场。血红色的光晕带着浓烈的煞气，哪怕是实力较弱的人类也感觉到一阵眩晕的感觉。更何况还是在杀戮之都内部呢？整个杀戮之都突然剧烈的摇晃起来，那些堕落者们一个个摔倒在地，甚至有些实力较弱的更是七窍流血。我听说你杀了很多我们杀戮之都的恐怖骑士。杀戮之王冰冷的目光看着千寻安，他的声音依旧不含情绪波动，却让人不寒而栗。千寻安耸了耸肩膀，不错，我的确杀了一些挡路的人。既然如此，你就留在这杀戮之都吧。那杀戮之王说着，旋即恐怖的血气朝着千寻安袭来。对于千寻安这种无礼之人，杀戮之王根本懒得废话什么，他要先把这胆敢冒犯自己的蝼蚁斩杀再说。杀意澎湃，周围的温度急速下降。轰！刹那间，万丈金光冲霄而起，化为一柄巨剑，横空出世，直奔那杀戮之王的血气冲去。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之响起，金、红两色光晕碰撞在一起，令周围的血雾都荡漾出一层层波纹，血气翻滚，在空中形成一条条血色长龙。但是，当那万丈金光升腾而起的时候，那些原本充满了嗜血气息的血色长龙却纷纷溃散。万丈金光缓缓收敛，露出其中的真容，一尊金甲天使悬浮在半空之中，金灿灿的翅膀轻轻扇动，一缕缕金光弥漫。怎么会？杀戮之王喃喃地念叨了一句，下一瞬，他的右脚猛然跺地。砰！杀戮之都内部，一连串沉闷的爆炸声响起，数百个房屋轰然崩塌。此时，下方的胡列娜和唐三无比震惊地看着天空之中的人影。胡列娜目光震惊，整个人都怔在那里，喃喃道：“怎么可能？怎么会是他？”胡列娜的身体已经开始颤抖了起来，仅仅只是看到千寻安，内心中便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拉扯着唐三。唐三远远地看到了千寻安，心中无尽愤恨顿时油然而生。他握紧了拳头，指甲直接陷入掌心肉中，鲜血渗出。可是他却恍若未闻，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化为火焰燃烧起来。千寻安这个名字早就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之中。唐昊死后，消息顿时就传了出来，整个大陆都知道昊天宗的唐昊在武魂殿被武魂殿的一位裁决长老杀死。唐三自然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所以面对自己的杀父仇人，他怎么可能不愤怒？这一刻，杀戮之王也万分震惊，他看向千寻安道：“你没有杀神领域，我的杀戮领域为何不能压制你？”千寻安看着杀戮之王，嘴角轻笑道：“领域吗？”千寻安伸手朝着前方轻轻一指，那一刻就像是点在那水面一般，无尽的魂力涟漪瞬间四散而去。那杀戮之王释放的杀气居然在顷刻间破碎，就连他身后的血色王座也在剧烈的颤抖着。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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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血雾喷洒，大鹏的鲜血在空中绽放，化为朵朵血莲。而杀戮之王也在刹那间脸色苍白。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千寻安。此时杀戮之王无比震惊，他没想到自己的杀戮领域竟然被千寻安破开了。这怎么可能？你竟然能够破开我的杀戮领域，你到底是谁？千寻安平静地看着杀戮之王，开口道：“我改主意了，既然他的心智是受你影响，那么杀了你，应该就能够让他的心智恢复了吧。”第49章压制杀戮之王。此时杀戮之王大怒，眼前这个小子实在是太嚣张了，要杀自己。要知道这杀戮之都可是自己的主场，自己只要在这主场之中便是无敌的存在，这小子凭什么杀自己？小子，你太嚣张了，杀我你也配吗？杀戮之王的气势再次暴增，恐怖的气息从他身上迸发而出，整个空间在这恐怖的血腥味刺激下变得越发粘稠了。轰隆轰隆轰隆，一团团血云疯狂汇聚，在那血云之中有无数血色光球凝聚，正是杀戮之都的禁咒血色陨石雨。杀戮之王抬起自己的右手，食指遥遥指向千寻安，刹那间天昏地暗，恐怖的毁灭性力量瞬间将他的身体吞噬其中。那一刻，一股股恐怖的杀戮气息升腾而起，仿佛要将天地彻底摧毁一般，那滔天的杀机足以撕裂天穹。千寻安依旧站立在半空之中，背后金翼张开，金芒闪耀，无比璀璨，他的表情始终平静，似乎并不在意杀戮之王这必杀一击。杀戮之王的攻击来临了，一颗颗血色陨石宛如天女伞一般铺天盖地而下。千寻安身上金光闪烁，一层金黄色光照笼罩全身，在这光照作用下，任何物理攻击都无法靠近他。轰轰轰轰轰轰，一颗颗血色陨石砸在金色护罩之上，护罩剧烈的震动着，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反观那血色陨石，竟然一颗接一颗的在空中破碎。千寻安的身体微微扭曲，在那一颗颗陨石的洗礼之下，
他整个人仿佛已经与外界隔绝，完全融入到自己的世界之中。每次承受攻击，他都能够做到精准闪避，同时将攻击引导开来。他就那么凌空踏步，1步、2步、3步，一共8步。每一步跨出，他的气质都会变得强盛几分，尤其是双眸之中，紫黑色光芒变得更加明亮起来。嗡！一个奇异的符文悄然出现在他额头之上。昂！低沉的龙吟声骤然响起，他身上的衣襟飘飞，金色光焰缭绕在周围，一头长发无风自舞。在这一瞬，他整个人都产生出一种奇异的气质，仿佛天地之间唯有他一人。这一幕实在是太过骇人，就连杀戮之王此时都停滞住了，呆呆地看着那天空中的身影。他甚至感觉到自己的呼吸仿佛都变得困难了许多。千寻安目光平静至极，面对着眼前的杀戮之王，丝毫没有半点波动。他的右臂突然探出，只见一团金色光芒迅速扩大，转眼间，一根硕大的金色手臂已经覆盖了整个城市的上空。这是千寻安的魂骨技，千寻安的右臂骨是一只40万年龙的魂骨，所以威力自然非常的巨大。只见那巨大的金色手爪抓落，狠狠地拍击在杀戮之王的身上。轰！一阵轰鸣声中，伴随着无数血珠溅射而出，千寻安这一招硬生生地把杀戮之王拍进了下面的建筑群之中。杀戮之王所在的地方，整栋高楼瞬间坍塌，化为乌有。但是他却并没有死。好胆！低沉的咆哮声响彻云霄，下一刻，大片的血云从下面冒出，血云蔓延，迅速朝着千寻安的方向蔓延。千寻安淡淡一笑，道：“这就恼羞成怒了吗？看来你这魔王之名果然虚妄，你这杀戮之城在我面前不堪一击啊！”轰！又是一道粗壮的光柱轰击而下，那是来自于杀戮之王的杀戮规则。只见那光柱刚一落下，顿时爆炸开来，整个杀戮之城都因为这一下而剧烈的晃动起来。顿时，只见那些血河之中的鲜血开始不断的聚集在了杀戮之王的身上，逐渐的被杀戮之王吸收，他的身体也开始迅速膨胀，原本还不算特别庞大的身形开始快速变化，转眼之间就变成了100米多高的恐怖身躯，一块块肌肉犹如岩石堆积，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小子，今日哪怕拼掉杀戮之都，我也要让你付出代价！杀戮之王仰天大吼，恐怖的音浪席卷整个杀戮之都。千寻安微微摇了摇头，叹息道：“真的是执迷不悟啊！”杀戮之王猛然扑来，他的速度很快，只是短暂的时间内已经冲到了距离千寻安只剩下50米范围。你给我死吧！一柄血红色重锤从天而降，带着恐怖的杀伐气息，直奔千寻安当胸轰来。轰！一圈金色光晕在千寻安脚下荡漾开来，他身体周围那些血雾在空中纷纷溃散。与此同时，他的身体突然拔地而起，迎着那血色巨锤一拳轰出。这锤子不是昊天锤吗？千寻安看着眼前的巨锤，虽然和唐昊的昊天锤有所不同，这血色巨锤之上又充满了血腥的杀戮气息，但是千寻安知道这巨锤的本质就是昊天锤。这家伙也是昊天宗的人吗？千寻安平静地看着眼前的杀戮之王，轻声道。此时下方的唐三，他发现自己的昊天锤也异动了起来，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唐三万分震惊道：“难道杀戮之王也是昊天宗的人？”就在那唐三惊讶之余，顿时那血色的巨锤瞬间朝着千寻安狠狠砸了下来，无比恐怖的力量令空气发出剧烈的嗡鸣声，周围的血雾也随之剧烈的颤抖起来。千寻安冷哼一声，右臂之上光芒闪烁，一层金光骤然迸发而出，悍然撞击而出。他的动作很简单，只有一拳，一拳轰出，顿时爆发出灿烂光彩。轰！惊天巨响声中，那血色巨锤竟然瞬间崩碎，紧接着千寻安那一拳去势未减，直接轰击在杀戮之王身上。砰！杀戮之王的身体倒飞而出，他那庞大的身体直接撞穿了整个杀戮之都，撞入一座大型建筑物之中。千寻安缓缓悬浮在空中，他依旧保持着先前的姿态，但此时的他却宛如擎天之柱，顶天立地。在他身上隐约流淌着一层晶莹剔透的光华。千寻安缓缓落下，站定，抬起头看向远处那座大型建筑之中。大型建筑早就已经化为灰烬，杀戮之王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此时看上去再没有了先前的嚣张跋扈，身上的铠甲残缺不全，显然是承受不住千寻安先前的攻击。第50章黑暗天使武魂。杀戮之王顿时狂怒了起来，强大的血气不断的被他吸收。轰！一声巨响，只见那杀戮之王强大的力量爆发，直接冲出了那废墟。紧接着，一股浓烈的血光骤然从他背后升腾而起。你该死！杀戮之王暴跳如雷，疯狂嘶吼着，他的身体再次胀大几分，背后双翼挥动，以他为中心，方圆100米内都变成了一片暗红色。
轰隆隆，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骤然迸发而出，刹那间天昏地暗。杀！一声充斥着滔天恨意的怒喝骤然爆发。此时，杀戮之王手中的巨锤已经变成了一柄血色长剑，那长剑通体血红色，其上布满了一条条血纹，每一道血纹之上都绽放出夺目光彩。而在他脚下的血河也随着这柄血色长剑的出现而开始沸腾。天空在刹那间变成了黑暗，仿佛永恒的夜晚到来了一般。而杀戮之王身上释放出的能量波动更是瞬间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千寻安看到了那一柄血色长剑之后，顿时眼神微微眯起，因为他感觉到那血色长剑之上散发着一股极为恐怖力量，那一股力量甚至比那昊天锤都要强大几十倍。千寻安感觉那血色长剑似乎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那长剑之上蕴含着一道道恐怖的杀气，这些杀气凝结在一起，甚至连天空都完全变得暗淡了。杀戮之王双眸赤红，死死地盯视着千寻安，你该死，你该死！此时，只见杀戮之王手持那血色长剑，整个人的气势节节攀升，那一层血雾也随之扩张，遮盖半边天空，一股无形的压迫力笼罩下，似乎整个世界都变得粘稠起来。那恐怖的血色长剑正是修罗魔剑。此时的杀戮之王在这一刻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浑身上下都弥漫着恐怖的杀机，而且他整个人的精气神似乎都完全与修罗魔剑相合。一剑挥出，空中仿佛出现了一片血海，那血海瞬间将千寻安笼罩在内，并且疯狂旋转起来，无数道血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想要吞噬千寻安。千寻安怡然不惧，他那双眼眸亮如星辰，一步跨出，顿时在他脚下一朵璀璨莲绽放，光彩夺目。而他自己也凭借着莲的守护之力，瞬间冲破了那无尽血潮。轰！两道身影在空中骤然碰撞，一圈圈绚丽的能量涟漪就像是波涛一般朝着四面八方喷薄开来。两道身影交错分开，各自退后3步。千寻安傲然屹立，丝毫不为所动。千寻安也伸出了手，旋即千寻安的身上一个恐怖的红色魂环亮起，下一刻只见一柄金色的长剑出现在了千寻安的手中。这是千寻安的第5魂技天使圣剑。瞬间，天空中原本还晴朗的天空陡然变成了金黄色，那金色的阳光照耀在千寻安身上，令他的肌肤都变成了金黄色，就连他身上穿的衣服也是如此。一种无与伦比的威严在他身上油然而生，他那双眼眸也随之变成了璀璨的金色。千寻安手持天使圣剑，旋即一剑朝着那杀戮之王斩去。那杀戮之王也立即使用修罗神剑，两股强大的力量顷刻间碰撞在一起。轰隆隆，天空仿佛都变成了金色，杀戮之城之外的大地猛地塌陷下去，足有数十米深，可怕的能量风暴席卷而起。哇！杀戮之王仰天咆哮，身体周围的血云突然炸裂，一道道细密的血色光线骤然爆射，铺天盖地，宛如万箭齐发一般，朝着千寻安覆盖而去。千寻安左腿后撤，手中天使圣剑横扫而出，天使圣剑上绽放出无与伦比的璀璨金色光辉，那金色光芒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硬汉杀戮之王的攻势。当当当，刺耳的碰撞声此起彼伏地响彻在杀戮之王的脑海之中。千寻安身上的金色光芒越来越盛，每一剑挥出，那杀戮之王都会闷哼一声，身体后退。终究是修炼杀戮剑法，哪怕是面对这等绝世强者，杀戮之王的气势却没有丝毫减弱，反而越发的凌厉起来。手中长剑挥舞，杀伐气息滔天，每一剑斩出，天地都会随之扭曲。这样的战斗场景，实际上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在唐三和胡列娜的眼中，他们只能够看到一团金光在那杀戮之王的攻击下不停的闪烁、碰撞、撕碎又重聚，金色光芒纵横交织，给人一种无坚不摧、锐利无匹的感觉。那金光每一次闪过，都会产生巨大的震荡。千寻安的身材高大伟岸，此时此刻却展现出了近乎于巅峰状态之下的恐怖。杀戮之王手持修罗魔剑，竟然被他完全压制在下风，虽然还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却明显难以支撑太久。而且最让胡列娜惊讶的是，此时千寻安身上释放的气息居然还在提升，这是什么情况？千寻安平静地看着杀戮之王，开口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柄剑应该是神器。那么，这样如何？”千寻安话音落下，下一刻，他的身体开始发生了改变。千寻安的身体之上，那金色的铠甲变成了黑色和赤红色相间的铠甲，背后那6只圣洁的金色翅膀也瞬间发生了改变，变成了漆黑的颜色。一股浓郁到极致的毁灭气息从他体内喷涌而出，他右手握着的天使圣剑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柄血红色的长枪，枪长7尺9寸，枪尖呈现为黑白2色，
枪身呈现为血红色，枪身表面铭刻着无数古朴玄奥的纹路，但仔细看时却又会觉得很奇怪。此时的千寻安使用了他的第二武魂黑暗天使武魂，千寻安身上魂环一个个绽放了出来，只不过这一次的魂环再度刷新了唐三和胡列娜的世界观。因为千寻安的第二武魂同样有9个魂环，让唐三和胡列娜惊讶的是，千寻安的前8个魂环都是赤红色，但是最后一个魂环竟然是金色，一个金色的魂环，这怎么可能啊？千寻安身上的气息也随之变得愈发诡异了。杀戮之王看到千寻安的武魂，脸上流露出了骇然之色，下意识地倒退一步，手中的修罗魔剑更是剧烈地颤抖起来。金色？怎么可能会是金色？下方的唐三无比震惊地开口道，他根本不敢相信。他听师傅玉小刚说过，金色的魂环是100万年魂环，可是100万年魂兽那可是传说中的存在，难道这千寻安竟然斩杀了100万年魂兽？而且千寻安手中的血色长枪散发着一股无比恐怖的魂力波动，那长枪之上散发的气息似乎不输那修罗魔剑。你到底是谁？杀戮之王怒吼一声，回应杀戮之王的是千寻安那恐怖的长枪。千寻安手持长枪，一枪朝着那杀戮之王刺杀了过来。他整个人仿佛已经化为一颗炮弹一般，速度快到极致，枪芒吞吐，直奔杀戮之王眉心而至。杀戮之王大吼一声，手中修罗神剑猛地举起，向前劈斩。杀戮之王此时已经满脸狰狞，手中修罗神剑飞速划出一个个圆圈，一层淡淡的红雾弥漫，笼罩整个战场，令战场上充斥着一种阴森恐怖的味道。他在拼命了！千寻安冷哼一声，双手持枪猛然向前一推，身上第一个魂环光芒大放，他的气势顿时攀升到了顶点。轰！伴随着一声轰鸣，千寻安那恐怖的长枪直接挑飞了杀戮之王的修罗神剑，但是千寻安的攻势并未停下，那血色长枪穿透杀戮之王的胸膛，杀戮之王的身体顿时朝着唐三和胡列娜所在的方向飞了出去，然后狠狠地砸在了唐三和胡列娜的面前。噗！杀戮之王的口中一口鲜血喷出，身上的血色渐渐暗淡下来。此时杀戮之王缓缓低下了头，他发现自己的胸口之处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洞，他的生命力也在逐渐的流失。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是杀戮之王，怎么可能会死？杀戮之王看着自己的胸口，喃喃开口道。就在此时，杀戮之王的身上一声怪异的鸣叫，只见无尽的血雾顿时从杀戮之王的身上涌出，那黑雾逐渐形成了一个蝙蝠形状，感受到了对面千寻安的强大之后，瞬间就逃了出去。千寻安看着逃遁出去的那9个头的血色蝙蝠，喃喃道：是这家伙搞的鬼吗？说着，千寻安直接投掷出手中的长枪，那长枪携带着恐怖的力量，瞬间穿透了那9头血魔蝙蝠的身体。那9头血魔蝙蝠大叫了一声，下一刻他的身体瞬间破碎，爆成了一团血雾。另外一边，那杀戮之王身上的血色逐渐的散去，他的眼神也逐渐的恢复了清明。波塞西，我对不起你，昊天宗，我对不起你们啊！杀戮之王喃喃开口道。杀戮之王的话被一旁的唐三听到，唐三立即靠了过来。前辈，您是昊天宗的人吗？唐三立即问道。杀戮之王看向唐三，旋即道：你是？唐三没有直接回答杀戮之王的话，而是抬起自己的左手，您看。唐三释放出了自己的昊天锤。杀戮之王的眼神凝固了，看着唐三左手上的昊天锤，他身体周围的血光剧烈的波动了一下，令唐三不禁接连后退几步，才站稳身形。你是昊天宗的？你是谁的孩？杀戮之王的声音颤抖着，黑色的眼眸中不断有血泪溢出，令他的面庞看上去有些凝厉。唐三恭敬的道：家父唐昊。前辈，您？唐昊，原来你是昊的儿子。真是过去了好多年，连昊的儿子都已经长得这么大了。好，你很好，很好，孩子，我叫唐晨。听到了杀戮之王的话，唐三再不犹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拜了下去，哽咽着叫道：曾祖。此时他的情绪也变得极其激动，他怎么也想不到，那杀戮之都中的杀戮之王竟然就是自己的曾祖。你父亲还好吗？昊天宗还好吗？唐晨虚弱地问道。唐三立即指着远处的千寻安道：曾祖，我的父亲已经死了，就是被那个人杀死的，他是武魂殿的裁决长老。听着唐三的话，唐晨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气血翻涌，又是一股鲜血喷出。好一个武魂殿！血光奔涌，紊乱地波动着。唐三隐约能够看到曾祖皮肤下有血丝不断闪过。昊儿竟然落得如此境地，这孩子怎么那么傻啊？唐晨老泪纵横，但他的泪水却依旧是血色的。曾祖，您别难过，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不将他们彻底毁灭，我绝不善罢甘休。唐晨怔怔地看着唐三，半晌说不出话来。唐晨探手入怀，摸出一柄金色的小锤，小锤两端各自镶嵌着一枚黑色宝石，看上去极为精致。孩子，这个给你，它是我的信物，也是我们昊天宗的席长老信物。有了它，长老堂将全部听你调遣，有权废除宗主，决定宗门大事。我为你们打开地狱路的大门，你出去以后便去那海神岛找波塞西。这千寻安我都不是对手，如果世间还有人能够对付他，那么只有海神岛了。说着，唐晨怒吼一声，啊！恐怖的气势爆发了出来。这一刻，只见那唐三和胡列娜的脚下，无尽的血芒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法阵，法阵之下，一个巨大门户轰然打开。你们快走！唐晨轻轻一推，直接将唐三和胡列娜推入了地狱路之中。曾祖！唐三顿时大吼，想让唐晨跟着自己一起离开，但是此时唐晨开口道：“我已经活不了了，我就用最后这残躯再为你做点事情吧。”不，曾祖！唐三下落的过程中大喊道。唐晨眼神中出现了决然的神色，怒吼一声，整个人的身体爆射而出，朝着千寻安扑杀了过来。第51章修罗与罗刹。此时唐晨瞬间朝着千寻安冲杀了过来，整个人的身上爆发出来极其恐怖的力量。这是他的拼死一击，他很明显是想要自爆，要拖着千寻安一起死。小子，你杀了号，我就算是拼尽性命也要你陪葬！唐晨嘶吼，整个人爆发出来极强的力量，顿时整个杀戮之都都在颤抖，那些血红色的气息全部都被唐晨调动，朝着千寻安涌来。千寻安淡漠地看着那唐晨，根本没有将唐晨放在眼中，随手一挥，顿时恐怖的魂力化作了一道漆黑的光刃，瞬间朝着唐晨袭去。轰！一声巨响，那黑色的光刃炸裂，但是那恐怖的爆炸威力依旧将唐晨掀飞，而唐晨的气息几乎瞬间泯灭。那一刻，唐晨的身体在那恐怖的力量之下轰然爆碎，顿时只见那唐晨的身体爆成了一团血雾。千寻安看向那唐晨死去的地方，口中喃喃道：“这家伙的确很强的，应该和父亲差不多了吧？”旋即，千寻安回来，看向了自己要找的那个男子。那男子现在已经清醒过来了，他一脸懵逼地看着自己，喃喃道：“我怎么了？”千寻安走了过来，看向那男子道：“你醒过来了吗？你是谁？”那男子无比惊恐地看着千寻安。千寻安平静开口道：“武魂殿的人。”此言一出，那男子顿时吓了一跳，立即跪在了千寻安的面前，大声道：“饶命！大人饶命！还请饶命！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这杀戮之都，我什么都没有说出去，还请大人饶我一命啊！”“你没有将什么说出去？”千寻安平静地看着那男子，继续问道。那男子抬起头来，看向千寻安，旋即立即道：“当年教皇大人的事情，我保证，我一个字都没有透露，还请大人饶过我呀！”此时，千寻安听到他这么说，顿时双眼一亮，看来这一趟来的挺对的，这家伙或许知道当年的心意。千寻安平静地看着男子道：“你放心，我不是比比东的人，也不是来追杀你的，我是来救你的。我要你告诉我，当年你看到了什么？你不是圣女大人派你来追杀我的？”那男子旋即看着千寻安问道：“当年他逃离的时候，比比东还只是圣女，所以他口中的圣女大人正是现在的教皇比比东。”千寻安点了点头道：“不错，你将当年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我可以保你的性命。可是这是和圣女大人作对啊，你真的可以保住我的性命吗？”那男子疑惑地看着千寻安问道。千寻安有些不耐烦道：“这杀戮之王都被我杀了，你说我能不能保你？”此言一出，那男子的眼中露出了无比惊骇的神色，他没想到眼前这个男子竟然能够杀死杀戮之王。要知道，杀戮之王乃是这杀戮之都最强大的存在。您到底是谁？那男子惊恐地看着千寻安问道。千寻安回应道：“我是前任教皇的兄弟，千寻安，你现在可以将一切都告诉我了吧？”那男子终于鼓起勇气，点了点头道：“好。”旋即，那名男子在千寻安的面前开始讲述了起来。当年我是内侍的一名护卫长，当年教皇殿下受伤被带回来了，便是有几个侍女照顾，还有我们一队内侍守着。那天圣女突然来到了教皇的房间，她说她要替教皇免下疗伤，让我们离开，不让我们守着。恰好那天我没有当班，但是我的钥匙忘记了，所以我去找其他护卫拿钥匙。可是等到达到教皇冕下的房间外面的时候，发现所有兄弟们都被支走了。那个时候我鬼使神差地看向了房间里面，我发现了圣女似乎在吸收教皇冕下的魂力。那一刻我吓坏了，我知道武魂殿一定会出大事。那个时候我发现圣女已经发现了我的存在了，但是她似乎不能停下来，所以没有来追杀我。我连夜逃出了武魂殿。后来我就听说
教皇冕下驾崩了。还有和我一般的护卫兄弟，还有那些侍女们，全部都死了。我也感觉有人在追杀我，我为了保住性命，想破了脑袋，想到了这杀戮之都。这杀戮之都虽然有进不能出，但是一定可以保住性命。我只有逃到这杀戮之都来，才保住了性命。听到了这里，千寻安的拳头瞬间握紧，果然是那个比比东。之前他对比比东只是怀疑的话，现在这个护卫的话可以完完全全的证明，当年就是比比东杀死了自己的大哥。只要将这个护卫带回去，自己便可以审判比比东了。千寻安冷哼道：“比比东，这一次我有人正在手，我看你要如何狡辩。”千寻安看着那护卫，他旋即开口道：“我需要你跟我回到武魂殿作证。”作证？您？那护卫万分震惊地看着千寻安。千寻安冷冷道：“比比东杀害教皇，我要你作证，我要审判比比东。”那一刻，只见那男子万分震惊，难以置信。千寻安旋即就准备带着那个护卫离开这里。千寻安拿出了一个戒指，这是他在那个世界之中得到的一个宝物。只见那戒指顿时散发出来了一道光亮，只见一个房间出现在那男子的面前。千寻安平静地看着那男子道：“我带着你回去太浪费时间了，你进去，里面食物充足，能够供你活个1年半载。你进去吧。”那男子看了看千寻安，不敢违反千寻安的命令，旋即走进了那房间之中。旋即，只见那白光一闪，那房间瞬间消失在了千寻安的面前，变回了那枚戒指。千寻安将那枚戒指收好，旋即准备离开这里。就在此时，千寻安余光看到了那一柄修罗魔剑，这柄修罗魔剑可是好东西。那个时候，即便是自己也感受到了一丝悸动，说明这修罗魔剑绝对是不俗的东西。千寻安旋即朝着那修罗魔剑走了过去，他伸手拿起那柄修罗魔剑，就在那手握住修罗魔剑的那一刻，顿时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朝着他袭来。他的面前一道裂缝瞬间出现，那裂缝携带着恐怖的吸力，瞬间朝着千寻安袭来。千寻安面色微变，身体快速退后，但是依旧迟了。那裂缝仿佛锁定了他一般，直奔他而来，他根本就躲不掉。千寻安瞬间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之中。神界，神界，一个长亭之中，一尊神奇背负双手，看着下方的云海。他穿着漆黑的铠甲，高大威猛，散发着一股无法忽视的压迫感。他的身躯被铠甲所包裹，铠甲上雕刻着精细而恐怖的纹路，给人一种古老而邪恶的感觉。铠甲的表面闪烁着冷酷的光芒，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杀戮之力。头戴着一个黑色的头盔，遮住了他的面容，只露出2道冷酷无情的眼眸，透露出一种锋芒毕露的杀意。他的头盔上镶嵌着一颗血红色的宝石，闪烁着诡异的光芒，宛如燃烧的火焰般炽热。他的背后有一双黑色的巨翼，展开时宛如恶魔的翅膀，带给人一种无法逃脱的感觉。这对巨翼闪耀着黑暗的光芒，散发出一种无尽的邪恶气息，仿佛可以将世界吞噬。此时，那尊神奇的身后又是一尊神走了过来。那是一个女子，她的胳膊上有着一排倒刺，腿上仔细来看也能看出倒刺的轮廓。她的腿不是一般女生的白皙光滑样子，而是遍布各种疤痕，有的仿佛一条虫嵌在肉中一样，很是邪恶扭曲。而且她的脸颊也满是斑驳，整张脸仿佛覆盖着层层皱褶的树皮一般。她的鼻子很尖，眼睛深邃，眼珠子是血红色的，看上去很是妖异。她的脸上满是冰冷与残忍的笑容。他看着那尊神之，缓缓地开口道：“修罗，你应该感应到了吧？人间的那一股强大的气息。”那背负双手的神便是修罗神。修罗神回头看向了那神奇道：“罗刹，你来了。”罗刹神嘴角轻笑，看着修罗神平静开口道：“怎么，你想要选择那人继承你的神位吗？”修罗神平静开口道：“你又想要搞鬼吗？”罗刹神顿时笑了起来，看着修罗神道：“当然，修罗，虽然你现在是神王，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我们之间的争斗永远不会结束。你是掌管杀伐的神明，我是掌管恶念的神明，我就是要看看你的继承人被我的恶念侵蚀之后会如何。”修罗神目光冰冷，看着罗刹神道：“罗刹，我不想和你争斗，况且你不是已经选择了继承人了吗？你可以选择很多继承人，难道我就不可以吗？”罗刹神立即冷哼道。罗刹神看着修罗神，继续道：“况且继承人选择什么神位，还不是由他自己选择吗？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要继承你的杀伐，还是要选择我的恶念呢？”第52章，区区神明也配让我千寻安下跪臣。千寻安来到了那个奇异的空间之中，此时千寻安发现，在这个空间之中是一个非常古朴的宫殿。这宫殿之中什么都没有，只有2件器物，一边放着的是那修罗魔剑。千寻安发现自己的手中的修罗魔剑已经消失了，而是被插在那宫殿里面的一边。另一边放着一柄死亡魔镰，那死亡魔镰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气息。他的连刃如墨一般黑暗，
闪烁着令人胆寒的光芒。连刃上刻满了各种奇异的符文，每一个符文都仿佛隐藏着无尽的死亡能量。连柄上缠绕着一条蛇形纹路，如同一条活物一样蠕动着。纹路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给人一种逼真的感觉。连柄的材质似乎是由一种不可名状的黑色金属制成，散发着一种诡异的光泽。在死亡魔莲的周围弥漫着一种浓郁的黑雾，这黑雾仿佛是来自地狱的一部分，散发着一种恶臭和邪恶的气息。每一缕黑雾都像是黑暗的触手，试图将周围的一切吞噬殆尽。千寻安平静地看着这两件器物，旋即冷笑道：“这个是想让我选择吗？”下一刻，只见那死亡魔莲之上，顿时一股黑暗的气息瞬间弥漫了出来，一道道黑雾化作了一尊恐怖至极的身影。那是一个恐怖的女子，女子身上无尽的恶念凝结，一根根触手从虚幻逐渐变得凝实，最终凝聚成为实质。那恶念凝结而成的女子，全身都散发着恐怖而阴森的气息，她的脸上挂满了狰狞，那一根根触手更是充斥着毁灭性的力量。女子的身体身材修长，一头乌黑的长发披洒下来，她的脸很美，甚至称得上完美。可是那一双眼睛却令人心惊，那是一双充斥着疯狂、怨恨、愤怒等负面情绪的双眼。姐真不错啊！旋即，只见那女子看着千寻安，开口说话。千寻安目光冷漠地看着那女子，平静道：“你是何人？”“人呵，本尊可不是人，吾乃神明。”那女子看着千寻安，高傲地说道。“神明？”千寻安从小就听说过，他们武魂殿的先祖便是成为了天使之神，进入了神界之中。自己的父亲千道流也是严格遵守当年天使神留下的规矩，一直秉承着正义与包容。只不过千寻安对于神这种东西倒是不怎么尊崇，所谓的神只不过是比他们高一境界的人罢了。“神？你是什么神？”千寻安看着那女子问道。罗刹神旋即笑道：“吾乃掌管这世间恶念的罗刹之神，我感受到了，你身上有一股非常邪恶的气息，那应该是你的第二武魂吧？只是我没想到，那圣洁无比的天使武魂竟然也会承载着黑暗的力量。”千寻安淡漠的眼神看着那罗刹神，似乎对于那罗刹神根本不感兴趣，旋即开口道：“要说什么，直接说吧。”那罗刹神嘴角轻笑，看着千寻安道：“我挺中意你的，你想要继承我罗刹神的神奇之位吗？”就在千寻安要拒绝的时候，就在此时，在那修罗魔剑之上，一股气息瞬间冲霄而起。下一刻，只见一道虚影出现在那修罗魔剑之上，那是一个男子，英俊的相貌之中带着几分沧桑。那赫然正是修罗神，只是此时他身穿铠甲，身上带着威压，宛如君临天下的帝王一般。此时，一旁的修罗神开口道：“你还有其他的选择，我也看好你，你可以选择通过我的考核，继承我的神位。”千寻安转过头去，看向那修罗神，平静问道：“你又是谁？”那修罗神冰冷的目光看着千寻安，微微皱眉。他没想到这千寻安竟然如此无礼，他旋即开口道：“本尊乃神界神王之一，修罗神。”千寻安看着那修罗神，并没有半点激动的神色，旋即道：“抱歉，我没听说过。”此言一出，那修罗神的眉头更皱了。他身为神王，即便是在神界，都是受那些神明们尊敬的，但是现在眼前这个凡人竟敢对他不敬。你没听说过没关系，现在我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通过我修罗神的考核，我便让你继承我修罗神的神器。修罗神继续开口道。一旁的罗刹神立即开口道：“我觉得你应该选择我才对，他掌管世间杀伐，我掌管世间恶念，你觉得这世间是恶念多呢，还是杀伐多呢？”千寻安看着那两位神，旋即问道：“不知你们所谓的考核是一些什么呢？”罗刹神率先开口道：“我的神考很简单，一共有9个。”下一刻，只见一道信息没入了千寻安的脑海之中，千寻安立即便看到了罗刹神考的内容。第一考，吞噬天使；第二考，修炼到极限斗罗层次；第三考，集齐全副魂骨，并且吸收足够的死亡气息；第四考，吞噬魂师，吸收大量魂师魂力、怨气和死亡气息，使自己开始拥有神的气息；第五考，邪气入体，吸收罗刹邪气，维持200天；第六考，死亡复活，被彻底击溃肉身，然后用罗刹神力恢复身体，使自己彻底吸收部分神滴之力；第七考，成就双魂双封号斗罗；第八考，获得罗刹之心；第9考，罗刹传承。千寻安看到了这9条神考，尤其是看到第1条，心中立即便想到了什么。他想起来了，那护卫说过，在那密室之中，比比东似乎在吞噬大哥的魂力。难道这比比东也被罗刹神选为了继承人，而大哥是被比比东吞噬了吗？千寻安继续看着其他条内容，这些内容和自己跟比比东都非常的相仿，比如双生武魂，拥有全副魂骨，这些都是自己和比比东的共同点。所以
罗刹神才会选择自己进行神考，那么这比比东也很可能也开启了罗刹神的神考。此时，罗刹神平静开口道：“你一定想要知道，你是天使武魂，我为何会选择你吧？你虽然拥有天使武魂，但是你还拥有一个黑暗气息的天使武魂，你那黑暗天使武魂承载着无数的邪念与黑暗，所以你是我最好的人选。你想要继承我的神器的话，只需要用你的黑暗天使武魂吞噬你的光明天使武魂。你相信我，这样做一定会使你更加强大。吞噬融合过的黑暗天使，才能拥有罪恶的力量。”罗刹神在千寻安的面前缓慢说着，诱惑着千寻安。千寻安看向那罗刹神道：“除了我之外，你应该还有其他的继承人吧？”罗刹神旋即笑道：“那是当然，修罗神都选择了很多的继承人，那我当然也可以选择很多继承人。比起那双生毒株武魂的继承人，其实我更加的中意你。”听到罗刹神的话，千寻安双眼一凝。双生毒株，那么除了比比东之外，谁还是双生毒株武魂呢？这么说来，比比东一定是开启了罗刹神考，这么他就更有杀死大哥和吞噬大哥的理由了。此时，一旁的修罗神也开口道：“小家伙，你便不想知道我的考核内容吗？”千寻安看向了一旁的修罗神，平静道：“你倒是可以说说。”那修罗神看向千寻安，高高在上，淡漠开口道：“本尊的考核很简单，你的实力和力量完全达到了我的要求，可以说你就是我最完美的继承人，所以我不需要那些繁琐的考核，只要你现在跪下来，朝着我磕3个响头，我便可以将我的神奇之位传授给你。”修罗神高高在上，看着千寻安，等待着千寻安的抉择。他这条件如此的诱人，自己乃是神，他只不过是凡人，凡人敬畏神明，理所应当，这相当于将神位送给他。这样的条件，他不可能不答应。此时，一旁的罗刹神立即道：“修罗，你卑鄙，竟然用这种条件来和我抢人！”修罗平静开口道：“他本就是我先选中的人，当年也是一样，一直都是你在和我抢人。”罗刹神冷哼道：“修罗，你我本就是对立面，你想要得到的，我自然也要得到。”旋即，罗刹神看向千寻安道：“既然修罗不需要考核，你选择我的神位，我也不需要考核，只要你选择我，便可以直接进行罗刹传承。”千寻安看着这两尊神明，旋即皱了皱眉道：“两位，请不要再自说自话了。”此言一出，只见这两尊神明顿时大惊，纷纷看向了千寻安。千寻安淡漠的目光看着两人，继续道：“所谓神明，不过是你们境界更高，在更高的位面罢了。我若是在你们的世界，未必会比你们任何人差。所以区区神明也配能让我千寻安下跪臣服？”千寻安说完，两尊神明的眼中顿时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转而变成了愤怒，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人类，竟然敢对他们神明不敬。小子，你这是在挑战神的权威吗？修罗神旋即怒目看着千寻安，怒声呵斥道：“第53章，神若惹我，我一斩之。”地狱路。当唐三和胡列娜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见自己二人身处于一座圆形平台之上，这座平台只有直径5米左右，并不大。两人都伏倒在地，他们几乎是同时清醒的，因此目光也是同时落在彼此身上。唐三看到胡列娜身上释放着一层淡淡的血雾，整个人的双眼已经完全变成了血红色，身体周围白色波纹不断在波动中增强，而他虽然在看着自己，可身体却在剧烈的痉挛，似乎在承受什么巨大的痛苦。周围的一切都呈现出一种淡淡的血红色，脚下直径5米的圆形平台之外，竟然尽是万丈深渊啊！唐三顿时仰天长啸，他握紧了拳头，指甲都已经陷入了掌心的肉中。唐三跪在那圆台之上，怒吼道：“千寻安，你先杀我父亲，再杀我曾祖，我唐三与你不共戴天！我要变强，不，我一定会变强，我要超越你，总有一天，我要你100倍、1000倍、万倍奉还！”唐三声嘶力竭地嘶吼道。此时胡列娜也醒悟了过来，她看向唐三，眼神之中尽是同情之意。“你没事吧？”胡列娜关切地问道。唐三看了一眼胡列娜，此时胡列娜立即解释道：“你放心，我和千寻安不是一伙的，准确的来说，我也想要找他报仇，所以我们之间的战线是统一的。”唐三看向胡列娜，眼神缓和了一些。胡列娜看向唐三，缓缓问道：“那我们之前的合作？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地狱路前途未卜，多一个伙伴总比让他疯狂的拉自己一起毁灭要好。”此时此刻，唐三不断的告诉自己，放下对武魂殿的恨意，暂时和眼前这黄金一代中的美少女合作。唐三的回答只有4个字：同舟共济。胡列娜听到了唐三的话，似乎非常的开心，立即点头道：“同舟共济。”那神殿空间之中，这一刻，只见那修罗神看着千寻安，瞬间大怒。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抛出如此优厚的条件，
这千寻安竟然依旧敢拒绝自己，这是在挑衅神威啊！罗刹神同样怒吼道：“小子，你知道神明是什么吗？神明掌管着这世间的一切，你们的生命、死亡、善良、邪恶，你们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被神掌控的。神对于你们凡人来说，就是无比尊敬的存在，而你竟敢不敬神明！”千寻安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道：“我看你们两个现在虽然显化在这里，也不是什么真正的神明吧？或许可以说，这只不过是你们的一道神念，一道分身罢了。区区神念，我弹指可灭。我千寻安这辈子最看不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了，为何要敬你们？”此时，两人已经彻底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千寻安竟然狂傲至私。小子，你不敬神明，难道就不怕神明降下罪罚吗？修罗神怒喝道。千寻安却摇了摇头道：“罪罚？哈哈哈，我不敬神明便已是罪，你们神明可还真是霸道啊！”千寻安的话让得那两人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千寻安看着那两个神明，平静开口道：“便是你们真身在此，我亦不会皱一下眉头，区区分身也敢让本尊跪拜。”千寻安说着，一步踏出，下一刻，千寻安身上那无比恐怖的威压顿时爆发了出来。千寻安的气势竟然隐隐超越了修罗神和罗刹神。感受到千寻安的威压，罗刹神的神色顿时微变，而那修罗神则是愤怒无比。这个小子太嚣张了，他们作为神明，怎能允许凡人蔑视神明？但是下一刻，两位神明脸色巨变，千寻安身上的威势犹如天地般庞大。罗刹神此时脸色猛然大变，随即惊呼道：“怎么会？这怎么可能？你一介凡人，怎么可能具备如此的气质？怎么可能？”修罗神此时也满脸的呆滞，随后喃喃自语道：“不可能。”千寻安平静地看着那两尊神明，无比恐怖的威压再度增强。扑通，扑通！此时，那两位神明竟然同时跪伏在地。两尊神明惊骇地看着千寻安，刚准备开口，千寻安却是冷哼一声，顿时，两尊神明的神念在千寻安那恐怖的威压之下逐渐碾碎。千寻安冷漠地看着这两尊神明，道：“神明又如何？神若惹我，我一斩之。”说完之后，整个大殿终于安静了下来。那修罗魔剑和死亡魔镰也在千寻安的面前化为点点星光，消散在这世间。神器吗？千寻安看着那消散的修罗魔剑和死亡魔镰，平静道：“可惜就这样消散了。不过我有你就够了。”千寻安平静开口道。此时，千寻安的手中再度凝聚出来了那柄血红色的长枪，只见那长枪的枪身之上淡淡的写着两个令人忽视的字眼：是神。千寻安看着眼前的小空间，开口道：“破！”旋即，手中的长枪瞬间刺出，恐怖的枪意从那长枪中暴涌而出，瞬息间轰击在空间的屏障之上。只听轰的一声，那空间屏障竟然直接破碎，千寻安的身形缓缓走出。神界，修罗神和罗刹神的脸上都露出了无尽的阴霾。可恶的凡人！罗刹神在修罗神面前瞬间暴怒了起来，他冷喝道：“我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凡人，我要降下神罚，将他毁灭。”此时，修罗神的脸色也不好看。他身为神王，又是神界的执法者，乃是神界最尊贵的神王。无论是一级神奇还是二级神奇，见到他都要行礼表示尊敬。但是他却被一个凡人如此羞辱，他的自尊竟然被一个凡人踩在脚下，这是他无论如何都难以承受的。这一刻，修罗神的双眼之中充斥着愤怒的火焰，恐怖的气息从修罗神的身上爆发了出来。修罗神看向前方，寒声道：“这世间没有人可以不敬本尊，区区凡人，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第54章，叛教之人便该杀。千寻安从那方世界走了出来，此时千寻安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不在那杀戮之都中，而来到了一个茂密的森林之中。这森林怎么像是星斗大森林？千寻安顿时飞身而起，瞬间来到了半空之中，朝着下方看去。千寻安有些惊讶，这里果然是星斗大森林，怎么我破开空间之后，直接来到了星斗大森林？千寻安有些不解道。千寻安旋即开启了自己手中的戒指，那护卫立即走了出来，看看这千寻安道：“大人，你终于放我出来了，你知道吗？我可憋坏了。”千寻安看向那护卫道：“这么短点时间，你就憋坏了？大人，小的在那房间中已经待了几个月的时间了。”那护卫立即开口道。此言一出，千寻安双眼顿时微微眯起，看向那护卫道：“你说什么？”那护卫看着千寻安，不敢违背千寻安，旋即再度重复了一遍。千寻安有些惊讶，他明明只是进入那奇异的空间之中不到1个时辰，可是这外界竟然就几个月的时间了。那个空间，难道时间流逝非常的慢？千寻安旋即想到了天上一天，地上1年的传说，或许
那个空间是自成一个空间，和斗罗大陆的时间流逝不一样。千寻安倒是不在意，这时间他有的是，多一时和少一时对千寻安而言并未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是让那比比东多活了几个月罢了。好了，我们这就回武魂殿吧。千寻安看着那男子说道，说着再度将那男子收入了自己的空间戒指魂导器之中，旋即准备朝着武魂殿赶去。千寻安在森林之中赶着路，忽然他感受到了几股熟悉的气息，千寻安瞬间朝着这几股熟悉的气息飞去。千寻安隐匿了自己的气息，轻飘飘地站在了一棵大树之上，朝着下方看去。下方一共是25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白衣中年男子月关，在月关身后，胡列娜、邪月与燕紧随其后，在后面是整整20名气度沉凝、年纪在40到60岁之间、身穿黑色劲装的武魂殿所属。竟然是武魂殿的人，他们要来这星斗大森林做些什么呢？千寻安淡漠的目光看着下方，平静开口道。就在此时，千寻安又发现在这森林之中隐匿着一股气息。千寻安定睛看去，只见那唐三正躲在一棵树上监视着武魂殿的举动。千寻安几次行动，这唐三都在场，所以自然认识这唐三。不过他并未将这唐三放在眼中，连那天上的诸神千寻安都未曾放在眼中，更别说仅仅只是那小小的唐三了。千寻安原本想要立即回去的，但是现在遇到了武魂殿的人，他倒是想要看看这武魂殿的人究竟想要做什么。就在此时，唐三冲进了武魂殿的营地。谁？距离武魂殿营地还有100米，唐三就已经被现了，至少有4条身影在声音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他身边。唐三顿时警惕地看着4人，他的手已经放在了自己的24桥明月夜之上。真的是你？惊喜的声音响起，3道身影从树林深处走了出来，正是武魂殿黄金一代。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的神光，看到胡列娜眼神中的蓝光顿时收敛起来，改为一副惊诧的样子。你怎么会在这里？他的气质和外形变化实在太大了，当初的胡列娜认不出来，现在的邪月与燕也同样认不出。胡列娜快步上前，几步就来到了唐三面前，眼中惊喜之光连连闪烁，想要说些什么，却似乎又有所顾虑似的。看着唐三那英俊的相貌，当初在杀戮之都中经历的一切不禁在心头浮现。那段短暂的旅程，他却怎么也无法忘记。各位，他是我的朋友。胡列娜向围着唐三的4名魂圣说道。4名魂圣看了他一眼，默默地收回了自己的武魂。虽然他们的实力还在胡列娜之上，但对于这胡列娜还是十分尊重的。毕竟胡列娜成功的从那杀戮之都归来了，还获得了杀神称号，教皇也允诺了她恢复她的圣女之位，所以在胡列娜的面前，他们都非常的恭敬。邪月和燕此时也走了上来，他们和胡列娜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其中邪月又是胡列娜的亲哥哥，多少也感觉到了胡列娜身上释放的几分异样。邪月是惊讶，而燕看向唐三的目光就不那么友好了，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敌意。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唐三淡淡的说道。胡列娜微微一笑，一双充满柔媚的大眼睛一瞬不瞬的盯视着唐三眼中的冰冷。我也没想到，你是来猎杀魂兽的吗？唐三默默点头，我马上就60级了。此言一出，胡列娜身后的邪月和燕同时大吃一惊。他们虽然也已经达到了60级的程度，但也不过是刚刚通过不久。燕实在忍不住了，向胡列娜问道：娜娜，他是谁？以前我们怎么没见过？胡列娜眉头微皱，淡淡的道：他是我的朋友。只是一句简单的解释，他就再次转向唐三。唐英，刚才是误会，你别介意。我们的营地就在前面不远处驻扎，他们也是为了警卫。你怎么一个人前来猎杀魂兽？这不是太危险了吗？唐三看着胡列娜，眼神中流露出几分落寞。不一个人，我又能请谁来帮我？胡列娜愣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当她看到唐三眼神中的那份落寞时，心头没来由的一痛，几乎是脱口出道：你还有我呀！话一出口，她才反应过来，赶忙补充上一句：我们是朋友嘛。既然是误会，那我走了。说着，唐三转身就要向树林深处走去。站住！正在胡列娜准备叫住唐三的时候，一旁的燕却抢先开口了。唐三缓缓转过身，看向这全身释放着强烈敌意的青年，淡然道：还有什么事？燕冷声道：立刻离开星斗大森林，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现在我们武魂殿在星斗大森林办事，半年后才允许其他魂师进入。唐三笑了，在那一丝淡淡的笑容之中，他脸上的冰冷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高贵的优雅。星斗大森林是你们武魂殿的财产。燕大怒，寒声道：你在挑衅吗？挑衅武魂殿的权威？唐三淡然一笑：你是武魂殿的人，我不是，我只是一名自由魂师。挑衅的是你，而不是我。我和胡列娜是朋友，和你却不是。说完这句话，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充满狂野的灼热骤然从背后爆开来，就连树林中的漆黑也在这一刻被照耀成了火红色。小心！胡列娜的声音几乎在第一时间传来。唐三以脚尖为轴，整个人以一个惊人的大旋转转了过来，握在手中的昊天锤顺势而出，澎湃的黑光骤然蔓延，强横的气流眨眼间扩散，与一团直径过1米的火球重重地撞击在一起。轰然巨响之中，无数火星四散纷飞，火球完全破碎。燕，你干什么？胡列娜身体一横，就已经挡在了唐三面前。娜娜，我们不能让他走，这个人蔑视我们武魂殿，定要拿他问罪。而且你也看见了，他的武魂是昊天锤啊，不就是昊天宗的人吗？我们把他抓回去，就是功劳一件。他要是走了，万一惊扰到我们的目标，我们这一趟岂不是要前功尽弃吗？教皇陛下那里你也不好交代。此时胡列娜目光一冷，冰冷地看着燕道：我说过他是我的朋友，燕，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这次我放过你，再有下次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背后偷袭是大丈夫所为，现在我可以走了吗？胡列娜小姐，唐三淡淡的说道。胡列娜转过身看向这第一个让自己动心的男人，不知道为什么她有些惊慌，快步上前来到唐三面前。胡列娜歉然道：对不起，刚才燕她太冲动了，你别介意。这么着急离开吗？你还不能走。正在这时，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唐三只觉得眼前一，下一刻面前已经多了一个影子。鬼爷爷，您怎么来了？胡列娜惊呼一声。鬼斗罗的面庞依旧是看不清的，他的声音很沉稳，也很凝练。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到了，有一点燕说的没错，如果他惊扰了我们的目标，而导致前功尽弃，就算是我和局官也同样吃罪不起。娜娜，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次的目标对陛下有多么重要。唐三眼中寒光一闪，那这么说你们是要留下我了？手中昊天锤缓缓抬起。听了鬼斗罗的话，胡列娜不禁心中一急，鬼爷爷他不会的，他是我的朋友，要不我劝他先离开星斗大森林，不能走不代表我们要对你不利。年轻人，我们只是希望你能暂时配合，和我们走在一路，等我们完成了此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会还你自由。鬼斗罗的话，别说是唐三听了惊讶，就连胡列娜和邪月也有些吃惊。鬼斗罗一向以阴冷著称，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好，我答应。唐三的回答同样让邪月兄妹吃惊。胡列娜有些惊讶地问道：你答应？唐三淡然道：没有反抗的能力，又能得到好处，我为什么不答应？不过跟你们在一起，我是不会帮你们出手的。邪月恭敬的道：是。然后向唐三做出一个请的手势，率先向前面走去。此时胡列娜立即看向鬼斗罗道：鬼爷爷，你还以为你要赶他走呢，可为何又突然要留下他呢？鬼妹笑了：傻丫头，你果然是关心则乱啊，看得出你已经喜欢上了那小子。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很出色，绝不逊色于邪月和燕，也算是配得上你了，更和你一样拥有杀神领域，无疑是个出色的人才。可是你要想和他在一起，他的身份就是大问题。要是他能加入武魂殿，并且为武魂殿立下些功劳，得到提升，那么教皇陛下应该也更容易接受他一些。这不可能。尽管脸上有些羞红，但胡列娜还是立刻否定了鬼斗罗的说法。鬼爷爷，我怎么可能说服得了他去对付自己的宗门？其实昊天宗已经隐居了，我们非要斩尽杀绝不可吗？鬼斗罗沉声道：娜娜，如果你为了他好，那就劝说他加入武魂殿吧，这个年轻人心性不错，可以留下。胡列娜俏脸顿时羞红，旋即点了点头。可是这一幕都被千寻安看在了眼中，他大概明白了这武魂殿的人来这里是为了做什么事情。当初比比东多半是为了自己的魂环让人来这里，不过千寻安还知道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他也是从那杀戮之都出来的，他自然知道这个叫唐寅的家伙正是那唐三。而这胡列娜明知这小子是昊天宗的人，还喜欢上了他，要将他留在武魂殿的队伍之中。那胡列娜和鬼斗罗的如此行径，便是叛教，叛教之人便该杀。比比东，你很在乎你这徒弟吧？现在又被我抓到了把柄，那就让我送你一份大礼吧。千寻安说着，身影一闪，瞬间跟了上去。武魂殿密室之中，只见那比比东泡在那紫色的液体之中，那恐怖的紫色液体开始不断地钻入了他的身体之中，他身上的伤痕已经全部好了。在那密室之中，还有一个类似于心形形状的紫色物体，上面蕴含着无尽的邪恶力量，那便是罗刹神留下的传承罗刹之心，只要打破这罗刹之心，便可以获得罗刹神的传承。比比东吸收了那密室中的紫色液体之后，旋即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比比东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比比东旋即冷喝道：“千寻安，你没想到吧？你虽然将我打成重伤，但是却帮了我完成了罗刹考核的第6考。现在我只需要再获得1个魂环，便可以冲击第8考了吧？千寻安，你给我等着，等我成神之后，你给我的屈辱，我会让你100倍偿还。”比比东阴狠道。第55章叛教之罪，其罪当诛。千叶继续跟着武魂殿的人，他想要知道这武魂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最后他们来到了星斗大森林的深处，众人到这里旋即停了下来。在这里周围的魂兽反而少了，原本还有些窥伺的强大魂兽，随着他们继续深入森林，竟然全都消失了。只有一些虫鸣鸟叫，过分的静谧令这2大强者心中警惕渐增。他们都是见过风浪的人，自然不会因为周围的安静而有所放松。欢迎来到星斗大森林。突然，一个温柔的声音从前方传来，令走在最前面的鬼斗罗快停下脚步。千寻安定睛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初被比比东放走的那只叫做小舞的魂兽。菊斗罗身形一闪，已经来到了鬼斗罗身边，两人对视一眼，菊斗罗向身后的武魂殿高手们打了个手势，20名魂圣组成的阵型立刻改变，阵型紧缩，化为圆形，将黄金一代3人和唐三围在中央，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20名魂圣同时释放武魂的场面绝对是惊人的。刹那间，以他们为中心，方圆100米之内的空气剧烈的扭曲起来，一个又一个绚丽的魂环出现在他们身上。黄金一代3人的武魂也同时释放，邪月一只手扶着唐三，月刃已经出现在另一只手上。每个人都充满警惕地看着前方。你们不是找了我很久吗？现在找到了，为什么又不敢过来？温柔的声音再次响起，在那声音之中的恬静令武魂殿众高手都有种怪异的感觉。菊斗罗向鬼斗罗点了下头，两人率先向前迈进，好不容易找到了目标，就算前方真的有陷阱，他们也必须要踩进去。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前方视线豁然开朗，来自武魂殿的每一个人瞳孔几乎同时收缩，因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美丽画面。清澈的小湖令空气变得更加湿润，湖面上倒映着周围一株株参天大树，阳光普照，令所有的一切都在水面的反射下变得晶莹剔透。在这幅动人的画面一侧，一个极其高大的身影静静地蹲在那里，那是如同一座山岳般的存在，全身黝黑的毛在微弱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淡淡光彩。尽管他是4肢着地，但肩膀的高度也绝对过了7米，如果直立而起，恐怕高度会在15米开外。外表看去，这是一只又像猿猴又像是黑猩猩的存在，除了一双像灯笼般大小的眼睛闪烁着黄金般的光泽以外，通体漆黑。这个大家伙的身体实在太雄壮了，雄壮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他不但身体庞大，而且身体的每一处都布满了比钢岩还要恐怖的强健肌肉，凸起的宛如小山包一般，整个身体就像是力与美的结合。如果说他是阳刚的代表，那么在他肩头上出现的却是一个柔美到极致的身影。白色连衣长裙覆盖到脚面，宛如精灵般精致的容颜无法找到半分瑕疵，披散开来的黑一直从背后垂到那头巨猿的肩头，如果从后面看，就像是遮盖了他身体的黑色瀑布一般，每一根丝看上去都是那样的柔顺，整个人就像是钟灵天下之秀。他的美不只是自身，也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一刻，哪怕是自认角色的胡列娜都有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千寻安看到那大猩猩，旋即开口道：“这里竟然有3只10万年魂兽。”千寻安瞬间明白了这一切了。看来这比比东是想要派人来找这只叫做小舞的魂兽，等他吸收魂环之后，他的实力便能够更进一步。但是谁又知道，他的好徒弟胡列娜却将武魂殿的敌人带进了武魂殿的队伍之中。那唐三带着武魂殿进入这3只魂兽的领地之内。千寻安看着眼前的局势，对面拥有2只10万年魂兽，拥有恐怖的战力，而武魂殿只有菊斗罗和鬼斗罗2位封号斗罗。菊斗罗和鬼斗罗这2个家伙联手的话，只怕才能够对付一只10万年魂兽。这么看来，武魂殿处于绝对的劣势。也就是说，因为这胡列娜将敌人带入了武魂殿，让武魂殿陷入了险境。很好，好一个胡列娜，原本就要审判你的老师，现在你却又给了你的老师一个很大的惊喜。千寻安说着，逐渐地朝着武魂殿的人靠去。他身为武魂殿的裁决长老，虽然要审判那胡列娜，但是武魂殿有难，他自然要救。吼！泰坦巨猿庞大的身体直立而起，宛如泰山压顶一般的气息在他面前的湖面上掀起一片巨浪。小舞依旧站在他肩膀上，满头黑因为周围气流的变化而飘扬，但他脸上的神色却依旧是那么恬淡自若。快膨胀到5米长的巨大金色菊在鬼斗罗脚下扫过，鬼魅化为一道幻影，直奔对面射去。菊斗罗月关也没闲着，同样腾起，踏波前行，飞快地追着鬼斗罗朝对岸冲去。两人一上一下，朝着那泰坦巨猿杀去。森林之王就是森林之王，
瞬间爆出与自己身体完全不成比例的肚，直奔空中的鬼斗罗撞去。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丝强烈的危机感骤然从身下传来。噗！无数水化为绚丽奇光，顷刻间淹没了那奇荣通天局，空气陡然变得湿润起来。一颗直径过4米的巨大牛头从水中骤然冒起，青森森的鳞片，无比庞大的身体冲天而起。这牛蛇身的巨大怪物张口一喷，一股青光喷吐而出，身在空中的菊斗罗也步了鬼斗罗的后尘，倒飞而出，眨眼间落回对岸，脸色连变。老二，干掉他们，一个不留。有口吐人言，冰冷的目光宛如利剑一般朝着岸边众人看来。第3只魂兽也出现了。此时这鬼斗罗和菊斗罗在应对那2只魂兽，唐三就瞬间就出手了。只见那唐三的食指化为玉色，直接点在了邪月胸口上，左手点倒邪月，右手中早已准备好的2颗子母追魂夺命胆瞬间释放。爆鸣声中，一片烟雾已经在他和邪月身前升起，无数细小的毒针齐飞，顿时笼罩了正面6名魂圣。这一刻，只见在那烟雾之中，一道屏障瞬间出现，挡在那6名魂圣的面前，救了他们一命。阴险的小子！千寻安看向那唐三，喃喃开口道：“你干什么？”胡列娜惊呼一声，邪月的身体被唐三甩了起来，直奔胡列娜砸去。同时，他的身体虚幻般闪烁，无数暗器从手中挥洒而出，背后衣襟瞬时裂开，闪耀着蓝金色光芒的8蛛矛勃然而出。小五，走！唐三大喝一声，一条蓝银草已经向小五甩了过去。唐三带着小五瞬间消失在了这里。这一刻，那胡列娜连忙扶住了自己的兄长邪月，看着唐三消失的背影，顿时明白了一切，他被唐三背叛了。快追！燕大声喝道，旋即带着武魂殿的一众魂圣朝着那唐三追了过去。胡列娜正在原地，半天才反应过来，看着唐三的背影道：“可恶的唐三，你竟敢骗我！下次再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只怕你已经没有下次了。”下一刻，只听到人群之中一道声音响起，千寻安的身影顿时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这一刻，无论是谁看到了千寻安，都露出了无比惊骇的神色，难以置信。才绝长老！这一刻，无论是谁都露出了惊骇的神色，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千寻安，那些魂圣立即朝着千寻安跪了下来，大声喊道：“拜见裁决长老！”其中一个魂圣立即开口道：“多谢裁决长老刚刚出手相救，要不是裁决长老，只怕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千寻安眼神淡漠，微微点了点头道，旋即看向胡列娜道：“胡列娜，你可知罪？”胡列娜看向千寻安道：“我现在已经成功的从杀戮之都走了出来，而且还获得了杀神称号，教皇冕下也答应我，让我回武魂殿当圣女了，不知我何罪之有？”胡列娜看着千寻安质问道：“获得了杀神称号？”看得出来，这胡列娜更有底气了。千寻安冷漠地看着胡列娜，旋即强大的威压释放，他的话语犹如道音一般，瞬间镇压了下来。胡列娜勾结叛贼唐三，出卖武魂殿，差点导致武魂殿6名魂圣丧命，如此算不算你的罪？随着那威压落下，那一刻，只见那胡列娜瞬间承受不住压力，朝着千寻安瞬间跪了下来。千寻安旋即看向其中一名魂圣问道：“你说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那魂圣看向千寻安，旋即道：“启禀裁决大人，刚刚那唐英突然发难，使用暗器对付我们，如果不是裁决大人出现，只怕现在我们已经死了。”千寻安继续冷漠地看着胡列娜道：“你听到了吗？此乃叛教之罪，其罪当诛。”此言一出，胡列娜全身顿时颤抖了起来，无比惊恐地看向了千寻安。第56章斩杀胡列娜。千寻安的出现，那边正在大战的鬼斗罗和菊斗罗也瞬间发现了，两人瞬间和那2只魂兽拉开了距离，旋即两人相互使了一个眼色，开口道：“撤！”菊斗罗和鬼斗罗瞬间撤离，朝着千寻安这边飞了过来。那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对于眼前的变故有些懵逼，不过没有了这2大封号斗罗缠斗，他们能够更好的保护小五。走，我们去救小五。2只魂兽顿时朝着小五逃走的地方奔袭而去，而小五和唐三他们逃走的方向正是在千寻安的后面，所以那2只魂兽想要过去，必须要经过千寻安所在的地方。2只魂兽瞬间朝着千寻安的方向奔袭而来。菊斗罗和鬼斗罗也落在了千寻安的面前，2大封号斗罗并不敢对千寻安不敬，旋即跪下行礼道：“拜见裁决大人。”此时那2只魂兽也奔袭而来，距离千寻安还有10几米的距离。千寻安淡漠地看了一眼这2个狗腿子，旋即抬眼看向那2只魂兽：“滚！”千寻安看着那2只魂兽轻喝一声，下一刻无比恐怖的音浪瞬间朝着那2只巨大的魂兽袭去，那2只魂兽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直接掀翻到了几10米之外。
这突然的转折让菊斗罗和鬼斗罗脸色大变，两只魂兽可都是10万年魂兽啊，居然连人家一个照面都扛不住。那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看到这一幕，心中万分惧震，难以置信地看着千寻安所在的地方。他们万不可相信，眼前的这个人类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两大魂兽和千寻安遥遥相对，并不敢轻举妄动。千寻安旋即看向胡列娜道：“胡列娜，你身为武魂殿的弟子，所以我对你网开一面。”听到了这里，胡列娜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眉头也瞬间舒展了几分。给你一个说遗言的机会。等到千寻安说完，胡列娜身体更加剧震了起来，她瞳孔收缩，万分惊恐。难道裁决大人真的要杀了自己吗？此时鬼斗罗立即道：“裁决大人，请听我解释。娜娜她并没有叛教，她事先并不知道那是唐三，也不知道那唐三是昊天宗的人。”鬼斗罗话音刚落，下一刻，只见千寻安一脚踢在了那鬼斗罗的肚子之上，鬼斗罗的身体瞬间倒飞而出，撞击在远处的一棵树木之上。而鬼斗罗的嘴巴却张得很大，似乎在说什么，但最终他并没有将话语传达到千寻安的耳中。真当我没有听到你们的对话吗？在这，你胡列娜在那杀戮之都，不就和这唐三卿卿我我，你侬我侬了吗？而千寻安则根本懒得理会鬼斗罗的死活，而是缓步来到了胡列娜的面前，冷冰冰地看着胡列娜说道。胡列娜身体颤抖，双手抓紧自己的衣服，努力让自己显得镇定，看着千寻安。胡列娜看着千寻安，旋即开口道：“我和他在武魂殿，不过只是为了相互照应罢了，这难道我也有罪吗？”千寻安淡漠地看着胡列娜，不想与她废话，旋即道：“这便是你的遗言吗？”胡列娜知道千寻安一定要杀自己，只怕今天自己怎么也躲不过，旋即继续道：“千寻安，你不能杀我，你要是杀了我，我老师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千寻安看着胡列娜，下一刻，他的魂力凝聚成为了一个巴掌，瞬间狠狠地朝着胡列娜的脸扇了过去。啪！一声巨响，胡列娜的半张脸瞬间红肿了起来，鲜血从牙齿缝中溢出，整个人也摔倒在了地面之上。千寻安看向胡列娜，冷笑道：“本尊的名讳也是你能够直呼的。你的老师正好，你的老师和你一样，也是叛教之人。我先杀你，再去杀你的老师。”你！胡列娜怒视着千寻安，咬牙切齿。此时她已经感觉不到脸颊的存在了，她甚至都怀疑自己的半张脸骨骼全部断裂。她愤怒，但是却又无能为力。她的内心充满了绝望。一旁的菊斗罗立即求情道：“裁决大人，娜娜固然有错，但是罪不至死，还请大人网开一面。”听到了这里，千寻安看向那菊斗罗道：“怎么，在你眼中，他胡列娜的命是命，而我们武魂殿7个魂圣的命便不是命了？”菊斗罗立即低头道：“娜娜是我们武魂殿的圣女，所以她的命自然要比其他人的命尊贵一些。”菊斗罗话音刚落，下一刻，千寻安的一脚朝着这菊斗罗踢了过去，这菊斗罗的身体瞬间倒射而出。这一脚威势极重，菊斗罗直接砸塌了数棵大树，才停止下来。尊贵，人生而平等，谁又比谁尊贵？运气好一些，出生高一些，难道就比别人尊贵了吗？在我千寻安的眼中，即便是那天上的神明，也是和我们平等的存在。你却告诉我，他的命比别人尊贵？千寻安冷喝道。再者，他的圣女身份早已经被本尊废除了，还有另外那2个黄金一代，本尊不是让他们10年不得回归武魂殿，谁让他们回来的？千寻安淡漠地看了那飞出去的菊斗罗一眼，旋即转头看向了胡列娜道：“胡列娜勾结外人，反叛我们武魂殿，其罪当诛，斩！”千寻安冷漠开口，旋即在他的面前，一道魂力瞬间凝聚，成为了一柄巨大的铡刀，朝着胡列娜的头颅斩去。这一刻，胡列娜的眼中露出了绝望的神色。住手！那鬼斗罗和菊斗罗瞬间大吼，两人一同冲了过来，想要阻止千寻安，但是他们2个又哪里是千寻安的对手？千寻安周围一股无比强大的威势爆发了出来，强大的魂力瞬间将那菊斗罗和鬼斗罗震飞了出去。下一刻，只见千寻安的那柄大刀瞬间斩在了胡列娜的脖颈之处，刹那间鲜血喷薄而出。巨大的铡刀狠狠地斩在了胡列娜的脖颈之处，刹那间胡列娜的脖颈直接碎掉，脑袋和身体彻底分家。胡列娜的身体软绵绵地瘫软在了那里，她的头颅顿时滚了出去，双目瞪圆，眼中还带着无尽的恐惧。娜娜，娜娜！鬼斗罗和菊斗罗同时跪伏了下来，仰天悲嚎道。鬼斗罗一步步地走到了胡列娜头颅所在的地方，抱起了头颅，顿时哭了起来。娜娜，是爷爷对不起你，爷爷不该同意让那唐三加入队伍的。鬼斗罗瘫坐着，哭泣着，而一旁的菊斗罗也是流泪不止，道：“娜娜，是我害了你啊！”胡列娜的死令得鬼斗罗和菊斗罗痛心疾首。
鬼斗罗抬头，用那猩红的双眼盯着千寻安，怒道：“千寻安，我和你拼了！”鬼斗罗怒吼一声，旋即猛地站起身来，身体瞬间膨胀起来，他竟是准备燃烧生命，提升自己的实力。看到这一幕，千寻安眉毛轻挑，旋即一指点出，咻！只见千寻安的指尖之上，一股金色光芒绽放，随后化作一道金色的光线，快速的轰击在了鬼斗罗的胸膛之上。噗嗤！只见鬼斗罗胸口处鲜血狂飙，直接被穿透了。啊！鬼斗罗惨叫一声，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浑身抽搐，鲜血汩汩涌出。这一刻，无论是谁都露出了无比惊恐的神色，难以相信，一个封号斗罗竟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杀死了。你也一样，明知这唐三是昊天宗的人，却还要拉拢他，差点导致我武魂殿遭受巨大的损失，所以你也该死。千寻安听到了鬼斗罗和胡列娜的对话，这唐三加入武魂殿队伍是鬼斗罗亲自同意的。不仅如此，这鬼斗罗还想让这胡列娜招揽唐三，还对这唐三非常的赞赏，所以这鬼斗罗也不该留。看到鬼斗罗也死去，举斗罗月关颤抖着身体，连忙单膝跪地，恭敬道：“月关愿追随大人左右，为大人赴汤蹈火。”千寻安淡漠的眼神看着举斗罗，平静道：“你该忠心的是武魂殿，不是比比东，也不是我。滚吧！”千寻安淡漠道。那举斗罗霎时间才感觉到如释重负，连忙爬了起来，退去。就在此时，在那不远处的地方，忽然一道红光冲霄而起，无比恐怖的魂力波动散发了出来。千寻安目光抬起，看向那红光，喃喃道：“那兔子魂兽竟然选择陷阱。”感受到那道红光的那一刻，吼！泰坦巨猿、天青牛蟒全身光芒同时迸，两口浓厚的血雾同时从他们喉中喷出。但是两大森林王者却都没有这么做，他们口中响起山崩海啸一般的悲笑，同时朝着一个方向狂奔去。所过之处，所有植被全部化为齑粉。这次千寻安并未阻止他们，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他只有一个目标，那便是回到武魂殿审判比比东。千寻安取出了一个盒子，将那胡列娜的头颅收入那盒子之中。旋即，千寻安看着手中的盒子微笑道：“比比东，不知道你对我准备的这个礼物是否满意？”第57章比比东的陷害。4000字。千寻安旋即准备离开这星斗大森林。此时，那被唐三打晕的邪月顿时醒了过来。邪月醒后，忽然便看到了胡列娜的尸体躺在那里，一时间愣住了神，整个人呆滞住了。下一刻，邪月突然疯狂地跑到了胡列娜的身边，抱起胡列娜的头颅，泪水夺眶而出。“那儿，你怎么了？”他紧紧握住胡列娜冰凉的手掌，眼睛通红。“为什么？”邪月喃喃道，他不敢相信胡列娜就这么死了。此时，刚刚去追唐三的燕也回到了这里，他双眼万分惊恐地看着这一幕，顿时来到了胡列娜的身边，跪坐了下来。“那儿，你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燕悲痛万分，看着胡列娜的尸体，他仿佛陷入了梦魇。这一刻，他的内心充满了悔恨，他没有保护好自己最爱的女人，他真的很愧疚。是谁？是谁杀死了那儿？到底是谁？燕疯狂大吼，整个人的身上恐怖的火焰顿时燃烧了起来，一圈圈可怕的温度扩散而出，他的眼眸变成了赤红色。啊！燕突然一声凄厉的大吼，恐怖的力量瞬间爆发了出来。千寻安对他们并不感兴趣，而且他们早就是被千寻安逐出武魂殿的了，千寻安也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着什么。千寻安就要离去，此时燕立即看向千寻安道：“是不是你杀了那儿？”千寻安并未回头，淡漠道：“叛教之人自然该杀。”此言一出，燕和邪月顿时确定了答案，是千寻安杀死了胡列娜。啊！燕顿时大声呼喊着，整个人的身体顿时朝着千寻安冲杀了过来，无尽的火焰释放，整个人像是一个巨大火团一般爆发了出来。邪月也一样，他立即释放出来了2道月刃，两股攻击飞向了千寻安。千寻安并未回头，也未在意，只是径直地朝着前方走去。只见那攻击落在了千寻安身后几米之处，顿时被一个奇异的能量涟漪阻挡，然后碾碎，根本落不在千寻安的身上。而千寻安也丝毫没有停止脚步。下一刻，只见那燕和邪月的身上忽然被某种力量侵蚀一般，他们的身体竟然开始逐渐的裂开，然后开始分化，他们的身体一点点的化作了飞灰，飘荡在空气之中。黄金一代3人至此全部落幕。千寻安继续往外面走去。又过了几天，武魂殿那教皇殿之上，只见月关连忙跑了回来，跪在了教皇比比东的面前。“教皇冕下，不好了！”举斗罗月关跪在了比比东面前，立即开口喊道。比比东目光平静地看着月关道：“什么事情？用得着这么慌吗？”举斗罗立即开口道：“教皇冕下，那千寻安，他回来了。”
此言一出，比比东脸色微微一变，旋即道：“即便是他回来了，你有必要如此慌张吗？”菊斗罗连忙道：“冕下，你有所不知，这千寻庵他杀了圣女胡列娜，而且还搅黄了您的计划。他还说他要回来审判您。”你说什么？此言一出，比比东旋即一惊，他没想到这个千寻庵竟然杀了他最爱的弟子。菊斗罗继续看着比比东道：“就连老鬼都被他杀死了。”听到了这里，比比东目光一冷，愤怒道：“这个千寻庵究竟要做什么？”菊斗罗看着比比东，连忙道：“教皇冕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此时，比比东目光冰冷，旋即冷冷道：“原本我以为千寻庵离开这么长时间，我终于可以完成我自己的事情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千寻庵为了对付我，竟然将那儿都杀死了。可恶的千寻庵，真的以为本皇好欺负吗？”比比东目光愤恨无比，整个人身体都颤抖了起来。冕下，我先那千寻庵一步回来了，便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消息。这千寻庵失踪了这么久，只怕就是为了对付你。这一次他回来，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的。菊斗罗看着比比东，继续开口道。比比东微微点了点头道：“我们还有时间，这千寻庵既然想要对付我，那我就先他一步来对付他。当初胡列娜回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这千寻庵去了杀戮之城。这千寻庵一直以来都在寻找自己杀害千寻疾的证据，他想要审判自己。如今他回来，定然是找到了证据。不仅如此，比比东还杀死了自己的徒弟，这说明他已经不想再等下去了。他已经找到了证据，要回来对付自己了。”想到了这里，即便是比比东心中也一阵胆寒。他心中非常的清楚，要是打架的话，自己不可能是千寻庵的对手。之后，菊斗罗又将那星斗大森林的情况详细和比比东讲了一遍。讲完之后，比比东沉思了很久。过了很久，比比东才抬起眼来，看向那鬼斗罗道：“你立即去召集我们武魂殿的长老，我要开一场大会。”鬼斗罗立即点头道：“是。”教皇殿中，比比东将武魂殿的8位长老召集了回来。武魂殿的8大长老分别是菊斗罗、鬼斗罗、鬼豹斗罗、灵渊斗罗、蛇矛斗罗、刺豚斗罗、魔熊斗罗、圣龙斗罗。但是刺豚斗罗和蛇矛斗罗在天斗帝国执行任务，一时半会赶不回来。鬼斗罗已经身死，现在比比东身边只有菊斗罗、灵渊斗罗、鬼豹斗罗、魔熊斗罗和圣龙斗罗。大会开始，比比东还邀请了供奉殿的7人，7大供奉也来到了教皇殿。毕竟教皇比比东直接发动了紧急召集令，这种令只有在武魂殿的危急关头才会发动，一旦发动，说明武魂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了，武魂殿所有人都必须要赶回来。所以即便是在天斗帝国执行任务的刺豚斗罗和蛇矛斗罗收到消息之后，也在拼命的往武魂殿赶回来。此时教皇殿中，武魂殿的所有高层除了千寻庵之外，全部聚集在了这里，还有一些魂斗罗也被邀请来参加这场会议。千道流目光平静，看向比比东道：“比比东，你为何要发动这紧急召集令？”比比东看着所有人，旋即开口道：“各位供奉，还有武魂殿的各位长老，我发动紧急召集令是因为我们武魂殿即将要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此时金鳄供奉旋即开口道：“我们武魂殿这些年来如此平静，哪有什么危机？比比东，你不要信口雌黄，扰乱人心。”比比东立即道：“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大家一定会觉得很震惊，但是这的确是我们武魂殿的危机，而且是关乎我们武魂殿生死存亡的危机。”听到了这里，众人纷纷都重视了起来。关乎武魂殿生死存亡的危机，他们不得不重视。千道流看着比比东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比比东旋即开口道：“千寻庵，也就是我们的裁决长老，他想要毁灭我们武魂殿。”此言一出，整个武魂殿的人都万分震惊，不敢相信。此时一旁的光灵斗罗旋即开口道：“胡说八道！比比东，你在胡说什么？寻庵的性格大家都知道，他一心为了我们武魂殿的发展，他怎么会要毁灭我们武魂殿呢？”青鸾斗罗也开口道：“不错，寻庵回来之后，大家明显都可以感觉得到，我们武魂殿在慢慢的变好。说寻庵要毁灭我们武魂殿，我第一个不信。”听到比比东这么说，即便是千道流也不相信道：“比比东，我知道寻庵和你有过节，但是你也用不着这么诬陷他。他虽然不喜欢你，但是他做事可从未动过私刑，一直都在按照我们武魂殿的规矩办事。”比比东看向了7位供奉，旋即道：“我就知道，说了你们也不信。但是要是我告诉你们，他若是被控制了呢？”听到了这里，光灵斗罗瞬间大笑了起来。他看向比比东道：“比比东，你撒谎也要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寻庵可是极限斗罗，和大供奉一样强大的存在，这世间有谁能够控制得了他呢？”比比东继续开口道：“这个世间自然不会有人是他的对手，但是如果是神呢？”听到了这里，所有人的脸色都凝重了起来。神？
乃是他们那斗罗大陆的传说。传说只要突破极限斗罗之后，便有可能成为传说中的神，飞升神界，永生不死。比比东看着在场的所有人，继续开口道：“大家有所不知，前段时间这千寻安去了一趟这杀戮之都。我去过这杀戮之都，我将杀戮之都的秘密告诉你们吧。这杀戮之都不仅仅是罪恶的都市，更是一个神奇的考核的地方。只要获得杀神的称号，便可以开启修罗神的考核。修罗神乃是这世间掌管杀伐的神，实力强大无比。只要通过修罗神的考核，便可以获得无比强大的力量。等将来突破极限斗罗之后，更有机会飞升神界。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在这杀戮之都，除了修罗神之外，还有一尊邪恶之神，他的名字叫做罗刹之神，他掌管的则是这世间的恶念。我也获得了杀神的称号，所以也拥有了修罗神的考核。只不过获得杀神考核的人很多，修罗神只会选择一个进行神奇传承。比比东继续说道。说到这里，大家都看向了比比东，问道：“比比东，这和寻安要毁灭武魂殿有什么联系吗？”比比东看着众人继续讲述道：“各位有所不知，这罗刹神和我们武魂殿的先祖天使神之间有着很大的仇怨，所以罗刹神一直想要摧毁天使神建立起来的一切，也就是摧毁我们武魂殿。”比比东看众人入戏了，继续开口道：“而我怀疑这千寻安获得了罗刹神的考核，现在的他只怕心神都被罗刹神控制了。”听到这里，光灵斗罗立即道：“你放屁！”光灵斗罗旋即开口道：“寻安乃是天使武魂，按照你说，先祖天使神是那罗刹神的仇敌的话，那么那罗刹神为什么要选择寻安呢？”比比东看着光灵斗罗，继续高声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意思，更加的能够满足他报仇的愿望。虽然这千寻安是天使武魂，大家莫不是忘了，这千寻安还有一个集黑暗与邪恶为一体的黑暗天使武魂吧？”听到这里，那些长老们一个个震惊无比，他们没想到这裁决长老竟然还有一个黑暗天使武魂。至于供奉殿的几位供奉，他们从小看着千寻安长大，自然知道千寻安也是双生武魂。比比东看着他们，开口继续道：“这黑暗天使武魂，难道不是继承罗刹神最好的载体吗？”比比东看着下面的那些长老，不少人已经相信了他编造这个故事了。他当然了解罗刹神，毕竟他才是真正开启罗刹神考核的那个人啊。比比东乘胜追击，继续道：“大家不信的话，可以问大供奉。大供奉是千寻安的父亲，对于千寻安的武魂，他最为了解了。”千道流感叹了一声道：“不错，寻安的确是双生武魂，但是他不可能会选择罗刹神的考核的。”比比东继续道：“这由不得他选择，因为罗刹神会从中作梗。大家应该都知道杀戮之王吧？大家一定不知道他的身份吧？他叫做唐晨，曾经和大供奉一样，也是一个极限斗罗，但是在接受修罗神的考核的时候，被罗刹神影响，最后成为了罗刹神的走狗，一直留在杀戮之都中。所以极限斗罗在神的面前什么都不是。”这些消息是胡列娜回来告诉比比东的。比比东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添油加醋，目的就是为了将千寻安塑造成为被邪神控制的人，让武魂殿的人都与千寻安为敌。比比东继续道：“那儿从杀戮之都回来之后，他告诉我一个消息，千寻安也去了杀戮之都，他很强，杀死了被罗刹神控制的杀戮之王。罗刹神得知之后大怒，直接控制了千寻安。如今千寻安正朝着我们武魂殿赶来，他要毁灭我们武魂殿。”第58章，回到武魂殿。听到了这里，在场的各位无一不惊，除了几个供奉之外，另外几个长老大多都完全相信了比比东的话。青鸾斗罗不相信，看着比比东问道：“比比东，你的故事的确很精彩，你说寻安被邪神控制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吗？”比比东继续开口道：“我若是没有证据，也不会召集大家前来了。各位，事到如今，也不瞒着大家了，当初那儿在杀戮之都中与唐三合作，他们离开杀戮之都的时候，杀戮之都被唐三毁掉了，整个杀戮之都都炸了，所以当时我以为千寻安已经死在了杀戮之都，所以一直都没在意。但是没想到他却活下来了。不仅如此，他为了报仇，还杀死了我们武魂殿的圣女胡列娜，还有我们武魂殿的长老鬼斗罗鬼魅。这件事情，月关可以作证。”月关早就和比比东配合好了，立即站出来说道：“我可以作证，千寻安当着我的面杀死了圣女胡列娜，还有长老鬼斗罗。”听到了这里，武魂殿的几位长老心神俱震，已经完全相信了比比东的话。这几位长老平日里都不在武魂殿，也没有几个见过千寻安，在他们的心中还一直都是教皇冕下是最权威的，所以比比东说的话，他们自然相信。圣龙斗罗旋即开口道：“如此看来，这件事情的确非常的严峻。”凌渊斗罗也点头道：“若是这样的话，这个千寻安只怕有些难以对付啊。”比比东点头道：“你们说的不错，这比比东虽然心智已经被操控了，但是他依旧记得他的仇人，他一直与我不和，
这次回归武魂殿，只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杀我，所以我想要请大家届时助我一臂之力。比比东演了这么久，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不错，那千寻安的强大，他早就领略过了，凭借他一人，绝对不可能会是千寻安的对手，所以他才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想要联合整个武魂殿来对付千寻安。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除掉千寻安，一劳永逸。否则，要是留下千寻安的话，绝对会是一个巨大的祸患，自己只差一步便可以获得罗刹神的传承了。在这个节骨眼之上，他绝对要想尽一切办法活下来。教皇放心，我们这么多人，难道还怕他一个千寻安吗？魔熊斗罗头脑最为简单，立即声援比比东道。灵渊斗罗也点头道：这千寻安虽然是极限斗罗，但是他敢威胁到我们武魂殿的安危的话，我们这么多人联手自然能够对付他。那圣龙斗罗也立即道：不错，我拓跋希是与武魂殿共存亡，是与教皇共存亡，是与武魂殿共存亡，是与教皇共存亡。此时那几个长老还有一些魂斗罗都跟随着那圣龙斗罗喊了起来。看着这样的景象，比比东的嘴角在人不注意的时候微微勾起，露出了一丝微笑。此时比比东旋即看向千道流道：大供奉，千寻安是我的弟弟，也是您的儿子，对付他我实在是不忍心，但是他现在已经堕入了魔道，还请大供奉一定为我做主啊。此时千道流看了比比东一眼，旋即开口道：各位，我们虽然不过问俗事了，但是此事关乎我们武魂殿的存亡，不过寻安毕竟是我的儿子，我还是相信他的。我们供奉殿会先确认你说的话是不是实话，若是寻安真像是你说的那般，我们供奉殿自然会出手阻止。此时光灵斗罗冷笑道：比比东，不得不说，你编造故事的确有一套，但是我相信寻安，也相信寻安的实力，所以我不信他会做危害武魂殿的事情。你们要怎么对付他，我无所谓，别拉上我就行，只不过你们一定会后悔的。光灵斗罗说完，旋即继续道：各位，你们自己玩吧，我先走了。青鸾斗罗也起身，看着这里的人平静道：我也相信寻安，不过若是武魂殿真有危险，我自会出手。青鸾斗罗说完也离开了这里，其他供奉也纷纷的站起身来离开了这里。七大供奉都是看着千寻安长大的，他们自然相信千寻安。此时比比东看向大供奉道：大供奉，等你们调查清楚，一切都来不及了，难道你要看着我们武魂殿毁在那千寻安的手上吗？大供奉千道流有些为难，旋即看向那降魔斗罗和千钧斗罗，开口道：降魔、千钧，你们兄弟俩留下来吧，便宜行事，随机应变。降魔斗罗和千钧斗罗立即点头领命道：是，大供奉。旋即剩余的几位供奉全部离开了。看着几位供奉离开，比比东的脸上稍微有些失望，但是他还是拉到了很多的帮手。那千寻安虽然是极限斗罗，但是现在这里拥有这么多封号斗罗，难道还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吗？比比东的脸色顿时冷酷了起来，开口道：各位，现在是非常时期，请各位立即进入战备状态。武魂城所有城门都派重兵把守，一旦看到千寻安，杀无赦。是。众人立即领命。千寻安回到了武魂殿，眼前出现了一排排严密站立的士兵，这些士兵都身着黑色战袍，手持着利刃，目光锐利而警惕。他们整齐地排列在武魂殿门口，形成了一道看不透的铜墙铁壁。这些士兵个个身材高大，面容凝重，每一个都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息，仿佛是无尽的战争经历熏陶出来的。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对危险的敏锐感知，宛如猎豹盯着猎物一般。他们严肃的面容上没有丝毫笑容，只有铁血的坚毅。他们的目光凝视着每一个经过的人，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士兵们的动作默契而精准，他们不断巡逻着，时而交替站岗，时而重新组织阵型，时刻保持着武魂殿的安全。千寻安看着这一排排严密的士兵，心中顿时疑惑了起来，这武魂殿什么时候守卫这般严密了？千寻安继续向前走去，此时只见那些士兵们顿时整装待发，一个个朝着千寻安亮出了手中的兵器。是千寻安。有士兵开口道，顿时整个武魂殿的士兵全部动了，城楼之上无数的士兵拉开了长弓，箭矢对准了千寻安。千寻安疑惑地看着那城楼之上，旋即开口道：是比比东让你们来阻拦我的吗？教皇冕下说过，见到长老你杀无赦。刷刷刷，顷刻间一道道破风声传来，嗖嗖嗖，无数箭矢朝着千寻安射去。千寻安目光平静，看着前方，只见那无尽的箭矢朝着他落了下来。他并未阻挡，只是朝着前方走去。但是那些箭矢来到了千寻安的面前，瞬间就像是静止一般，全部停了下来。这些士兵顿时吃了一惊，因为这箭矢完全没办法伤害千寻安，
反而被千寻安控制了。千寻安依旧没有停止，缓慢地向前行进着。终于，千寻安距离城楼只剩下100米了。这一刻，那无尽的箭矢再次落了下来，这一次更加密集，更加迅速。千寻安脸上没有丝毫表情，轻哼一声，那些箭矢瞬间倒转而回，带着凛冽的劲风，将所有的箭矢反弹回去。那些士兵顿时遭受到了灭顶之灾。砰砰砰砰，伴随着沉闷的撞击声，无数的箭矢纷纷插进那些士兵的身躯，将他们的身体洞穿，他们一个个轰然倒塌在地上。只不过，千寻安控制了那些箭矢的力量，并未让那些箭矢伤及他们的性命。毕竟，他们都是武魂殿的人，也只不过是听了比东的命令罢了。城门下方，无数的士兵拿着兵刃，朝着千寻安冲杀了过来。千寻安摇了摇头道：“这比东想要用一般的士兵来阻拦我吗？”千寻安旋即一步踏出，顿时无比恐怖的力量顿时爆发了出来，强大的力量瞬间从千寻安的身体之上席卷了出去。那些冲锋过来的士兵们瞬间被震飞出去。千寻安身影一闪，瞬间进入了武魂城之中。千寻安为了躲避那些士兵，身体一闪，直接朝着武魂殿飞去。千寻安直奔那教皇殿飞去。他来到教皇殿的时候，此时只见武魂殿的那些长老们一个个站在千寻安的面前，似乎是早有准备，正等待着千寻安到来。有的是封号斗罗，有的是魂斗罗，好几个封号斗罗，千寻安都不认识，估计是武魂殿的那几个长老。只不过千寻安并未见到比东的身影。旋即，千寻安开口道：“比东，你还不出来接受你的审判吗？”恐怖的道音顿时席卷了出去，道音隆隆，震撼整个武魂殿。此时，比东还未回应，只见那圣龙斗罗旋即开口道：“教皇冕下说的没错，千寻安已经被邪神控制，要回来找教皇报仇了。大家准备，诛杀逆贼千寻安！”此言一出，所有封号斗罗全部释放出来了武魂，整装待发。第59章五大长老。此时，武魂殿的那些长老们一个个释放出来了自己的武魂。菊斗罗94至95级强攻系封号斗罗，武魂奇荣通天菊，封号菊；魔熊斗罗95级强攻系封号斗罗，武魂血魔狂熊，封号魔熊；鬼豹斗罗95级敏攻系封号斗罗，武魂黑纹鬼豹，封号鬼豹；灵渊斗罗92级封号斗罗，武魂烈火灵渊，封号灵渊；圣龙斗罗91级强攻系封号斗罗，武魂白甲地龙，封号圣龙。5位封号斗罗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自己的武魂。只见那菊斗罗的身上一朵金灿灿的菊绽放开来，释放出强大的威势。魔熊斗罗身上一块块肌肉隆起，宛如岩石一般充满力量，手臂粗壮，宛如钢筋一般。鬼豹斗罗的身体骤然变得虚幻，宛如幽灵一般漂浮了出去，速度极快，眨眼间就消失不见，显然隐匿了身形。灵渊斗罗变成了一只火焰大鸟，顿时飞天起，朝着空中升腾而起。它的翅膀微微展开，一层淡红色的光晕笼罩住了它的身体，将它包裹在其中。圣龙斗罗则是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一条巨龙盘旋在他的身边，巨龙仰天咆哮一声，巨大的龙鸣声顿时使得周围的房屋颤抖不已。千寻安平静地看着这5位封号斗罗，旋即开口问道：“所以你们要挡我了？”此时，圣龙斗罗看着千寻安，旋即开口道：“千寻安，你身为裁决长老，却要谋害教皇冕下，你到底是谁居心？”那灵渊斗罗也盘旋在半空之中，厉声喝道：“教皇冕下乃是我们武魂殿的支柱，你要刺杀教皇大人，是想要谋反吗？千寻安，你已入魔，还不束手就擒？”那魔熊斗罗也开口说道，语气冰冷，充斥着森然：“千寻安，你现在还是束手就擒吧，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5名封号斗罗齐齐呵斥：“哈哈哈哈！束手就擒？我千寻安一生何曾做过束手就擒的事情？况且，你们觉得凭你们5个便可以挡住我吗？”千寻安目光平静地看着那5个封号斗罗。这5个封号斗罗，除了菊斗罗之外，他们都认为千寻安已经被邪神控制了，而且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千寻安的真正实力，因此他们对千寻安说话很嚣张。此时，圣龙斗罗冷笑道：“笑话，千寻安，你虽然是极限斗罗，但是我们5个封号斗罗难道还不是你的对手吗？我们知道你现在已经被邪神控制了，但是想要伤害我们教皇冕下，休想！”那魔熊斗罗也再度踏出一步，看着千寻安厉喝道。千寻安看着他们，总有些不解，自己被邪神控制了，自己怎么都不知道。旋即，千寻安看向了菊斗罗所在的方向，只见那菊斗罗目光躲闪，有些慌乱。千寻安立即便明白了这一切，看来这一切都是比东搞的鬼。千寻安看着那些封号斗罗道：“各位，我今日回来并不是受什么邪神控制，而是要回来审问那比东。我现在给各位一个机会，
你们若是现在退去，我可以不责罚你们；若是阻拦，我便会按照妨碍公务处理，绝不姑息。千寻安目光冰寒，扫视着这几个封号斗罗。那魔熊斗罗闻言，怒道：“好大的口气！千寻安，你莫要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只不过是一个使我们武魂殿的一个裁决长老，无论你有没有被那邪神控制，想要杀教皇，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你如此大逆不道，我们又岂能容你胡作非为？不错，我们武魂殿长老都是教皇冕下的手下，你也是长老，你要杀教皇，这难道不是叛教吗？你还杀死了鬼长老和圣女胡列娜，种种行为，说明你早已经叛出我们武魂殿了。既然是武魂殿的叛徒，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那些封号斗罗你一言我一语的看着千寻安呵斥道。不过千寻安倒是从他们的话中大概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这比比东担心自己会来审判他，所以他便恶人先告状，先下手为强，说自己是叛徒，还联合这些武魂殿长老来对付自己。此时千寻安并未回应这些长老的话，只是自语道：“比比东，你可真是好手段啊！不过你这么做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你以为这样做便可以逃脱你的命运吗？”千寻安冷笑，旋即一步步的朝着前方走去。此时千寻安的身上天使武魂瞬间释放，现在的千寻安就像是一尊圣洁的天使一般。与此同时，一股恐怖的武魂波动瞬间扩散开来，千寻安的身后，一个巨大的银白色翅膀缓缓展开，羽翼轻轻扇动着，吹拂起阵阵狂风。身上金色的铠甲瞬间浮现，千寻安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那是一种高贵强大的感觉，仿佛凌驾于世界万物之上，傲视群雄，唯吾独尊，睥睨八荒陆河。在这一刻，千寻安就如同一尊战神一般，俯瞰众生，令整片空间都为之震颤着。此时千寻安看向面前的5名长老，冷漠道：“我说过了，再要阻拦，便按照妨碍公务处理，真当我不敢杀你们吗？”下一刻，只见千寻安右手缓缓抬起，紧接着一股澎湃的武魂之力涌荡而出，刹那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整片天地都变成了漆黑一片，甚至连星辰都完全消失不见，天地都在这一击之中黯然失色。当一缕阳光从云层中探出头来的时候，天地恢复了本来的颜色。但是当一轮旭日出现在天际的时候，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阴沉了下来，一个巨大的金色掌印从天而降，径直拍向了5大封号斗罗所站立的位置。轰！一声巨响传出，整个天地都震颤了起来，一道道裂缝在5大封号斗罗的脚下蔓延开来，形成了一个巨坑，一时间尘土飞扬，烟雾四起。5大封号斗罗皆是脸色巨变。第60章，我千寻安要杀谁，你阻止得了吗？5个封号斗罗被千寻安一招震飞，除了那天空之中的凌渊斗罗，其余4个封号斗罗更是直接喷出一口鲜血，满眼惊骇。千寻安刚才那一掌威势太猛烈了。千寻安淡淡的道：“我给过你们机会，奈何你们不珍惜，现在后悔了吗？只不过你们现在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此时千寻安背后的天使翅膀微微震动着，周围的空间都在微微的颤抖着。千寻安的实力太强大了，仅仅是那股压迫性的气场，便让那4名封号斗罗根本就无法动弹，甚至都无法呼吸了。此时天空之中的凌渊斗罗立即释放了武魂真身，整个人化作了一只火红色的大鸟，携带着无尽的火焰，顿时朝着千寻安扑杀了过来。只见那只火红色的大鸟，剧烈的火焰燃烧着，双爪犹如钢钩一般，闪耀着森冷的光芒，每一次挥舞都带着毁灭一切的气息，疯狂冲向千寻安。升腾着，每一次挥舞利爪都发出尖锐的破空声，宛如能够撕碎一切似的，带着灼热的温度，狠狠地攻击到了千寻安的身体上。千寻安只不过是轻轻挥了挥手，旋即只见一道光刃狠狠地迎向了火红色大鸟。轰隆隆，伴随着一声惊天爆鸣，一股无比炽热的火焰气浪疯狂地肆虐开来，将周围数百米内的一切全部摧毁。那火红色的大鸟竟然被千寻安硬生生地挡住，丝毫无法寸进。两者相撞，爆发出一股滔天的能量波动，整个天地都随着这恐怖的碰撞而剧烈地震荡了起来。砰！伴随着一声巨响，凌渊斗罗的身体竟是直接飞了出去，重重地砸落在地面上。这一刻，千寻安就宛如战胜神一般。可是那火红色的大鸟还没有反应过来，千寻安伸出了手，瞬间只见千寻安的魂力瞬间凝聚，成为了一只大手，大手朝着那凌渊斗罗压制了过去。凌渊斗罗根本来不及反应，瞬间就被千寻安的大手抓到。咔嚓，没有半点拖泥带水，那巨大的大手狠狠朝着那凌渊斗罗捏了下去。啊！凌渊斗罗惨叫一声，身上骨头被捏得粉碎，双翼直接被千寻安折断，一口鲜血顿时从口中喷出，整个人的气息瞬间便萎靡了下去。千寻安的大手轻轻一甩，那凌渊斗罗瞬间被甩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了那教皇殿的墙上，整个人失去了意识，倒在地上，仅存一口气还在苟活着。一击秒杀，在绝对的差距面前，任何技巧都显得多余。千寻安虽然一招秒杀，但是他还是留了几分力道，没有下死手。毕竟这些封号斗罗虽然是愚蠢至极的人物，但是武魂殿的各方面事务还需要他们来打理，所以千寻安留了他一命。而且千寻安的主要目标只有一个，那便是教皇比比东。另外4名封号斗罗看到这一幕，顿时大惊。那灵渊斗罗可不弱，但是在千寻安的面前竟然被一招秒杀了。但是现在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想逃的话根本逃不了，他们已经主动向千寻安示威了，千寻安定然不会放过他们，所以他们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那圣龙斗罗怒吼一声，武魂真身释放，化作了一只巨大的白甲地龙，咆哮着朝着千寻安杀了过来。只见那白甲地龙全身覆盖恐怖的魂力，一条粗壮的龙尾摆动之间，冰锥纷飞，直奔千寻安的胸膛扫射而来。千寻安目光看着那白甲地龙，平静道：龙吗？这种龙我以前可是斩杀许多啊。千寻安有些怀念地说着，旋即一巴掌朝着那白甲地龙扇了出去，一个巨大的手掌凭空浮现，朝着那白甲地龙抓去。那巨大的手掌看上去简单普通，但却蕴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威能，仿佛能够毁灭世界一般。砰！只听一声闷响，那巨大的手掌和白甲地龙撞击在了一起，顿时一阵绚丽的光芒骤然绽放，整个天地都变成了刺眼夺目的白光，周围无数建筑都在摇晃。紧接着只见那白甲地龙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哀嚎声，身体顿时倒飞了出去，狠狠地砸在了那教皇殿的建筑之上。砰！一声巨响，那建筑轰然崩塌。噗嗤，白甲地龙喷出了一口鲜血，整个人的气息萎靡了很多，也失去了战斗力。千寻安的身体再度向前，看向那菊斗罗道：看来当初我放了你，是你回来给比比东报的信吧？菊斗罗万分震惊，整个人看着千寻安，颤抖不已。他惊恐地看着千寻安，千寻安平静地看着菊斗罗道：我早就说过，作为武魂殿的长老，你要效忠的是武魂殿，不是比比东，也不是我。这么看来，你是将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啊？那菊斗罗立即道：裁决大人，我错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看着菊斗罗的求饶，千寻安没有半点触动，只是露出了一丝怜悯的神色，看着菊斗罗道：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可是你没有珍惜。说着，千寻安一巴掌扇了出去，那魂力顿时凝聚，成为了一只大手，狠狠地朝着那菊斗罗扇了出去。菊斗罗立即释放手中的菊，想要抵挡千寻安这一招，但是在这巨大的手掌面前，那菊脆弱的犹如玻璃一般，瞬间便被拍碎了，同时那大手也抽在了菊斗罗的身上。紧接着只见那菊斗罗的身体瞬间飞退了出去，狠狠地撞击在了墙壁上。嗨嗨，菊斗罗剧烈地咳嗽起来，一连串鲜血从口中喷涌而出，他的脸色顿时苍白了起来。千寻安冷漠地看着菊斗罗道：你活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去死吧。说着，千寻安再度抬起了自己的手臂，感受着千寻安身上散发出来的凌冽气势，菊斗罗终于怕了，急忙求饶道：别，我愿意臣服你，请您不要杀我，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我什么都愿意交代。看着菊斗罗那乞求的模样，千寻安没有任何回应，只是缓缓举起了自己的右臂。就在那手掌快要落下的时候，此时只见一道紫光出现在千寻安的面前。住手！千寻安，你入魔了。菊斗罗是我武魂殿长老，你确定要杀他吗？此时比比东的声音顿时出现，旋即只见一道紫光出现在了千寻安的面前。千寻安听到了比比东的声音，旋即冷笑道：你终于出现了，不得不说，你导演的戏的确不错，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做的这一切都不过事儿戏罢了。我千寻安要杀谁，你阻止得了吗？千寻安话音落下，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直接破开了比比东释放的紫色护盾，一股无比恐怖的能量光刃斩向了菊斗罗月关。第61章，手段尽出，不过儿戏。那一道能量无比强大，月关只觉得浑身发寒，他甚至能够嗅到自己生命正在流逝的味道。此时月关瞳孔紧缩，看着千寻安的那强大一击，他运转全身魂力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护盾。这是他全身魂力形成的护盾，防御力非常恐怖，可以说这是菊斗罗能够形成的最强护盾了。然而这样的护盾在千寻安的攻击面前显得是如此的脆弱不堪，那恐怖的光刃瞬间将那护盾撕裂。下一刻，月关那魁梧的身躯瞬间倒飞而出，重重的摔落在了地面上，他的嘴里狂吐着鲜血。不！月关嘶吼一声，只见那恐怖的力量直接穿过了他的身体，一道血痕瞬间出现在月关的身体上。下一刻，只见那月关的身体裂开，被千寻安劈成了两半。
比比东也出现在那教皇殿的上空之中，看着千寻安，大声道：“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千寻安已经入魔了，他已经疯了。要是不阻止他，我们武魂殿只怕都要被他覆灭。两位供奉，你们还要看戏，还不出手吗？”比比东大声呼喊。下一刻，只见那降魔斗罗和千钧斗罗现身在了这里。两大供奉看向千寻安道：“寻安，你真的像比比东说的那样被控制了吗？”千寻安看向那降魔斗罗和千钧斗罗，平静开口道：“两位叔叔，觉得我被控制了吗？”那两位供奉面面相觑，看向千寻安，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此时，后方的比比东立即指着千寻安道：“你们还看不出来吗？他杀死了我们武魂殿的长老鬼斗罗，杀死了我们武魂殿的圣女胡列娜，现在又杀死了长老菊斗罗。他若是不被邪神控制，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杀我们武魂殿的人，削弱我们武魂殿的战力呢？”降魔斗罗和千钧斗罗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一边是教皇，另外一边是裁决长老千寻安，无论怎么选择都是错的。都怪大供奉将这么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此时，降魔斗罗轻叹了一声。千钧斗罗看向千寻安道：“寻安，你可以解释一下你的所作所为吗？”千寻安看着众人，旋即开口道：“那好，你们听着，我杀那胡列娜，是因为那胡列娜叛教，她将那唐三带入了我们武魂殿的队伍之中，导致我们武魂殿差点损失了好几位魂圣。至于你们想要证据的话，那几位魂圣可以作证。我杀鬼斗罗也一样，那鬼斗罗明知那唐三是拥有昊天锤，是昊天宗的人，还让唐三进入队伍之中，还想要让那胡列娜和唐三联姻，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叛教吗？至于这菊斗罗，他明知教皇比比东当年杀死了我大哥千寻疾，他还助纣为虐，甘愿当比比东的狗。你们说我不杀他，又杀谁呢？”旋即，千寻安看向比比东道：“比比东，你也别演了，当年你杀我大哥的证据我已经找到了，今天便是你的死期。”此言一出，比比东身体剧震了一下，整个人愣在原地，似乎忘记了反应。他脸色变得惨白，颤抖着开口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哼，事到如今还要装糊涂吗？”千寻安冷冷地说道。“哼，千寻安，你少在这妖言惑众，大家都看到了吧？他已经被罗刹神控制了，在这里胡说八道。”比比东怒喝道。千寻安旋即冷笑道：“被罗刹神控制？比比东，接受罗刹传承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吧？”千寻安看向比比东道：“什么传承？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比比东继续狡辩道：“各位，你们还不出手吗？要眼睁睁地看着这武魂殿被千寻安毁灭吗？”比比东立即大声命令道。随着比比东的命令落下，此时只见那剩余的鬼豹斗罗和魔熊斗罗也没有办法了，他们已经在千寻安面前示威了，现在他们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魔熊斗罗怒吼一声，武魂真身释放，整个人的身体幻化成为一尊无比巨大的魔熊，足足数百米高，他的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凶煞气息。“去死吧！”魔熊斗罗咆哮一声，直接朝着千寻安扑了过去，巨大的爪子抓向千寻安。轰隆隆！与此同时，那鬼豹斗罗也动了，直接释放出武魂真身，他化作了一只迅捷的鬼豹，那鬼豹身影虚幻，直接从魔熊斗罗背部掠过，下一刻他出现在了千寻安的身后，张开嘴巴直接朝着千寻安咬了下去。面对二人的袭杀，千寻安毫不慌乱，他身上金色火焰升腾而起，下一刻他双腿猛踏地面，直接跃到了空中，然后只见那金色火焰化作了无数把小箭，直接射向那鬼豹和魔熊。噗嗤！那鬼豹刚刚出现在半空，便被无数利刃刺透身体，整个人的身体直接被那金色的小箭钉在了墙上，口中鲜血喷出，失去战意。至于那魔熊，虽然挡住了那无数利剑的袭击，但是却也被无数利剑穿透了肩膀。啊！这魔熊痛苦地叫了一声，然后愤怒地看着空中的千寻安，怒吼道：“混账小子，你敢伤害我，老子跟你拼了！”说完，那魔熊的气势瞬间增加了很多倍，然后他举着自己硕大的拳头，狠狠地砸向空中的千寻安。千寻安冷哼一声，同样是一拳打了下来，两拳顿时碰撞在了一起，一股恐怖的冲击波四处横扫，将周围一座座房屋吹倒，树木摧折，尘土飞扬。下方的比比东则早就退到远处观察情况去了，毕竟那两位可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而在这时候，那魔熊斗罗的右臂突然爆炸了开来，嗷呜！剧烈的疼痛使得魔熊斗罗仰天悲鸣了一声。千寻安再度解决了剩余的两个封号斗罗，旋即看向比比东道：“比比东，下一个轮到你了。”此时比比东看着千寻安杀来，心中顿时大惊，立即喊道：“两位供奉还不出手？难道眼看着我们武魂殿所有人都被千寻安杀死吗？这些长老可都是武魂殿的中坚力量，他们若是死了，谁又来守护武魂殿呢？”
那降魔斗罗和千钧斗罗相互看了一眼，最后还是决定出手。只见那降魔斗罗和千钧斗罗纷纷都是释放了自己的武魂盘龙棍，两根无比巨大的棍子出现在半空中。那两根巨大的盘龙棍出现在了千寻安的面前，一红一蓝，散发着极其恐怖的威压。两大供奉齐声开口道：“武魂融合技，盘龙之灭！”下一刻，那两根巨大的盘龙棍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只无比巨大的神龙。神龙咆哮着，瞬间朝着千寻安扑杀了过来。毕竟是两大供奉的武魂融合技，千寻安也稍微的认真了一些，旋即道：“两位叔叔，对不住了，请你们先去休息吧。”千寻安说着，伸出了手，天使圣剑瞬间凝聚在了手中，旋即千寻安的身上第5个10万年魂环亮起。面对两大供奉的融合技，也配让千寻安使用魂技了。第5魂技，裁决之光。千寻安一剑斩出，无尽的剑气凝聚成为了一道无比巨大的光刃，瞬间迎向了那条巨大的神龙。轰隆，光芒闪耀，剑气纵横，那神龙被劈成了2截，紧接着消失不见。而那盘龙柱也因为能量耗尽，化作点点碎片掉落在地。噗嗤！在这融合技对抗下，两大供奉都是口吐鲜血，面色苍白，显然是受了重创。他们看向千寻安的目光充满了惊骇。千寻安的实力太恐怖了，不仅破除了他们的融合技，并且他们更是遭受了反噬。如果千寻安趁胜追击的话，估计他们会陨落于此。两位叔叔，抱歉了。千寻安摇了摇头，然后一步跨出，直奔2名供奉冲了过去。千寻安一步踏出，那2位供奉直接被千寻安的气势震飞了出去。噗！2位供奉的口中也是鲜血吐出，受了极其严重的伤。虽然2位供奉还能拼死一战，但是他们的义务已经尽到了，再为比比东拼命有些不划算了。2人旋即躺在了地上，谁也不起来了。这一刻，比比东找来的帮手全部被千寻安团灭了，而且所有人都身负重伤，失去了战斗力。比比东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千寻安，他难以相信，这样的阵容，即便是大供奉千道留在这里，只怕也会受伤，但是千寻安却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全部秒杀了。难道极限斗罗之间也是有差距的吗？这一刻，比比东手段用尽，他顿时惊恐万分。千寻安冷漠地看着比比东道：“比比东，我说过，你的手段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不过儿戏。现在我倒是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只不过，无论你用什么手段，都阻止不了你今天必死的结局。”说罢，千寻安一个瞬移，瞬间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第62章，斩比比东。千寻安看向比比东，旋即开口道：“比比东，有一个礼物，我要送给你。”说着，千寻安的手中凭空出现了一个盒子，千寻安瞬间将盒子甩了出去，飞到了比比东的面前。比比东接过了盒子，打开一看，只见一颗硕大的人头出现在了比比东的面前。那人头不是别人的，正是自己的弟子胡列娜的。看到了胡列娜的人头，比比东的心中无尽的愤恨之情涌现，他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拳头，然后恶狠狠地看向千寻安，道：“千寻安，你该死，我该死！哼，你杀了我大哥千寻疾，并且吞噬了他，连尸首都没有留下，难道你不该死吗？”千寻安看着比比东冷哼道。千寻安说完，身体一闪，瞬间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比比东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千寻安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将比比东举了起来，然后冷声喝道：“比比东，我大哥死在了你手里，你必须偿命。”可比比东艰难地挣扎道。千寻安冷笑一声，用手提着比比东一甩。即便那比比东是封号斗罗，但是在千寻安绝对的力量面前，根本不是对手。比比东的身体顿时飞了出去，狠狠地砸在了下方的教皇殿之上。轰！比比东的身体将下方的大殿都砸塌了，那建筑被他砸了一个大洞。他从废墟之中爬了起来，浑身浴血。可是他还没反应过来发动招式，千寻安又是一个瞬移，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千寻安手中的天使圣剑斩了出去，只见那裁决之光瞬间朝着比比东斩去。比比东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只能够抬起双臂抵挡。只听砰的一声响起，比比东瞬间被斩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比比东脸色惨白，嘴角挂着血迹，他勉强站起身，擦了擦自己嘴边的血迹，冷漠地看着千寻安，寒声道：“千寻安，今天就算是我死，也一定要拖你垫背。”呵呵，拉我垫背，凭你也配？那么我也只能够让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千寻安淡淡道。比比东没有说话，只是眼眸中迸发出了疯狂的神采，旋即他低喝一声：“死亡蛛皇，武魂真身！”这一刻，比比东的身体顿时改变，他的身上长出了8只猪腿，并且他的额头上长出了2只弯曲的尖锐毒牙。
与此同时，比比东身上的衣服以及他原本的长裙也全部都脱落，变成了一件黑色的皮甲，覆盖在他的身躯之上。这时，比比东的身上传出了啪啪啪的声音，他的骨骼、肌肉等也是在急速的增长着。眨眼间，他整个身体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高，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很快，比比东整个身体的高度已经超过了4米，他的身躯宛如钢铁浇灌而成一般，充满了力量感和美感。此时，比比东立即发动魂技，只见一根根尖锐的珠刺疯狂地朝着千寻安射了过来。千寻安依旧没有丝毫惧怕，他缓慢挥动自己手中的天使圣剑，随后一股无比凌厉的剑意弥漫开来，刹那间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蔓延开来。比比东的攻击瞬间被瓦解，他整个身体直接倒飞了出去，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之上。比比东喷出一口血液，眼眸冰冷无比，道：千寻安，你真的以为你赢定了吗？第8魂技蛛皇分身。下一刻，比比东的身体瞬间分开，2个比比东出现在了千寻安的面前。准确的来说，应该是2只蛛皇。只见那蛛皇全部都释放出了一种诡异的气息，紧跟着一道道蛛丝朝着千寻安缠绕而去。此时，只见无数的蛛丝瞬间密布整个空间之中，那蛛丝像是钢丝一般坚韧无比，并且每一根蛛丝都带着极其强大的威压。第3魂技死亡蛛网束缚。一根根恐怖的蛛丝铺天盖地般的朝着千寻安笼罩而去，封锁了千寻安周围的所有空间。千寻安没有多说什么，面对着死亡蛛网束缚，千寻安仅仅只是冷冷的扫视了一圈，然后冷漠的挥动手中的圣剑，猛然劈下。霎时间，万千光华爆射而出，紧跟着一道巨大的剑气浮现。那些蛛丝在触碰到这剑气的瞬间纷纷断裂，并且还在迅速崩溃着，眨眼间就彻底的烟消云散。那些蛛丝刚刚出现时是何等的强悍，而如今却脆弱无比，轻易便摧毁殆尽。可想而知，千寻安那一剑蕴含着多么庞大的威力。看到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蛛网束缚居然被千寻安这般轻描淡写的破除，比比东的神色顿时变得阴沉了几分。他咬了咬银牙，再次施展出了自己的魂技死亡凝望。只见在比比东那碧绿色的瞳孔之中，突兀地绽放出了一抹妖艳的绿光，绿光仿佛穿透了空间一般，朝着千寻安激射而来。所过之处，空间寸寸碎裂，威力非常恐怖。面对比比东的死亡凝望，千寻安神色不变，手持天使圣剑，微闭双目。下一刻，他睁开双眼，目光中闪烁着金光。千寻安一步踏出，瞬间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天使圣剑高高的扬起，一剑斩下。刹那间，一道足以毁灭一切的剑芒带着璀璨夺目的金光，瞬间朝着比比东斩了过去。那一道剑芒划破虚空，发出了哧啦哧啦的声音，似乎连空间都无法承受它的锋芒，要崩裂一般。这道剑芒瞬间与比比东的那一道死亡凝望撞在了一起，顷刻间天地失色。只见天使圣剑的那一道剑芒直接将比比东的死亡凝望给斩断，紧接着那一道剑芒势如破竹，带着摧枯拉朽的力量朝着比比东冲击而去。比比东神色大骇，急忙伸出双臂格挡在胸前，但是他那脆弱无比的双臂哪里能够抵抗得住这一道剑气的斩击？噗呲，只听得一阵撕裂声传出，比比东那脆弱的双臂直接被斩掉，鲜血飙洒而出。随后，那一道剑芒狠狠地斩在了比比东的腹部。啊！比比东惨叫一声，身形倒飞而出，重重地跌落在墙壁之上。这一刻，千寻安没有任何的犹豫，瞬间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然后手中的天使圣剑化作一道流星，狠狠地斩在了比比东的胸膛之上。比比东看着那一剑，眼中露出了无比惊恐的神色。不！比比东大吼，但是连防御都已经来不及了。那一剑瞬间落下，鲜血四溅，比比东的身体瞬间被斩为2半。第63章暴虐比比东。千寻安看着那比比东的尸体，他知道比比东有一个魂技叫做不死之身。上一次自己将比比东打了个半死，他便是凭借着这个魂技活了过来。看来这个魂技施展之后，即便是身体支离破碎也能够复活，所以千寻安等待在比比东的尸体面前。下一刻，只见那比比东的身体竟然在千寻安的面前开始逐渐的愈合了起来。短短几秒钟之后，他的身体又完好无损。不死之身可以说是比比东赖以生存的魂技。看到这一幕，千寻安眉头紧皱，下一刻他手掌抬起，天使圣剑上面闪耀起璀璨的光芒，然后对准了比比东。死吧！千寻安冷哼一声，天使圣剑上再次亮起了璀璨的光芒。比比东的眼神中充斥着震撼与惊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败得这么干净利落。这一次，千寻安对准的是比比东的脑袋，一剑斩出，一道璀璨的白光骤然闪烁而起。轰隆！剧烈的爆炸声骤然响起。
比比东那娇嫩洁白的脖颈之上，赫然出现了一条深深的伤痕，那伤痕深可见骨，鲜血汩汩流淌而出。而在那伤口之处，比比东身上那浓郁的翠绿色毒物正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啊！比比东的脸色狰狞到了极点，他的嘴巴张开，仰天咆哮一声，声嘶力竭。这一刻，他的脸色扭曲到了极致，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从炼狱中爬出来的魔鬼一般。千寻安平静地看着比比东道：“你这不死之身是魂技，是魂技，自然要消耗魂力，而且让人复活，消耗的魂力肯定不少。让我猜猜，你这魂技还能复活几次呢？”此时，只见几根蛛丝瞬间拉住了比比东的身体，将他的身体瞬间拉了出去。比比东终于脱离了千寻安攻击范围，现在的比比东才能稍微喘口气。此时，比比东的身体再度复原，但是他脸色苍白，连用了2次复活，消耗的魂力自然非常的巨大，甚至让他的脸色看起来有些萎靡。但是千寻安并没有给他休息恢复的机会。唰！伴随着一道绚烂的金光掠过，千寻安的身影再次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天使圣剑毫不留情地斩向了比比东的脑袋。这一剑比上一次更加的凌厉，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呼啸而来。感觉到了那股令人窒息的危险感觉，比比东的心脏疯狂跳动着，浑身都颤抖着。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反抗余地，只是他的眼睛却依旧死死地盯着千寻安手中的天使圣剑。此时比比东再度施展第9魂技不死之身，只不过这一次他使用的是不死之身的另外一个效果，将自己的身体能量化，也就是说他变成能量之后可以无法选中。千寻安一剑落下，恐怖的剑气纵横交错，宛若蜘蛛网一般朝着四周扩散而出。比比东的身体在这剑气之中迅速消融，仅仅片刻的功夫就彻底的消失不见。比比东的实力确实很强，尤其是那一招不死之身简直逆天，如果不是千寻安的天赋太过逆天的话，或许他真的拿比比东没什么办法。下一刻，比比东再度出现，只不过比比东已经切换了另外一个武魂噬魂蛛皇。这一刻，比比东的身体彻底变成了一只大蜘蛛，绿油油的身体看上去恶心至极，背上长满了倒刺，尾端则是尖锐的钩子，在灯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寒光。噬魂蛛皇第3魂技魔蛛召唤。比比东立即施展第3魂技，瞬间只见那地面之上出现了无数的小蜘蛛，这些小蜘蛛拥有极强的毒性，一旦沾染，轻者皮肤溃烂，重则当场毙命。可怕的毒素，即便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沾惹了，都会陷入昏迷。只不过这些东西对于千寻安来说没有半点作用，比比东释放出来也不过是为了拖延一下时间罢了。千寻安冷漠地看着这些毒物，下一刻他举起了天使圣剑，一剑挥舞而出。翁只见天使圣剑绽放出璀璨的金色剑芒，一道剑气喷薄而出，顿时铺天盖地的金色剑芒朝着那些毒物笼罩而去。刹那间，一阵阵凄惨的哀嚎之声响起，这些由魂灵召唤而来的毒物根本就扛不住千寻安这一剑的威力，眨眼间就全部死绝，没有一只幸免。看到这一幕，比比东瞳孔骤然收缩了一下，然后他的身影瞬间消失，下一刻直接出现在千寻安身边，手握匕首朝着千寻安的脖子抹去。比比东冷喝道：“第6魂技永恒之创。”只见比比东手中匕首猛然刺入千寻安的脖子，同时匕首上传递出一股庞大的精纯的黑暗系魂力，顺着匕首就要进入千寻安的体内。这股黑暗系魂力在进入千寻安体内之后，便是肆虐开来，仿佛要毁灭千寻安的一切。叮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千寻安的脖子上浮现出一层淡金色的防护屏障，挡住了那股黑暗系魂力。千寻安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他看着比比东嘲笑道：“你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我来说跟挠痒痒没啥区别。”千寻安一脚踢开比比东，手持天使圣剑指着他说道：“现在轮到你了。”旋即千寻安背后6只翅膀一扇，瞬间他便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对付比比东，千寻安甚至都不需要使用自己的噬神枪和第2武魂，千寻安一拳狠狠砸在了比比东的胸膛之上，比比东的胸膛瞬间凹陷了下去，整个人如同陨石一般飞出100米。噗嗤，又是一口鲜血吐出，比比东眼中闪过一丝悲凉，喃喃道：“没想到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吗？”砰！比比东的身体坠地，发出沉闷的碰撞声。千寻安可没打算放过比比东，他立即跟上了摔倒的比比东，朝着比比东那脑袋狠狠一拳砸了下去。轰！一声巨响，比比东的头都被直接砸入了地面之上，地面都被千寻安砸出了一个大大的深坑。比比东的头被千寻安砸得稀烂，整张脸上满是鲜血。第64章复仇的杀心。当然，千寻安并没有打算放过比比东。千寻安一把抓住了比比东的头发，将他整个人都提了起来，
直接扔到了天空之中。旋即一剑斩出，只不过这一剑千寻安斩的是比比东的猪腿，一剑斩出，比比东的一只猪腿瞬间飞了出去。啊！比比东痛苦的嘶吼，但是他却没有停止挣扎，身体剧烈的扭动着。但是千寻安岂会给他逃跑的机会，右腿抬起，狠狠地踹在了比比东的腹部。哦！一大口鲜血从比比东口中喷出，与此同时，比比东的脸上也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千寻安再度欺进，右拳紧握，高高扬起，然后狠狠地朝着比比东的胸膛处砸去。砰！一声巨响传来，比比东的肋骨应声折断，胸膛直接塌陷下去，鲜红的血液从嘴角溢出，而比比东更是如同破布娃娃一般被千寻安远远地甩了出去。千寻安冷哼一声，快速地追了上去，又是一剑斩向了比比东的另外一条猪腿。比比东两条猪腿被斩断，比比东惨痛地嘶吼了起来。比比东知道自己今天完蛋了，他双目充血，怨恨地注视着天空之中的千寻安。千寻安，我诅咒你不得好死，诅咒你坠入无间地狱，永生永世不得超生。啪！一记耳光抽在比比东脸上，比比东那张俏丽的面庞顷刻间变得红肿起来。你这样的垃圾也配让我受罪？千寻安冰冷的声音响起。下一刻，千寻安冰冷地看着比比东道：你倒是还有6条猪腿，我会一条一条的将它们斩断。千寻安可不能这么简简单单的杀了比比东，他要折磨比比东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让比比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千寻安一剑斩向比比东的另一条猪腿，咔嚓一声脆响，比比东的左臂齐肩而断。但是比比东依旧没有任何服输的意思，反而更加疯狂地咆哮起来：千寻安，你有本事就杀了我吧，我诅咒你一定会遭报应的，哈哈哈！千寻安眼神一凝，随后他右手一抖，天使圣剑之中爆发出万丈白光，一剑劈了出去。只听到哧啦一声，比比东又是一条猪腿被千寻安斩断。啊！比比东的口中再次爆发出凄厉的叫声。千寻安目光平静地注视着比比东，旋即问道：比比东，你现在还不承认是你杀了我大哥吗？比比东一双冰冷的目光看着千寻安道：我杀了你大哥？有谁见到我杀了你大哥？倒是你，我是武魂殿的教皇，你却要杀我谋反，看来你是惦记着教皇之位很久了吧？你杀了我，天下人都只会知道你千寻安被罗刹神控制，回来报复我们武魂殿，斩杀了武魂殿的教皇。你千寻安即便成为了教皇，也要被天下人唾弃。哈哈！比比东无比疯狂地大笑了起来，整个人癫狂至极，痛苦地嘶吼着。千寻安冷哼一声，看着比比东道：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我已经找到了证据了，届时由不得你不承认。说着，他又是一剑斩向了比比东的一条猪腿。这一次他毫不留情，一刀将比比东的猪腿砍落，鲜血狂飙，场面非常恐怖。比比东俏脸直接痛苦地扭曲了起来，整个人在千寻安的面前疯狂咆哮：千寻安，你有本事就杀了我啊，折磨我算什么本事？你杀了我呀！比比东在千寻安的面前疯狂地嘶吼，整个人已经接近了疯狂。他目光冰冷地看着千寻安，再度看着千寻安质问道：千寻安，你一定很在乎千仞雪那贱人吧？可是我可是那贱人的母亲，那妮子也是为了我才前往天斗帝国卧底的，要是她回来知道你杀死了她的母亲，你说她会如何？她会不会杀了你，替我报仇呢？哈哈！比比东说着，再度癫狂的大笑，他嘴里全是鲜血，染红了他的牙齿，笑起来恐怖至极。千寻安目光冰冷至极，看着比比东道：拥有你这样一个母亲，是小雪这辈子最大的不幸。你虽然生了她，但是你给过她什么？你这样的人也配被称为母亲吗？这一刻，比比东看着千寻安嘶吼道：你以为我想要生她吗？还不都是你大哥，要不是你大哥强暴我，我又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孽种？千寻安，你以为你大哥又是什么好东西吗？身为武魂殿的教皇，虽然是封号斗罗，但是连一个刚刚突破封号斗罗的唐昊都打不过，而且他掌管的武魂殿比我掌管的武魂殿腐朽100倍，要不是我，武魂殿怎么会有今天？你大哥虽然是教皇，但是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废物，一个没有魄力、没有男子气概的废物。你大哥要是有你一半的手段，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听到了这里，千寻安的眼中冰冷至极，他冷若冰霜地看着比比东道：即便你说的都对，但是那又如何？无论他如何，无论他做过什么，他都是我大哥，在我小的时候也是他对我好。我可不是为你伸张正义的天使，我只是从地狱归来复仇的杀星。怎么，因为我大哥强暴了你，我就要对你亏欠，我就要帮你吗？大哥是你的老师，他从小将你抚养长大，将他的知识经验传授给你，栽培你，帮你猎杀魂兽，成为强者，没想到最后却养出了你这样一个白眼狼。我的道理很简单，大哥是我的亲人，
你杀了他，我便杀你。千寻安冷漠地看着比比东，手中的天使圣剑就要斩下。就在此时，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瞬间降临，无比恐怖的威压瞬间四散开来。一道金光出现，分隔了千寻安和比比东。住手！旋即，一道沉稳的声音传来。千寻安定睛一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武魂殿的大供奉，自己的父亲千道流。第65章，今天比比东必须死。此时，只见那千道流出现在了千寻安的面前，他穿着一袭白衣，飘飘欲仙，宛若谪仙降临凡尘。千寻安冷眼看向了千道流，道：“父亲，你还是要阻拦我吗？”千道流看着千寻安道：“寻安，你怎么如此执迷不悟啊？”千寻安看着千道流冷哼道：“父亲，是我执迷不悟，还是你太过软弱，太过迂腐？”你……千道流万分震惊地看着千寻安，他没想到千寻安会这样和自己说话。千寻安目光平静地看着千道流，冷哼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他可是杀了我大哥，你儿子的人啊！即便如此，你也不让我杀他吗？”千寻安看着千道流冷哼道。千道流看着千寻安道：“寻疾已经死了，我不想再看着你们自相残杀了。你若是杀了他，那小雪怎么办？再怎么说，她也是小雪的母亲啊。”千寻安看着千道流，冷笑道：“生下来便从未管过，骂自己的女儿是贱种，让自己的女儿深入险地去帮助他完成他欲望。他这样的人也配做小雪的母亲吗？我想，小雪若是知道是他杀死了他的父亲，小雪也不会原谅他的。”千道流再度看着千寻安道：“你已经杀了我们武魂殿的2位封号斗罗长老了，又打伤了我们武魂殿这么多人，你要是再杀了比比东，一定会大幅度的削弱我们武魂殿的实力的。”千寻安看着千道流道：“我说了，这武魂殿由我一人守护，足矣。我千寻安在这里，我看谁敢对我们武魂殿不利。父亲，想要阻止我，即便是你也不行。”千寻安冷漠开口道：“怎么，你想要对我动手吗？”千道流看着千寻安厉声质问道。千寻安冷漠地看着千道流道：“既然如此，那么就得罪了。”千寻安说着，顿时一步踏出，朝着比比东冲了过去。千道流立即挡在了千寻安的面前，身上恐怖的魂力顿时爆发了出来。千道流乃是99级极限斗罗，实力相当强横。他怒喝一声，全身魂力涌动，一拳带着无尽风雷声朝着千寻安挥来。千寻安冷漠地看着千道流，旋即也是一拳砸了出去，两拳顿时轰击在了一起。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传来，一股劲风四散开来，千道流的身影急速后退，而千寻安则是站在原地纹丝未动。好强！千道流的眼眸之中闪烁起浓重的震惊之色。千寻安冷哼一声，旋即又是一拳狠狠地朝着千道流冲击了过去。他根本没给千道流喘息的机会，而千道流虽然震惊于千寻安的强大，但是也绝对不甘示弱，他也猛扑了过来。两股无比恐怖的力量顿时爆发了出来，恐怖的魂力波动令周围的草木纷纷枯萎，一股股气浪翻腾开来。砰砰砰，两人不断交锋，转瞬之间数招就已经过去。噔噔噔，在交锋了数十招之后，千道流突然脚步暴退，一连后退了20多步才稳住身形。而反观千寻安，仅仅退后3、5步就站稳了身子，显然两者的实力差距显而易见。寻安，之前一直没有试过你的实力，没想到你这么强大。千道流看着千寻安，万分震惊道。千寻安目光冰冷，看着千道流冷哼道：“抱歉，父亲，我可没有使用全力。”千寻安说着，忽然一步上前，瞬间来到了千道流的面前，看着千道流道：“父亲，既然你要阻止我，那请你也去休息休息吧。”千寻安手中再度凝聚出天使圣剑，一剑斩出，天使圣剑之上绽放出耀眼无比的金色光芒。千道流的脸色微变，他感觉到千寻安这一剑所蕴含的威力，竟然比之先前还要恐怖几分。千道流一咬牙，一掌拍了出去，和千寻安手中的天使圣剑碰撞在了一起。砰！两股巨大的力量在半空之中炸裂，一层层肉眼可见的气浪向四周席卷开来。但是千道流很明显已经抵挡不住这一击，身体犹如炮弹一般被抛飞了出去，扑哧一声喷出一口逆血，他的脸色已经是苍白一片。唰！千寻安身形一晃，眨眼间就已经来到了千道流身边。此时千寻安对准了千道流，一拳再度轰杀了出去。轰！一声巨响，千道流再次吐出一口鲜血，身体倒飞了出去，狠狠地落在了地面之上。比比东看着千寻安和千道流大战，眼中闪烁着阴毒之色。你真该死，千寻安，我要让你生不如死！比比东愤怒地尖叫着，一阵阵绿色的毒雾从比比东身上弥漫开来，渐渐的，绿色的毒雾越来越浓郁，最终笼罩了方圆100米范围，遮蔽了视线。只见比比东从千寻安的背后拼尽力量，使用魂技偷袭千寻安。
咻！一道碧绿的幽光瞬间射向千寻安的后脑勺，这道碧绿的幽光快若闪电，带着无匹的破坏力。但是千寻安似乎早有预料一般，他的身影陡然一闪，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他一把抓住了那道碧绿的幽光，正是一条猪刺。紧跟着，千寻安一把直接将那猪刺捏碎，化作无数碎片洒向四周。千寻安身体一动，瞬间冲进了绿色雾气之中。下一刻，千寻安就出现在了比比东身后不远处。只见千寻安一指点出，直接戳向了比比东的头颅。这一指直接洞穿虚空，空气之中传来尖锐的音效声，甚至还隐约有一丝电弧跳动。比比东感受到身后危险的逼近，他急忙侧身躲避。但是千寻安的攻势并没有因此停滞，他身体骤然一偏，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欺身而进，一手掐住了比比东的脖颈。千寻安掐着比比东举了起来，此时比比东在千寻安的手上疯狂挣扎着，但是无论如何都挣脱不了千寻安的束缚。此时千道流从废墟之中缓慢地爬了起来，看着千寻安道：“寻安，你真的不收手了吗？”千寻安冷冷道：“自然，今天比比东必须死。”第66章审判教皇。千寻安抓住了比比东，旋即一道金色的锁链瞬间捆住了比比东。这是千寻安的一个魂技，这个魂技的名字叫做天使法则束缚。那金色的锁链全部是由一种秩序符文构成，这种符文拥有强烈的束缚效果，一旦被缠绕上，即便是神也很难挣脱。而且随着这些符文越加的密集，这金色锁链的威能也会越加的强悍，一旦被缠绕上，那简直如同陷入沼泽泥潭之中，寸步难行。被千寻安的锁链束缚住之后，根本无法使用魂力，即便是比比东这样的封号斗罗，现在也和一个普通人一样。可嗨嗨，你干什么？放开我！比比东剧烈的咳嗽起来。千寻安冷酷道：“让你这么死去，可太便宜你了。我说过，我回来便是为了审判你的。”千寻安目光冰冷，拉着锁链的另外一头，旋即朝着天空飞去。比比东的身体被那锁链拖在地上，不停地朝着远处拖走。比比东疯狂地挣扎着，但是根本毫无用处。千寻安，你想带我去哪里？赶快放开我啊！比比东怒吼道。千寻安将那比比东带到了武魂殿的储形台之上，将比比东捆在那储形台之上，锋利的断头斧散发着凌厉的寒芒，架在比比东的喉咙上，仿佛随时都可以割掉比比东的首级。看到千寻安居高临下的望着自己，比比东心中充满了屈辱感，双目欲裂，嘶哑的咆哮道：“千寻安，你究竟想怎样？比比东，今日我必须要审判你，更要处决你。你害了我大哥，今天我便用你的项上人头来祭奠我大哥的英灵。”千寻安缓缓开口道：“你……”比比东脸色狰狞地望着千寻安。此时千寻安旋即点燃了一根巨大的烟，顿时只见那烟在武魂城的上空轰然炸响。呼！一道蓝紫色火焰瞬间在烟之中升腾而起，刹那间整座武魂城都沸腾了，无数人抬起头仰望那天空中绚烂的景象，心中激荡。这是武魂殿的处决信号，不知道武魂殿又要处决谁了。我们快点去看看。今天教皇殿发生了大战，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件事情有关。那些武魂殿的民众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道，纷纷地朝着储形台这边聚集了过来。储形台是一座非常高的高台，屹立在武魂城的中央，高达30多丈，平时都是用来处决武魂殿犯了重罪之人，只有遇到重大的事情才会启动。此时那储形台之中，蓝紫色的火焰不断地燃烧着，令整座高台都沐浴在灼热的气浪之中，温度奇高。那些民众们开始一个个走了过来，聚集在储形台的下方。当他们抬起头看到了那储形台上跪着的罪人的时候，无论是谁都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色。天哪，那不是我们武魂殿的教皇吗？的确是教皇，难道裁决大人要处决我们的教皇？我已经不敢相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下方的民众们一个个震惊莫名，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不服！千寻安，你凭什么杀我？我乃是武魂殿之主，统领武魂殿，你有什么资格杀我？比比东凄厉的叫喊。千寻安并未说话，他一直在等待。下方的民众们开始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几乎整个武魂城的人全部都聚集在了这里，整个储形台下方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那半空之中，只见剩余的几个供奉也悬浮在空中，看着这一幕，所有人都充满着震撼。毕竟这可是处决教皇，处决他们武魂殿最为尊贵，也是权位最高的人，他们如何能够不惊讶？看着人来了差不多了，千寻安终于开口了。千寻安站在储形台上，看着下方的民众们开口道：“大家一定都知道，现在被压在这储形台上的人是谁吧？”千寻安的声音蕴含着极其强大的威压，声音一出，旋即恐怖的音浪让整个广场之上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千寻安继续道：“没错，他便是我们武魂殿的教皇大人。”
大家一定很好奇，教皇大人贵为95之尊，我为何敢处刑教皇，又为何要处刑教皇？接下来便是对教皇比比东的审判。千寻安看着比比东开口道：“比比东，你可认罪？”比比东抬起眼来，看着千寻安问道：“我何罪之有？”千寻安看着比比东道：“第一，你谋权篡位，此乃死罪。”此言一出，下方的民众们更是无比震惊，一个个看向了处刑台之上。千寻安继续道：“比比东当年身为我们武魂殿的圣女，却谋害当年我们武魂殿的教皇千寻疾，夺取了他的教皇之位，如此大逆不道的行径，自然是死罪。”此时，比比东看着千寻安道：“千寻安，你空口无凭，凭什么说是我害了教皇？他可是我的老师，我怎么可能会害他？还在狡辩！”千寻安怒吼一声，看着比比东道：“我既然审判你，自然准备了证据。”千寻安大手一挥，只见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那中年男子出现，看到了比比东被压在处刑台上，顿时吓了一大跳，无比惊恐地看着千寻安。千寻安看着那男子道：“说吧，将当年比比东谋害教皇的事情说出来。”那男子颤颤巍巍，旋即开口道：“当年我是武魂殿的侍卫，我的户籍武魂殿可查。那天夜里，我亲眼看到圣女比比东吞噬了受伤的教皇冕下。”随着证人的发言，这一刻无论是谁都无比震惊，整个广场之上再度沸腾了起来。怎么可能？当年教皇不是唐昊杀的吗？我就说唐昊一个刚刚突破的封号斗罗，怎么杀得教皇冕下？原来是比比东做的。这比比东还真够歹毒的。下方的民众们继续沸腾地说道。此时比比东冷笑一声，看着千寻安道：“千寻安，你以为你随便找一个人来便可以诬陷我吗？我看你只是觊觎我们武魂殿教皇之位，为了夺权，你编了这么一个理由，就想要杀我。”千寻安冰冷的目光看着比比东道：“死到临头，你还敢嘴硬？”比比东冷笑道：“正是因为我要死了，所以我说的话才是真话。一个武魂殿的护卫说的话，都可以证明本教皇做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武魂殿岂不是乱套了？我可以证明。”就在此时，那半空之中又是一道恐怖的声音传来。第67章杀人先诛心。此时即便是千寻安也有些惊讶，这个时候到底是谁会来给自己证明呢？下一刻，千寻安看到了一道身影朝着这处刑台飞了过来，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千寻安的父亲千道流。看到父亲千道流的身影的时候，即便是千寻安也愣了一下，有些难以置信。父亲不是一直要保比比东吗？他怎么会来为自己证明呢？那些供奉们看到了千道流，一个个露出了震惊的神色。看来大供奉终于想通了。光灵斗罗平静开口道，一旁的青鸾斗罗也微微点头。千寻安看着千道流，平静地喊了一声：“父亲。”千道流看着处刑台上的千寻安，轻叹了一口气道：“寻安，我知道我阻止不了你了。”旋即，千道流也看向那跪伏在处刑台上的比比东道：“比比东，我已经做了最后的努力了，对你，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千道流看着千寻安继续道：“寻安，我之所以一直阻止你杀比比东，是因为他是我们武魂殿的教皇，又是我们武魂殿的根基。当年你大哥死后，继承教皇便没有合适的人选，只有他比比东。再者，你大哥的确对比比东有过亏欠，他还是小雪的母亲，若是杀了他，小雪便没有母亲了。后来武魂殿的在他的打理之下越来越好，我杀他的理由也越来越少了。”千寻安看着千道流道：“父亲，您老了，您的锐气也没了。”千道流点了点头，看着千寻安道：“不错，我的确是老了，我承认我不杀比比东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千寻安看着千道流问道。“因为他是神选者。我知道他是被神选中的人，是神的继承者，只不过他是从杀戮之都走出来的，所以我不确定他到底是修罗神的继承者还是罗刹神的继承者。但是无论是哪一尊神的继承者，也就是说他背后的靠山都是神。”千道流感叹道：“杀了他，若是神明降罪，只怕我们武魂殿难以承受。”千道流继续看着千寻安道：“寻安，你现在明白我的苦心了吗？”千寻安看着千道流，微微点了点头道：“父亲，我明白，我也能够理解你，但是我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不认同的你的观点。他是神的继承人，难道我们武魂殿便没有神了吗？我们武魂殿的先祖不也是天使之神吗？再者，神又如何？即便是神亲自降临，我千寻安也无惧他半分。”千寻安看着千道流，坚定道。听到这里，千道流立即道：“寻安，你可千万不要亵渎神明。父亲，神难道真的就那么可怕吗？在我看来，所谓神明不过是比我们更高一位面的修炼者罢了。若是我们处于同一位面，我千寻安不见得比他们差一星半点。”千寻安继续开口道。
千道流看着千寻安，目光露出了一丝惊慌的神色，连忙道：“寻安，这样的话，你万万不可再说了。神明乃是造物主，是无比尊崇的存在，是我们需要仰望的存在。你不尊敬神，会受到神罚的。”千寻安看向千道流，他终于知道自己的父亲终其一生已经是极限斗罗了，却无法攀登那最后一步，因为他太敬畏所谓的神了。不对，不是敬畏，是畏惧。他这样的人只能做神的奴仆，永远无法成为神明，因为他没有超越神明的决心。听到了父子俩的对话，此时一旁的比比东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千道流，你这个老东西，不要再假惺惺的了。你说的没错，本尊就是神明继承者。我之前之所以能够诬陷千寻安继承罗刹神位，因为本尊继承的就是罗刹神位。你们识相的就赶快放了我，否则你们若是杀了我，我想罗刹神他老人家也一定会不高兴的。比比东看着千寻安父子冷笑道。千寻安冰冷的目光看着比比东道：“比比东，你还在奢望那所谓的罗刹神能够救你吗？哼，我说过，今天便是你的死期，谁也救不了你，即便是神明也一样。”千寻安冷喝道。此时千寻安看向千道流道：“父亲，你说你可以证明这一切，你将你知道的事情说给大家听吧。”千道流微微点头，旋即看着下方的那些民众们道：“各位我们武魂殿的民众们，裁决长老说的没错，比比东就是当年杀害我儿寻疾的凶手。”听到了千道流这么一说，无论是谁都无比震惊，看向那高台之上。千道流继续开口道：“当年寻疾受伤归来，我想要去查看寻疾的伤势，可是我刚到寻疾所在的密室门前，我就发现我儿寻疾已经被比比东杀死了。刚才那位武魂殿的护卫证明的不算，比比东那老夫证明的可算。”千道流冷声道。说到这里，身体都颤抖了起来。这么多年，他一直忍了这么多年，难道他不恨这个杀死自己儿子的比比东吗？他恨，但是他的懦弱让他无法对比比东出手，一直没能亲手杀死比比东。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了，虽然这一切都不是他希望的，但是事情已经发生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他自然要站在另外一个儿子这边。比比东冷喝道：“哈哈哈哈！”此时比比东顿时狂笑了起来，他知道他已经穷途末路了。他疯狂道：“不错，千寻安、千道流，你们说的都没错，就是本尊将那千寻疾杀死的。本尊不仅杀死了他，还吞噬了他，让他死无全尸。哈哈哈！千道流老东西，你知道本尊看到你为你儿子伤心却无能为力的时候，本尊有多兴奋吗？”比比东疯狂道。他大声说着，脸色有些潮红了起来。他再度看向千道流道：“要不是千寻安回来，你这个老废物永远都不可能杀我，你永远都会被我玩弄于掌心之中。”你……此时千道流大怒，他没想到这比比东会如此羞辱自己。千寻安却一脸冰冷的神色看着比比东道：“比比东，你这么高兴干嘛？你的处刑现在才刚刚开始。”比比东冷笑道：“千寻安，你以为我怕你吗？来啊，杀了我呀！”千寻安并未回应比比东，只是看向空中的光灵斗罗道：“光灵叔叔，我要你带来的人，你带来了吗？”光灵斗罗旋即道：“自然给你带来了。”下一刻，光灵斗罗一挥手，拉着一个人来到了处刑台之上。那个人正是比比东的老情人玉小刚。此时的玉小刚身上满是伤痕，他在武魂殿的地牢之中受尽折磨。看到了玉小刚，比比东心中猛然一颤，连忙道：“小刚，小刚，你这段时间去什么地方了？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千寻安知道这比比东也有弱点，那便是玉小刚，就这样杀了比比东，岂不是太便宜他了？杀人必须要先诛心。千寻安看向那玉小刚，平静开口道：“玉小刚，我问你，你爱比比东吗？”玉小刚看着比比东那狼狈的样子，冷哼道：“不爱，我从未爱过他，谁会喜欢这样一个疯女人？”听到了这里，比比东立即看向玉小刚道：“你说什么？那当年那些山盟海誓，难道都是假的吗？你说你要带我远走高飞，你要和我永远在一起，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玉小刚看着比比东，旋即道：“比比东，你死心吧，我从未爱过你，当年那些誓言只不过是我为了得到你们武魂殿记载的武魂知识欺骗你的。要是没有你，我这样一个20多级的大魂师，怎么可能接触得到你们武魂殿的藏书阁呢？”听到这里，比比东顿时喷出了一口鲜血。他看向玉小刚，再度道：“你小刚，你一定是骗我的，你是骗我的对不对？一定是千寻安要挟你，你才这样说的对不对？”玉小刚摇了摇头道：“比比东，裁决大人的确是承诺了我，只不过他并未让我说谎。他说，只要我告诉你我的内心真实想法，他就会放了我。我说的这一切都是我想说的。你看你那蜘蛛武魂多么恶心，你长得的确很漂亮，但是你内心这么狠毒，又是一个疯女人，哪一个男人会看上你这样的疯女人呢？”
不错，当初我的确是被千寻疾教皇赶走的，但是我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便是我不想再见到你了。玉小刚继续补叨道：“比比东，你虽然贵为教皇，但是我从未喜欢过你。于我而言，你除了力量和权力之外，没有一点比得上二龙。”此时，比比东气急攻心，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比比东的神色也逐渐的暗淡了下来。千寻安看着玉小刚，旋即递给了玉小刚一把刀道：“玉小刚，既然你不喜欢这比比东，只要你在这比比东的脸上划上100刀，我便放了你，如何？”“你放心，这比比东已经被我禁锢，他现在只是普通人。”玉小刚没有半点犹豫，拿着刀来到了比比东的面前。“小刚，你……”玉小刚看着比比东道：“比比东，我必须要活着，我要回去见二龙。”说完之后，开始一刀一刀的在比比东的脸上划了下去。第68章斩立决。此时，那比比东跪伏在那处刑台之上，玉小刚站在那比比东的面前，手持匕首，一刀一刀的在比比东的脸上划了下去。此时的比比东眼中已经逐渐的呆滞了起来。此时，他看着比比东，眼中流出了泪水，不像是之前一般的疯癫，因为他已经心死了。当他心爱的男人拿着刀一刀又一刀的在自己的脸上割下去的时候，他便已经心死了。玉小刚一刀又一刀的割在了比比东的脸上，一边割着一边说道：“抱歉，比比东，我承认你当初的确帮了我很多，但是那些都不是爱情，我从未喜欢过你。所以现在为了我自己活命，就请你多受点委屈吧。你以后化作厉鬼，千万不要来找我。”玉小刚看着比比东，冷酷无情的在他的脸上割裂着。此时，比比东的那洁白的脸上被玉小刚割出了一道道伤口，那些血肉翻起，鲜红的液体从那裂缝处渗透而出。比比东抬起头看向玉小刚，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却带着一丝悲凉和凄然。他的脸上满是恐怖的伤口和鲜血，在玉小刚无情的刀锋下，比比东的容颜变得面目全非。原本洁白如雪的皮肤被划得乱七八糟，裂开的伤口深可见骨，散发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腥臭味。血液从那些划痕处喷涌而出，如同红色的泉水，染红了比比东的脸庞。他的眼睛失去了往日的明亮，变得暗淡而空洞，流淌着无尽的痛苦与绝望。他原本娇美的嘴唇也被毁坏得面目全非，现在变成了一道道裂缝，血淋淋的伤口向四处延伸。每一次玉小刚划过他的脸，比比东都能感受到无法言喻的剧痛，他的身体痉挛着，无力地颤抖着。比比东的脸颊上的肌肉被划断，露出了扭曲变形的骨骼。他的眼眶里只剩下了2个空洞，看不到任何希望和生机。尽管她曾经是那样美丽动人，但现在她的脸上充斥着一种令人胆寒的可怕气息。血淋淋的景象让人无法忍受。比比东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妖艳动人的女子，而是一个被摧残的近乎残废的可怜人。她的脸上的恐怖让人不敢直视，仿佛是鬼魅从地狱中爬出，诉说着无尽的痛楚和悲伤。比比东无声地呻吟着，泪水从她的眼角滑落，掺杂着鲜血。不知道玉小刚划了多少刀，千寻安缓慢地走到了比比东的面前，看着比比东开口道：“比比东，为了这样一个男人，你做了那么多的错事，值得吗？”此言一出，比比东身体一颤，他抬起眼来，怔怔地看向了千寻安。千寻安摇了摇头，看了一眼眼前这个可怜的女人，但是她没有任何一点值得千寻安怜悯。旋即，千寻安抬起头来，看向下方的所有武魂殿的民众们，大声道：“全体武魂殿的民众们，下面是我对比比东的罪名审判。”千寻安高声开口道：“武魂殿教皇比比东私通武魂殿前长老玉小刚，杀害前任教皇千寻疾，继承罗刹神神旗，未开启罗刹神旗考核，吞噬了前任教皇千寻疾，触犯了我们武魂殿的私通罪、谋反罪、谋杀罪，诸多罪责，罪无可恕。”千寻安冰冷的眸子看着比比东问道：“比比东，你现在可认罪了？”比比东整个人都失去了高光，呆滞不已，口中喃喃道：“我认罪。既然你已认罪，那么我宣判对比比东施行斩首处决。”千寻安说着，他伸出了手，他的魂力瞬间凝聚，成为了一柄金色的大刀，刀刃闪烁着夺目的辉煌。神界，神界会议，诸多神明都来参加了这神明会议。修罗神高高在上，站在那高台之上，俯视着下方的神明。此时，罗刹神率先开口道：“修罗，我要下界。”修罗神冰冷的眼神看着罗刹神道：“你为何要下界？还不是天使后裔的那个小子，修罗，你难道就不愤怒吗？”罗刹神看着修罗神冷哼道：“那小子如此不敬我们，我要下界去给予他神罚，我要让他知道不敬神明的后果。”就在此时，一道金色的身影旋即走了出来，那是一尊美丽至极的天使，身披一袭纯白的长袍，他的长发如瀑布般垂落，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
他的双眸如湛蓝的宝石，透露出一种纯净的光辉。天使的面容娇美绝伦，轮廓柔和而端庄，他的皮肤如同雪白的玉石，散发着一种令人陶醉的光泽。他的唇红齿白，微微上翘，仿佛带着一丝甜美的微笑。他的身材曼妙而修长，身姿挺拔而优雅。他的手臂修长纤细，手指修长纤细，指尖散发着淡淡的光芒。他6只圣洁的翅膀宽大而洁白，轻轻地翩翩起舞，散发出宛如天堂的美丽光辉。天使旋即出现，开口道：“罗刹，你想要下界杀我天使一族的后裔吗？”“哦，天使，你坐不住了吗？”“不错，我就是要杀你们天使一族的后裔。你知道我的神器在下界设立的第一个考核是什么吗？”“哈哈哈，我设立的考核就是必须要吞噬一尊天使。”罗刹神丝毫不惧天使神，冷喝道：“你！”天使神美目中瞬间大怒。此时，高台之上的修罗神开口道：“有人不敬神明，理应受到责罚，这无可厚非。但是，作为神明，不得干预人间之事，这也是我们神界的规定。”此时，罗刹神怒道：“修罗，你说什么？我的继承人可是要被那小子斩首了，不是你的继承人，你便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一旁的天使神看着罗刹神冷喝道：“罗刹，你身为神明，却要对人间的一个小辈出手，你不觉得有失你的身份吗？”罗刹神冷哼道：“哼，有失身份？那小子不敬我在先，杀我继承人在后，我需要什么身份？我立即下界杀了他。”说着，罗刹神就朝着外面走去。“你敢！”天使神顿时散发神威，想要拦住罗刹神。此时，修罗神道：“住手！你们要在我的眼皮底下闹事吗？”修罗神的神威滔天，看着众人冷喝道。这个时候，天使之神和罗刹神才停了下来。修罗神道：“罗刹，你身为神明，那小子不敬你，又要斩你继承人，我许你降下神威，惩戒不敬之人。不过，天使神说的也对，你毕竟是神明，亲自下界杀一介小辈，有失身份。”罗刹神微微点头道：“好，降下神威，也可以杀死那小子了。”此时，天使神立即站了出来，高声道：“不行，这怎么可以？”就在天使神反对的时候，修罗神那恐怖的威压弥漫了出来，看着天使神道：“天使，你要坏了我们神界的规矩吗？”修罗神恐怖的气息弥漫，瞬间镇住了天使神。下界，千寻安冷眼看着那比比东，手中金色大刀散发着一股极其强大的威压。千寻安高声道：“斩立决！”说着，千寻安挥舞着手中的大刀，朝着比比东的头颅斩去。就在此时，天空之中顿时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狂风肆虐，仿佛一场暴雨即将降临。此时，下方的民众们一个个无比震惊，那千道流也震惊地看着天空之中，喃喃开口道：“怎么回事？”与此同时，在天空之中，一团巨大的能量骤然爆炸，一声怒吼随之传出：“杀无传承之人，尔敢！”那天空之中，一道恐怖的声音瞬间炸响了起来，天空之中顿时伸出了一根漆黑的锁链，锁链瞬间禁锢在了千寻安手中的金色大刀之上，将千寻安的金色大刀禁锢住。下一刻，只见一道无比巨大的身影在天空之中演化，那身影身高100丈，身穿一袭黑衣，全身上下散发着无尽的邪恶气息。在他的胳膊上有着一排倒刺，身上遍布各种疤痕，有的仿佛一条虫嵌在肉中一样，很是邪恶扭曲。一根根触手从他的体内蔓延而出，向四周飞射而出。他的嘴角之中还长着密集的獠牙，猩红的舌头舔舐着自己的嘴唇。此时，无论是谁都被天空之中这恐怖的巨大虚影吓到了。千寻安手持那金色的大刀，看了一眼那天空中的罗刹神，冷哼道：“我说过，今天我必杀比比东，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罗刹神是吗？我倒是要看看你能不能阻止我。”千寻安怒吼一声，顿时只见他的手中一柄长枪凝聚了出来，那长枪漆黑与血红相间，密布符文，枪杆通体呈暗红之色，散发着森森寒意，仿佛能冻结一切一般。轰隆隆，千寻安猛然催动自己体内的灵魂力量，注入手中的长枪之中。顿时，他的手中长枪颤抖了一下，绽放出耀眼光华。下一刻，只听噗的一声，他直接将手中的长枪投掷而出。这一次，他没有留手，那长枪犹如利剑一般激射而出，所经之处，空间寸寸崩裂。那长枪瞬间朝着那天空之中罗刹神虚影射了过去。罗刹神看着射出来的暗红长枪，顿时有一种心悸的感觉。千寻安直接放弃了魂力凝聚的大刀，再度伸出了手。只见那天使圣剑出现在他的右手之中，千寻安手中的天使圣剑也没有丝毫犹豫，朝着比比东的头颅落了下去。手起刀落，鲜血四溅。第69章弑神。千寻安手起刀落，
手中的天使圣剑瞬间朝着比比东的头颅斩落了下来。只见那比比东的头颅瞬间飞了出去，鲜血顿时喷涌了出来，溅洒在空中，让天空之中染成了血红色。比比东的脑袋飞离了脖颈之后，整个人瞬间瘫软在了地上。他的头颅滚在那处刑台上，双眼圆睁，显示出他生前绝望、痛苦等各种情绪。而此时，下方观看的众人则彻底呆滞了。一代教皇就这么陨落了，还是当着神明的面斩落的？因为千寻庵的天使法则的限制，那比比东根本施展不出来他的第9魂技不死之身。而且现在的比比东魂力几乎消耗殆尽，他也没有足够的魂力复活了。也就是说，比比东已经彻彻底底的死了。与此同时，千寻庵那漆黑的长枪朝着天空中的罗刹神虚影斩去。那罗刹神虚影看到那一根长枪破空而来，顿时充满了心悸的感觉。他感觉那一支长枪似乎能够杀死他一般，令他无比恐惧。于是，这天空之中的罗刹神虚影顿时抬起手臂挡在了头顶之上。砰！罗刹神的手臂瞬间断掉，长枪狠狠地钉进了罗刹神虚影的胸膛。咔嚓！罗刹神的胸膛也应声破碎。那罗刹神的脸上写满了痛苦与难以置信，但是他的身躯依旧没有任何的变化，最多也就是痛楚加剧了一些罢了。啊！罗刹神愤怒地咆哮着，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演化出来的虚影竟然也会被这小子伤到。上一次自己和修罗神的神念虽然被千寻庵毁灭了，但是那毕竟只是他们留在传承之地的一道残念罢了。那残念的力量顶多也就是斗罗大陆一个封号斗罗的水平。但是他没想到自己现在凝聚出来的虚影乃是他的真身投影，虽然不是真身，但是也拥有神明的力量。但是这样的力量在千寻庵的长枪面前竟然也会受伤。此时下方的民众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无比震惊。天哪，那是神明吗？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神明？难道那就是罗刹神？罗刹神的怎么会降临世间？难道是因为裁决大人杀死了教皇，得罪了神明？这一刻下方的人无比惊恐。一方面他们震惊千寻庵的强大，当着神明的面斩落了武魂殿的教皇比比东；另外一方面他们无比畏惧天空中那恐怖去至极的神明。毕竟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神明都是高高在上无法僭越的存在。千道流也恐惧地看着天空之中的罗刹神虚影，口中喃喃道：怎么可能？神明怎么可能会降世？不，这不可能。千道流的眼中已经接近了恐惧的神色，旋即他有些失神，再度喃喃开口道：斩杀比比东竟然触怒了神明，难道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千寻庵没有理会比比东的尸体，一步踏空来到了那半空之中，与那神明遥遥相对。此时罗刹神看着千寻庵怒吼道：小子，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触怒神明，你当真不怕神罚吗？千寻庵冷笑一声，只见那暗红色的长枪瞬间飞到了千寻庵的手中，然后朝着那罗刹神虚影点出一指。那长枪之上，那是神2字散发着一点光芒。千寻庵目光冰冷地盯视着罗刹神，一字一顿的道：神，你可知我此枪叫做什么名字？那罗刹神虽然遭受了千寻庵一击，但是依旧高高在上道：吾为何要知？因为神也好，魔也罢，我都会让他死在我的枪尖之下。千寻庵冷冷道：狂妄，区区凡人也敢妄称是神？千寻庵顿时笑了起来，看着天空之中的罗刹神，长枪轻指，霸气回应道：你说的不错，此枪名曰是神。话音刚落，千寻庵的眼眸突然变得炽热起来，一股滔天气势疯狂地席卷而出。在这一刻，他就像是一尊盖世魔神降临了一般。此时他的眼中除了坚定之外，没有丝毫的波动。这一刻，下方的千道流看到了神明现世，心中顿时无比担忧，立即道：寻庵，你想要做什么呀？那可是神明，你不能不敬啊！千道流在下方大声喊道。千寻庵根本不在乎千道流的呼喊声，是神枪指着罗刹神道：此枪乃是我的信念之枪，神明又如何？曾经在那方世界之中，我便是凭借此枪杀死过神，故有弑神称号。今天我倒是要看看你这所谓的神明挡不挡得住我的弑神枪。千寻庵说完，没有丝毫犹豫，一枪朝着那罗刹神虚影刺杀了过去。罗刹神看着千寻庵，冷哼道：狂妄的小子，口气不小，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罗刹神说着，身上一根根无比巨大的触手疯狂地朝着千寻庵袭来。面对着那些触手，千寻庵一枪刺了出去，恐怖的长枪顿时散发出夺目的光辉，将所有触手全部摧毁。而就在此时，天空之中的罗刹神虚影双翼猛然挥舞，一道道雷霆从天而降，劈向了千寻庵。轰隆隆，整片天空都仿佛炸裂开了一般，
那恐怖的攻击甚至将整座天空城市都笼罩其中，威势浩荡无边。面对那恐怖的雷霆，千寻安没有半点撤退的意思，他的身体穿梭在那雷霆之中，再度开口道：“天使法则，束缚。”千寻安再度施展了对付比比东一样的招式，下一刻，只见千寻安的身体之上，一道道魂力凝聚，成为了一根根符文锁链。那些符文锁链带着一种特殊的力量，将那罗刹神的所有触手尽数束缚在了天空之中。千寻安冷喝一声，随即长枪一挥，直接将所有雷霆全部扫灭，同时身形爆射出去，一枪朝着罗刹神虚影杀去。而就在千寻安冲出去的一瞬间，千寻安的6只天使之翼张开，他的第9个魂环也瞬间显现了出来，绽放出来了赤红色的光芒。一尊无比巨大的天使虚影出现在了千寻安的背后。千寻安旋即冷喝道：“天使法则，湮灭！”手中的是神枪一枪落下。第70章法则。一道巨大的黑色光柱瞬间爆射而出，直奔罗刹神而去。而罗刹神此时脸色也终于微微改变，他感觉自己被一种特殊的气息禁锢住了。该死，这家伙怎么会拥有法则的力量？罗刹神咬牙切齿道：“这是法则的力量？这怎么可能？小子，你到底是谁？”罗刹神厉声喝问道。罗刹神的眼中露出了万分惊恐的神色，他有些难以置信，一个人间的凡人，一个极限斗罗，竟然会拥有神明的法则之力。一般来说，凡人只可能拥有魂技，超越魂技的存在是领域，但是领域也是少数人拥有，而法则则是超越了魂技领域之上的存在，只有神明才能拥有法则。法则乃是约束万物的规则，也只有法则才能约束神明。罗刹神看着杀来的千寻安，他知道自己太轻敌了，对方有法则之力，即便他是神，也会被法则之力约束。下一刻，只见那长枪落下，无尽的恐怖光芒瞬间朝着那罗刹神掠去。砰砰砰砰砰，连续7声爆响传出。在这7声爆响之中，那罗刹神的虚影竟然寸寸皲裂开来，化作点点金光消散。而罗刹神虚影则是彻底消散，消失于天际，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嘶！下方观战的所有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神明陨落，下方的人无论是谁都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色。裁决长老是神了！天啊，裁决长老居然杀了一位神明！有人忍不住惊呼起来。杀死一尊神，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才能做到啊！此时，无论是谁，望着那傲立于半空之中的千寻安，心中都充满了无比骇然和难以置信的情绪。此时，千寻安站在那天空之中，手持一杆长枪，傲然站立于苍穹之巅，宛若一尊战神，俯瞰众生。此刻，所有人都陷入了震撼之中，他们都不相信这一切。千道流也万分惊恐地看着这一幕，难以置信道：“这才是寻安的真正实力吗？连神明都可以斩杀！”剩余的那些供奉们也万分震惊地看着天穹之上，震撼，无尽的震撼在心中回荡。神明乃是他们穷尽一生都在追求的存在，对他们而言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但是现在竟然被他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斩杀了，这一点这怎么可能？这一切刷新了所有人的世界观。世界在那一刻仿佛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在看着那天空之中的傲人身躯，看着那天空之中的男子。千寻安傲立于天地之间，他的身影仿佛烙印在了每一个人的脑海深处。就在众人惊讶之余，天空之中一道恐怖的声音传来：“好，很好，小子，这个仇我记住了。你不敬本神，杀我继承人，毁我投影。1年之后，我会亲自降临武魂殿，届时我要你们武魂殿，你们天使一族的所有人为你陪葬。”恐怖的声音从天空之中传来，听得下方的所有人浑身颤抖。那种声音仿佛是无尽的梦魇瞬间席卷而来，让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他的声音在所有人的脑海之中种下了阴霾的种子。武魂殿的所有人自然也包括他们，因为千寻安不敬神明，连他们也要陪葬。你们说，那罗刹神真身降临，裁决大人能够打得过吗？有人问道。这裁决大人只是极限斗罗，但是那可是神啊！是啊，人怎么可能打得过神呢？下方的人被阴霾笼罩，一个个开始议论了起来。千寻安落在那处刑台之上，现在下方有很多人看千寻安的眼神都不是敬畏了，而更多的是畏惧与怨恨。所有人的观念在一念之间转变了。毕竟这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是千寻安，不是人人都有与神对抗的勇气。千寻安并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他只是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罢了。他收起了自己的天使之翼，也收起了自己的式神枪。看着比比东的尸首，他知道他哥哥的仇终于报了。此时，一旁的玉小刚呆坐在比比东的身边，
千寻安目光微微下移，只见那玉小刚的裤子有些湿润了起来。他刚刚被吓坏了，无论是被千寻安，还是被那罗刹神，玉小刚都被吓坏了。他没想到，这世间竟然有人能够与神一战，这样的人，只怕在整个斗罗大陆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这千寻安绝对算得上是这大陆上的天下第一。玉小刚看着千寻安道：“裁决大人，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您是不是也该放了我？”千寻安目光和玉小刚对视在了一起，那一刻，玉小刚仿佛看到了无尽的深渊一般，无比恐惧的心情瞬间出现，整个人的身体也颤抖着更加的厉害了。千寻安平静点头道：“可以，只不过你永远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下一次我再见到你，杀无赦。”是，多谢裁决大人，多谢裁决大人。玉小刚在千寻安的面前疯狂的磕头。千寻安不管玉小刚了，旋即看向了下方民众们道：“各位，我知道你们都畏惧那所谓的神，但是有我千寻安坐镇武魂殿一天，便绝不会让那所谓的神伤及你们一根汗毛。”此时，只见一个民众大声道：“那可是神，人人怎么可能与神斗？”又是一个民众惊恐道：“是啊，今天降临的是投影，你能够打得过，但是若是罗刹神的真身降临，你又如何能敌？”又是一个人说道：“1年后，难道我们都要死吗？”千寻安目光冰冷，下一刻只听到砰砰砰3声爆响，只见那说话的3人顿时爆成了血雾，周围的人全部被那血雾溅到鲜血淋漓。啊！那些民众们瞬间被吓到。千寻安平静地看着他们道：“各位都还记得我们武魂殿的创始人乃是天使神吧？罗刹神乃是天使神的仇敌，也就是说，他从古至今都是我们的仇敌。你们既然是武魂殿的人，便应该知道这个道理。神又如何？这神若是敢来凡间，我便斩之。我千寻安是好说话，也会庇护你们，但是仅限我们武魂殿的人，未战先怯，这样的人我们武魂殿不需要。”千寻安冰冷地说着，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敬畏。千寻安看着下方的民众，继续开口道：“害怕的人，我限你们1天时间，给我滚出武魂殿。”第71章复仇的火焰。星斗大森林之中，1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一连7天，不论风吹雨打，唐三都那么痴痴地坐在原地，痴痴地看着怀中的小舞，用自己的身体为他遮风挡雨。枯坐7天，唐三的神智已经有些模糊，但他仍旧坚持着坐在那里，仿佛他只要略微移动一下，小舞就会受到伤害似的。突然，轻微的蠕动将目光呆滞的唐三惊醒。7天过去，他怀中的小舞终于动了，金红色光芒不再闪烁，银白如玉的毛覆盖，长长的兔耳朵搭在背上，那双红色的兔眸缓缓睁开。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从小舞身上散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别说是一只兔子，他此时散的生命气息甚至不比体型庞大的泰坦巨猿2名少。小舞没死，兴奋、喜悦如同泉涌一般充满了唐三的心。可就在这时候，唐三却看到了小舞的双眸，那是一双空洞的眼眸，失去了智慧，也失去了一切生命迹象的空洞眼眸。为什么会这样？唐三嘶哑的声音喃喃问道，不知道是在问小舞，还是在问苍天。在这一刻，他的精神仿佛已经完全崩溃了一般，眼前一黑，就那么怀抱着小舞向后倒去。当唐三看到小舞所化柔骨兔那空洞的眼神时，他就知道小舞并没有恢复，没有了智慧的双眼，失去了神智，那他就不是他的小舞。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唐三的身体选择了自我保护，令心神俱疲的他彻底昏迷了过去。哪怕是在昏迷之中，唐三也并不安稳，各种幻象不断呈现在他梦境之中。他梦到了父亲、母亲和小舞渐渐远去，全身仿佛在燥热的熔炉中，可他却偏偏无法从这痛苦的感觉中挣脱出来。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意识渐渐恢复，唐三只觉得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贴在自己脸颊上，缓缓睁开了双眼。先看到的是白乎乎的一片，柔软晶莹的白毛紧贴着他的面庞。神智回醒，唐三有些颤抖地抬起手，抚摸在那柔软的白毛上，泪水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小舞，紧贴在他面庞处的，可不就是小舞所画的那只兔子吗？兔子的大眼睛向唐三眨了眨，依旧是那样空洞无神。尽管他此时所拥有的生命力比起万年魂兽也不逊色，可看上去他却没有一点万年魂兽的气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唐三呆呆地将它捧在自己手中。不会的。此时，唐三的眼中充满了无尽的仇恨，他仰天怒吼道：“武魂殿，千寻安，你们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啊！”唐三被无尽的痛苦所淹没，他的心灵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扭曲着，痛苦的压迫让他难以呼吸，他的胸腔似乎被一块巨石压迫着，令他感到窒息。他的双眼因为悲伤而变得血红，泪水如断线的珠子般滚落而下，湿润了他的脸颊。但这些泪水并不能洗去他心中的痛苦，
只是更加凸显了他的绝望。每一次呼吸都带来难以忍受的疼痛，仿佛有无数的刀锋在他的胸腔中穿刺而过。他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无助的扭动着，但这并不能带来一丝缓解。唐三的嘴唇发白，因为痛苦而颤抖不止。他紧紧咬住自己的下唇，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呼吸，却发现这样做毫无效果。痛苦仿佛来自灵魂深处，无处可逃。他的双手紧紧握拳，指甲刺进了自己的掌心，带来一丝剧痛。但这种身体上的痛苦却无法与心灵上的折磨相提并论。他感到自己仿佛被一把无形的刀剑刺穿，每一寸肌肤都被撕裂，每一寸神经都被扭曲。唐三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他的呻吟声逐渐变成了嘶吼和怒吼。唐三想起来了，自己的这一切似乎都是武魂殿导致的，父亲被千寻庵杀死，母亲也因为武魂殿而献祭，还有自己的曾祖也被那千寻庵杀死了。现在小五也因为武魂殿献祭给了自己。啊！唐三疯狂咆哮了一声，口中怒吼道：千寻庵，你不得好死！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你，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武魂殿，我会将你们毁灭，将你们彻底的从这个大陆铲除。此时，唐三的心中忽然想起了一个地方。他记得曾祖唐晨在临死之前告诉自己，让自己去寻找一个叫做海神岛的地方。旋即，唐三缓慢地站了起来，身体坚定地朝着前方走去。海神岛，我来了！神界，罗刹神站在了修罗神的面前，整个人非常愤怒。可恶，可恶，可恶！罗刹神顿时怒吼道。他脸色阴冷，整个人的脸上青筋暴起，愤怒无比。他看向修罗神道：那可恶的天使一族的小子，竟然敢如此对我！我一定会下界杀了他，毁了他们的武魂殿。修罗神一直目光平静，并未多说什么。此时，罗刹神道：你难道就不愤怒了吗？你修罗神乃是神界执法队之首，整个神界都要以你为尊，但是那小子竟然如此看不起你，你难道就不想给他惩戒吗？修罗神目光平静地看着罗刹神道：我不会出手，于我而言，他只不过是一个蝼蚁罢了，对于这样的蝼蚁，我出手会有失我的身份。修罗神平静开口道：所以你就准备放过那小子？你没看到那小子嚣张的样子吗？罗刹神继续愤怒道。修罗神平静地看着罗刹神道：我最近找到了一个继承我神位合适的人选，虽然他的天赋不及那天使一族的小子，但是他会很听话。你想要在下界造一尊神来打败他？罗刹神看着修罗神问道。修罗神点头道：下界的事情便让下界处理便可以了。罗刹看着修罗神冷哼道：我可没有你那么的宽容，明天神界1天，下界1年，我要下界将那小子和武魂殿全灭了，你不能再阻止我。修罗神听后并未同意，也没有阻止。对了，还有那只天使很烦人，我不想他来阻止我。罗刹神继续道。修罗神听后平静点头道：我会派他去执行其他任务。第72章弑神枪。一个巨大的森林之中，只见一只巨大的老虎正在追着一个小小的身影。老虎看上去恐怖至极，那是一只巨大的白色老虎，它的身躯高大威猛，体长超过15尺，肌肉奔发，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力量。它的皮毛洁白如雪，映衬着阳光下闪烁的光芒，散发出一种威严而不可侵犯的气息。老虎的眼睛如2颗燃烧着火焰的红宝石，凶狠而狡诈，充满了野性与凶暴。每当它盯着猎物的时候，那双瞳孔会收缩成2条细线，仿佛在注视着死亡的降临。它的利齿锋利如刀，透露出一种无情的杀戮欲望。强健的四肢支撑着庞大的身躯，每一步都带着沉重的震颤，仿佛大地都在为它颤抖。它的爪子如铁铸成，锋利异常，足以撕裂任何阻挡在它面前的东西。它的尾巴短而粗壮，灵活而有力，能够帮助它保持平衡和灵敏的转身。老虎的咆哮如同雷霆轰鸣，震耳欲聋，能够让人心神颤动。它的声音仿佛来自深渊，传递着野性的威严和不可侵犯的霸气。每一声咆哮都能让其他生物感到恐惧和敬畏。那小小的身影看上去11、12岁左右，背后6只天使之翼释放，在森林之中疯狂地穿梭着，躲避着那老虎的攻击。呜！又一次咆哮，老虎猛扑而上，巨大的虎掌向少年拍去。少年此时已经逃到了一棵大树旁边，但那老虎速度太快，根本就没给他喘息的机会。他赶忙催动天使之翼向后飘飞，试图拉开距离，然后再重新想办法对付老虎。可是当他刚飞出几米之后，却骇然发现，只见那恐怖的老虎瞬间来到了少年的近前，张口一喷，吐出一片白蒙蒙的光晕。这些白光覆盖住少年全身，顿时将他禁锢在半空之中。那光圈并不算很强，但却拥有着奇特的束缚效果，令少年无论如何挣扎也没办法脱困而出。老虎低头俯视，目光冰冷地锁定住少年，然后缓慢地抬起自己的爪子，作势就要拍向他。巨大的虎掌拍在了少年的身上，
顿时发出一声闷响，那少年直接被拍得坠落在地，口中一口鲜血喷出。就在此时，那白虎没有给少年半点反应的时间，直接飞跃过来，压在了少年的身上。那老虎张开血盆大口，就要朝着少年咬了下去。少年疯狂抵抗，用拳头疯狂地砸着老虎的身体，但是根本无济于事。那一刻，少年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那种无力感甚至让他有种要崩溃的感觉。难道说今天真的要命丧在这里了吗？眼睁睁地看着那锋锐的獠牙即将刺破自己的喉咙。那时的少年只是不停地用拳头敲击着那老虎的身体，一次两次，他不肯放弃，即便是无论如何都挣脱不开那老虎钳制，但是他也不想要放弃。我不想死啊，我想要活下去，我想要活着回到斗罗大陆。少年嘶吼着，在这一刻，时间似乎静止了一般。少年的手中忽然聚集起来了一股强大的魂力，这股魂力很奇怪，融合了他天使武魂和黑暗天使武魂的力量。那一刻，那一股魂力在少年的手中凝聚成为了一柄长枪的模样。少年顿时握紧了那长枪，疯狂地朝着那老虎即将咬下来的头颅插了出去。少年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消失了。他眼中唯有那凝聚出来的长枪，以及长枪所指的方位，他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念头。哪怕是明知道自己会死在这里，他依旧拼尽全力去完成这必死的一击，因为唯有如此，才有一丝希望。噗！鲜血迸射，那老虎的头颅竟是被少年一枪刺穿，长枪刺入那老虎坚韧的脑袋，鲜血迸射。老虎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拼命甩动自己的身体。少年的脸色在剧烈的变化着，他拼尽全力抓紧手中长枪，但是那锋锐的长枪还是渐渐刺穿了老虎的脑壳。终于，那只老虎被少年杀死了。他艰难地推开那老虎的尸体，从老虎的身下逃了出来。此时，少年拔出了那一柄长枪，只见那长枪黑色和红色相间，上面铭刻着复杂而诡异的纹路，隐约中似乎有一层红雾在长枪上流淌。当他松手的那一刻，整个长枪表面顿时绽放出耀眼夺目的红色光彩，仿佛那长枪就像是活物一般。少年坐倒在地，大口地呼吸着，他已经精疲力竭。刚才那一切实在是太危险了，他能清楚地感受到，如果自己稍微慢上一丝的话，等待着他的就将是死亡。他看着这柄凭空出现的长枪，他握住长枪的那一刻，一股信息瞬间涌入了他的脑海之中。这是我信念的力量聚集出来的信念之枪吗？少年喃喃开口道。武魂殿。睡梦中的千寻安慢慢的醒了过来。此时天已经亮了，千寻安喃喃开口道：好久没有做梦了。千寻安回想着昨晚的梦，那虽说是梦，但是准确的来说，应该算是他的回忆才对。千寻安伸出了手，再度凝聚出来了那是神枪。与梦中那柄枪不同的是，千寻安手中这一柄长枪多了是神二字。千寻安看着手中的长枪，陷入了沉思。这枪叫做是神枪，是当初在濒死的情况之下，通过自己的信念和魂力凝聚出来的。但是奇怪的是，这柄枪是成长属性的。千寻安每杀一只魂兽，这是神枪便会变强一分。这长枪是魂力凝聚形成的，虽然说看上去是实质性的，但是它的结构主要还是千寻安的魂力，所以这是神枪的本源力量，就是千寻安身体之中的本源力量。后来这是神枪便一直陪着千寻安征战，直至千寻安最后用这是神枪杀死了一尊兽神，这是神枪的枪身之上才出现了是神二字。千寻安收起了是神枪，口中喃喃道：罗刹什么？我等着你。第73章教皇之位。武魂殿。武魂殿会议再度召开，7大供奉加上千寻安，还有那几个武魂殿的长老全部都聚集了起来。武魂殿的长老那菊斗罗和鬼斗罗已经被千寻安杀死了，另外几个长老受了重伤，虽然没死，但是他们的伤一时半会也养不好了。那几个长老来到了会议殿中，看到了千寻安，立即尊敬无比的朝着千寻安行礼道：拜见裁决大人。此时的他们再也不敢有半点不礼貌，毕竟他们体会到了千寻安的强大，再也不敢和千寻安对着干了。那7大供奉早就准备好了，大会主持人是大供奉千道流。千道流看着众人都来齐了，旋即开口道：各位，今天将大家聚集起来召开这武魂殿大会。大家也知道，近段时间我们武魂殿发生了不好的事情，2大长老和教皇比比东都因罪被处死，各位长老也受了伤，虽然为我们武魂殿铲除了3只蛀虫，但是也的确令我们武魂殿元气大伤了。他看着众人继续开口道：大家知道国不可一日无主，我们武魂殿也一样，现在教皇比比东已经死了，所以我们急需选举出来一个新的教皇，掌管我们武魂殿的事务。而且我们武魂殿即将面临的危机，我们也必须要商讨一下。千道流看着在场的所有人开口道：各位，你们说说，由谁来做这教皇，
掌管武魂殿最为合适呢？大供奉千道流说完，那圣龙斗罗立即道：启禀大供奉，这还用说吗？裁决大人实力天下无双，现在又是我们武魂殿最年轻的封号斗罗，不选他，难道还有其他的人选吗？凌渊斗罗也立即开口道：不错，裁决大人现在是最合适的人选。那雄狮斗罗也立即点头附和道：我也一样，我赞同让裁决大人继位。那些供奉们也一个个看向了千寻安，光临旋即开口道：寻安无论如何看都是最适合继承教皇之位的人。青鸾斗罗也微微点头，剩余的供奉们也一起点头。看到这里，千道流看向千寻安道：既然如此，那就决定了，这教皇之位便由千寻安继承吧。千道流看向千寻安道：寻安，你怎么看？千寻安看向千道流道：父亲，我并不在乎什么教皇之位，我在乎的只是我们武魂殿的传承。我原本是想要让小雪来继承这教皇之位的，但是小雪现在还在天斗帝国执行任务，一时半会可能回不来，所以我可以暂代这教皇之位，等小雪回来，我会将教皇之位交给她。听到了这里，千道流有些不解道：小雪即便回来，她的资历也太浅了，不适合这教皇之位。是啊，寻安，你就别推脱了。青鸾斗罗也点头道。就在此时，一直没有说话的金鳄斗罗忽然开口道：千寻安，这教皇承载的不仅仅是传承，更是责任。金鳄斗罗的年纪乃是这一群供奉之中年纪最大的，甚至金鳄斗罗的辈分比千道流还要大一倍，说起话来自然有分量。他看着千寻安道：你这一次虽然替你的兄长报了仇，更正了我们武魂殿的作风，但是同样的，你也为我们武魂殿带来了祸患。听到了这里，千寻安知道金鳄斗罗想要说什么。金鳄斗罗看着千寻安继续道：我不管你实力有多么强大，但是你现在也只是极限斗罗，但是那罗刹神可是神界的神祇。你说的不错，他是我们武魂殿的宿敌，但是你要我们武魂殿如何面对一尊神明？千寻安平静地看着金鳄斗罗，旋即开口道：金鳄伯伯，我说过了，我千寻安在这武魂殿一天，便会守护这武魂殿一天。那罗刹神又如何？他若敢来此人间，我便让他回不去。千寻安的话的确非常的狂妄，但是现在武魂殿有很多人认为千寻安很可能做得到，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千寻安一招便秒杀了那罗刹的投影。只不过罗刹神毕竟是神，人和神斗，他们更多的还是担忧。金鳄斗罗平静地看着千寻安道：你说的不错，你既然要守护武魂殿，你最好接了教皇这个位置，毕竟这教皇乃是武魂殿的最高话事人。同样的，身为教皇，守护武魂殿也是你最大的责任。你要将教皇之位传给小雪，你认为小雪那稚嫩的肩膀扛得起这责任吗？千寻安看向金鳄斗罗，微微行了一个礼道：晚辈受教了。旋即千寻安点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不过我守护武魂殿和我是什么身份没有关系，因为我是千家的人，我是天使的后裔，那么守护武魂殿便是我的责任。我可以代理教皇之位，一直等到小雪能够扛起这大任的时候。众人旋即微微点头。此时千道流再度开口道：教皇之位已经解决了，接下来我们商议一下要如何面对这罗刹神。众人有些面面相觑，罗刹神毕竟是神明，在场的所有人除了千寻安，谁也没有把握与神一战。此时千寻安旋即开口道：各位，我从一开始便说过，我无惧任何神明，那罗刹神敢来，我便敢杀他。听到这里，千道流摇头道：寻安，不是我们不相信你，毕竟对方是神，若是我们有办法联系到我们的先祖的话，或许就有办法牵制那罗刹神了。众人微微点头，认为千道流的办法是现在最稳妥的办法。千寻安并未说话，他知道自己一介凡躯，无论自己说再多，他们也不会完全相信的。千寻安只需要等待，等待那罗刹神下界，他自然会证明一切。毕竟他们所畏惧的神，他曾经斩过。之后大会结束，千寻安忽然想起来自己还有点事情要做，旋即离开了武魂殿。武魂殿外面的大道之上，只见一个短发中年男子背着包袱，正在唇焦口燥地朝着天斗帝国方向赶去。二龙，你等等我，我马上便可以来见你了。那男子擦了擦汗水，开口道：没错，这中年男子便是所谓的大师玉小刚。千寻安的确履行了承诺，放了他。只不过千寻安可没有义务给他准备马车，也没有给他准备食物，更没有义务送他回去。玉小刚身上的东西早就在收押监牢的时候被拿走了，他一穷二白的被武魂殿赶了出来。现在的玉小刚根本没有钱买吃的，也没有钱雇马车。虽然玉小刚也是一尊大魂师，但是武魂殿与天斗帝国相隔甚远，即便是不吃不喝没日没夜的赶路，也需要1-2个月的时间。
玉小刚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继续朝着天斗帝国赶去。可是就在此时，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瞬间出现在了他的前方。玉小刚顿时瞪大了眼睛，无比惊讶。下一刻，玉小刚的面前一道白衣身影飘然降落。你不是承诺过说要放了我吗？玉小刚无比惊恐地看着前方的人影。没错，来人正是千寻安。千寻安平静地看着玉小刚道：我承诺过，我也履行了承诺，我难道没有放了你吗？玉小刚顿时惊恐万分，看着千寻安继续道：那你现在？千寻安继续看着玉小刚，淡漠道：你了10天的时间都走不出我们武魂殿的境内，这难道也怪我了？玉小刚听到了千寻安的话，顿时万分惊恐地看着千寻安道：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千寻安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了一丝微笑道：当年若不是你勾引那比比东，只怕也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我大哥的死自然也有你一份。我可是还记得我当时还说过一句话，不要让我再遇到你，若是再遇到，杀无赦。千寻安一字一顿地说着。听到了这里，玉小刚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无比惊恐的神色。第74章虐杀玉小刚。此时千寻安的面前，玉小刚的身体开始不断地颤抖了起来，整个人无比恐惧。玉小刚看着千寻安道：裁决大人，您要杀了我吗？玉小刚现在心中充满了惊恐，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千寻安明明已经放了自己了，现在还会追了上来。千寻安看着玉小刚道：不错，我会杀了你。玉小刚顿时跪在了千寻安的面前。那一天他可是亲眼看着千寻安斩杀了一尊神，凭借自己大魂师的境界，千寻安要杀死自己，无论是谁都救不了他的。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玉小刚跪在千寻安的面前，疯狂地磕头道。他一下一下地磕着自己的头，额头都变得鲜血淋漓，但是他依旧没有停止。而就在这时候，千寻安冷哼一声：既然如此，你去见阎王爷吧。玉小刚感受着千寻安的气势，知道自己绝对不是千寻安的对手，连忙喊道：裁决大人，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吧。千寻安冰冷的目光看着玉小刚，随后冷笑一声，一股强烈的气势直接从他的身上释放出来。瞬间，玉小刚就被压迫的喘息困难了起来，甚至他的脑袋都有些晕乎乎的，他的眼前更是金星乱冒。千寻安淡淡的说道：放过你，你给我一个放过你的理由。玉小刚立即道：你放了我，我可以帮你研究武魂，不对，我可以帮整个武魂殿研究武魂，我的武魂理论可是在这大陆上数一数二的，我一定可以帮到你们的。玉小刚疯狂地磕着头，希望千寻安能够放过自己。千寻安嘴角露出一丝冷笑，道：帮倒我们，凭你也配。千寻安说着，旋即一步踏出，顿时只见一股股强大的气势从千寻安的身上传递出来，刹那间玉小刚就被压迫地趴在了地上，动弹不得，口中更是流出鲜血。裁决！玉小刚艰难地叫喊道。千寻安冷声道：别说你只是一个区大魂师，哪怕你是封号斗罗又能如何？在我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你觉得我需要你这种废物吗？玉小刚闻言，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他知道自己今天真的是必死无疑了，因为以他的修为是不足以和千寻安抗衡的。下一刻，只见玉小刚的一只手臂顿时被一股强大的魂力撕扯，瞬间飞了出去。啊！玉小刚顿时痛苦的大吼，鲜血四溅。轰！又是一股磅礴的魂力波动，直接将玉小刚笼罩住。顿时只听咔嚓之声响起，紧接着便是凄厉的惨叫声。只见玉小刚全身的骨骼全部被震碎，一双腿也同时炸裂。噗呲！玉小刚的嘴里吐出了一口鲜血。现在玉小刚只剩下了一只手臂了。又是一股魂力斩向那玉小刚的最后一只手臂，玉小刚最后的一条手臂也飞了出去。此时的玉小刚只剩下半边身子和一颗头颅了。千寻安淡淡的看着玉小刚道：现在你可以滚了。这一刻，玉小刚已经被千寻安变成了一个人质，虽然说还活着，但却是生不如死。玉小刚挣扎着的在地上蠕动着，即便不死，失血过多也活不了多久了。千寻安旋即转身离开了。此时的玉小刚万念俱灭，心中恨透了千寻安和比比东，如果不是他们两个的话，自己也不会落得现在的结局。他现在只能祈祷自己不会被野狗吃掉。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想错了，他并非是祈祷就会幸免于难的，他遇到的是一群凶残的野狼。那些野狼虎视眈眈地看着玉小刚，虽然仅仅只是10年魂兽，但是现在的玉小刚对他们没有一点办法。只见他的手臂顿时被那野狼叼走，还有的野狼直接盯上了玉小刚，直接来到了那玉小刚的伤口之处，疯狂撕扯着伤口处的血肉。啊！玉小刚痛苦的大吼，但是却毫无作用。渐渐的，他的意识消散了。就在此时，一道身影经过了这里，来者正是唐三。唐三从那星斗大森林赶回来，刚好经过这里。唐三看到了自己的老师玉小刚被野狼啃食，当场就愤怒了起来。
唐三当即冲了上去，他一把抓住了其中一头狼的脖颈，猛地朝着旁边扔了出去，然后直接捏爆了他的头颅，随后再次抓起另外一头野狼，一拳打爆了他的脑袋。唐三一路走来，所遇到的魂兽都被唐三轻松解决了。片刻后，唐三终于来到了玉小刚的身边。看到玉小刚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唐三立即开口问道：“老师，怎么会是你？你怎么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此时，玉小刚看着唐三，整个人已经无比虚弱了。他看着唐三的眼睛，缓缓开口道：“小三，没想到我在临死之前竟然还能见到你，是谁让你变成这样的？是谁？”唐三立即抱住了玉小刚，喊道。玉小刚看着唐三，缓缓开口道：“是武魂殿的千寻安，我好恨啊！你一定要替我报仇！”玉小刚说完这句话，顿时倒在了地上，整个人失去了生命。唐三急忙检查了一下，他知道玉小刚是寿命耗尽了，死亡了。老师唐三顿时泪水横流。此时的唐三万分痛苦，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老师的尸体，想到了过往的经历，自己的母亲因为武魂殿献祭，自己的母亲死在了武魂殿千寻安的手上，自己的父亲也是死在了千寻安的手上，还有自己的妹妹小舞也是因为武魂殿才让他献祭的，现在自己老师也是死在了武魂殿的手上。为什么自己的亲人都是死在了武魂殿的手上？不！唐三顿时仰天长啸，他看着玉小刚那残缺的尸体，阴冷的眼神仿佛要吃人一般，恶狠狠地说道：“千寻安，武魂殿，你们又杀了我的老师，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第75章继位教皇。翌日，武魂殿。今天的武魂殿非常的热闹，到处都张灯结彩，喜庆洋洋。在那教皇殿的主位之上，只见千寻安坐在了上面，下方的那些长老，武魂殿的所有人全部迎着千寻安。此时，一旁的司仪大声开口道：“祭先祖。”千寻安旋即来到了那一尊天使神的雕像下面，然后点燃了3炷香，插到了神像前面的香炉里。这个时候，司仪开始道：“天使庇护，新皇登基。”千寻安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皇位之上，开口说道：“从今日起，我正式接任武魂殿教皇一职，还请各位诸多配合。”下一刻，只见武魂殿所有人除了7大供奉之外，全部朝着千寻安匍匐跪下，拜见教皇。声音整齐划一，震耳欲聋。而与此同时，那高达数百米的雕像也散发出璀璨的光芒，照耀着整片空间。看到这样的情景，千寻安满意的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笑容。千寻安正式成为了武魂殿的教皇，成为了万人之上的存在。千寻安平静开口道：“平身，谢教皇。”随着千寻安话语落下，下方的所有人都纷纷站了起来。千寻安旋即开口道：“各位，我不是比比东，所以之前比比东使用的东西，在我这里都不适用。我会建立新的规则，新的秩序。”随着仪式进行完成，武魂殿的7大供奉立即点了点头。千寻安也顺理成章地继承了武魂殿的教皇之位。千寻安旋即坐在那主位之上，开口道：“各位，你们在武魂殿各司其职，我并不过问，但是裁决殿依然设立。从今天开始，裁决殿正式监管武魂殿，一旦发现有贪污腐败的现象，严惩不贷。”是，免下。所有人再度行礼道。此时，有长老看向千寻安问道：“教皇免下，前教皇施行的计划现在要停止吗？”千寻安平静地看着他们问道：“都来说说吧，这比比东之前有什么计划？”旋即，这些武魂殿的长老大臣们开始将比比东的计划告知。比比东一共有3个计划，其一便是这猎魂计划，目的就是要猎杀星斗大森林的10万年魂兽，提升自己的魂力。还有一个，他想要先铲除斗罗大陆的各大宗门，例如七宝琉璃宗、蓝电霸王龙家族，还有昊天宗等。第三便是统一大陆的计划。首先，比比东想要将武魂殿创建成为武魂帝国，然后利用千仞血仙吞并天斗帝国，然后发兵星罗帝国，统一整个大陆。千寻安了解过后，微微点头。统一大陆吗？千寻安对于统一大陆倒是没有什么执念，只不过这统一大陆以武魂殿为依托，创立武魂帝国，这倒是对于他们武魂殿有好处。既然比比东都完成了大部分工作，现在千寻安也没有搁置的道理。现在他们武魂殿的实力本就是最强，那么统一便统一了。至于那猎魂行动，那比比东都死了，自己也不需要魂环，自然不需要继续下去了。还有就是天斗帝国小雪那边，千寻安既然答应他让他继续计划，千寻安也不会去打扰他，一切按照他的计划就行。千寻安平静开口道：“既然计划都进行很多了，那么就继续执行计划吧。”是，教皇免下。千寻安点了点头，在安排了一些事宜之后，便退朝了。千寻安也正式成为了武魂殿的真正主人。时间一天天过去，天斗城史莱克学院院长办公室，弗兰德眉头紧皱，
柳二龙正站在他的办公桌前，一脸哀求地看着他。弗兰德苦笑道：“二龙，我也没办法。那可是武魂殿，虽然说那教皇比比东已经死了，但是现在继位的可是千寻安，那可是连神都敢杀的人。我们怎么从他的手上救走小刚啊？”柳二龙眼圈微红。可是，难道我们一直要将小刚留在武魂殿吗？他当初可是为了我们才……弗兰德想了想，道：“现在只能继续想办法，从长计议了。”柳二龙苦笑道：“小刚。”弗兰德道：“如果小三在这里就好了。”就在此时，唐三推开了史莱克学院的大门，弗兰德和柳二龙看到了唐三。唐三眼中的泪水顿时流了出来，他看向弗兰德和柳二龙道：“院长，师母师傅他。”此时，柳二龙立即抓住了唐三的手，看着唐三道：“小刚，小刚他怎么了？”唐三连忙道：“师傅他被那千寻安杀死了。”此言一出，只见柳二龙一愣，整个人立即退了一步，直接跌坐在了地上。他整个人瘫坐在那里，眼睛也逐渐失神，口中喃喃道：“小刚，小刚，你怎么会？”泪水不断的从他的眼中流出，身体剧烈颤抖起来。而此时，弗兰德也露出了悲伤的神色，整个人的身体开始颤抖了起来。唐三赶忙扶住弗兰德，轻拍弗兰德后背，道：“院长，师母，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是因为我没有保护好老师。”弗兰德深吸口气，缓解心中的痛楚：“小三，这件事跟你无关，是那千寻安，他的实力太强了。”弗兰德叹息一声：“二龙。”整个史莱克学院都沉浸在悲伤的氛围之中。天斗帝国，太子雪清河的房间之中，雪清河独自在房间之中，几天都没走出来了。比比东死后，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天下，当然，比比东做的那些事情也随之传了出来。雪清河得知消息那一刻，自己的信念崩塌了。怎么会？怎么会？父亲怎么会是母亲杀死的？雪清河的眼中泪水不断的涌出，整个人的身体也颤抖不已。若是说千寻安审判了比比东，这件事情对谁的影响最大，无疑便是千仞雪了。他的父亲被自己的母亲杀死，现在自己的母亲也死去了。他现在想起过往种种，不由得流出了眼泪。他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明白比比东为什么一直不接纳自己，为什么他从小便骂自己贱种。他以前虽然很在乎母亲比比东的想法，但是得知自己的母亲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的时候，种种过往不好的回忆开始席卷了千仞雪的心中。你这个天生的贱种，离我远点！谁要你的礼物，给我滚！滚！我是不可能接纳你的，无论你付出再多，你都是贱种，我都不会承认你的。不要叫我妈妈，我不是你的妈妈，是吗？你要前往那天斗帝国卧底，很好，你这贱种倒是还有一点作用。种种回忆不断的出现在了千仞雪的脑海之中。想到这里，千仞雪对自己的叔叔千寻安倒是没有恨意了，毕竟叔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父亲报仇。只是他回想这一生，他这一生似乎从未为自己活过，自己这一生都活在了想要得到母亲的认可上。我这一生还真是悲哀啊！千仞雪喃喃开口道。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声音，开口道：“启禀殿下，陛下要见你。”门外的声音打断了千仞雪的思绪，千仞雪连忙恢复了正常，旋即开口道：“好，我这就去。”千仞雪说完之后，开始整理了一下自己，以雪清河的面目走出了房间。现在雪夜大帝已经病重了，用不了多久，只怕就会死去。等自己完成了计划，便可以回到武魂殿了。一天，一个绿袍老者来到了史莱克学院。老怪物，好久不见了。唐三轻叹着说道。此时，独孤博看到唐三，顿时万分惊讶，整个人都兴高采烈了起来。小怪物，你回来了。两人开始叙旧，将这段时间的事情都讲述了一遍。唐三讲述了小舞和大师的事情，独孤博则是告诉唐三，他现在在做雪崩皇子的保镖。得知了唐三的遭遇，独孤博也有些郁闷道：“这武魂殿竟然如此狠辣。”唐三脸色一沉：“老怪物，我妈妈虽然是魂兽出身，但有我的时候，她已经是人类。如果不是武魂殿，我们一家又怎会变成这样？妈妈也不会重新变回蓝银皇。只是没想到，在我身上竟然出现了和父母一样的事。我与武魂殿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小怪物，你有什么打算？找武魂殿报复？”独孤博问道。唐三冷笑一声：“不是现在，我还没有失去理智。以我一个魂帝的力量，怎么可能动摇得了武魂殿的根基？我今年才20岁，日子长得很。当我觉得自己力量已经积蓄足够的时候，才会向武魂殿动手。老怪物，倒是你怎么会和雪崩那种人在一起？以你的头脑，不会看不出雪崩和当初那血腥亲王在天斗帝国的地位吧？这种人值得你去保护吗？”独孤博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小怪物，你还是太年轻了，有些东西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很多时候，你都必须要看得更仔细，透过外表现真正的本质。唐三心中一惊，你是说雪清河有问题？独孤博默默点头。你知道为什么雪崩那么纨绔吗？那其实都是被雪清河逼的。当今天斗帝国皇帝雪夜大帝原本共有4子，雪清河为长，雪崩则是最小的一个。当初皇室最为出色的子弟并不是雪清河，而是雪夜大帝的2子。那是个惊才绝艳的年轻人，或许在魂师的修炼方面他比不上你，但在聪明智慧上却还要在你之上。可就在他12岁那年却夭折了。那时候身为大哥的雪清河14岁。第2年，雪夜大帝的3子在魂师修炼方面极有天赋的一个儿子于11岁夭折，所以原本雪夜大帝的4个儿子就剩下了2个。一股寒意涌入心间，唐三看着独孤博，心头不禁一阵摇曳。难道2个皇子的死与雪清河有关？独孤博淡淡的道，谁也不能肯定，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存在。只是在2皇子死的2天前，雪夜大帝刚与几名重臣商议过立太子的事，几乎所有重臣都倾向于2皇子。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思考的光芒，会不会是雪清河背后有什么人干的？独孤博摇摇头，那是不可能的。当时4个皇子都生活在皇宫大内之中，2皇子是中毒而亡，而当日的所有饮食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绝无下毒的可能，只有内部人才有动手的机会，外人根本不可能靠近。那些照顾皇子的侍从、婢女都是雪夜大帝最信得过的亲信，事后这就成了无头公案。而第2年3皇子死的时候，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作为4皇子的雪崩，那时候还只有7岁。雪夜大帝由于伤心过度，派遣雪星亲王彻查此事。雪星亲王调查的结果很奇怪，从蛛丝马迹之中，他现2位皇子死时所中的毒一模一样，却并不像是毒药，而是通过魂师的武魂被毒死的。唐三皱眉道，这也不能证明和太子雪清河有关啊。独孤博冷笑一声，没有证据就要去寻找利益，获得最大者。3皇子夭折，4皇子年幼，获得最大利益的是谁？如果是外人为了打击天斗帝国皇室的话，为什么唯独留下了长子？雪崩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不想死。当初雪星亲王亲自教导他如何才能保命的绝招，而且我发现雪夜大帝中了一种混毒，积毒在平时的食物里，而诱因却来自一种香料。这种香料平时皇宫中只有1个人在用，那就是雪清河。这种混毒极为诡秘，如果是以前的我也无法现，还是你教了我那些混毒的知识，我才通过蛛丝马迹逐渐现的。联想到以往的事，你认为雪清河会干净吗？听独孤博这么一说，唐三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他现在联想起雪清河的种种事迹，看来这件事情的确不简单。雪清河吗？唐三喃喃道。第76章，潜伏计划失败。又是一段时间过去，这段时间整个大陆都比较和平，并未有什么事情。之后唐三开始成立了唐门，然后他开始收拢旧部，也就是那4大家族。当唐三告诉他们千寻安杀了他们的父亲之后，那4大家族纷纷愤恨不已，他们纷纷支持唐三，加入了唐三的唐门。天斗帝国这边，此时雪夜大帝已经开始病入膏肓了，很快便要失去生命了。唐三前往4大家族，收服了4大家族，以4大家族为依托，成立了唐门。就在此时，独孤博来找到了唐三。小怪物，我听您家那小丫头说你回来了，就立刻跑来找你了，快跟我走，大事不妙了。独孤博看到了唐三，继续急切道，快走快走，你这小子一走就是那么多天，要是再晚些时候，恐怕就要出大事了，现在也只能指望你了。唐三不禁有些皱眉，老怪物，你别着急，就算事情再急，也不差这一会儿功夫。是不是雪夜大帝中的毒生了反复？独孤博一愣，你怎么知道？唐三苦笑道，除了毒以外，以你的实力，还有什么事现在的我能帮忙的吗？弗兰德院长一说你急着找我，我就猜到了。独孤博看了看大师和弗兰德，脸上流露出极为凝重的神色。小三，这次恐怕麻烦了，雪夜大帝要不行了。什么？弗兰德办公室内，除了失去灵魂的小舞以外，所有人同时惊呼出声，全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撼的呆滞了。不过唐三心中虽然出现了危机感，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老怪物，到底是怎么回事？上次你不是对我说雪夜大帝所中的魂毒已经被控制住了吗？独孤博苦笑道，当时确实是被我控制住了，我用碧鳞蛇皇之毒，采取以毒攻毒之法，将混毒效果尽可能抵消掉，然后再通过药物慢慢调理。可谁知道原本情况已经稳定下来的雪夜大帝，在1个月前突然在中毒，而且这一次做得更加猛烈。我仔细检查过他的血液，现他血液内所蕴含的毒素竟然是在不断变化的，
而且变化的度极快。当我第7次使用以毒攻毒之法帮助雪夜大帝暂时压制后，毒素再次爆时，立刻就会要了他的命，甚至不会有施救的机会。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我现在已经不敢用这种方法帮他压制体内毒素了。唐三眼中爆起2团夺目的光彩。那现在你已经用了几次这种方法了？独孤博脸色一片凝重，用了6次，每次都是在他即将不行的时候强行将毒素暂时中和，但每次他体内毒的时间也都在缩短。唐三深吸口气，如果我猜的不错，雪夜大帝所中的应该不是简单的混毒，而是一种多重混毒。想要解毒，先就要找到源头，而多重混毒极其难以辨别，找不到具体的源头，就无法对症下药，也就无法助其疗毒。这一次麻烦可真的大了。独孤博焦急的道：行了，别废话了，赶快跟我到天斗帝国皇宫走一趟。如果你也没办法，那天斗帝国就真的要变天了。旋即，唐三和杨无敌立即朝着皇宫赶去。到了皇宫之中，此时唐三等人看到了雪清河。雪清河只带了2个人，缓步朝着他们的方向走了过来。跟在雪清河背后的2个人都是老者，他们也并没有穿皇室服装，都是一身布衣。可看到这2个人，唐三虽然没能看出什么，但他却觉在自己身边的毒斗罗身体骤然绷紧。太子殿下，你好。唐三微微向雪清河行礼。雪清河走到距离唐三4人5米的地方，停下脚步，叹息一声道：唐三兄弟，最近雪珂还一直念叨你呢，可惜你不知去向。雪珂是我唯一的妹妹，也是我最疼爱的妹妹，唐三，你可不要辜负她一番美意啊。唐三淡然一笑道：太子殿下美意，唐三心领了。但愿弱水3千，我只取1瓢而已。有了小五，此生无憾。太子殿下，独孤前辈邀请我来，是特意看看陛下所中之毒的，不知能否让我们先进去为陛下治疗呢？雪清河脸色变了变，淡淡的道：家父之事就不有劳贤弟了。贤弟好不容易入宫一次，不如让为兄做东，我们好好谈谈。唐三目光平静的望向雪清河，突然长长的叹息一声，看来守在这里的应该全是武魂殿的人了吧。太子殿下，这一次雪清河脸色终于大变。唐三，你胡说什么？此地乃我天斗帝国皇宫禁地，怎么可能有武魂殿的人存在？太子殿下，你还是露出了破绽。天斗帝国皇室麾下是有不少魂师，但是也有可能拥有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可是以雪夜大帝之尊，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怎么可能不保护在他身边，而是出现在你身边呢？而且还一次就是2位，难道封号斗罗就这么不值钱吗？而能够派出2名封号斗罗的，在大陆上屈指可数，武魂殿正好就是其中最有这样实力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将这里的禁卫全部换成魂师，真的是为了保护陛下吗？不，你是让他们来防御任何人的接近。说了这么多，其实简单一点，太子殿下你出现在这里，而且还带有重兵看守寝宫，周围尽是肃杀之气，就足以证明陛下所中的毒应该与你有关。只是我不明白的是，你真的就这么狠心，能够对自己的父亲下手吗？帝王之位虽好，可那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啊！啪啪啪，雪清河鼓了鼓掌。好，果然不愧是史莱克7怪中的灵魂人物，仅仅从蛛丝马迹中就能猜出这么多东西。可是你又怎么能证明自己的猜测呢？唐三淡然一笑，很简单，只要你肯让我进去，见到陛下之后，自然就能证明了。唐三，知道吗？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雪清河冷笑道。只不过聪明人都是非常容易夭折的。雪清河终于无法再保持平静，动手。雪清河背后的2名老者同时闪了出来，快如闪电般朝着唐三3人扑去，其中一个直接扑向独孤博，另一个则扑向唐三。半空之中，华丽的彩光混合着无与伦比的澎湃魂力骤然爆，灿烂的9个魂环分别出现在他们身上。早在唐三感受到独孤博身上变化的时候，他就已经肯定这2名老者必然是封号斗罗级别的人物，他们的来历也自然是武魂殿的长老殿。虽然不是第一次面对封号斗罗级别强者的攻击，但当2名封号斗罗同时释放威压的时候，唐三还是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大战顿时一触即发。武魂殿最近千寻安倒是比较清闲，他虽然回来了，但是每天还是保持修炼，毕竟他还要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罗刹神。说到神，千寻安心中想起了自己在那方世界与那兽神一战的场景，那兽神也是一尊非常强大的神。当时的千寻安几乎在那方世界已经是最强大的存在了，即便那些100万年的魂兽对千寻安也非常的忌惮。但是千寻安当时得罪了那方世界的主宰，那便是兽神。兽神是一只100万年魂兽，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神才对。千寻安听说那只兽神当初乃是龙神时期便存在的神明，
后来来到了这方世界，也被困在了这方世界。他虽为神，但是还是不能打破这世界的壁垒。千寻安得罪了兽神之后，兽神便想尽一切办法要将千寻安击杀。千寻安得知是兽神要杀自己，他只能和那兽神拼命。那个时候，千寻安也仅仅只有17个魂环，当时的他还差最后一个魂环才双生武魂魂环圆满。说实话，千寻安当时面对兽神一点胜算都没有，但是他没有任何办法，整个世界都以那兽神为尊，所以兽神要杀他，他连逃都逃不了。千寻安硬着头皮和兽神一战，那一战惊天动地，千寻安拼尽性命，千寻安甚至2条腿和1只手都断了，最后拼着残躯，用自己的信念之枪将那兽神击杀。至此之后，千寻安的信念之枪上出现了弑神2字，也正式成为了弑神枪。而那兽神也留下了一个白金色的魂环，准确的来说应该算是神环。千寻安黑暗天使武魂的最后一个魂环便是那个兽神留下的神环。得到那神环之后，千寻安又在那方世界修炼了很多年，他发现他的神环可以无限的吸收魂力，而且没有瓶颈。就这样，千寻安一直在那方世界修炼，他的神环也一直吸收魂力。终有一天，他的力量强大到能够打破世界壁垒，他才从那方直接走了出来。也就是说，现在的千寻安，他的神环拥有打破世界壁垒的力量，绝对不是极限斗罗这么简单。就在千寻安坐在教皇之位上思索什么的时候，忽然一道声音打破他的思绪。只见一个手下立即来到了千寻安的面前，开口道：“教皇冕下，天斗帝国传来消息，天斗潜伏计划失败了。”第77章，千寻安的计划，4000字。千寻安听到这个计划，旋即问道：“失败了？那小雪？”那人立即开口道：“千仞雪殿下没事，现在已经在回武魂殿的路上了。”千寻安微微点了点头。这个计划，千寻安也了解过。千仞雪在天斗帝国隐藏了20年，怎么这么容易就失败了？不过千寻安倒是没有那么在乎，失败便失败吧。这个计划本来便是愚蠢的计划，不仅让千仞雪耽误了天赋不说，最后还失败了。这个比比东果然是一个愚蠢的人。千寻安喃喃道，他想知道是多么愚蠢的人才会想出这么一个愚蠢的计划。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强者为尊的世界，但是比比东愚蠢到了什么地步？在一个实力为尊的世界，他喜欢用计谋，怎么一个雪夜大帝很难杀吗？天斗帝国总共也才几个封号斗罗，那昊天宗避世不出，那所谓的剑斗罗和古斗罗一直都住在七宝琉璃宗之中，那毒斗罗也没有天天守着那雪夜大帝，所以武魂殿想要杀雪夜大帝，何须让小雪去卧底？就算是派被自己杀死的那鬼斗罗，也能够悄无声息地潜入天斗帝国皇宫，轻易地杀死那雪夜大帝。而且以武魂殿的实力，招兵买马便这么困难吗？武魂殿可以将钱财拿出来补贴魂师，但是那些被补贴的魂师还在帝国之中帮助帝国作战。与其如此，想要统一大陆的话，还不如一开始便将这部分钱拿来招兵买马。这样的话，两大帝国如何拥有与武魂殿对抗的实力？千寻安不明白的还有一点，既然千仞雪都已经是太子之位了，所以只要这2个封号斗罗随便找个时候杀了雪夜大帝，只要不牵连出千仞雪，那么雪夜大帝驾崩，难道这帝王身份还不是千仞雪的吗？但是他们却选择用毒这种最为愚蠢的办法，这2个封号斗罗还没有半点作用，下毒都还千仞雪亲自去下。当然这些办法都是千寻安站在比比东的角度上考虑的，至于自己想要统一大陆，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碾压过去，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罢了。那刺豚斗罗和蛇矛斗罗不也参加了这个计划？千寻安抬眼看向那手下问道。那手下连忙道：“是，冕下。”千寻安旋即眸子有些阴冷了起来。一群废物，2大封号斗罗前往天斗皇宫，潜伏天斗帝国20年，连一个小小的雪夜都杀不死。看到千寻安冰冷的眸子，那手下不敢多说什么。雪夜大帝被唐三救治了，唐三解了雪夜大帝的毒，七宝琉璃宗也来到了皇宫，守卫雪夜大帝。5天后，天斗城已经恢复了平静，在平民们的感觉，只是最近这几天城内的气氛变得有些紧张而已。而这时候更是已经恢复了。可天斗帝国高层却知道，帝国与武魂殿之间的斗争已经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从这次的事情之后，两者之间再没有半分调和的可能。整座天斗城内已是外松内紧，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被雪夜大帝正式推到了台前，任命他为帝国国师，统御帝国境内所有魂师。原本留在史莱克学院内修炼的2000余名皇室魂师也被调回了皇宫。而此时，唐三的唐门得到了天斗帝国的大力支持，因此发展也越来越迅速了。唐三准备前往那海神岛了，
从曾祖那里得知了海神岛之后，唐三回到了昊天宗，又从自己的伯伯唐啸那里也得知了海神岛的消息，所以唐三准备亲自前往那海神岛去看看。唐三来辞别雪夜大帝，旋即便准备出海了。雪夜大帝看上去还算精神，面色红润，气色很好，如果不知道内情，恐怕会以为现在的他十分健康，可实际上他的生命力正在不断的消逝着。参见陛下。宁风致和唐三同时拜过了雪夜大帝。雪夜大帝微笑道：“两位宗主不必客气，堪坐。”唐宗主，我听宁宗主说你要出远门是吗？雪夜大帝向唐三微笑询问道。唐三点了点头，道：“我也正打算向陛下禀报此事呢。现在唐门已经走上正轨，短时间内武魂殿应该也不会轻易动作。我想趁着这段时间出外游历一番，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雪夜大帝微笑道：“这是好事，只是不知道唐宗主这一去要多长时间。”唐三心中暗暗苦笑，脸上却神色不变的道：“少则3年，多则5年吧。具体时间我也说不好。”雪夜大帝点了点头，看向身边的太子雪崩：“你不是有话要对唐宗主说吗？”雪崩赶忙应了一声，快步从雪夜大帝身边走了下来，几步来到唐三面前。正在唐三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之时，这位新晋的太子殿下竟然扑通一声双膝跪倒，拜伏于唐三面前。唐三吓了一跳，他的反应何等之快，整个人带着椅子瞬间横移3尺，躲开了雪崩这一拜，赶忙站起身去搀扶雪崩。太子殿下，你这是为何？雪夜大帝叹息一声道：“唐宗主，我希望雪崩能够拜你为师，未来还要请你多多照拂，所以于情于理，这一拜你都应该承受。”正在这时，一旁的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开口道：“唐宗主，殿下一片诚意，你就答应了吧。”听宁风致都这么说了，唐三也只得松开按住雪崩的手。“老师。”雪崩恭敬地向唐三道。没等唐三说话，雪夜大帝已经开口了：“唐门宗主唐三听风。”唐三在。唐三想要跪下，却被雪崩一把拉住了。正在他诧异时，只听上面的雪夜大帝道：“封唐三为太子太师，今后可不参拜。异姓王爵，王号、蓝号，帝国境内谏官大3级。”一名侍从端着一个锦盘来到唐三面前，锦盘上蒙着一层红布，下面有东西隆起，不知为何物。雪夜大帝微笑道：“蓝号王，打开看看吧，今后他就是你身份的象征。”唐三有些疑惑地掀开红布，顿时整个寝宫内被强烈的宝光所笼罩。那是一个极为奇异的东西，通体呈现为晶莹剔透的蓝色，立体3角状，整体似乎是蓝宝石雕琢而成，只有巴掌大小。晶莹的蓝光之中，宝光氤氲，奇异的能量波动不断从其中传出。在这块蓝色的3角体上，荡漾着水波一样的纹路，这些纹路并不像是雕刻上去的，倒更像是活了一般，一圈圈蓝光闪烁，映衬的寝宫内都氤氲着淡淡的宝光。陛下，这是……唐三看向雪夜大帝，此物名为瀚海乾坤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可以算是一件魂导器吧。以后它就是蓝浩王的象征。此物的妙用很多，蓝浩王回去后，只要将自己的魂力注入其中，自然就会明白了。他应该能为蓝浩王这次外出历练提供一些帮助。唐三的观察是极为敏锐的，雪夜大帝在看到那块瀚海乾坤罩时流露出的肉痛神色，虽然只是一闪而逝，但还是被他清晰地捕捉到了。多谢陛下。得到了宝物之后，唐三便离开了天斗帝国，带着史莱克7怪准备出海了。千仞雪和那刺豚斗罗、蛇矛斗罗终于回归武魂殿了。3人来到了大殿之上，跪在了千寻安的面前。千仞雪旋即跪下，开口道：“冕下，我们的计划失败了。”千寻安平静地看着千仞雪道：“我早就说过，那是一个愚蠢的计划。”千仞雪连忙开口道：“原本我们只差1步就成功了，都是因为那唐三，他猜出我们的计划，导致我们计划失败了。”唐三？千寻安默念这个名字，旋即问道：“这小子倒是有些聪明。”千寻安微微点头道：“之前倒是没想起来，下次再遇到，倒是可以斩草除根了。”其实千寻安根本不在乎唐三，连他父亲唐昊他都不在乎，更别说只是一个唐三了。自己想要杀那唐三，只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情。千寻安目光平静，继续看着千仞雪道：“说说吧，你们是如何失败的？”千仞雪开始讲述起来当时的情形，将天斗皇宫里面的一切都告诉了千寻安。当千寻安听说唐三当时只带了毒斗罗独孤博和一个魂斗罗的时候，千寻安的眼中一丝怒意逐渐升起。千寻安平静道：“起来吧。”千仞雪和那蛇矛斗罗、刺豚斗罗缓缓地站了起来，但是下一刻，千寻安的魂力立即凝聚成为了2个巴掌，狠狠地扇在那刺豚斗罗和蛇矛斗罗的脸上。那2巴掌极重，直接将他们2人打飞出了大殿之外。砰砰，2声响亮的闷哼声传出，
那刺豚斗罗和蛇矛斗罗皆被扇飞到远处。此时千仞雪都吓了一跳，整个人顿时大惊。他们两人刚爬起来，千寻安的身影瞬间消失，出现在他们的身旁。啪！千寻安反手又是2巴掌，那刺豚斗罗和蛇矛斗罗顿时再次趴在了地上。千寻安淡漠地看着两人，两人嘴角流出鲜血，两人都是一惊，连忙跪在地上求饶道：“属下该死，请免下责罚。”千寻安淡漠道：“2个封号斗罗，连一个封号斗罗和一个魂斗罗都打不过，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的生活太过安逸了？”千寻安本以为他们会输在其他地方，或许是那七宝琉璃宗的2个封号斗罗的阻拦，但是千寻安没想到，那唐三带着那独孤博和一个魂斗罗，便直接牵制住了武魂殿的2个长老。那独孤博才仅仅只是91级封号斗罗，那魂斗罗更不用说，连封号斗罗都没有达到，而他们武魂殿竟然会输，这是让千寻安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属下该死！那2个封号斗罗连忙磕头道。千寻安闻言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道：“好了，滚下去吧，记住教训。若是下次你们再这般无能，我绝对不介意让你们离开这个世界。”2人闻言大惊，连忙道：“谢冕下，谢冕下宽宏大量。”千寻安转过身来，望向千仞雪，淡漠道：“小雪，这次计划失败便失败了，我不怪你。况且这个计划也不是我实行的，从一开始我便说过，这是一个愚蠢的计划。”千仞雪看着千寻安道：“我知道，从今天开始，我会认真修行魂力的。”千寻安看向千仞雪，旋即缓缓开口问道：“小雪，你恨我吗？”此言一出，千仞雪有些惊讶地看着千寻安，他想了想道：“不恨。你当真不恨我？我可是亲手杀了你的母亲。”千寻安看着千仞雪，平静地开口问道。千仞雪看着千寻安，旋即缓缓开口道：“我在天斗帝国的时候便得知了消息，他杀死了我的父亲，从小还不承认我，所以我也不承认她是我的母亲。之前我一直想不通，作为一个母亲，她为什么会对我那么不好？我以为她作为教皇要保持自己的威仪，但是我错了，直到她死了，我才明白并不是这样。她从一开始，从骨子里都是恨我的。明明我是她的女儿，明明我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她依旧恨我。”说到这里，千仞雪的眼泪已经流出来了，她很伤心。千寻安闻言轻叹道：“挨错的不是你，一直都是她。”千仞雪点了点头，旋即开口道：“我知道，这20多年，我从未有一天活过自己的人生，从今往后，我不要再为任何人而活，我想要过一过自己的生活。”看着这样的千仞雪，千寻安微微点头道：“好，不过在这之前，你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千寻安忽然看向千仞雪道。千仞雪有些不解地看着自己的叔叔，难道他还需要自己做什么吗？千仞雪连忙问道：“什么事情？”千寻安平静地看着千仞雪道：“小雪，你在天斗帝国隐忍了20年，这些年来你受尽了委屈，但是最后却落了一个失败的结局，你甘心吗？”听到了这里，千仞雪万分不解道：“叔叔，我自然是不甘心的，只是您到底想要做什么？”千寻安平静地看着千仞雪道：“既然如此，我便带你杀入那天斗皇宫，将你丢掉的场子找回来。”此言一出，千仞雪顿时怔在了原地，无比惊讶地看着千寻安，不敢置信。第78章杀入皇城。天斗城，天斗城乃是天斗帝国皇城，位于天斗帝国中心偏东北方向，是整个天斗帝国政治权力核心所在，也是整个大陆最大的2座城市之一。天斗城的城墙高达100米，全部是由最坚硬的钢岩修砌而成。城上城下巡逻站岗的士兵，每人都是全身盔甲，手持长矛，从他们身上流露出的肃杀之气就能看出其精悍。高大的城门足有10米，宽也是10米，足以6骑并行。旁边还有2个副门，也有5米的高和宽，过往行人只能从副门而入，正中的大门紧闭着。千寻安仅仅只是带着千仞雪2个人来到了这天斗城的面前。千仞雪看向千寻安道：“叔叔，我们真的要杀进去吗？”千寻安点头道：“自然，直接杀了那雪夜大帝不解气，我们便从这里杀进去，一路杀到他的皇宫。可是这样做的话，一定会激化我们和天斗帝国的矛盾的，到时候只怕……”千仞雪还是有些担忧的看着千寻安道。千寻安平静的看着千仞雪道：“激化矛盾吗？我们武魂殿和2大帝国之间早就有矛盾了，而且这种矛盾根本没有办法调解，唯一的办法便是只有将2大帝国全部灭掉。况且在这个世界，强者为尊，他们若是不服，我们便打到他们服。”听到了千寻安的话，千仞雪的眼中露出了无比惊骇的神色，整个人都呆滞在了原地。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天斗帝国可是大陆上最强大的2个帝国之一呀。
这样强大的存在，千仞雪甚至想象不出究竟怎样的强者才能够将这样的两大帝国给毁灭。千仞雪看着千寻安，颤抖着道：“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千寻安冷笑道：“当然是杀进去，我们不需要和他们讲道理，拳头硬才是硬道理，懂了吗？”千仞雪咽了一口唾沫，点头道：“好的，我懂了。”旋即，两人便朝着那巨大的天斗城走了过去。两人的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杀人。既然是杀人，那么就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了。两人来到了天斗帝国的门前，千寻安只是一步踏出，顿时恐怖的魂力波动从他体内迸发而出，瞬间席卷整片空间，令周围的空气变得凝固起来。整个天斗城似乎被冻住了一般，一切都变得迟缓了起来。与此同时，守卫在天斗城门处的士兵皆感觉到了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传来，他们立刻抬起头，顺着千寻安看了过去。什么人？好强的气势！这股气势太强大了！天斗城门前的士兵纷纷议论道。千寻安右脚迈出，一步踏出，整个天斗城的地面都随着他的脚步剧烈震荡起来。天斗城的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震荡吓了一跳。轰隆！下一刻，整个天斗城的大门都轰然倒塌。而与此同时，整个天斗城都陷入了寂静之中，一道道震撼无比的声音不断响起。发生什么了？天斗城的大门居然倒了！谁干的？是谁胆敢攻击天斗城？这可是皇宫，不想活了吗？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攻击天斗城？此刻，所有天斗城的人们都懵逼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些天斗城的守卫士兵们，一个个全部被千寻安的魂力震碎，化作漫天血雨散落。这里宛如人间炼狱，鲜血遍布大街。而千寻安则是犹如杀神降临，所到之处必然血流成河。千仞雪万分震惊，他没想到自己的叔叔这么不讲理。那些城边上的百姓们看到这一幕，一个个被吓得大惊失色，转身逃跑。很快，原本热闹非凡、熙熙攘攘的天斗城街道已经是变得死寂起来。千寻安带着千仞雪一步步朝着天斗城深处而去，在他的面前，一个又一个士兵化为尸体，躺满了街道。千仞雪的脸上充斥着复杂的神色，他跟着千寻安的脚步，一步步的来到了天斗帝国皇宫之外。而在皇宫之外的广场之中，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天斗城的军队，放眼望去，数量少说也有3-4千之众。这些是天斗城的护城大军，一听到城门有响动，便立即朝着这里赶来。那些士兵们看到了千寻安和千仞雪，一个个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来者何人？为何要强闯我们天斗城？为首的一个将军立即看着千寻安，怒喝道。千寻安没有多余的废话，他只是微微抬起了手，顿时恐怖的魂力瞬间喷涌而出。刹那间，无形的风暴以千寻安为中心，疯狂地扩张开来，眨眼间便笼罩了整个天斗城。这一刻，天斗城中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无比压抑的气氛，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喘一声。下一刻，无形风暴爆炸开来，无尽狂风肆虐整片区域。扑哧扑哧，伴随着无穷无尽的闷响，那些天斗城的士兵们身躯纷纷炸裂开来，血肉横飞，骨骼粉碎，惨叫连连，顷刻间化为一具具残缺不堪的尸体。这一幕实在是太恐怖，太瘆人了。千仞雪更是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天斗城的士兵虽然只有几千人，但毕竟都是精锐，却在千寻安挥手之间瞬间陨灭殆尽。这一刻，无论是谁都露出了无比惊骇的神色。这到底是什么力量？3000士兵在千寻安的面前竟然被瞬间秒杀了。天斗城的高层也是立即反应了过来，紧接着无尽的金光绽放而出。滴血，滴血，滴血！霎时间，整座天斗城都沸腾了。所有的天斗城高层都朝着皇宫汇聚。天斗帝国皇宫，此时雪夜大帝坐在那皇位之上，他重伤初愈，面色红润。朝中大臣们正在仪式，就在此时，忽然一个士兵冲入了大殿之中，他慌忙无比，扑倒在了雪夜大帝的面前，立即惊恐地说道：“陛下，陛下，不好了！天斗城外2个人杀了进来。”说到这里，那雪夜大帝满不在乎道：“2个人？”那侍卫立即点头回答道：“不错，是2个人。”雪夜大帝满不在乎地问道：“2个人也至于让你们如此慌张？难道我天斗帝国泱泱大军连2个人都不是对手，守不住这城门？”那侍卫立即开口道：“陛下，陛下，不是这样的。那家伙不知道是什么人，实在是太强了。我们的守城大军在他的面前全部被秒杀了。”秒杀？那家伙是封号斗罗。此时，雪夜大帝的脸色逐渐的凝重了起来，能够轻松击溃一支守备军团的存在，绝对不简单啊！雪夜大帝立即站了起来，沉吟了一下后，开口说道：“快
快去请独孤前辈，再通知七宝琉璃宗，将国师和七宝琉璃宗的封号斗罗请来。是。那侍卫立即应是。旋即，那侍卫立即领命，退了出去。此时，雪夜大帝的眼中并不是特别的慌乱，在他的心中，封号斗罗并不是非常强大，就像是独孤博这样的强者，虽然传说他能够毁灭一座城市，但是他们天斗帝国士兵训练有素，自然能够阻挡。只要多一些人，即便是车轮战，也能将他累死。即便是像是剑斗罗陈星这样的超级斗罗，也顶不过人多。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天斗帝国根本没有多少封号斗罗，也能够屹立在大陆之上。而且来者仅仅只是2个人，他们天斗帝国可是拥有独孤博和七宝琉璃宗的剑斗罗和古斗罗，2个人根本不足为惧。当初武魂殿的2个长老，仅仅只是独孤博和魂斗罗杨无敌，便已经足够拦下他们了。所以现在听到有封号斗罗进攻他们天斗帝国，他并不是非常的慌乱。千寻安带着千仞雪一步步的朝着天斗帝国皇宫走去，一路上有不少的军队来阻拦他，但是在千寻安的面前，统统都是土鸡瓦狗般脆弱，根本挡不住他丝毫，直接被碾压致死。只见千寻安一路朝着皇宫杀了过去，一般的士兵他只要等一眼便可以秒杀，即便是遇到一些魂师，也不过是千寻安挥一挥手的事情。千寻安一路杀伐，根本没有人阻止得了千寻安的脚步。哼，这天斗帝国的魂师都这般孱弱吗？千寻安平静开口道。他一路通畅无阻，甚至连一个强大一点的魂斗罗都没见到。在这强者为尊的世界，千寻安想不到这天斗帝国还能如此强盛的理由。终于，千寻安来到了皇宫之前，此时只见一个个魂师出现在了千寻安的面前。这些魂师都是皇宫之中的侍卫，实力都非常的强劲，几乎都是魂圣强者。那些魂圣强者看到了千寻安，立即大声喝道：“阁下，前方乃我天斗帝国皇宫，强闯者杀无赦！杀无赦！呵呵，这正是我要说的。阻我者杀无赦！”千寻安目光淡漠地看着他们，冰冷地说道：“第79章，无人能挡。”独孤博的府邸。此时，只见一个侍卫来到了独孤博的家里，求见独孤博。独孤博缓慢地走了出来，看着那侍卫问道：“何事如此慌张？”那侍卫立即看着独孤博道：“独孤前辈，有2个人杀入了皇城，其中一个乃是封号斗罗强者，陛下有请您去守卫皇城。”封号斗罗？独孤博听后有些惊讶道：“你知道是哪个封号斗罗吗？”那侍卫立即摇头道：“不知道，那封号斗罗没有报上名号，只知道他实力很强。”独孤博听后喃喃道：“能够成为封号斗罗的强者，哪个不强？你也别惊慌，我这就随你去看看。”独孤博看着那侍卫继续道。那侍卫立即点头，旋即独孤博跟随着侍卫连忙朝着皇宫赶去。此时一群魂圣围着千寻安，他们似乎便是这皇城的那强大一点的侍卫。只不过封号斗罗在千寻安的面前都不够看，更别说只是区区侍卫。千寻安淡漠无比，只见他缓缓伸出右掌，对准最近的一名魂师一抓，一股巨大的吸扯之力从他掌心发出，直接把那魂圣给拉到了他的面前。千寻安的目光冰冷无情，仿佛没有任何的感情，他直接一巴掌抽出，狠狠地轰在了那魂圣的脑袋之上，直接将其拍飞了出去，鲜血洒落长空。千寻安冷漠地扫视着眼前的一切，他一言不发，继续向前迈出一步，又是一爪探出。这一次是抓住了另外一名魂圣的脖子，用力一捏，那魂师的脖子立即断掉。紧接着他的右臂猛然甩出，狠狠地砸在另一个魂圣的胸膛之上，那魂圣直接胸口出现了一个大洞，流出了鲜血，死于非命。轰隆，又是一声巨大无比的轰鸣声响起，那魂师的胸口直接凹陷了下去，他的身体瞬间炸成了一团血雾，消散在了空气之中。一时间，原本还算平静的皇宫瞬间变得嘈杂了起来，众多的魂师朝着千寻安冲杀而去。杀！杀！喊杀震天，这一群人悍不畏死的朝着千寻安冲杀而去。然而面对他们的只有屠戮。啪！一名魂圣刚想要靠近千寻安，千寻安猛地一脚踢出，这名魂圣甚至还未曾反应过来，便被千寻安这一脚给踹飞了数米远，口吐鲜血不止。而千寻安却是根本没管这一切，他依旧大踏步的向前行走，一边走他一边随意的打出一拳或者踢出一脚，凡是靠近他的魂师都被轻易击杀，毫无抵抗力。千仞雪跟在千寻安的背后，他的小脸之上充满了震撼之色。一路上尸横遍野，鲜血淋漓，不管是普通的士兵还是那些魂王、魂尊级别的存在，都挡不住千寻安分毫。而千寻安每一次出手，必然会收割一条性命。咻咻咻！就在这时，数道破风声突兀响起，一柄柄利刃朝着千寻安射来。
千寻安并未做什么，他只不过是站在原地，一道护体神光出现在他的面前，顿时将那利刃全部粉碎。而与此同时，一名老者从虚空之中浮现，他怒视着千寻安和千仞雪：“混账，竟敢擅闯我天斗帝国，受死吧！”话音落下，只见他的双手挥舞着，在他的身前形成了一片火焰屏障。呼呼呼呼，无比炙热的火焰从那火焰屏障之中爆射而出，犹如火龙出海一般，朝着千寻安吞噬而去。而千寻安此刻则是看向了这个老者，这个老者不过是天斗帝国一个普通的魂斗罗罢了。魂斗罗吗？千寻安看到这一幕，不屑地笑着。轰轰轰！就在这时候，只见那漫天火焰刹那间化作漫天的流星雨一般，朝着千寻安轰来。千寻安却没有闪躲的意思，他手指一弹，一道金光从他的手指之中激射而出。嗖！寒气速度极快，眨眼间便划过虚空，瞬间来到了那漫天的火焰面前。下一刻，只见一道白光绽放，霎时间，那漫天的火焰竟然全部被冻结，整齐划一地停滞在了半空中。紧接着，那些火焰直接熄灭，烟消云散。什么？老者惊骇地叫道。咔嚓！而千寻安在解决完那漫天火焰之后，他的身影骤然消失，下一刻出现在了那老者的身旁，一掌狠狠地拍在了老者的肩膀处，恐怖的力量瞬间倾泻而出，那老者在千寻安的面前瞬间爆成了一团血雾。怎么可能？无论是谁都无比震惊地看着这一幕，一个魂斗罗强者竟然被眼前这个男子一招秒杀了。天斗帝国的魂师们一个个惊恐万分，这简直太可怕了！你究竟是什么人，竟敢冒犯天斗帝国？就在这时，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下一刻，三个老者出现在了千寻安的面前。三名老人身上都穿着黑色长袍，身上蕴含着魂斗罗的气息。他们乃是天斗皇家学院的三位教委，为首的一位便是孟神基。孟神基身材中等，很瘦，看上去全身也没有几两肉，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尖细，却并不难听，给人一种很有亲和力的感觉。须皆白，人虽然瘦，但精神却异常矍铄，满面红光。另外一个叫做白宝山，白宝山的体型和孟神基正好相反，身材不高却极胖，标准的身高4尺，腰围也是4尺那种，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容，脸上的肥肉都随着笑而抖动着。第三位叫做志玲，外表看上去是最正常的一个，相貌也很普通，只有双目开合间偶尔流露出的明亮眸光。孟神基看到千寻安走上前来，微微朝着千寻安行了一个礼道，拜见前辈，不知道前辈来我天斗帝国有何贵干？千寻安冰冷的眼神看向那孟神基，旋即开口道：杀人，不知道前辈要杀何人？孟神基继续开口问道。千寻安再度平静地看着孟神基道：你们天斗帝国的雪夜大帝。此言一出，只见那三位魂斗罗的脸色顿时大变，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笼罩着孟神基三人。孟神基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前辈，雪夜大帝乃是我天斗帝国的王，您若是杀了他，那么天下必然大乱，届时天下苍生必定生灵涂炭，这只怕也不是前辈想要看到的景象吧？天下苍生与我何干？千寻安淡漠地问道。这一刻，只见那三人脸色顿时大变，他们都感觉到了千寻安身上那滔天的杀气。唰！而千寻安已经没有耐心再废话了，看着三人道：不想死便给我滚开！此时孟神基三人看着千寻安，虽然他们知道千寻安是一名封号斗罗，但是也只是以为是寻常的封号斗罗。对上寻常的封号斗罗的话，他们三个魂斗罗联手自然有一战之力。孟神基看着千寻安，旋即开口道：前辈既然要杀我国国君，那么就只好得罪了。孟神基话音刚落，千寻安身上恐怖的魂力已然释放了出来，那三位魂斗罗也立即释放自己的武魂。孟神基的武魂是黑妖，顿时只见一只漆黑的大妖一般的东西覆盖在孟神基的身上，使得孟神基的身形猛然膨胀了许多倍。白宝山的武魂是天心炉，一个白色的香炉出现在他的手中，一圈圈白色的波纹从他的身上荡漾而出。志玲的武魂乃是天青藤，一根藤蔓瞬间出现，萦绕在志玲的身体之上。他们三人的魂环都是黄紫黑黑，一共8个魂环浮现。但是千寻安甚至连武魂都没有使用，他仅仅只是轻轻挥了挥手，一股庞大的风暴凭空产生，旋即直接席卷向三人。三人感受到了千寻安释放的风暴，顿时吓得亡魂皆冒。这一切实在是太过突兀了，他们完全没有料到。轰隆隆，砰砰砰！下一刻，他们的武魂直接破碎，他们的防御更像是纸糊的一般脆弱，被那风暴所击溃。他们的身体在那狂风的吹拂之下，顷刻间倒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在了天斗城墙壁上。噗嗤！
噗嗤，3声吐血的声音响起，旋即那天斗城墙壁直接被撞塌，3名老者狼狈地爬了出来。前辈饶命，请饶命啊！3人此刻都跪在地上哀求道：“饶命！”千寻安嘴角勾勒出一丝冷酷的弧线，今日你们所有人一个不留！轰隆隆，下一刻，一股更加磅礴的飓风瞬间从天而降，将梦神姬他们所在的方圆数里之内的区域尽数笼罩，无数建筑被毁坏，无数人惨遭池鱼之灾，纷纷死亡。那梦神姬3名魂斗罗也在千寻安的恐怖力量之下直接被碾碎。千寻安的面前根本没有人敢阻挡，千寻安带着千仞雪一步步地走入了天斗帝国的皇宫之中。此时千寻安看向千仞雪道：“接下来的路你应该很熟悉。”千仞雪立即指着一个方向道：“雪夜大地应该在这个方向。”千寻安微微点头，两人旋即朝着这个方向走去。第80章逃。千寻安带着千仞雪朝着那雪夜大地的宫殿走了过去。路上，千寻安看向千仞雪道：“对了，你说是那唐三阻碍你的计划？”千仞雪点了点头道：“唐三在天斗帝国设立了唐门，这唐门联合了当初昊天宗手下的4大家族，那杨无敌便是那4大家族之一的人。要是不加以限制的话，这唐门只怕会威胁到我们武魂殿。”千寻安点了点头道：“这小家伙的确有些令人超乎想象，此次若是遇到，看来不能再放过他了。”千寻安之前并不在乎那唐三，毕竟当初的唐三对他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人物，虽然现在也算不上什么人物，但是他挡到自己的路了。此时千仞雪看着千寻安道：“叔叔，我想亲自打败这唐三。”亲自打败？千寻安有些不解地看着千仞雪问道。千仞雪立即道：“不错，我这次输给了唐三，所以我想要亲自打败他，将我失去的赢回来。”说到这里，千寻安冷眼看向了千仞雪，冰冷的气息弥漫出，沉声道：“小雪，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不好的品质是什么吗？”千仞雪感受到了千寻安身上的气息，顿时摇了摇头。千寻安继续开口道：“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你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使用卑劣的手段，这些都不是不好的品质，因为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只要你胜利了，一切都会烟消云散。这个世界上最不好的品质是狂妄自大，有多大的实力就做多大的事情。这唐三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他现在很明显已经崭露头角了，小小年纪便建立了一个宗门，破坏了你20年的部署，你是不是有些小看他了？”千仞雪听到这话，低下了脑袋，他的双拳攥紧，眼睛微红。千仞雪继续看着千仞雪道：“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接受失败。你现在便是不想接受自己的失败，不甘心被他打败。但是你若是不吸取教训，下一次你还是会被他打败。他的确打败了你，但是他不该成为你的心魔。你的道路一片通途，何必为了一次失败便走不出来了呢？”听到了这里，千仞雪微微点头。千寻安继续开口道：“下次再遇到他，无论如何我都会杀他。”千仞雪点头道：“是，叔叔，我受教了。”千寻安看着千仞雪道：“我们继续走吧。”两人继续朝着前面走去，一路上虽然还是遇到了无数的士兵阻拦，但是根本没有人挡得住千寻安。皇宫大殿之中，此时雪夜大帝正襟危坐，整个人的脸色开始有些焦急了起来。启禀陛下，有人认出了那2人其中一个，他好像就是之前冒充太子殿下的千仞雪。听到了这里，雪夜大帝脸色大变，整个人已经有些慌乱了。什么？那千仞雪不是走了吗？怎么还敢来我们天斗帝国？雪夜大帝惊怒道。此时那些大臣们一个个站了出来，看着雪夜大帝道：“陛下不必如此惊慌，此时独孤博克卿还有宁风致国师等人，只怕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一定可以阻拦他们。”就在此时，又有探子来报：“陛下，有人认出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份，他便是武魂殿的新教皇千寻安。”听到了这里，无论是谁，心中都隐藏一分阴霾。千寻安便是那将前任教皇比比东斩首示众的千寻安。有大臣惊呼道：“这千寻安可不好惹，我听说他可是一个狠人啊！”是啊，没想到竟然是他。大臣们开始议论了起来。又是一个探子来到了大殿之中，禀报道：“启禀陛下，他们已经突破了天斗帝国守卫大军，进入了皇宫。”启禀陛下，皇宫内的魂圣护卫被杀。启禀陛下，天斗皇家学院的3位魂斗罗教委前往阻击千寻安，全部被杀。启禀陛下，皇宫御林军5000人全部殉职，被那千寻安杀死了。启禀陛下，那千寻安正朝着我们议政大殿走来。随着一个个探子的来报，此时原本还很自信的雪夜大帝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慌乱之色。他没想到这千寻安这么快，独孤博倒是在天斗城中，赶来这里应该很快，但是那七宝琉璃宗可是在城外，探子去传递消息，他们要赶往这里，
需要很多的时间，而千寻安这么快便杀了进来，他们只怕赶不及了。此时，雪夜大帝的脸上流露出了恐惧的表情，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了害怕。怎么办？他的嘴里喃喃自语着。而此时，只见一个人瞬间赶到了这里。陛下！来者正是毒斗罗独孤博。独孤博来到了雪夜大帝的面前，微微行礼道：“独孤爱卿，你终于来了。”雪夜大帝看到独孤博赶到了这里，终于是松了一口气。独孤博虽然比不上那千寻安，但是在雪夜大帝的眼中，这独孤博至少也是一个封号斗罗。既然是封号斗罗的话，那么他拖住千寻安，等宁风致国师他们赶到这里，应该没问题。到时候等宁风致国师他们赶来，3位封号斗罗加上7宝琉璃塔的辅助，难道还不是一个千寻安的对手？现在雪夜大帝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下了。雪夜大帝深吸了一口气后，看着独孤博道：“独孤爱卿，你终于来了。”独孤博微笑着点了点头。雪夜大帝道：“那千寻安和千仞雪已经闯进了宫内，朕希望你能够拖住他，等宁风致国师他们赶过来。”此言一出，独孤博面色一变，看向雪夜大帝问道：“陛下，你刚刚说是谁？”雪夜大帝连忙道：“是武魂殿的现任教皇千寻安。独孤爱卿，有什么问题吗？”此言一出，只见独孤博的身上无尽的冷汗顿时冒了出来，他整个人顿时颤抖了起来，立即看向雪夜大帝道：“陛下，我们快逃吧！”“逃？独孤爱卿，你也是封号斗罗，难道你拖延一点时间都做不到吗？”雪夜大帝看着独孤博问道。独孤博看着雪夜大帝，连忙道：“若是寻常封号斗罗，我即便打不过，也可以拖延很久的时间。但是这次来的人可是千寻安。”独孤博旋即想起了之前去武魂殿的时候，那千寻安的力量他感受过，那一股力量似乎随时可以秒杀他一般。现在想起来，他的身体都还忍不住的颤抖。轰！就在此时，只见他们议政大殿外面，那大门直接被砸破，一队护卫直接被砸了进来，滚在大殿之中，口吐鲜血。逃！外面一道声音也跟随着传了进来。第81章，我喜欢讲道理。下一刻，众人看到在那议政大殿的门前，一男一女出现在了这里。那男子一袭白衣，淡金色的长发垂落在背后，剑眉星目，英姿勃发，浑身散发着凛冽的气势。一袭白衣飘动，他就宛如九霄仙人将士，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他旁边的少女穿着金色的华服，白皙的皮肤吹弹欲破，双眸灵动，美艳不可方物，身材曼妙，高挑的身姿令人迷醉。这两人正是千寻安和千仞雪。此时无论是谁都吓了一跳，一个个朝后退去。千寻安已经来到了天斗帝国的议政大殿之中，此时所有人全部看向了千寻安和千仞雪。千寻安带着千仞雪一步踏入了大殿之中，他平静地看着大殿之中的所有人，平静开口道：“逃！你们想要逃到哪里去？”此时雪夜大帝看向千寻安，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强撑着自己的威严，沉稳地道：“阁下应该便是武魂殿的教皇吧？”千寻安微微点头道：“不错，我便是武魂殿的新教皇千寻安。”对面毕竟乃是天斗帝国的一国之君，千寻安自然会给他说话的机会。雪夜大帝看向千寻安道：“武魂殿和我们天斗帝国向来井水不犯河水，阁下强闯我天斗城，杀入我天斗皇宫，意欲何为？”千寻安依旧淡漠，看着雪夜大帝道：“你都说了，我是杀进来的，来你们天斗帝国自然是为了杀人。你想要杀谁？”雪夜大帝立即看向千寻安，他的身躯微微一晃。千寻安看向雪夜大帝道：“杀你！”听到千寻安的话，雪夜大帝的瞳孔骤缩。“杀我？”雪夜大帝看向千寻安，立即问道：“千寻安，你可知我乃天斗帝国的王，你是武魂殿的教皇，你杀了我，不是宣告世人，让我们两国之间交恶吗？你一旦杀了我，天斗帝国立即会向你们武魂殿发动进攻。千寻安，你是准备让大陆陷入战争之中吗？”千寻安平静地看着雪夜大帝道：“我都知道，但是那又如何？你是想要挑起两国之间的战争吗？”雪夜大帝指着千寻安，愤怒道。千寻安闻言哈哈一笑：“挑起两国战争？你太小看我武魂殿了。你觉得仅凭你天斗帝国能挡住我们武魂殿吗？”雪夜大帝闻言面色一变，确实，如今武魂殿的实力根本无法和武魂殿抗衡。别说现在，就算是当初的巅峰时期，也绝非是武魂殿的对手。千寻安看着雪夜大帝，继续道：“所谓成王败寇，我既然敢杀进来，就有把握覆灭天斗帝国。你要灭了我们天斗帝国？”雪夜大帝无比震惊地看着千寻安问道：“自然，不仅你们天斗帝国，星罗帝国我同样要灭掉，我要称霸整个大陆。你疯了吗？你想要称霸大陆？”雪夜大帝看着千寻安，眼睛瞪大道。千寻安摇摇头：“疯了，我统一大陆，
让整个大陆都在我武魂殿的管辖之内，这样的话便可以永久的消除这世界的战争。至于你，则是必须死。”此言一出，雪夜大帝知道这件事情再也没有缓和的余地了。他咬牙切齿地看向千寻安道：“好，千寻安，你想怎么样？你真的要与我天斗帝国为敌吗？”千寻安淡然一笑：“不是与天斗帝国为敌，而是覆灭你们。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强者才能在这个世界生存，而弱者只能被淘汰、被毁灭。只不过我今天来杀你，倒也不全是因为政治上的问题。”千寻安看着雪夜大帝，继续说道：“那你为何要杀我？”雪夜大帝看向千寻安道。千寻安指了指身边的千仞雪道：“她是我武魂殿的圣女，也是将来我们武魂殿的继承人。现在她在你们天斗帝国受了欺负，所以我今天来，只要是来帮我侄女找回场子的。”听到了千寻安这么一说，大殿之中那些大臣们一个个无比震惊。他们原本以为千寻安来杀雪夜大帝，是为了让整个天斗帝国群龙无首，然后他更好灭杀天斗帝国。但是他们根本没想到，千寻安来杀雪夜大帝，仅仅只是为了帮助那千仞雪找回场子。听到这里，雪夜大帝立即指着千仞雪道：“他杀了我3个儿子，还差点毒杀了我，毁了我们天斗帝国。你还说是我们天斗帝国欺负他？”千寻安继续平静开口道：“哦，那又如何？他在我们天斗帝国隐忍那么多年，暗地里不知道给我们天斗帝国带来多少损失，难道这些还不够吗？”雪夜大帝继续道。千寻安依旧一脸平静，继续开口道：“就算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那又如何？你们若是不服这一切，自可以来报仇。就像我现在一样，我很不爽你们给我家小雪带来的屈辱，所以我便带着她来报仇了。你们武魂殿就是这般不讲道理，这般霸道吗？”此时雪夜大帝怒喝一声，看着千寻安问道：“哈哈哈！”说到这里，千寻安笑了起来，看着雪夜大帝道：“霸道？不错，我们武魂殿便是霸道。至于道理，我还是喜欢讲的，不过我们讲的道理是拳头，谁的拳头硬，谁有道理。不仅我们武魂殿讲的是这般道理，整个天下天地万物，小到市井邻里，大到宇宙苍生，请问哪一个讲的不是这种道理？”说到这里，那雪夜大帝脸色已经苍白了起来，他心中很明白，千寻安说的事情自然是对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天下本来就是这个道理。他看着千寻安道：“既然如此，那只好鱼死网破了。”说着，他一声令下道：“都出来吧！”雪夜大帝怎么可能没有留手？只见那门外大殿之中，一个个魂斗罗探出头来，团团围住了千寻安。在这里，只怕有20多个魂斗罗，这是他们天斗皇宫最后的安全守卫，也是他们天斗皇宫最大的底蕴了。千寻安，你当真以为我天斗皇宫是想来便来，想走便走的吗？今天我就算是拼个鱼死网破，也要将你留在这里。千寻安看着雪夜大帝，继续平静地说道：“你说错了，这不是鱼死网破，而是我为刀俎，你为鱼肉。”第82章一剑斩蛇皇。此时，只见那千寻安的周围20几个魂斗罗团团围住了千寻安，各种魂环光芒闪烁不定，强悍的气息令人心惊肉跳。而此时此刻，千寻安就站在原地，目光平淡如水，似乎根本就感受到周围这些魂师的存在似的。雪夜大帝看着千寻安怒吼道：“给我杀了他！我不信你强闯我天斗皇宫，还能够安然无恙的活着出去！给我杀！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给我杀了他！”随着雪夜大帝一声令下，一个个魂斗罗瞬间朝着千寻安杀了过来。千寻安的眼眸之中冷光闪烁，身形突然动了，他脚尖点地，整个人化为一道流星般的幻影，冲击了出去。轰轰轰！伴随着一连串的轰鸣之声响起，所有攻向千寻安的魂技尽数被他撞碎。他那庞大的身躯宛如一柄利刃一般，直接刺穿了一名魂斗罗的身体，鲜血四溅，惨叫一片，但这却并未停止他的前行步伐，一往无前。扑哧扑哧，又是2声撕裂之音传来，2名魂斗罗被他当胸洞穿，鲜血狂喷而出。轰！紧接着又是一记重锤砸落，将另一名魂斗罗从空中砸落在地，骨骼粉碎，死得凄凉。短短不到半分钟的功夫，已经至少有4名魂斗罗陨落在他手上了。拦住他！快拦住他！杀呀！天斗皇家学院天斗城内的高端武力此时终于显现出威势，一群魂斗罗朝着千寻安蜂拥而来。与此同时，一层浓烈的白色光华升腾而起，笼罩方圆100米范围，一座巨大的光阵凭空浮现。顿时，以千寻安的脚下为中心，方圆100米区域都仿佛凝固了一般。那扑向他的魂师，无论实力达到什么级别，速度骤降。嗡！千寻安双拳猛地挥舞起来，
刹那间，一股恐怖的震荡之波犹如潮水一般从他的掌握中爆发而出。砰砰砰，一道道闷哼声响起，一道道身影倒飞而回，摔倒在大厅的墙壁上，口鼻之中鲜血喷涌，生机断绝。千寻安的目标始终是雪夜大帝，对其他人则完全视若不见。你们都退后，让老子先宰了这混蛋再说。一名虎背熊腰的壮汉愤懑地咆哮一声，手中巨锤绽放着金光，宛如山岳一般，带着恐怖的威压，狠狠地朝着千寻安当头砸落而下。千寻安抬起头来，眼中寒芒暴涨，右臂之上暗红色光芒迸射，一圈暗红色光晕瞬间蔓延开来，他那粗壮的右臂瞬间膨胀，化为擎天柱一般，一巴掌抽打而出。啪！清脆的爆鸣声中，那巨锤被他直接拍击在脸上，巨锤破碎，壮汉的身体也是直接崩溃，一击秒杀。此时，雪夜大帝的脸色逐渐阴冷了下来。要知道，对付千寻安的这些人可是魂斗罗，但是在千寻安的面前，就像是被砍瓜切菜一般，不堪一击。这就是你的底牌吗？雪夜，你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了吧！此时，只见那些魂斗罗立即大喝道：“保护陛下！”一个个守卫在了雪夜大帝的周围，雪夜大帝也逐渐的朝后退去。千寻安就这样一步又一步的走了过去，又是一个个魂斗罗飞向了千寻安，想要将千寻安拿下。但是无一例外的，他们无法阻挡千寻安的脚步，他们的攻击甚至没办法碰触到千寻安的衣襟。千寻安每踏出一步，都会有人飞出，一个个身体在空中炸成血雾。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下，竟然真的没有任何魂斗罗能够抵御千寻安。此时，那封号斗罗独孤博也脸色铁青。雪夜大帝立即看向独孤博道：“独孤爱卿，你为何还不出手？”独孤博有些为难的看向雪夜大帝道：“陛下，这千寻安的实力太强了，即便是我出手，只怕也撑不住1秒啊。”此言一出，全场皆寂。独孤博作为当今天斗城3位封号斗罗之一，实力毋庸置疑，他竟然没办法支持千寻安1秒钟。这千寻安究竟达到了什么境界？这么恐怖的实力，他是如何修炼的？雪夜大帝此时脸上满是惊惧之色，他深吸口气道：“那么，现在我们该如何？”独孤博立即看向他前方的那些魂斗罗，立即大喝道：“等无论如何都要拖住他，我带陛下先离开这里。”此时，独孤博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随着独孤博一声令下，无论是谁，只能冲上来与千寻安搏命了。但是和千寻安搏命，搏的只会是他们的命。千寻安只是一步又一步平静地走出去，一个个魂斗罗被他斩杀，根本毫无反抗之力。转眼间已经死了15人了。但此时雪夜大帝也已经趁乱逃脱。嗖，一抹紫黑色光芒划过，千寻安的身体骤然加速，追击雪夜大帝而去。雪夜大帝的速度虽然极快，但却远远无法跟得上千寻安的速度。很快，他们就追到了雪夜大帝的面前，挡住了雪夜大帝的去路。此时，雪夜大帝看着千寻安，目光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因为他清楚地感觉到千寻安此时散发着一股恐怖的威严，宛如泰山压顶一般镇压而下。此时，独孤博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独孤博站在雪夜大帝面前，看着千寻安道：“拜见教皇冕下，教皇冕下，你能否看在老夫的面子之上，放过我们一次？”独孤博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是千寻安的对手，所以他现在只能希望千寻安能够放过他了。千寻安只是目光看着那雪夜大帝，并未回答他。独孤博看着千寻安，他知道这件事情只怕不可能缓和了，旋即释放出武魂。独孤博身上一声刺耳的长啸从他口中出，翡翠般的绿光从体内勃然迸而出，身体迎风一展，前7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紧接着，他那瘦高的身躯就在那碧光之中不断膨胀，扶摇直上。翠绿色的鳞片同样是菱形的，看上去就像是镶嵌的一片片翡翠一般。人类的身体已经消失，独孤博此时幻化成一条巨大的碧绿色大蛇。千寻安依旧没有动弹，只是静静地看着那碧绿色大蛇越来越庞大。此时，独孤博的身上最后3个魂环瞬间亮起。第7魂技武魂真身，第8魂技时光凝固，第9魂技碧鳞神光。独孤博直接使用他的2个最强大的魂技，瞬间，只见那碧鳞蛇皇的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迅速变得更加浓烈起来，他整个身体都笼罩在了那碧绿色的光华之中。蛇吟声突兀地从他口中传出，紧接着他身上那碧绿色光华陡然爆发，碧光照耀四方，原本那浓郁的绿色光彩瞬间变成了一层层白蒙蒙的光辉。吼吼吼吼！一连串嘹亮的蛇吟声从那白蒙蒙的光华之中迸发而出，的绿色光芒变成了墨绿色，整个空间似乎在这绿光之中变慢了。而且伴随着他这一身墨绿色光芒的出现，周围的空间仿佛也变得粘稠起来，那墨绿色的光芒竟然连千寻安身上的血色光芒都给渲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墨绿色。
只见那原本缠绕在独孤博身上的墨绿色光芒，竟然凭空出现了许多细小的丝线，直奔千寻安缠绕而去。那些墨绿色丝线迅速交织凝结。千寻安感受着这独孤博的最强3个魂技，连看都不耐烦看一眼。他随便伸出了手，一柄金灿灿的圣剑出现在了千寻安的手中。千寻安手持圣剑，只是随意轻飘飘的一挥，刹那间一道金色的剑光横贯而出。这道剑光几乎是眨眼间就劈碎了所有缠绕而来的绿色丝线。这一次，剑光之上附着着一层金光，千寻安一剑横扫而出，刹那间整个天地之间空间都异动了起来。这一刻，独孤博只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停滞了。那红光带给他的感觉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气息，仿佛只要沾染上一点，自己就必死无疑。无比剧烈的金光瞬间朝着独孤博那巨大的碧鳞蛇皇斩落了下来，他根本躲不过，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抵挡。碧鳞蛇皇身体猛然收缩，将自己那肥胖的身躯完全蜷缩起来，一圈圈碧绿色光晕从身上浮现出来，试图防护住自身。但是那金光却是势若破竹，瞬间斩入。只听扑哧一声脆响，碧鳞蛇皇的身体顿时被斩成2截。轰！巨大的轰鸣响彻整座宫殿，在这恐怖的金光覆盖之下，连带着后方的宫殿也被千寻安斩成了2半。整个天斗帝国的议政大殿瞬间碎裂，变成了一片废墟，而那独孤博也变成了2半，死的不能再死了。这一刻，那雪夜大帝的眼中更加的惊悚了。连天斗帝国3大封号斗罗之一的独孤博都被一招秒杀了，那么整个天下还有谁挡得住他？千寻安目光看向了雪夜大帝，旋即开口道：“雪夜，接下来轮到你了。”第83章前往唐门。雪夜大帝被吓得瞬间瘫坐在地上，颤抖着声音道：“不要！您是大陆最伟大的存在，求求您不要杀我。”千寻安叹息一声：“雪夜啊，你应该明白我今日来的目的。”雪夜大帝的身体已经开始瑟瑟发抖起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只要您放过我，我保证永远臣服于您。”千寻安沉默了一下：“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说到这里，他抬起右手，轻轻地按在雪夜大帝的脑门上：“去死吧！不要啊！”此时，天斗帝国的那些士兵立即朝着千叶冲了上来。雪夜大帝脸上充满了绝望，但他的眼眸之中却流淌着疯狂的怒火。不，他凄厉的咆哮声中充斥着愤懑与怨毒。但是千寻安却并没有理睬他，双臂张开，一团金黄色光芒从掌心处喷薄而出，化为一片金黄色的海洋，顷刻间覆盖了整个宫殿范围内的每一寸空间。那一声声凄厉的惨叫逐渐消失，那雪夜大帝就像是被风化一般，逐渐溶解在这金黄色之中，最终化为虚无。不仅如此，千寻安那恐怖的魂力四散出去，无穷无尽的力量瞬间席卷向冲上来的那些天斗帝国士兵。天斗帝国士兵没有一个挡得住这股力量的，全部灰飞烟灭，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一切都只是短暂的几次呼吸之间，偌大的一个皇宫就已经变成了一片狼藉。此时，千仞雪来到了千寻安的身边，看着这满目疮痍的景象，无比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切。他之前通过不断谋划，筹备了20年的计划，想要杀死雪夜大帝，但是现在自己的叔叔仅仅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做到了。不仅如此，他还将整个天斗皇宫闹得天翻地覆。雪夜大帝死后，天斗帝国定然群龙无首，到时候别说抵挡武魂殿了，即便是天斗帝国的内乱，也够他们喝一壶的了。千仞雪无比惊讶地看着千寻安，自己叔叔的这个手段实在是太恐怖了。千寻安缓步走到千仞雪面前，微笑地看着千仞雪，平静开口道：“看到了吗？这便是所谓的皇权大业，到了最后还不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千仞雪看着眼前那巨大的废墟，点了点头。千寻安继续说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这天斗帝国传承了这么多年，但是他们在绝对强者的眼中可以随意毁灭，到头来也不过是一把黄土。在这历史长河之中，唯一的真谛便是生命。”生命？千仞雪有些不解地看着千寻安道。千寻安微微点头道：“不错，就是生命。只要你活着，便可以见证一切历史。你活得越久，越是能够发现，那些所谓的追名逐利、勾心斗角，都只不过是一抹浮云罢了。得到的更多又能如何？最后还不是随风而散。”千寻安继续说道。说到这里，千仞雪再度点了点头，明白了千寻安的意思。千寻安微微一笑，看着千仞雪继续道：“所以想要活得久，那就必须要有更高的修为。所以你现在明白你当初费20多年的青春来这天斗帝国卧底是有多么愚蠢了吗？”千仞雪看向千寻安，连忙点头道：“叔叔，我受教了。”千寻安微微点头，继续看向千仞雪道：“好了，我们走吧。”旋即，千寻安带着千仞雪朝着前方走去。千仞雪看向千寻安问道：“
叔叔，我们要回武魂殿了吗？”千寻安想了想，平静开口道：“既然都来了，那便去那所谓的唐门看看吧。”千仞雪点头，跟在了千寻安的身后。唐门伫立在天斗城中的一个中心位置，宛如一座巍峨的山峰般屹立在众多建筑之间。它的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散发着沉稳而庄重的气息。唐门的大门高大而雄伟，由厚重的红木打造而成，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和神秘的符文。门前有2根高耸的石柱，高大的建筑物给人极其壮观的感觉，仿佛这座建筑乃是天宫所制作而成的艺术品一般。此时，千寻安带着千仞雪来到了这唐门的面前。这里便是唐门吗？千寻安打量着眼前的建筑，缓缓说道。此时，那唐门的守卫立即盯着千寻安和千仞雪，呵斥道：“2位是什么人？来我唐门面前，有何贵干？”千寻安淡淡的瞥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道光彩，滚开！一层金光骤然迸射，瞬间笼罩在那名守卫身上，紧接着一圈金纹扩散而出，刹那间，那守卫竟然在这金色光辉的渲染之下化为尘埃，彻底消失无踪。千寻安直接踏入了唐门的大门之中，旋即恐怖的道音瞬间传了出去。唐三何在？那无比恐怖的道音传到了唐门的每一个角落，令所有听到声音的人都是心神俱颤，仿佛遇到了极其恐惧的事情似的。下一刻，唐门大院的之中，只见那力之一族的泰坦、玉之一族的牛皋、敏之一族的白鹤、破之一族的杨无敌全部走了出来。这4大长老都是魂斗罗境界，但此时站在千寻安面前却显得那么渺小，哪怕他们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够对千寻安产生任何影响。阁下是谁？泰坦沉声问道。千寻安淡然一笑：“我是谁并不重要，让唐三出来，我找他算算账。”杨无敌看到千寻安身后的千仞雪，沉声道：“千仞雪，当初你都败走了，还敢找上门来吗？大家小心，他们很可能是武魂殿的人。”泰坦眉头紧皱，看着千寻安道：“您找我家少主所为何事？”千寻安道：“很简单，我要杀了他。”此言一出，4大堂主的脸上顿时流露出愤怒的神色。泰坦咬牙切齿的道：“我家门主不在，阁下还是请回吧。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千寻安继续问道：“这个便不方便告诉你了。”杨无敌冷漠地看着千寻安道。千寻安听后微微点头，旋即看着他们道：“既然如此，你们这唐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第84章灭唐门。千寻安目光冰冷地看着唐门的4大堂主，他此次来这天斗帝国便是为了替千仞雪讨回公道的。既然这千仞雪是被唐三打败的，那么千寻安自然不会放过唐三。而这唐三创立的唐门留着定然是一个麻烦，与其留着一个不必要的麻烦，还不如现在出手将它解决。听到了千寻安的话，无论是谁都脸色巨变，包括4大堂主在内，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千寻安竟然会如此霸道。千寻安的语气虽然很轻松，但那种不容抗拒的味道却让4位长老都充满了压抑与恐慌。杨无敌深吸口气，寒声道：“阁下，你未免太猖狂了吧？你虽然很强，但我唐门也不弱。”泰坦咬牙切齿的道：“阁下，你当真以为我们唐门是软柿子，随便你拿捏的吗？就是想灭了我们唐门，你未免也太过自信了吧？”白鹤也冷哼说道：“既然如此，我们便让你尝尝我们唐门的厉害。”牛皋也立即上前一步，看着千寻安厉喝道。4大堂主毫不犹豫的释放出自己的武魂。杨无敌武魂破魂枪，82级强攻系战魂斗罗；泰坦武魂大力猩猩，86级强攻系战魂斗罗；白鹤武魂尖尾雨燕，81级纯敏系战魂斗罗；牛皋武魂板甲巨蜥，84级防御系战魂斗罗。4大魂斗罗纷纷释放出来了自己的武魂，一道道光芒从他们身上绽放而出。泰坦、白鹤、尖尾雨燕、板甲巨蜥4大元素类武魂释放，一股凶悍气息瞬间爆发出来。4大堂主全都拥有着50级左右的实力。泰坦怒吼一声，脚掌猛踩地面，身形暴涨，转眼之间他已经化为一尊足有100米高的庞然大物。双拳挥舞，空气中响起阵阵雷鸣之声。他的拳法大开大合，刚劲无匹，每一击轰击而出，空气都被撕裂出一道道缝隙。另外3名堂主也同样动了起来。白鹤的速度快若闪电，背后翅膀张开，一团团冰雾喷薄而出。尖尾雨燕展翼飞翔，数千片锋锐的羽毛激射而出。牛皋双手捶胸，大地震颤，他的双臂竟然迅速膨胀，覆盖上了漆黑的鳞片，整个人的气势在瞬间攀升到顶点。那杨无敌祭出了自己的破魂枪，身体一晃就到了半空之中，手持破魂枪狠狠刺出，一道银芒划破长空，带着惊人的气血波动，直奔千寻安冲去。4人几乎是在顷刻之间完成了配合，将千寻安围在正中央。联手进攻吗？千寻安嘴角处勾勒起一抹弧线。
千寻安只是轻轻朝前踏出一步，就像是融入到了周围的空气之中似的。原本围拢在他周围的四大堂主突然感受到周围的空气变得粘稠起来，他们甚至连呼吸都变得艰难了。这是什么情况？千寻安抬起一根手指，向虚空之中轻轻地弹出，刹那间，周围的空气瞬间凝结。4名堂主只觉得自己全身都像是陷入泥沼之中一般，再加上自己的修为相差巨大，顿时被束缚住身形，无法移动分毫。4大堂主骇然看到，就在千寻安弹出的这一根手指上，隐约浮现出一个金灿灿的光环。那是光环出现的同时，天空之中骤然响起一连串的炸响声，紧接着一枚枚金黄色的光球凭空出现，从天而降，轰向他们4人。这是4名魂斗罗脸色大变，拼命抵挡，但是那些金色光球蕴含的恐怖威力依旧超越了他们的承受范畴。4人的身体被砸入大地之中，土崩瓦解，一直毁掉4大魂斗罗，这份实力简直是太恐怖了。4大魂斗罗瞬间在那千寻安那恐怖的力量之下崩碎，4人的鲜血溅射而出，死状极惨。杨无敌瞪大了眼睛，直到死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对手只用了一指，居然就将自己4兄弟给干掉了。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怎么会这么强？杨无敌艰难说完，他的身体在千寻安那恐怖的魂力之下寸寸崩解，只剩下一柄长枪插在地面之中。此时，那些唐门的弟子一个个惊恐地看着千寻安，根本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他们的4大堂主可都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但是现在在千寻安的面前，这4大堂主竟然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这究竟是多么恐怖的实力才能做到啊？千寻安并不在乎那唐门的那些弟子，旋即开口道：“既然那唐三不在，那么只能下次杀他了。”千寻安说完之后，转身离开了这里。下一刻，只见那唐门上空，一只无比巨大的金色巨掌凝聚成型，那恐怖的金色巨掌遮天蔽日，笼罩了小半边的天空，令整座唐门山脉都蒙上了一层阴影。那是一只金色巨爪，散发着淡淡的金属光泽，在那金色巨爪的笼罩之下，仿佛世界末日都降临了一般。你们快看！唐门那些弟子们看到那金色的巨掌，一个个露出了无比惊恐的神色。这是什么？天哪，这怎么可能？太恐怖了吧！逃，快逃！那些弟子的瞳孔之中都倒映着那金色的巨掌，恐怖的巨大手掌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太可怕了！现在那些唐门弟子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他们必须要赶快逃离这里。可是当那些弟子反应过来想要逃走的时候，却已经来不及了。只见那金色巨掌缓缓落下，重重地拍在唐门的大门之上，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那坚固的唐门建筑在恐怖的金色巨掌下瞬间粉碎，金色光晕扩洒开来，所过之处，所有的房屋建筑全部化为灰烬。在那金色的巨掌之下，所有的一切全部被摧毁。巨大的掌印几乎覆盖了整个唐门，唐门中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幸免，在那巨大的掌印之下全部化为飞灰。无论是什么，都在那千寻安的恐怖魂力之下灰飞烟灭。至此，唐门灭。第85章天使神。千寻安带着千仞雪回到了武魂殿。回到武魂殿之后，千寻安便开始闭关了，毕竟1年的时间也过去了大半。那罗刹神说过，1年之后他便会下界血洗武魂殿，所以千寻安也准备在这1年的时间内变得更强一些。千仞雪回到武魂殿之后，既成为了武魂殿的圣女，也做了武魂殿的裁决长老。毕竟千寻安成为了教皇，武魂殿的裁决长老之位空缺了出来，最适合的人便是千仞雪了。长老殿，这里是教皇殿内最大的一座建筑，也代表着整个武魂殿最强大的力量所在。高高的圆顶建筑内，一进门就是宽阔的厅堂，挑空的穹顶足有近30米高，周围分3层，每一层都有10个房间。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能够入住进这里的要条件就是魂力90级以上，拥有封号斗罗以上的实力。这里才是武魂殿真正的最高权力所在，哪怕是教皇也要受其制约。归根结底还是实力的作用。居住在这里的长老们如果联合在一起，足以在1天之内毁灭一座城市，这绝不夸张。此时长老殿内静悄悄的，哪怕是一名侍候的仆人也没有。当千仞雪走进那巨大的厅堂时，身上的汗毛孔骤然收缩了一下。就在这座厅堂最内侧，一座以纯金打造、高达10米的巨大6翼天使雕塑前，静静地站着一个人，正背对着大门的方向，抬头仰望着那座纯金的塑像。从背影看，那是一个男人，身材较高，但却并不健壮，一身朴素的灰色长袍，黑色长披散在脑后，梳理得十分整齐。站在那里，他给人一种十分奇异的感觉。拥有6翼天使武魂的千仞雪感觉格外清晰，似乎那个人就是那座6翼天使雕像，两人之间无分彼此。
似乎周围那些巨大的窗户内射入厅堂的阳光都聚焦在他一个人身上。尽管他的衣着是那样朴素，可是他只是站在那里，就给人一种顶礼膜拜的感觉。爷爷！就站在入门处，千仞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原本冰冷的面庞上再也坚持不住那份倔强，泪水顺着面颊流淌而出。灰衣人缓缓转过身，先前那种特殊的气息突然变得荡然无存，看上去他只有30-40岁的样子，相貌很英俊，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那种平静恬淡的气息给人一种十分舒服的感觉。最奇异的是，哪怕是有封号斗罗在这里，也肯定无法从他身上感受到一丝魂力波动。灰衣人轻轻地跨出一步，下一刻就已经来到了千仞雪面前。他的动作并不快，但当他来到千仞雪面前时，千仞雪就已经投入了他的怀抱之中，放声大哭。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一面，比东是如此，千仞雪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冒充雪清河10余年的时间，他所承受的压力，还有那逝去的青春，只有自己才最清楚。小安带你去天斗帝国报仇了？千道流看向千仞雪问道。千仞雪点了点头道：千道流微微点头道：你母亲的事情，你不要怪你的叔叔，他这也是为你父亲报仇。千仞雪点了点头道：爷爷，我不怪叔叔。好，从今天开始，你便不要过问俗事，潜心修炼吧。千道流看着千仞雪，继续开口道。千仞雪再度点头。千道流看向千仞雪道：小雪，你跟我来。千道流带着千仞雪朝着斗罗殿走去。斗罗殿位于武魂殿神山的最顶端，大有会当凌绝顶之势。和教皇殿相比，斗罗殿要小一些，但是在这里却供奉着所有封号斗罗的封号。斗罗殿之中并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整体是由古朴的岩石修砌而成，但如果仔细看，就会现在这些古朴的岩石上泛起一层很淡的金光，用手去触摸，就会感觉到一种奇异的能量在掌中游动。斗罗殿除了入门的方向以外，三面的高墙上都供奉着一块块灿金的方形牌匾，每一块牌匾高约半米，宽1尺，上面都只有3个或是4个大字。放眼望去，三面墙壁上的金色牌匾相加，数量竟然不下数百之多。这每一块牌匾都象征着斗罗殿建成以后再次获得封号的一位封号斗罗。斗罗殿正中伫立着一尊雕像，那是一个高达10米、通体灿金的雕像，3对羽翼在背后舒展开来，手中高举一柄巨大的金剑，直指苍穹。最为奇特的是，在那金剑周围似乎有一层淡淡的金焰盘旋。在武魂殿的长老殿也有着一尊类似的雕像，但和这尊相比，如果说二者的区别是什么，那么就是灵魂。是的，长老殿的雕像虽然也同样巨大，但却缺少了灵魂，而眼前这尊巨大的雕像本身就带给人一种至强者的感觉，周围数百封号斗罗的封号金匾都在他的气息镇压下平静地沉睡着。这里是魂师至高无上的殿堂，每一名魂师都以能够走进斗罗殿为荣，因为那代表着他们已经达到了封号斗罗的级别。也只有获得封号的时候，他们才有进入这里的可能。斗罗殿其实并非武魂殿所建造，在传说中，斗罗殿早在武魂殿出现前就已经出现了，而最早的武魂殿也就是以供奉斗罗殿为名，集结了一批崇敬斗罗殿的强大魂师而成立的。斗罗殿有一位殿主，这位殿主必须是对斗罗殿最为尊敬的人，供奉这里的斗罗金匾，也同时主持所有新晋封号斗罗的受封仪式。千道流旋即看向千仞雪，开口道：小雪，你来这里，跪下。千仞雪波浪般的长披散在身后，一直垂至地面，双手在胸前摆出一个奇异的姿势，拇指相扣，食指相贴，而另外的6根手指则向两旁张开，看上去就像是6翼天使张开翅膀的样子。他看向那巨大的雕像，那雕像乃是一尊美丽至极的天使，那天使面带着微笑，圣洁无比。千仞雪精致的娇颜上充满了崇敬之色，双眸闭合，在他身上始终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晕。他缓缓地走到那天使雕像之下，跪了下来。小雪，你要用最虔诚的心来祭拜这天使之神雕像。千道流威严而平静的声音在斗罗殿中回荡。此时千仞雪仿佛明白了什么，立即回头看向千道流道：爷爷，你是想让我继承天使一族的传承吗？千道流微微点头道：不错，我终其一生想要得到天使神的认可，可是最后都没有成功。但是你不一样，你出生那天便天降异象，你一定可以获得天使神的认可的。我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千道流看着千仞雪继续说道。千仞雪忽然想到了什么，旋即看向千道流问道：可是爷爷，你为何不让叔叔来继承？千道流摇了摇头道：你叔叔的确强大，但是他有一个缺点，那便是对神明没有敬畏之心。他来，我怕他惹怒了天使之神。千仞雪看着千道流，微微点了点头。千道流继续看着千仞雪道：小雪，什么都不要多想，
磕头吧。千仞雪点头，旋即在这天使神雕像的面前虔诚的磕头。3次头磕完之后，忽然金色的光芒涌动，一道身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他与那巨大的雕像之间，身影渐渐清晰，而周围的金色光芒也明显变得强盛起来。尤其是那尊巨大的6翼天使雕像，巨大的金色长剑上喷吐出长达丈余的光焰，令这里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神圣气息。睁开你的双眼吧！千道流抬手一指，他背后雕像手中长剑上释放的金焰从天而降，将千仞雪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金焰流转，千仞雪的身体就在那光芒的笼罩下被牵引着缓缓起身。金光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在千仞雪面前却渐渐地浮现出9片金色的光幕。看到这9片光幕，千道流眼中流露出几分特殊的奇异光彩。天使9考，9考，无数代斗罗殿殿主等待的9考终于出现了。似是有些艰难地睁开双眼，千仞雪迷茫地看着面前的祖父。千道流眼中闪烁着柔和的光芒，成功了，终于成功了！哈哈！此时，千道流顿时大笑了起来，只见他的眼中已经流出了泪水。他看着那巨大的天使雕像，喃喃道：“我就知道你可以的，原来历代斗罗殿殿主等候的人竟然是你。小雪，爷爷以你为豪。”千仞雪呆呆地看着千道流，爷爷，这……千道流淡然一笑，道：“如果你面前的光幕是8道，那么你就是下一任的斗罗殿殿主。但是出现在你面前的光幕却是9道。不要问为什么，应该告诉你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你要完成来自天使的9个考验，爷爷会一直陪伴着你。只要你完成考验，便有机会继承天使的神位。”怎么会是我？听到这里，千仞雪一惊，明明自己的叔叔比自己更加优秀。千道流立即道：“小雪，不要多想了，你是被天使神选中的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注定的。”千仞雪听后点了点头。就在此时，千道流也跟随着千仞雪虔诚地朝着那天使神像跪了下来。连磕3个响头之后，千道流抬头看着那天使神像，立即开口道：“伟大的天使之神，我是您虔诚的后代子孙，亦是您最虔诚的信徒。现如今，您创立的武魂殿即将遭遇毁灭的危机，若是您能够听到我的祷告，请您救救我们武魂殿吧。”第86章，虚伪的神。神界，一个巨大的金色殿堂之中，一道美丽的身影站正在那金色的殿堂之中。此时，只见一道黑色的身影缓缓走了进来。这道金色的身影正是天使神。只见他穿着金色的铠甲，手握黄金长剑，头戴皇冠，全身上下散发出强烈无比的气息波动，整个人看上去英姿飒爽，高贵典雅。天使神美丽至极，白皙的肌肤吹弹可破，金色的长发披肩，完美的容颜令人不敢直视。但是当这样的美女说话的时候，却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丝杀意，给对方一种难以抗衡的压迫力。她那一张绝世容颜更是精致到完美的程度，让任何男人看后都会为之痴迷，但却又不敢轻易亵渎。那种高高在上的尊贵感，让任何男性只能仰望而已。她的双眸之中充满着无尽的威严，目光灼灼地注视前方。“你找我有什么事？”天使神冷声问道。此时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修罗神。修罗神穿着一身血红色的铠甲，身形高大魁伟，脸部棱角分明，宛如刀削斧凿一般俊美。只是此时他那眼眸之中却闪烁着森冷寒芒，就像冰山之上的万年坚冰一般。“没什么，只是想来跟你谈谈。”修罗神淡淡的说道。天使神看着修罗神，立即问道：“修罗神，你是神界的执法者，难道你要看着那罗刹神乱来吗？”修罗摇了摇头道：“我不会让任何人乱来的。”天使神继续看向修罗神道：“我不管你们之间存在什么交易，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你要是敢动我下界的后代，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修罗神平静地看着天使神道：“你放心，我还不至于对斗罗大陆的小辈出手。你不出手，并不代表罗刹神不会出手。”天使神看着修罗神，继续开口道。此时修罗神平静地看着天使神道：“你也知道，我和罗刹神之间也有恩怨，所以他要是出手的话，我阻止不了他。我也不会为了区区下界去得罪这罗刹神。”听到了这里，天使神看着修罗神，立即问道：“所以你要纵容他？”修罗平静地看着天使神道：“我是执法者，但是我并不是门神，我怎么会知道这罗刹神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呢？”你听到了这里，天使神的脸上已经浮现出了怒火。“很好，既然如此，那么我做什么，请修罗神也不要多管。”天使神深吸口气，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转过身朝着殿外走去。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眼中露出了一抹凌厉之色。此时修罗神看着那天使神道：“天使，
忘了告诉你了，门外有一个故人在等你。天使神走出了门外，此时只见一个蓝色身影站在了他的面前。那是一个高大的男子，淡蓝色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张棱角分明的面庞，带着几分邪魅，嘴角处挂着淡淡的微笑。看着他，眼中竟然充斥着炽热。天使神看着那淡蓝色的身影，那男子不是别人，正是那海神波塞冬。天使神和海神之间也有着一段恩怨。当初天使神和海神原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两人之间有长达100年多的友谊，很珍贵。可是天使神准备拔出武魂殿镇守妖兽的天使圣剑，但是海神却阻拦了天使神。却因为海神阻拦自己拔剑一事，天使神和海神产生了很深的隔阂，还直接和海神决裂了关系。波塞冬，你来这里做什么？天使神看着海神，旋即开口问道。海神看向天使神道：天使，当年的事情是我没能够阻止你，所以现在我不能让你一错再错了。你什么意思啊？天使神不解地看着海神问道。海神旋即开口道：你跟我来。海神带着天使之神来到了海神岛的上空。此时通过海神的神力，天使神看到在斗罗大陆之上7个人正在参加海神的考核。那7个人天使神自然不在乎。此时海神指着其中一个孩子道：天使，这个孩子非常的优秀，他是被我选中的人。天使神随着海神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个年轻的男子正在开启海神9考。那个孩子正是唐三。此时唐三的身体就是这全部金光最后的终点，而那所有金光最后收敛的地方就是他额头正中，在那里留下的并不是一个星状痕迹，而是一个金色的3叉戟标记。淡淡的金色3叉戟带给唐三的是一种充满威严的高贵，尽管他只是站在那里，那3叉戟却带着一种俯视苍生的感觉。天使神看着海神，不知所谓的开口问道：你选举自己的传人，关我什么事情？海神平静地看着天使神道：你知道那个孩子在下界遭遇了什么吗？天使神冷冷地看着海神问道：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海神旋即开口道：那个孩子，他的母亲被武魂殿逼迫，最后献祭了。他的父亲也是被你们武魂殿杀死的，他的曾祖也是被你们武魂殿杀死的，他的祖父被你们武魂殿逼死的，还有他的青梅竹马也是被你们武魂殿逼迫之后献祭了。所以你现在还认为你们武魂殿是正义的吗？海神看着天使神开口问道。天使神看着海神，平静的开口问道：我们武魂殿正义与否和你有什么关系？实话告诉你吧，罗刹神来找过我，他说他要灭掉这武魂殿。原本我觉得他插手下界的事情本来就是一个错误，但是当我了解了一切，我明白了，这武魂殿本就是一个邪恶的组织，我觉得武魂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你现在都已经成神了，还想要插手下界的事情，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错误。上一次你拔出天使圣剑我没有阻止你，这一次我一定要阻止你。听到了这里，天使神看着海神问道：哈哈哈，海神，我当初果真没看错你，你真是道貌岸然啊。怎么，罗刹神要毁灭我们武魂殿便不是插手下界的事情，我出手阻止他便是插手下界的事情了。再者，我武魂殿邪恶与否关你什么事情？我要庇护武魂殿又关你什么事？你有什么资格来阻止我？天使神看着海神，目光越发的冰冷了起来。第87章武魂殿危机。海神看着天使神，继续开口道：天使，当初我没阻止你拔出天使圣剑，让你放出了武魂殿镇守的妖兽，差点酿成大祸，所以这一次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一定要阻止你。天使神冷冷地看着海神，平静道：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自以为我生前创下的武魂殿是邪恶的，所以你就要阻止我守护我自己创建的武魂殿？你和另外一个邪恶的人联手，要灭掉我们武魂殿吗？听到了这里，海神旋即开口道：我只是不希望你在做错误的事情。错误的事情，你认为对的事情便是绝对的对？你认为错误的事情便是绝对的错误吗？你未免也太将自己当回事了。天使神冷冷地看着海神道。海神看着天使神，继续道：多说无益。天使神看向海神，立即呵斥道：说到底，你还不是为了你选中的那个弟子？现在我和你说明了，你若是敢阻止我，你信不信我回头便灭了你的海神岛？海神轻叹一句道：无论如何，我都会阻止你的。下界，千道流虔诚地跪在这天使神的雕像之下。此时那巨大的天使雕像散发着神光，就好似活了过来一般，无尽的胜利从他身上涌出。千道流跪在那天使神像之下，继续开口道：伟大的天使之神，那罗刹神很快就要来灭了我们武魂殿了，还请先祖出手相救。此时在神界的天使神感受到了来自下界的祷告，天使神轻轻一挥手，便看到了下界的景象。但是现在他被海神拖住了，
他要如何帮助武魂殿呢？天使神冰冷的目光看向了海神，冷喝道：“既然如此，那么我只有动手了。”说着，天使神祭出了天使圣剑，顿时一股强横的神圣气息爆发而出，朝着海神斩去。海神冷哼一声，身上也同样释放出了属于自己海神三叉戟。海神三叉戟轰击而出，顿时一股澎湃的巨浪从海神拳中涌出，狠狠地撞击在天使神的天使之剑上。两者碰撞之下，顿时激荡起无数恐怖的能量涟漪。天使神和海神两人都是神级强者，两人瞬间缠斗在了一起，每一次攻击都是惊天动地。天使神手持天使神剑，直接朝着波塞冬劈落。天使圣剑，斩断天穹！天使神怒吼一声，滔天剑芒直奔海神袭来。海神右臂抬起，金光迸射而出，在他手掌中央形成一个奇异的漩涡。紧接着，漩涡飞速变大，化作一个足足有着上百丈的巨大龙卷风，硬汉天使神的天使圣剑。轰隆隆，剧烈的碰撞声响彻云霄，狂暴的能量肆虐，将海洋掀起层层巨浪。两股恐怖的力量在神界交汇在一起，令天际震颤，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一般。而就在这个时候，天使神突然抽身后退，双翼拍打之间，整个人瞬间冲入虚空之中，消失不见。海神冷哼一声，脚踏海水，紧追不舍，两人的速度都快若闪电。两人在神界对峙，谁也奈何不了谁。下界，千道流和千仞雪的面前，天使神雕像上的神光逐渐的暗淡了下来。天使神最终还是没能回应千道流，千道流又这样虔诚的跪了7天。可是7天的时间过去了，天使神依旧没有回应。千道流看着眼前的天使神，喃喃开口道：“先祖，难道您不肯出手相救吗？”他不知道天使神为何不回应他，他也不明白罗刹神既然可以下界灭了他们武魂殿，那么天使神自然也可以下界来帮助他们，因为只有这样对他们武魂殿来说才公平。但是现在天使神连神威都未曾显化，难道先祖真的抛弃了武魂殿了吗？千道流的眼神逐渐的有些失落了起来。此时千仞雪站在千道流的身后，轻声道：“爷爷。”“小雪，你来了。”千道流回头看向千仞雪，千仞雪看着千道流道：“爷爷，你已经跪了7天了，你还要一直跪下去吗？”千道流拉着千仞雪的手，喃喃开口道：“小雪，武魂殿乃是我们天使一族传承万年的基业啊，我绝不能看着武魂殿被毁灭。对了，你叔叔他还会出关吗？”千道流看向千仞雪问道。千仞雪摇了摇头。千仞雪看向千道流，旋即道：“爷爷，我见过叔叔的实力，叔叔的实力超越了很多的封号斗罗，所以说不定叔叔可以阻止罗刹神。”听到这里，千道流摇了摇头，他看你这千仞雪道：“小雪，你知道什么是什么？”千仞雪摇了摇头。千道流继续开口道：“人力有穷，神力无穷。神之所以为神，是因为他们无所不能，所向披靡。但是人无论再强大，一旦到了极限斗罗，就很难再前进一步，所以永远都无法战胜神。荀安的确很强，即便是我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即便他再强大，他都未曾获得过神考。他没有神奇的认可和传承，他便永远成为不了神，成为不了神，便永远不是神的对手。”千道流继续说道。千仞雪认真的看着千道流问道：“爷爷，没有神奇的传承，便成为不了神明吗？”千道流也认真的点头道：“不错，神界的位置是有限的，没有神奇的传承，便永远无法成为神。那么，若是神界的神不退位，即便是我们通过神考，也无法成为神明吗？”千仞雪再度问道。千道流想了想道：“这个或许只有上一任神准备卸任的时候，他们才会开启神考。”千仞雪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看着千道流继续问道：“那么，神界的第一批神又是怎么产生的呢？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神位，他们也不是神奇，他们为何会成为神呢？他们的神位和神奇是别人给他们的，还是自创的呢？”千仞雪的问题一针见血，看着千道流问道。千道流听后，身体不由得一颤。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想过，若是真的按千仞雪所说，那么这神位可以自创吗？千道流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摇了摇头。若是神位可以自创的话，那么他们斗罗大陆那么多年的历史之中，怎么不见有人自创神奇呢？最后，千道流缓缓地站起身来，他看着千仞雪道：“小雪，不要再多想了，你安心进行你的考核吧。你放心，到时候罗刹神来了，我即便是拼尽我这条老命，也会保护好你的。只要你还在，即便武魂殿毁灭了，我们依然还有希望。”第88章神灵之前。时间一天天过去，很快1年的时间就要过去了，而这段时间千寻安一直在闭关，还没有出来。千道流这些天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
他开始让武魂殿的百姓们撤离出去。不管怎么样，百姓们是无辜的，而且千道流一直信奉的都是天使的正义与包容，所以千道流自然不会让百姓们受苦。武魂殿的高层们，千寻安也任凭他们自愿，最后还是有很多人留了下来，坚守武魂殿。无论如何，武魂殿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还是有很多人想要为武魂殿而战。供奉殿，千道流看着剩余的6大供奉，旋即开口问道：“各位，这1年之期马上就要到了，只怕这罗刹神也要降临我们武魂殿了。各位，若是想要离开的，自然可以先离开，我自然不会阻拦。”此时，金鳄斗罗旋即开口道：“大供奉，你知道我在这武魂殿已经待了多少年了吗？”千道流平静道：“应该200多年了吧？”金鳄斗罗点头道：“不错，我已经是一个老骨头了。我在这武魂殿已经200多年的光阴了。对于我来说，武魂殿便是我的家，无论是谁要来将它夺走，我都会和他拼命，即便是神也不行。”金鳄斗罗此言一出，其他5大供奉也是纷纷表态。青鸾斗罗微微笑道：“我倒是还没见过这神有多强，这次来正好见识见识。”光灵斗罗也站了出来，露出了微笑道：“武魂殿就是我的家，无论是谁来，我们都会守护好自己的家的。”雄狮斗罗也点头道：“俺也一样。”旋即，众位供奉齐声道：“誓死效忠武魂殿，绝不退缩。”听了他们的话，千道流心中暗叹一声，但脸上却挂满了笑容。他轻轻拍了拍手掌，朗声道：“好，很好，有诸位相助。既然如此，那么便让我们一起来应付这罗刹神吧。”众人旋即点头，一个个脸上露出了坚定的神色。虽然不能与神明抗衡，但是至少要保护自己的家。天斗帝国，现在天斗帝国雪夜大帝死了，雪崩继承了天斗帝国的皇位。雪崩一直在隐忍，现在雪夜大帝死了，他自然是继承皇位的最好时机。而七宝琉璃宗也正式成为了天斗帝国境内的第一宗门。毕竟七宝琉璃宗拥有2大封号斗罗，这2个封号斗罗都非常的强大。雪崩也将宁风致奉为座上宾，加上宁风致国师的身份，可以说现在七宝琉璃宗也掌控着天斗帝国的生杀大权。至于那血腥亲王也成为了摄政王，只不过他怎么可能斗得过宁风致呢？在天斗帝国的权力纷争之中，血腥亲王始终被宁风致压了一头。七宝琉璃宗中，剑斗罗、古斗罗、宁风致在一间房间之中，似乎在商谈着什么。宁风致率先开口道：“我得到了消息，当初教皇比比东得到了罗刹神的传承，而千寻安不顾一切斩杀了比比东，所以只怕罗刹神会亲临武魂殿。”听到了这里，剑斗罗陈星万分震惊道：“你是说神要下界了？不错，那罗刹神说了，1年之后他要下界毁灭武魂殿。”宁风致继续道：“最近武魂殿很多百姓都逃了出来，整个武魂殿人心惶惶，他们要是得不到这个消息，才有问题。”陈星喃喃开口道：“那可是神明啊，人类要如何与神明作战？”宁风致点了点头道：“不错，此战过后，斗罗大陆的格局定然会发生改变，只怕引领我们大陆发展的武魂殿要就此消亡了。”就在此时，一直没有开口的古斗罗开口了，他看着宁风致和陈星道：“那么这可是赐予我们七宝琉璃宗崛起的最好时机啊！”听到古斗罗说完，宁风致和陈星都看向了古斗罗。古斗罗平静道：“你们想想，这昊天宗隐世不出，武魂殿又被神灭了，而我们七宝琉璃宗现在背靠天斗帝国，等武魂殿消失之后，还有谁能够限制我们？”听到了古斗罗的话之后，宁风致和陈星都微微点头。古斗罗的话很有道理，在这天下本来便是武魂殿一家独大，昊天宗应该算得上是第2。但是昊天宗隐世不出，等武魂殿被灭之后，即便是昊天宗出世，只怕也发展不过他们七宝琉璃宗了。这可是他们最好的机会啊！想到这里，宁风致微微点头道：“古叔你说的不错，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将我们七宝琉璃宗发扬光大。”陈星也微微点头道：“看来这武魂殿也蹦跶不了多长时间了。”宁风致看着陈星回应道：“过刚一舌，这千寻安看上去强大，但是他也太不将神明放在眼中了，即便他现在是斗罗大陆第1人，也绝无可能是神明的对手。”陈星平静地看着宁风致道：“与神一战，倒是想去见识见识这场战斗啊。”宁风致点头道：“既然如此，我们便去看看吧。”昊天宗，唐啸坐在宗门之中，7大长老坐在了唐啸的身边。唐啸旋即看着那7大长老，开口道：“各位长老，想必大家都听说了吧？罗刹神要降临斗罗大陆，毁灭武魂殿。”大长老微微点头道：“不错，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听说了。这件事情，各位长老怎么看？”唐啸旋即看着7大长老问道：“现在的昊天宗虽然隐世了，但是绝对是能够和武魂殿碰一碰的宗门。昊天宗一门8斗罗，除了武魂殿之外，昊天宗可是封号斗罗最多的一个宗门了。旋即，
其中一个长老开口道：“当初我们隐居，便是因为害怕武魂殿的报复。现在武魂殿既然要被灭杀了，那么我看我们昊天宗也该出事了。”另外一个长老也跟随着那个长老的话接着说道：“不错，我们昊天宗隐忍了这么多年，当真以为我们昊天宗好欺负吗？我也同意，我们昊天宗沉寂太久了，也是时候让天下知道我们昊天宗的存在了。”又是一个长老开口。此时唐啸坐在那主位之上，冰冷的声音旋即道：“各位，大家真的仅仅只是想要出事吗？”此言一出，无论是谁，目光都看向了那唐啸，露出了惊讶的神色。第89章风起云涌。唐啸看着七大长老，旋即站了起来，开口道：“之前的事情，大家难道都忘了吗？”唐啸冰冷的目光盯着那七大长老，七大长老的都感觉有些发寒。唐啸看着七大长老，旋即继续道：“大家忘了我的父亲也是各位的大哥，他是怎么死的了吗？前段时间小三回来之后，大家也忘了我的祖父唐晨是死在了谁的手上？还有我的兄弟唐昊，我的弟妹阿银，他们又是死在了谁的手上？”唐啸看着那七大长老，开始一字一顿地问道。七大长老看向了唐啸，旋即大长老开口问道：“唐啸，你莫不是要报仇？”唐啸冷哼一声，大喝道：“哼，不错，我就是想要报仇。我的父亲活活被武魂殿气死了，我的祖父也是死在了武魂殿的千寻庵的手上，还有小浩和阿银，他们也是死在了武魂殿的手中。除了他们，还有当年我们昊天宗被武魂殿杀死的那些弟子，数不胜数。各位难道都忘了吗？”唐啸看着七大长老，冷声反问道。七大长老看着唐啸，沉默了下来。唐啸当初和唐昊一起喜欢上了阿银，阿银献祭之后，唐啸的心中便一直对武魂殿有恨。后来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武魂殿的人逼死，实际是被唐昊气死的。然后他得知唐昊被武魂殿的千寻庵杀死之后，他就更加的想要报仇了。他又得知了自己的祖父唐晨一直还活在了杀戮之都，却被千寻庵杀死之后，唐啸的心中对武魂殿的恨意已经到达了极致。没错，仅仅只是出事已经满足不了他了，他想要复仇。唐啸看着七大长老道：“各位不觉得这是我们的一次好机会吗？武魂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会是罗刹神的对手的，所以我们要是复仇的话，一定可以成功的。”二长老看向唐啸，旋即开口道：“我们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你也说了，武魂殿绝对不是神的对手，届时武魂殿都被神毁灭了，我们又如何向武魂殿复仇呢？”说到这里，唐啸旋即道：“各位将武魂殿想的太简单了吧？武魂殿毕竟不是傻子，那罗刹神都已经告诉他们要毁灭他们的时间了，各位认为武魂殿难道不会转移吗？如果我猜的没错，武魂殿的人已经大部分转移到了别处去了，所以神无法将武魂殿一网打尽。但是武魂殿要与神战，必定会两败俱伤，届时我们昊天宗出事，岂不是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吗？”唐啸接着说道：“我们出事将武魂殿的残党灭杀，一来可以替那些死去的亡灵们复仇，二来也可以让世人见见我们昊天宗的手段，震慑一下其他的宗门。”听了唐啸的话，七大长老也微微点头，他们觉得唐啸的话有道理。唐啸看着七大长老道：“既然如此，我们便来表决一下吧，各位同不同意我的计划？”最后昊天宗的七大长老还是纷纷表决同意了唐啸的计划。唐啸看着那武魂殿的七个长老道：“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便出事吧，我们必须要先查清楚这武魂殿的残党在什么地方。昊天宗也出事了，虽然还没有宣告，但是昊天宗的人已经开始在大陆上活动了。得知武魂殿要毁灭了，大陆开始风起云涌了起来，整个大陆似乎都不是那么平静了。武魂殿，千道流陪在了千仞雪的身边，看着千仞雪修炼。此时千仞雪看向了千道流，开口道：“爷爷，最近大陆是不是有点不太平静了？”千道流看着千仞雪道：“你潜心修行就好，武魂殿的事情你不需要管。”千仞雪微微点头，但是还是问道：“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们武魂殿要毁灭了吗？”千道流想了想，还是意味深长地看向了千仞雪道：“小雪，你觉得我们武魂殿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千仞雪想了想，旋即问道：“统领天下魂师。”千道流摇了摇头道：“差不多，但是不完全对。其实我们武魂殿存在的真正意义是秩序。”秩序？千道流点头道：“不错，是秩序。你知道我们武魂殿在大陆上有多少分店吗？”千道流继续问道。千仞雪摇了摇头。千道流继续道：“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武魂殿遍布整个斗罗大陆，大到每一个城市，小到每一个村庄，都设立了武魂殿。我们武魂殿帮助人们觉醒武魂，拿出钱财给魂师进行补贴，因此大陆现在才如此的平静。争斗有，但是不算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大陆各大势力之间也才能通过比试来解决一些事情。否则，
你认为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凭什么可以发展出两大帝国，又凭什么可以如此井井有条呢？千仞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千道流继续道：他们只知道我们武魂殿一家独大，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若是我们武魂殿不在了，整个大陆会变成什么样子。若是没有武魂殿，大陆便会陷入混乱，魂师们到了年纪没法觉醒武魂，大陆会进入真正的弱肉强食的状态，强者会越来越好，弱者将无法生存。魂师们没有补贴，他们就会去欺负穷人，抢夺穷人的钱财，他们会用武力来征服一切。现在我们武魂殿和星罗帝国、天斗帝国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但是我们武魂殿若是消失了，你认为那两大帝国会相安无事吗？千道流平静地看着千仞雪说道。千仞雪听后点头道：我明白了。千道流继续道：若是我们武魂殿毁灭了，或许会有新的组织来替代我们，但是也是在很久以后了。千道流说着，眼神之中逐渐露出了悲伤的神色。千仞雪看着自己爷爷的样子，也有些悲伤了起来。此时千道流看着千仞雪继续道：小雪，无论武魂殿毁灭与否，你一定要活下来，你才是我们武魂殿的真正希望。你获得了神的传承，只要你活下来，成神之后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千仞雪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了，爷爷。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武魂殿的上空之上开始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整个武魂殿都笼罩在了巨大的阴霾之中。第90章，昊天宗出世。武魂城之外100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城，这座小城之中，无数武魂殿的人守在了这里，这里聚集了很多武魂殿的人员。不仅如此，还有那魔雄斗罗和凌渊斗罗守护在了这里。这些人都是担心罗刹神降临会波及到他们，所以他们离开了武魂殿。当然，他们都是自愿离开武魂殿的。千道流手段不像是千寻安那么强硬，所以想要离开的千道流都让他们离开了。只不过千道流担心他们离开之后会有危险，所以派了魔雄斗罗和凌渊斗罗来这里保护他们。虽然武魂殿离开了部分的百姓，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心系武魂殿，即便他们魂力薄弱，他们也不愿离开。对于很多人来说，武魂殿就是他们的家，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守护自己的家园，即便实力不强，他们也想要尽一份力。在这座小城之中，这些百姓魂师们一个个哀声叹气，都是教皇的错，他要是不招惹那什么罗刹神，我们也不至于流离失所。是啊，这世间哪有人敢和神对战啊，这不是找死吗？哼，他惹怒了神也就算了，还要牵连我们一起受苦，我看就算是当初的比比东教皇也比他好上几十倍。我也觉得比比东教皇虽然杀死了前任教皇，但是谁又在乎呢？他在位的时候至少我们武魂殿一直和平啊，不像这个千寻安刚刚回来就惹怒了神明。哎，这次风波之后，武魂殿只怕要灭亡了。是啊，我们也永远回不了武魂殿了。回去，武魂殿都已经惹怒了神明了，还回去干嘛？就算武魂殿这次赢了，我也再也不回去了。那些百姓魂师们一个个小声地讨论道，几乎出来的人都是不相信千寻安，不相信武魂殿的人，他们只是在乎自己的生命，想要逃离武魂殿。对于这样的人，要是千寻安自然不会管他们，但是千道流依旧派了2个封号斗罗来保护他们。就在他们在这小城之中休息的时候，忽然警报的声音响起，敌袭！武魂殿一个魂师大喊一声，下一刻众人便看到一支庞大的魂师大军杀入了这座小城之中。这些魂师几乎手中的拿着一个小锤，这些魂师瞬间杀进了武魂殿的百姓之中，开始不断的杀伐了起来。这是昊天锤，是昊天宗的人，昊天宗的人出事了！不少魂师认出了昊天锤，立即大喊道：这些武魂殿的魂师和百姓们根本抵挡不住昊天宗的袭击，他们的实力普遍较低。轰轰轰，一枚枚昊天锤飞射而出，朝着周围的百姓砸落下来。昊天锤每一次飞舞都能带走10余条性命，这是昊天宗的高端魂导器，它的破坏力极其恐怖，尤其是对付百姓和魂师更加合适。毕竟在战斗的时候，他们可没办法使用魂技。啊啊！惨叫声、哀嚎声混合成了一片。此时只见那凌渊斗罗和魔雄斗罗立即杀了出去，可是昊天宗这边出现了8个封号斗罗，8个封号斗罗都拥有着极强的力量，顿时将凌渊斗罗和魔雄斗罗压制了。此时凌渊斗罗盯着昊天宗的人怒吼道：昊天宗，你们杀我武魂殿的人，就不怕我们武魂殿报复吗？唐啸站在凌渊斗罗的面前冷笑道：报复？你们武魂殿都要毁灭了，如何报复我们？魔雄斗罗目光冰冷，怒吼道：若是我们武魂殿能够扛过这次劫难，必定要你们昊天宗付出代价。哦，是吗？那我倒是拭目以待。唐啸说道。话音未落，8柄昊天锤已经飞出，
带着恐怖的能量朝着魔熊斗罗砸落下来。轰！恐怖的能量炸开，魔熊斗罗的身体被昊天锤砸中，整个人倒飞而出，口中鲜血狂喷。他虽然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存在，但是他面对的可是8名同样达到封号斗罗层次的存在啊，而且还是全力爆发，怎么抵挡得住？噗嗤！魔熊斗罗口中鲜血喷出，他挣扎着站起来，但却摇晃了几下，又坐了下去。林渊，你快逃，去报告大供奉！魔熊斗罗拼尽全力，大喝一声。他知道自己是活不了了，但是他绝不希望林渊斗罗跟着自己送死。林渊斗罗眼眶通红，泪水滑落，咬牙切齿地骂道：魔熊，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走的，走吧！魔熊斗罗再次大喝：你这个蠢货，为什么要救我？你这个蠢货！林渊斗罗愤怒地咆哮道。林渊斗罗看着重伤昏迷的魔熊斗罗，眼圈通红，他的情绪也变得激动起来。魔熊，我绝不会丢下你的！林渊斗罗双眸充满泪水，紧接着他怒喝一声，身上释放出浓烈的火焰，他整个人的速度骤然提升，朝着唐啸冲去。此时昊天宗的封号斗罗自然不肯放过林渊，纷纷施展魂技向着林渊斗罗攻击而去。林渊斗罗一拳挥出，顿时一头巨大的火鸟虚影从他背后升腾而起，将他包裹了起来。巨大的昊天锤狠狠地朝着那林渊斗罗落了下去。林渊斗罗根本挡不住这一击，顿时被昊天锤砸中胸口，鲜血狂涌而出，他整个人宛如炮弹般朝着地面坠去。噗！林渊斗罗的口中一口鲜血顿时喷洒了出去，整个人也开始萎靡了起来。杀了他们！唐啸一声令下，无数昊天宗的人冲杀了出来，将林渊斗罗等人团团围住。很多昊天宗的弟子直接斩杀了武魂殿的普通民众，而林渊斗罗等人也是岌岌可危。那些武魂殿的百姓更是吓得瑟瑟发抖。你们怎么敢？怎么敢？林渊斗罗怒吼道：为何不敢？今日罗刹神要降临，你们武魂殿一个都活不了，从此再也没有武魂殿，而你们将沦为奴隶。与其被神杀死沦为奴隶，还不如我们先送你们一程。唐啸大声道。林渊斗罗闻言脸色巨变，给我杀！唐啸也瞬间杀向了林渊斗罗。林渊斗罗此时已经受到重创，哪里是唐啸的对手？昊天锤轰然落下，林渊斗罗的身体摔落到地面之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临死之前，林渊斗罗拼尽性命，将一只火红色的小鸟悄悄地送了出去。第91章罗刹降临。武魂殿的上空顿时乌云密布，雷声滚滚而至，天地变色，风起云涌。吼！低沉的咆哮之声在空中回荡着，大片的阴影出现在众人头顶，遮天蔽日的黑影将整座山峰笼罩，整个武魂殿都被那巨大的阴霾笼罩，恐怖的气息从那云雾之中弥漫了出来。恐怖的雷霆从9天之上降落，雷声轰鸣，雷霆滚滚，无数电光交织成为一张巨大的雷网，覆盖了方圆100里范围。所有在附近居住的魂师全都骇然抬头看向高空，心头不自觉地升腾出一股深深的敬畏与恐惧。他们甚至能够感受到那些雷霆的恐怖威势。此刻整个武魂殿都被笼罩在了无尽的黑暗之中。千道流和千仞雪从圣殿中走了出来，千道流看着天空之中那恐怖的气息，口中喃喃道：终于要来了吗？此时斗罗供奉殿之中，6道金光冲霄而起，化身为6尊强横的存在，屹立于虚空之中。其中一位白发白须的老者淡漠地说道：准备迎敌吧，这也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只要干掉他，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否则的话恐怕会给武魂殿带来灾难。说话的人正是那金鳄斗罗。听到了金鳄斗罗的话，其余5个斗罗纷纷点头，旋即来到了千道流的身边。大供奉，我们都准备好了，将一起随你出手。千道流看着自己的6位兄弟，郑重地点了点头。好。旋即千道流看向了千仞雪，开口道：小雪，记住你的使命，一旦有危险，你便立即离开这里，我即便是拼了老命，也会争取到你离开的时间。千仞雪看着千道流，他的眼中泪水已经不断地流了出来。他并不想当缩头乌龟，他也想要一起战斗，可是他若是战斗了，那么武魂殿全灭，他们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了。千仞雪流着泪，最后点了点头。看到千仞雪点头，千道流也安心了一些，开口道：那就动手吧。6大斗罗同时闭上双眸，一圈圈光环从脚下蔓延而出，6芒星阵瞬间呈现。6芒星阵之中各种光线闪烁，紧接着一团团浓郁的生命气息绽放，6道身影几乎是刹那之间融合为一。6名身穿长袍、须发皆白的老者缓缓睁开眼睛，每一个人身体周围似乎都凝结着庞大的生命力量。冲！伴随着一声呼喝，7位斗罗猛然跃起，直奔天空之中飞去。
他们的速度极快，宛如流光一般朝着空中飘射而去，很快就消失在那厚重的云层之中。就在此时，只见那厚厚的云层之中突然撕裂了一个巨大的口子，那口子之中出现了一道漆黑的门户，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力骤然从门缝处释放出来。千道流的7位斗罗同时怒吼一声，他们的眼眸变得格外明亮，每个人都散发着滔天气焰，身上光晕缭绕，散发着恐怖的力量。7个人竟然组成了一个奇异的阵型，一时之间气浪滚滚，光芒迸发，7人联合起来爆发出的力量足以媲美封号斗罗。他们的目标非常简单，就是那道巨大的门户。在门户背后，隐约能够看到一片森冷冰冷的景象。但是当千道流7人接近到那门户300米范围内的时候，却仿佛撞击在一堵无形的墙壁之上一般，硬生生被弹了回来。千道流脸上流露出震惊之色，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时一名斗罗脱口而出，他们虽然没有真正抵挡住那门户之中传递出来的威压，但是却依旧感受到了那股毁灭性的力量。下一刻，只见那天空之中巨大的门户缓缓打开，无尽的紫黑色的光芒从门户之中释放了出来。紫黑色的光芒散发着邪恶的气息，若是说这是神明降临，定然有人不信。比起神明降临，这更像是恶魔出世。只见一根根触手率先从那门户之中伸了出来，巨大的触手足有10米粗细，每一根都蕴含着恐怖的能量波动。紧接着又有更多的触手出现，从那门户中伸展而出。这些触手一共有10条，每一条都犹如擎天柱一般，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强横能量波动。触手在空中舞动，迅速拉长，转瞬之间就超过100丈。这是……一时之间，千道流7人脸色齐齐大变，他们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哈哈哈哈！武魂殿天使后裔，今天我们就把你们彻底毁灭！一个充满狂傲、充斥着杀机、让人灵魂战栗的声音在天空中响起。紧接着，一道庞大的身躯就已经从那门户之中钻了出来。罗刹神降临了。罗刹神的身上所散发的只有浓郁而强烈的邪恶之气，用青面獠牙来形容他绝不过分。青色的面庞与紫色的铠甲形成鲜明对比，他那一身铠甲上到处氤氲着一层带着邪恶味道的紫气，从背部两侧各自延伸出4柄巨大的镰刀。他的胳膊上有着一排倒刺，腿上仔细来看也能看出倒刺的轮廓。他的腿上遍布各种疤痕，有的仿佛一条虫嵌在肉中一样，很是邪恶扭曲。巨大的身躯屹立在虚空之中，10条触手从他的身后伸展出来。他张开血盆大口，疯狂咆哮，顿时天地变色。千道流等7大斗罗在这一瞬只觉得自己的精神完全沉沦在这恐怖的杀气之中，哪怕是以他们7个的修为，都感到胸腹烦闷欲吐，仿佛随时都有陨落的可能。这就是什么？好恐怖的气息！千道流呆滞地看着远方的罗刹神。此时罗刹神看着千道流等人，旋即问道：对了，那天挑衅我的那个小子呢？他这是被我吓到不敢出来了吗？罗刹神看着下方轻蔑说道。此时千寻安闭关的地方还未有任何动静，7位供奉面面相觑，旋即千道流开口道：罗刹神，你也知道我们武魂殿是当初天使神创立的，你若是灭杀我们，难道就不怕我们的先祖找你麻烦吗？罗刹轻蔑至极，看着千道流道：天使，哈哈，本尊会怕那个贱人吗？而且你们也别奢望那个贱人来救你们了，毕竟现在他可突破不了海神的封锁。此言一出，千道流的心中顿时大惊。第92章，我成神不就是了？此时罗刹神站在虚空之中，他高高在上，血红色的光芒随着他身上流转，整个天空仿佛都已经变成了血红色，无数冤魂在嘶鸣，凄厉的叫喊声充斥于天空之中。此时千道流面色凝重，按照罗刹神的说法，天使神已经完全被海神拖住了，也就是说他最后的希望，唯一的奇迹，想要天使神降临帮助他们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难道他们武魂殿真的要再次消亡了吗？千道流的眼中旋即露出了一抹悲伤的神色，不过一瞬间他的眼神便转变成为了坚毅。他看向罗刹神道：罗刹神，虽然你贵为神明，但是却是恶念之神。这里是武魂殿，我们天使乃是正义与公平的化身，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哈哈哈！听到这里，罗刹神大笑了起来，他看着千道流，笑得直乱颤。正义？他停止了笑声。你们竟然跟我提正义2字，真是太可笑了。所谓正义与邪恶，不是谁的拳头硬，谁说的算吗？你自诩正义，难道就是正义吗？据我所知，大陆上很多人将你们武魂殿标榜成为邪恶的代表，就连海神都是因为你们武魂殿的邪恶才答应阻止天使之神的。现在我贵为神明，而你们
在神的眼中，只不过是斗罗大陆上一个邪教。你是我邪恶，还是你们邪恶？罗刹神看着千道流，继续开口道。千道流深吸口气，沉声道：自然是你邪恶，你屠杀人类，你散播恶念，你不是邪恶，谁才是邪恶？哈哈哈！罗刹神双眸中闪烁着诡异的绿色火焰。你说的不错，我是邪恶的，但是这又如何？你们又能奈我何？你再正义又如何？你要知道，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可是神命。罗刹神一声令下，顿时恐怖无比的气势瞬间从他的身上迸射而出，一层紫黑色的光晕宛如水浪一般朝着千道流众人冲击而去。七大供奉几乎是同时出手，七大封号斗罗联手组建起来的防御阵型也随之绽放出夺目光彩。但是在罗刹神面前，他们的防御似乎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甚至连罗刹神身体周围那血色光照碰撞的余波都令他们险些跌倒。你们这群废物，居然敢冒犯伟大的神，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罗刹神愤怒地咆哮着，他的声音宛如滚滚雷霆，在每一位武魂殿供奉耳边炸响。轰隆隆，天空突然剧烈地轰鸣起来，原本蔚蓝的天空突然被渲染成了血红色，那血红色并非颜料渲染，而是真实存在的。无数紫黑色光点在空中浮现而出。不好！七人心头同时大骇，赶忙腾空而起，试图逃离这片区域。但是那紫黑色光点覆盖的区域却是如影随形，根本就不给他们逃离的机会，顷刻间将他们笼罩在其中。轰！一声巨响，只见那七大供奉根本不是那罗刹神的对手，纷纷被拍飞了出去。而更加恐怖的是，这一次他们根本没能稳定住自己的身体，反弹而回，一个个口鼻喷血，摔落在地。你们这群蝼蚁也妄想和神作对，简直是愚昧至极！罗刹神悬浮在半空之中，俯瞰着这些渺小的人类，他身上释放的紫黑色光华不断收敛着，他那原本巨大的身躯渐渐缩小，变成了普通人大小。千道流勉强撑着身体，抬头看向那半空之中的罗刹神，他的眼神冰冷而执着，淡淡的道：就算我们今日注定要殒命于此，我们也一定会保护我们武魂殿。哈哈哈哈！你这是在威胁我吗？那就让我来告诉你，神明的权威不可亵渎。罗刹神右脚猛然跺地，顿时整个天斗城剧烈的晃动起来，一圈圈灰色光环以他为中心骤然扩散开来，所到之处地动山摇，所有植被瞬间枯萎。七名供奉首当其冲，承受的压迫力最大，他们脸上都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啊！千道流仰天发出一声怒吼，他身上金银两色光芒交织，一股澎湃浩瀚的生命能量瞬间爆发出来，抵挡着那强大的压迫力。轰！下一瞬，七名供奉身体同时抛飞而出，砸在了千道流身旁。噗嗤！千道流张口喷出一口鲜血，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如纸。刚才那种压迫力就像是天塌下来一般，根本没办法抗衡。千道流咬紧牙关，支持着身体，努力站起来。他的嘴角处已是挂满了鲜血，脸上带着决绝，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们也一定要守住我们武魂殿的圣地，是吗？可惜这一切都是徒劳，神的意志不容侵犯。罗刹神一步跨出，下一瞬已经出现在了千道流面前，伸出右手抓向他的咽喉。爷爷！此时不远处的千仞雪瞬间大喊。千道流艰难道：小雪，快逃，快逃啊！千仞雪泪流满面，哭泣着叫道：爷爷，你放开我爷爷，别管我，逃走啊！你是我们武魂殿的希望，你要是被抓住的话，武魂殿就彻底完蛋了。千道流吃力地喊道。大供奉！此时那剩余的六大供奉也艰难地趴在地上喊道。罗刹神的脸上带着邪恶的微笑，他丝毫不担心千仞雪要逃走，他冰冷的目光看着千道流道：你们人类的感情还真是无趣呢。你放心，你们一个都逃不了，等我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你们武魂殿的所有人。你可以放心，你们武魂殿是那个贱人创建的，所以我一根杂草都不会留的。这一刻，千道流绝望地闭上眼睛，艰难开口道：难道我们武魂殿要就此毁灭了吗？伟大的神明们，如果有谁能听到了我的祷告，请您显圣救救我们武魂殿吧。此时罗刹神狂笑了起来，你还真是虔诚啊，只可惜谁也不会来救了你了。就在此时，武魂殿深处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顿时传了出来，恐怖至极，令整个天地都为之颤动。一道身影似乎像是穿越了时间空间一般，在那罗刹神眼看不到的情况之下，瞬间来到了他的面前。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千寻安。千寻安伫立虚空之上，淡漠开口道：父亲，不必祷告了，没有谁会来救我们的。哈哈哈，小子，你终于出现了，你说的不错，
没有任何神会来救你们了，你们就乖乖等着被我捏碎吧。罗刹神看到了千寻安，顿时大笑了起来。此时千寻安的神情依旧淡漠无比，再度开口道：的确没有神会来救我们，不过我成神不就是了。说完，他的气息不再掩饰，恐怖的气息再度从千寻安的身上爆发。刹那间，那罗刹神的眼睛顿时瞪大，无比惊骇。千寻安伫立虚空，金色的长发随风飘扬，背后6只天使之翼瞬间伸展开来，神圣的气息瞬间弥漫在整个虚空，一双眸子开合间，恐怖的神光绽放而出。那赫然是神明的气息。第93章与神一战。此时千寻安的身上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释放了出来，无穷无尽的气息瞬间冲霄而起。罗刹神无比震惊地看着千寻安的身上，因为他在千寻安的身上赫然感觉到了神的气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成神了？不，这不可能，你没有继承神位，你如何能够成神？此刻罗刹神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之色。千寻安的身体之上，恐怖的力量逐渐的弥漫了出来，下一刻，只见千寻安瞬间移动，似乎是穿越了时间空间一般。等罗刹神再次看到千寻安的时候，千寻安已经来到了罗刹神的面前。千寻安朝着罗刹神的胸口一掌拍出，恐怖的力量顷刻爆发，轰击在罗刹神的胸膛之上，直接将罗刹神的身体轰击的倒飞而出。千寻安顺势将自己的父亲千道流从罗刹神的手中救了下来。啊！罗刹神惨叫一声，从半空坠落而下。砰！大地炸裂，烟尘四起，罗刹神重新显现出自己的身形，但是他却被千寻安一掌击中胸膛，身体受创，此时已经是遍体鳞伤，眼神呆滞。不，这不可能！你明明连神格都还没有获得，你怎么可能击败我？就算你真的成神，也绝对不可能如此强大的。罗刹神的脸色极其难看。此时千寻安平静地看着罗刹神道：我的魂力的确有了一些改变，但是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你们所谓的神力。不过都无所谓，我并不在乎，我在乎的只是这些魂力能够杀死你便够了。千寻安闭关这段时间，他疯狂地寻求着突破的办法，但是他那个金色魂环虽然可以无限吸收魂力，但是千寻安知道，这些神之所以为神，是因为他们的力量已经远超了这世界的魂力，所以千寻安就想着让自己的魂力升级。他并未获得神考，他便尝试着压缩和融合自己的魂力。终于在他的实验之下，竟然真的让他的魂力得到了进化和升华。其实千寻安并不知道，他升华之后的魂力叫做神力，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他只知道他的魂力升华之后，他变得更强了。千寻安伸出了手，噬神枪瞬间凝聚在了千寻安的手上，天使武魂瞬间伸展开来了翅膀。此时的千寻安宛若一尊恐怖的杀神一般，站立在原地，全身散发着冰冷而嗜血的气息。千寻安缓步朝着罗刹神走去，每靠近一步，身上的气息就增加几分。而当千寻安来到罗刹神面前的时候，整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甚至隐约有向神级层次迈进的趋势。此时罗刹神逐渐地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虽然说千寻安给他的惊吓实在是太大，但是他毕竟是神明，罗刹神乃是恶念之神，也是非常强大的神明，倒不至于被千寻安直接吓得不敢出手了。罗刹神冰冷的目光看着千寻安，继续开口道：小子，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如何获得的神力，但是很明显，你对神力的运用还不纯熟，即便成神，也不过是一个巡猎者的修为，而我乃是神界的一级神祇，你拿什么和我斗？罗刹神说着，顿时他的手中一把紫色的魔镰出现在了他的手中，魔镰通体漆黑，表面带着紫黑色的纹路，上面布满着诡异的符文。随着罗刹神手臂轻轻挥动，顿时周围的空气都仿佛扭曲了起来一般，一股股邪恶、残忍、凶狠而又暴力的气息不断涌动。千寻安的眼睛微眯，我的神力虽然刚刚升华，但是对付你足够了，哪怕是神，今日也必须死。千寻安说话间，右脚猛然抬起，然后猛然跺下，轰隆一声巨响传来，整个大地都剧烈的颤抖了起来。紧接着就看到一圈圈肉眼可见的波纹迅速的扩散了开来，在这股力量作用下，整座山脉的土石都崩碎开来。而就在同时，罗刹神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手腕一甩，手中的魔镰脱手而出，带着凌厉的呼啸声瞬间飞射而出。唰，魔镰划过虚空，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与此同时，魔镰之上绽放出一片黑芒，瞬间化作一头长达数十米的恶鬼，张牙舞爪，咆哮着冲着千寻安扑来。他双眸闪烁着猩红色的光芒。而这个时候，千寻安则是举起是神枪，迎着恶鬼的方向就是一枪扫了出去。轰！伴随着轰鸣声，一道璀璨的枪芒横扫而出，直奔恶鬼而去。噗！恶鬼在触碰到枪芒的瞬间就直接溃散了开来。
千寻安再度踏出一步，瞬间来到了罗刹神的面前，手中的噬神枪带着无比恐怖的威势，狠狠地刺向罗刹神的脑门。罗刹神眼瞳骤缩，急忙抬起手中的死亡魔镰抵挡噬神枪，同时另外一只手朝着千寻安抓了过去。然而就在他的右手刚刚探出，千寻安左手中的噬神枪也跟着刺出。砰！两件武器交击，瞬间爆发出耀眼夺目的火，同时一股庞大的反震之力从噬神枪上面传了出来。噔噔噔！这股力量太强悍了，饶是以罗刹神的强大实力都禁不住向后退去，一直后退了3、4步才停止了后退。但是他的脸色却苍白了许多，嘴角也溢出了鲜血。此时千寻安却依旧屹立在那里，手持噬神枪傲然而立。而此时的千寻安气息却变得愈发的恐怖了，他身上的衣服都无风自动了起来。他手中的噬神枪散发着淡淡的血红色光泽，犹如血域一般。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战神，全身充斥着恐怖的威势。好恐怖的力量！你若是传承了谁的神位，我敢相信你将来的成就只怕不比修罗神帝。只可惜你的力量虽然无限接近于神，但是终究不是神。罗刹神冰冷地看着千寻安，冷哼道：没有得到神界认可的神永远不可能战胜我。罗刹神说着，一道又一道紫黑色的光芒从身上释放了出来。这一刻，罗刹神身上的气势也是节节攀高，转眼间已经来到了神明境界的巅峰状态。而千寻安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也在此时达到了极点，甚至超越了罗刹神。此时两人都没有任何的废话，罗刹神的右手抬起，一团黑暗气流瞬间包裹住死亡魔镰。而就在这一刻，罗刹神的气息突然提升了许多，他右脚猛地踩在地面之上，地面瞬间皲裂，一圈涟漪朝着四周荡漾而出，而他的身影也在下一秒出现在了千寻安面前。千寻安毫不畏惧，手中是神枪朝前递出，两柄兵器瞬间碰撞在一起，两股无比恐怖的气息在那一刻疯狂爆炸。罗刹神闷哼一声，身体在千寻安的攻击下快速后退，一直退到墙边才停了下来，胸口处剧烈起伏着。好强的力量！罗刹神喃喃地说道。刚才的那一击，两人都倾尽了全力。千寻安凭借着噬神枪之中蕴含的恐怖神性，硬抗罗刹神的魔镰，而罗刹神凭借自身神力勉强抵挡住了噬神枪的攻击。但是他本身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此时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神力消耗极大，不由得深吸口气，眼底寒意闪烁。千寻安也感受到了罗刹神的变化，但是他却怡然不惧，是神枪一指罗刹神：老女人，再吃我一招试试。话音一落，千寻安的身体突然变成了一个漩涡，紧接着他的身体就消失在原地。罗刹神眉毛挑了挑，身形连闪，避开了千寻安的攻击。千寻安却是如同鬼魅一般，不断地追逐着罗刹神，而且他的身法也十分诡秘，令人防不胜防。该死，这家伙的身体怎么可能会拥有如此灵活的身法？这种身法完全违背了人类的规律，不，或许应该称之为神术吧。这种身法叫做瞬移吗？罗刹神心中念头百转，但他毕竟是真正的神，虽然千寻安的瞬移很诡异，但他的神力也绝非等闲，身形连晃之下，竟然显而又显地躲开了千寻安几次偷袭。啊！突然间，罗刹神惊呼一声，因为千寻安的身体居然诡异地出现在他身旁，手中是神枪直接穿透了他肩膀，而且还在继续往里面捅着。这简直太可怕了！要知道，罗刹神所拥有的魔镰可是能够斩杀神明的存在啊！可是他那锋利的死亡镰刀竟然被千寻安用噬神枪给挡住了，甚至根本就伤害不到他分毫。最重要的是，他竟然被打伤了。这家伙究竟是怎么修炼的？竟然这么强！难怪能自己修炼成神，果然是天纵奇才。可惜他遇到了我，我要让你尝尝生命凋零的滋味。我会让你明白，即使你是神，也无法逃脱死亡的制裁。死亡镰刀，给我破灭吧！罗刹神怒吼一声，双眸赤红。下一刻，罗刹神手中的死亡魔镰瞬间泛着猩红的光芒，朝着千寻安袭来。第94章神罚。嗡！死亡镰刀轻微的颤抖了一下，顿时整个空间仿佛凝滞了一样，一层层漆黑色的雾气从死亡魔镰上涌出，瞬间弥漫开来。轰隆隆，空间不停震荡着，仿佛整个天地都要崩塌了似的。罗刹神眼神凛冽，手腕轻轻一挑，顿时他面前那些黑雾瞬间翻滚，朝着千寻安席卷而来。千寻安眼神微眯，他感觉到一丝危机，这死亡气息对他竟然产生了一丝压迫。不敢怠慢，千寻安的身体陡然间膨胀起来，他整个人的肌肤竟然变成了金黄色，并且在他额头中央出现了一块菱形的印记，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他身体里涌出，瞬间覆盖了全身，将那些扑向自己的黑雾驱散开来。唰！
千寻安挥舞着长枪，身体一跃而起，一枪朝着罗刹神刺来，空间都仿佛扭曲了一样。哼！罗刹神怒喝一声，死亡魔莲骤然暴涨，一把抓在长枪之上，竟然阻挡住了噬神枪的攻击。而且更加诡异的是，他身上的神力突然变得更加浓郁。噗嗤！一声细响传出，伴随着罗刹神的惨叫，他的左臂被千寻安的长枪直接刺穿。该死的小子，你竟然毁掉我一条手臂！罗刹神怒吼一声，手中魔莲带着滔天的黑雾朝着千寻安劈砍而下。此时千寻安轻声道：“天使庇护！”一片金光洒落而下，覆盖在他的身体表面，他的身体也在刹那间拔高数寸，手中长枪横挡在面门前方。当死亡魔莲和噬神枪碰撞在一起，爆发出巨大的响动，一层肉眼可见的波纹以噬神枪和死亡魔莲碰撞的位置扩散开来，强大的神力瞬间爆发。当一声巨响之后，千寻安的身体倒飞而去，但是罗刹神也被反弹的力量轰击的倒退而去，嘴角处溢出一缕鲜血。千寻安稳定住自己的身形，脸色微微一变。下一刻，他手握噬神枪，再次欺身而入。与此同时，他的身形突然变得模糊起来。千寻安每一步踏出，整个天地似乎都在为他而共鸣着。这种感觉，罗刹神眼中满是骇然之色。下一刻，他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这小子的气质似乎改变了，变得飘渺起来。而且这种感觉，罗刹神心头一颤。这是属于神的直觉，一旦察觉到这种气息，他就必须立刻做出决断。罗刹神手中的死亡镰刀再度挥动，刷刷刷，3道黑色光柱朝着千寻安笼罩了过去，每一道黑色光柱都足有数米粗细，威势之猛，哪怕只是看上一眼，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面对着充斥着死亡气息的黑色光柱，千寻安冷笑一声，身形飘忽不定，竟然从3个黑色光柱的缝隙中穿梭而出。砰！千寻安右脚在空中狠狠踢出，罗刹神的身体竟是被这一脚直接踹飞出去。这种情况是罗刹神没想到的，他万万没想到，在自己的死亡气息锁定下，千寻安竟然还有余力进行攻击。千寻安的身影突然在半空中消失了。不好！罗刹神暗呼一声，赶忙催动死亡镰刀。可是他终究还是晚了。噗嗤！一团火焰从天而降，直接砸在罗刹神身上，灼烧着他的衣服。同时，千寻安那冰冷的声音响起：“天使法则，束缚。”罗刹神只觉得自己的被什么束缚住了一般，身体顿时一阵僵硬，一根根金色的锁链开始束缚住了罗刹神的身体，将他牢牢地捆绑在原地。该死！该死！罗刹神愤怒咆哮着，死亡镰刀不断地挥动，想要挣脱束缚。可是这些金色的锁链却是极其坚韧，任由他如何拼命，依旧无法摆脱。千寻安手持那是神枪，继续开口道：“天使法则，湮灭。”千寻安的噬神枪之上，一抹金光绽放，紧接着一圈金色涟漪以噬神枪为核心，化为圆形冲击波，迅速向周围迸射开来。砰！这一击令空间剧烈的震荡起来，一圈乳白色的涟漪宛如水纹一般从枪尖上扩散而出。远处的罗刹女皇刚想救援，却已经晚了，这一枪直接命中罗刹神。恐怖的力量瞬间释放，千寻安这一招湮灭的威力实在是太恐怖了，哪怕是以罗刹神的神体强悍程度，也完全扛不住啊！不，我还有办法！罗刹神疯狂地大喊道。噗嗤，他的右腿膝盖部位突然冒出2道黑烟，紧接着他那庞大的魔翼展开，背后浮现出4道黑色光环，4道光环呈4边形，将罗刹神守卫在内，黑光闪耀，将罗刹神渲染的像是沐浴在黑色光晕之中一般。千寻安的身体从天而降，手中长枪刺入，直指罗刹神胸膛。千寻安的长枪瞬间穿透了罗刹神那护体光环，恐怖的枪意直接钻入罗刹神体内。但是就在千寻安准备将长枪深入的时候，那光环骤然炸裂，砰砰砰！恐怖的力量瞬间将是神枪顶的离开了罗刹神的身体。而与此同时，千寻安也承受不住那恐怖的爆炸力，向后抛飞开来。罗刹神的身体遭受到那一击之后，整个人的状态显得非常糟糕。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胸膛处那恐怖的窟窿，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惊惧之色。刚才千寻安那一枪的威力实在是太恐怖了，虽然他及时做出防御措施，但依旧抵挡不住胸口被洞穿，而且那强烈的死亡气息几乎令他窒息。怎么可能？罗刹神喃喃地说道。此时一旁的千道流和千仞雪等人也无比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千寻安差一点便杀死了罗刹神，特别是千道流，他眼中的神色已经不能用惊骇来形容了，因为他很清楚，以千寻安的修为根本不应该拥有那样强大的实力啊。在千道流的传统思维之中，想要成神
必须要得到神的认可，必须要尊敬神。但是千寻安不敬神明，现在竟然能够一直压制着罗刹神，还差一点便杀死了罗刹神。他有些难以理解眼前的情况。千仞雪看到这一幕，口中喃喃道：“这便是叔叔的真正实力吗？”没想到他竟然能够以凡人之躯对抗神明。光灵斗罗也站在一边，微笑道：“今天这罗刹神下界，只怕难回去喽。”众人来到了一边，擦了擦嘴角的鲜血，继续看戏。此时，罗刹低头看着自己胸口的巨大窟窿，整个人的眼中都是恐惧的神色，他的脸色也随之苍白了许多。“你怎么可能这么强？”千寻安淡淡的道：“我早就说过，敢来招惹我们武魂殿，即便是神，我也会斩杀。”混蛋！罗刹神怒吼一声，伴随着他的怒吼，一股浓郁的黑雾瞬间涌入他的体内，他的双眸也在这一瞬变成了漆黑的颜色。嗡！天际仿佛发出一声悲鸣，天空变得漆黑无比，黑云密布，乌云翻滚，整个世界的温度都在骤然下降。轰隆隆，天空开始崩塌，大片的黑色雷霆肆虐，黑暗元素在疯狂的聚集。罗刹神仰天怒吼，一股滔天的威压从他的身上迸发而出，在这一刻，整个空间都扭曲起来。此时，罗刹神的身体顿时来到了虚空之中，变得巨大无比，他的身体之上变得恐怖至极，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怪物一般。一根根触手从他的身体之上伸了出来，那些触手表面遍布着紫色的鳞片，看上去格外狰狞。而更加诡异的是，这些鳞片居然都是竖立的，每一根都有着3寸长短，闪烁着森然寒芒。天空中的黑云似乎在颤抖，那恐怖的天威令下方所有观战者都感觉到一阵窒息，那恐怖的气息也瞬间飙升，他整个人的实力在短短一瞬间就提升了数倍。天空开始破碎，天谴来临了，这是属于神级层次的劫难。罗刹神引动了天地共鸣，轰隆隆，黑云覆盖方圆百里范围，大地开始皲裂，山川崩溃，整个大陆似乎都开始颤抖，所有人都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在战栗，这是源自于灵魂的畏惧。千寻安深吸口气，他知道今日一战注定会载入史册，天地毁灭。他的身体腾空而起，站在虚空之中，看着千寻安道：“很好，千寻安，我承认你很强，即便是现在的我也杀不了你了，但是我要毁灭你们武魂殿，你又该如何应对呢？”罗刹神说完之后，只见那天空之中无数的陨石从那云层之中落了下来，朝着武魂殿狠狠地砸落了下去。不远处的地方，七宝琉璃宗的剑斗罗、古斗罗还有宁风致3人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剑斗罗惊叹道：“没想到这千寻安居然能够和神明一战。”古斗罗也点了点头道：“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强了，要不是他惹怒神明，这方世界只怕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了。”宁风致看着2大封号斗罗，喃喃开口道：“只可惜他惹怒的是最不该惹怒的神。”第95章凡人之威。剑斗罗也微微点头道：“不错，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与神一战。这千寻安表面上能够和罗刹神一战，但是这只是表面罢了，他永远不可能会是神的对手。”古斗罗微微点头道：“不错，若是一个凡人可以打赢神明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乱套了。”宁风致也微微点头，他也不相信千寻安能够打赢神明。宁风致看着那一颗颗火球落下，旋即喃喃道：“武魂殿统治的时代落幕了。”“是啊，此战之后，只怕这片天地再也不会有武魂殿了。”剑斗罗也点头道。在武魂殿的另外一个方位，昊天宗的人也来到了这里，他们看到了天空之中的一战，一个个露出了震惊的神色。这千寻安果然强悍，没想到他竟然还能与罗刹神一战。其中一个长老喃喃开口道。唐啸也点了点头道：“难怪当初他可以杀了昊帝和曾祖，这个千寻安的实力的确不容小觑啊！如果不是神出现，只怕我们昊天宗没有一个人会是这个千寻安的对手。”又是一个长老开口道。唐啸看向千寻安的身影，喃喃开口道：“现在我只想那罗刹神可以留千寻安一口气，我要亲自报仇。”“不可能了，他的对手可是神，你认为神明会心慈手软吗？”“无论是这千寻安还是武魂殿，今天过后只怕都要落幕了。”“是啊，此战过后，世界上再也没有武魂殿了，这正是我们昊天宗崛起的好机会啊！”那些长老们看着天空之中的陨石雨，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口说道。武魂殿上空，一块块陨石落下，那陨石在空气的摩擦之下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火球。此时武魂殿下空，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眼前那恐怖的火球雨，他们心中非常的清楚，要是火球雨落下，他们武魂殿定然会被毁灭的荡然无存。“爷爷，我们该怎么办？”千仞雪立即看向千道流问道。此时千道流看向天空之中的火球，他现在也受了重伤，
没有一点办法。眼看那恐怖的火球就要落下，千仞雪俏脸惨白，失声呼唤道：“不要啊！”他的声音凄厉而绝望，他甚至已经闭上了眼睛，不愿再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就在此时，千寻安顿时冲霄而起，他切换了自己的黑暗天使武魂，瞬间他整个人都变成了黑色，金色的翅膀瞬间变得一片漆黑，那金色的铠甲也是黑红相间，充满邪恶与阴冷的气息。此时，千寻安的一个魂环瞬间亮起，千寻安平静开口道：“黑暗领域，您。”千寻安一共拥有2个领域，其中一个便是天使领域，另外一个便是黑暗天使武魂的领域。只不过这个领域叫做黑暗领域，因为施展之后会释放恐怖的黑暗力量。天空中那密密麻麻坠落下来的火球突然在半空中停滞住了。下一刻，只见一个个黑洞凭空凝聚，散发出无尽威势，一圈恐怖的能量涟漪扩散开来。只见千寻安的领域之中，那一个个黑洞不断的旋转着，蕴含着极其恐怖的力量。黑暗领域收。下一刻，只见那黑洞产生了无比恐怖的吸力，一个个火球瞬间飞向了那一个个黑洞。轰隆隆，一道道火球撞击到那些黑洞之中，顿时炸裂开来，恐怖的爆炸声响彻整个天地。最后，那一个个黑洞将所有的火球吞噬其中。紧接着，黑洞快速缩小，最终化为一团黑光，飞到千寻安的身体周围，融入其中，消失不见。而天空中那一朵朵黑云，在遇到千寻安身边的黑光之后，却是悄然散开，消失在空气之中。一场风暴竟然就这样被千寻安轻松瓦解。此时，无论是谁都无比震惊地看着千寻安，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千道流和千仞雪都无比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切，刚才那种恐怖的天灾就这么被瓦解了。这一刻，只见下方七宝琉璃宗的3人和昊天宗的几人顿时脸色大变。宁风致无比惊骇地看着眼前这一切，刚刚发生了什么？这怎么可能？剑斗罗也惊骇道：“那些天外陨石竟然全部消失了，这千寻安到底是什么怪物？”古斗罗也震惊无比，满脸惊骇。昊天宗的人也同样如此，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这就是千寻安的真正实力吗？他竟然可以挡住神的进攻，太恐怖了！昊天宗的人无比惊骇，一个个露出了恐惧的神色。而那罗刹神此刻也是无比震惊地看着千寻安，他惊恐道：“怎么可能？你到底还有多少底牌？”千寻安目光平静地看着那罗刹神，冰冷问道：“你觉得呢？”罗刹神现在终于领悟到了千寻安的强大了。下一刻，千寻安直接来到了罗刹神的上空，手持是神枪，而且他已经切换了黑暗形态，整个人更像是一尊杀神。恐怖的气势从千寻安的身上释放，宛如潮水一般朝着四周蔓延开来。罗刹神只觉得胸口发闷，一股难言的恐惧在他心头滋生，他明显感觉到了死亡的危机正笼罩着他。轰！一道黑光划破天空，直奔罗刹神。他手臂一挥，是神枪顿时划破长空，直奔罗刹神胸膛刺去。面对千寻安如此凌厉的攻势，罗刹神赶忙挥舞魔刀抵挡，一连串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当啷！强烈的冲击波肆意开来，罗刹神只觉得一股恐怖的巨力传来，自己的右手顿时剧痛起来，虎口撕裂，鲜血横流。轰！罗刹神脚尖猛跺地面，身形急退而去，但依旧还是晚了。千寻安追上他，是神枪再度扫荡而出，枪杆带着雷霆万钧之势，朝着他的胸口扫荡而来。千寻安全力施展出的一击，那等威势简直让人肝胆俱裂。轰！罗刹神的身体骤然停住，千寻安这一击虽然并未打中他，但是那强烈的劲气却把罗刹神给震退了几步，嘴角也挂着丝丝血迹。好恐怖，真的太恐怖了！这便是我们武魂殿教皇的实力啊！他竟然可以与神一战！所有人的目光此时都集中在了千寻安的身上，一个个议论纷纷。千寻安的强大远超他们的预料，武魂殿的那些人一个个开始呼喊着教皇的名号。教皇！教皇！下方武魂殿所有留下来的人一个个兴奋无比，这一切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武魂殿的荣誉感。第96章是神。此时千寻安手持是神枪，遥指罗刹神道：“我说过，无论是谁想要对我们武魂殿动手，便要做好毁灭的代价，即便是神也一样。你既然来了，便不用回去了。”罗刹神怒吼一声，顿时一道道死亡的气息不断地朝着千寻安袭来。千寻安双手握紧是神枪，随即身体瞬间动了起来，只见他手中的是神枪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随即无穷的黑暗能量从是神枪之中涌出。嗖！下一刻，只听到一声破空声响起，一股强烈的黑芒闪烁，随后是神枪之中顿时激射出一道恐怖的黑色能量光柱。黑色长枪携带着无穷的威势，直奔那无尽的死亡气息而去。轰！一声巨响，
黑色长枪直接粉碎了罗刹神的攻击，而那一柄黑色长枪则是于事不减，继续朝着罗刹神攻去。什么？这么强吗？罗刹神脸色大骇，身影一颤，直接避开了那一道黑色长枪。但是黑色长枪的余威也是将罗刹神掀翻出数百米远。千寻安淡淡的笑了笑，他早就知道罗刹神肯定挡不住这一招。此时罗刹神再也没有之前高傲的样子了。之前千寻安说要杀他，他认为千寻安只是在说大话，毕竟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杀得神？但是现在他已经改变了这愚蠢的想法，这千寻安的力量很可能将他杀死在这里。他的意识之中想的已经不是要如何毁灭武魂殿，杀死千寻安了，现在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回神界。罗刹神看向千寻安，旋即怒吼道：千寻安，你以为你是谁？我可是神，最伟大的神明，你以为你能杀死我？是不是能够杀死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千寻安微微一笑，下一刻他的身形陡然间消失在原地。唰！只见千寻安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了罗刹神的头顶。死吧！他低喝一声，手中是神枪，直接劈斩而下。砰！恐怖的攻势倾泻在罗刹神的身上，顿时爆发出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一个漆黑的深坑瞬间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深坑之中，那罗刹神的身影逐渐的浮现了出来。他毕竟是神，自然没有这么好杀死。只不过现在的他狼狈无比，他的头发已经变得凌乱不堪，甚至有许多地方还沾染了泥土，身上也满是灰尘，就仿佛是一位乞丐一样。嗨嗨！他艰难地站了起来，眼眸充斥着怨恨地盯着千寻安。卑贱的凡人，你竟敢伤害伟大的神灵！千寻安摇摇头，我本来没打算伤你，但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别人。罗刹神的脸上顿时露出狰狞之色。今天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会杀了你。千寻安淡漠一笑，杀了我？就凭你？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杀我。我乃神，又岂是你能抗衡？罗刹神咆哮一声，身体之中的能量疯狂暴涨起来，一层层奇异的光泽覆盖在他的全身。罗刹神手持镰刀，直接冲向千寻安。冥顽不灵！千寻安轻哼一声，手中是神枪再次举起。轰！一股浩瀚的气息从千寻安的体内席卷而出，那股滔天的黑暗气息犹如海啸一般朝着罗刹神扑来。两者碰撞，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一道道恐怖的涟漪以两者交战处为中心，迅速的朝着四周扩散开来。罗刹神被狠狠地抛飞了出去，而千寻安也同样是被震退出10几米，才勉强稳住了身形。这一幕令在场的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千寻安居然和神斗成这样！噗嗤！而罗刹神此时也是喷吐出一口鲜血，他的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之色。可恶！可恶！罗刹神咬牙切齿地看着千寻安，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堂堂一个神明，居然连区区一个人类的防御都没有破除，这简直是耻辱！罗刹神感受着体内那紊乱的气息，他的心情顿时变得更加的愤怒。千寻安，你彻底惹怒我了！你给我去死！罗刹神怒吼一声，他的眼神阴冷，手中镰刀突然化作一团漆黑雾气，直接笼罩在他身边。紧接着，他的身形快若疾风一般，眨眼间就冲向千寻安。嗡！千寻安眼瞳微缩，噬神枪瞬间横挡在胸前。咔嚓！罗刹神那锋利的镰刀直接劈砍在噬神枪之上，但是千寻安的力量比罗刹神还要强大许多，因此罗刹神的镰刀虽然劈斩在噬神枪上面，却并未能对他造成任何的损坏。当！枪！当！刹那间，千寻安的身形便是和罗刹神交织在一起。当！当！两把兵器每一次相撞，皆是迸发出恐怖无比的火，而且这两把兵器都是神级的存在，碰撞之下，整个空间之内顿时弥漫出恐怖的波动，使得下方那些普通人都忍不住匍匐在地，瑟瑟发抖。此时的罗刹神脸色苍白，嘴角带着鲜血，显然已经负伤。去死吧！千寻安厉喝一声，手持是神枪，一枪朝着罗刹神刺杀了过来。咻！这一枪刺出，宛如雷霆一般，穿透虚空，瞬间就刺进了罗刹神的身体。啊！凄惨的叫声从罗刹神的口中传出。砰！罗刹神的娇躯重重的摔落在地，他挣扎了半天，终于站了起来。他捂着自己的腹部，脸色煞白，眼眸之中充满了绝望。这一刻，罗刹神的心中已经万分惊恐了，他现在只想要立即逃回神界。只见罗刹神下一刻身躯顿时虚化，变成了一团黑雾，直插云霄，朝着神界逃去。想走？我说过，你来了就留在这里吧。千寻安冷笑一声，天使法则束缚。下一刻，只见千寻安的身体之上，金色的锁链猛然伸长。
哗啦啦，无数条金色锁链瞬间缠绕在了罗刹神的身上。该死！你放开我！混蛋！罗刹神疯狂地挣脱着，但是他却根本没办法挣脱千寻安的束缚。千寻安也一步踏出，瞬间来到了罗刹神的上空。他冷眼看着罗刹神，冷喝道：“即便你是神，今日也要死在我的长枪之下。”罗刹神看着千寻安，他心中非常清楚，今天只怕他无论如何都逃不了了。千寻安，这是你逼我的，既然我逃不了，你也别想活！罗刹神怒吼一声，看着千寻安道：“我要和你同归于尽！”此时，只见罗刹神眉心之处，鲜血顿时迸发而出，那鲜血化作红色液体，顺着他的额头流淌而下。他的眼眸瞬间变成了赤红色，他浑身散发出恐怖的邪恶气息，那种气息让周围的空间都变得极度扭曲。下一刻，罗刹神双手结印，口中发出一声嘶哑的怒吼，世间恶念尽加无声。轰隆！天空之中乌云密布，呼哧呼哧，恐怖的飓风夹杂着毁灭性的力量在周围肆虐开来，周围的植物、树木、山石都在这股飓风之下纷纷摧毁。整个世间一道道恶念不断的被罗刹吸取，融入到他的身体当中。罗刹神的身材逐渐拔高，他原本纤细的身体竟是膨胀了足足5-6倍。而随着罗刹神身体膨胀，他身上的气势竟然也越来越强。下一刻，只见那罗刹神化身成为一只无比巨大的怨灵，他张开大嘴，朝着千寻安撕咬而去。神技噬魂吞天！轰！一圈恐怖的音浪从罗刹神的嘴中涌动而出，仿佛一颗核弹炸裂开来似的，恐怖无比的声波瞬间将千寻安淹没。噗噗噗噗！那恐怖的声音波动直接击溃千寻安的护盾，然后冲击在他的身体之上，顿时让他一口鲜血喷洒而出。这一击威力实在太强了，哪怕强如千寻安，此时也已经完全抵挡不住了。千寻安面对如此恐怖的力量，嘴角也逐渐的溢出了一丝鲜血。只不过千寻安眼神依旧坚定，没有太大的波动，喃喃道：“终究还是得使用那一招吗？”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此时，只见千寻安黑暗天使武魂的那个100万年魂环顿时亮起，旋即千寻安轻声喝道：“黑暗法则，天地中焉！”那一刻，千寻安的长枪之上闪耀出无与伦比的黑色光芒，一道道法则之力不断地萦绕在千寻安的长枪之上。下一刻，他的手臂抬起，长枪狠狠地朝着地面上刺去，一股无穷的黑暗之力瞬间爆发而出。轰！整个大地都在剧烈的颤抖着，那黑暗之力蔓延开来，所有触碰的物体都会在瞬间枯萎、腐蚀，甚至直接消失。这是最纯粹的黑暗属性攻击。罗刹神看着那恐怖的黑暗之力，眼神逐渐惊恐，他感受到了危险。这个男子好可怕，他想要逃跑，但是却感觉身体像是被粘稠的胶水粘住似的，无法行动。这一刻，他明白，他完了，他即便是神，今天只怕也要死在这里了。我是神，我怎么会被凡人杀死？罗刹神喃喃开口。千寻安目光平静，手腕翻转，长枪猛然刺出，那恐怖的黑暗之力犹如海啸一般朝着罗刹神碾压而去，一切生机、灵魂、精神、意志都在这一刻被千寻安的力量禁锢住，他根本逃不了。轰隆！黑暗之力毫无阻碍地贯穿了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他的所有一切在顷刻间崩碎。第97章，各方巨震。这一刻，整个武魂殿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无比震惊地看着这一幕，根本没有人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罗刹神居然陨落了，这怎么可能？罗刹神再怎么说也是来自神界的神明，可是千寻安只是下界的一个封号斗罗呀，一个封号斗罗怎么可能将神明斩杀？千仞雪、千道流，还有武魂殿的7大供奉，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这一幕，他们的眼中尽是惊骇的神色，谁都没有想到罗刹神竟然真的陨落了，死在了千寻安的手中。这可是罗刹神啊，这可是一级神迹的存在啊，这怎么可能？一名封号斗罗斩杀了一尊1级神奇神，这才是叔叔的真正实力吗？千仞雪满眼惊骇，呆滞地望着远处那个傲立虚空的身影。刚刚他释放出来的那一枪简直是太恐怖了，就连他自己都不由得屏住呼吸，因为那一枪令他内心深处都忍不住升起一阵寒意。那绝对是他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枪，没有之一。这一枪已经超出了他认知的范畴。千道流也是满脸都是惊讶之色，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一个人竟然可以打败一个神明，而且这个人还是自己的儿子。千道流万分敬重神明，在他的认知之中，神明乃是高高在上的无敌的象征。然而现在这一幕颠覆了他的认知。那6大供奉同样无比震惊，他们一个个看着天空之中的千寻安，眼中尽是惊骇。这便是小安的实力吗？
太恐怖了！他怎么会如此之强？他们的眼中尽是难以置信。这一刻，他们的脑袋几乎短路，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千寻安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战斗力。除了武魂殿的人，一旁观战的昊天宗、七宝琉璃宗等宗门里面的人也是无比震撼。他竟然打赢了！这个千寻安竟然斩杀了一尊神，这怎么可能？宁风致无比惊骇地看着这一幕，口中喃喃道：“这怎么可能？他怎么会变得如此厉害？难道说他突破了极限斗罗吗？”剑斗罗陈心也万分震惊道：“难道这个千寻安已经成神了？”什么？成神？宁风致顿时瞪大了眼睛，满脸震撼地看向了陈心。不错，我猜测应该就是如此，否则的话怎么可能打赢罗刹神？剑斗罗陈心点头沉声道。听闻此言，所有人都陷入了无比的震撼之中。成神啊，那是何其遥远的梦，而如今居然在他们的眼前发生了。嗡嗡嗡，古斗罗也万分震惊道：“没想到这武魂殿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存在啊！”是啊，看来我们之前的计划要泡汤了。宁风致喃喃道。至于昊天宗的唐啸等人，他们的头顶之上顶着一片阴霾，所有人都阴沉着脸，谁都没有说话，他们也没办法说话。罗刹神陨落的这一幕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力太大了，大的他们根本没办法承受。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原本应该必胜的局面竟然会发生如此巨大的逆转。千寻安竟然斩杀了一尊神明，特别是唐啸，此时他的脸就像是苦瓜一般，难看无比。原本按照计划，只需要让罗刹神将千寻安逼迫到绝境，他们昊天宗再突然出手，无论是武魂殿还是千寻安，肯定难逃一劫。但是现在罗刹神已经被斩杀了，他们就算出手又有什么作用呢？而且罗刹神陨落，这对于整个昊天宗来说都是莫大的损失。毕竟一个神明对于他们来说也非常珍贵啊。走吧，我们先撤离这里。唐啸低沉道。那些长老们也一个个万分惊恐，看着眼前这一幕，说不出什么。没想到这个千寻安竟然这么强大，将我们的一切部署都打乱了啊！事到如今，我们只有先撤了。是啊，这个可恶的千寻安竟然可以斩杀一尊神明，他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拥有怎样的境界和实力啊？昊天宗的那些长老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虽然很不甘心，但他们却也知道现在留在这里只是送死罢了。昊天宗众人迅速的后退，逃离了这里。千寻安的身体缓缓从天空之中降落了下来，千仞雪和千道流立即来到了千寻安的身边。叔叔，您没事吧？千寻安微微点头道：“放心吧，我没事。”此时整个武魂殿都安静了下来，武魂殿的那些魂师民众们一个个开始呼喊了起来：“教皇万岁！教皇万岁！”巨大的声势震慑云霄，所有人都在呼喊着教皇。神界，只见那天使神和海神两人还在战斗，两人恐怖的气息顿时撞在了一起，两股恐怖的神光直插云霄，强大的气息令整个空间都在颤抖。就在此时，天使神和海神的心头忽然一颤，他们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信息。海神和天使神都同时停了下来。这一刻，只见海神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天使神，喃喃开口道：“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天使神也万分惊讶，旋即脸上露出了一丝欣喜，转而又露出了疑惑的神情。罗刹神竟然在下界死了！天使神疑惑中带着欣喜说道：“他从未想过罗刹神竟然会陨落在下界，这怎么可能？下界到底是谁，竟然可以杀死罗刹神？”海神更是万分惊讶道：“罗刹神竟然死在了下界，是谁？是谁杀死了罗刹神？”天使神旋即看向海神冷笑道：“海神，现在罗刹神已经死了，你还要与我一战吗？”海神看着天使神，旋即退了一步。此时天使神看向海神道：“所以你接下来是不是也要亲自下界，将我们邪恶的武魂殿灭杀呢？”海神看向天使神，再度开口道：“武魂殿本就是一个邪恶的组织，这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我不会下界，这有失我的身份。”第98章神界震动。身份？可笑，你阻止我不让我下界，便不有失你的身份吗？天使神顿时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伪君子。海神看着天使神继续开口道：“天使，你要明白一点，我和罗刹神并不是一伙的。罗刹神代表着邪恶，我是海神，我是象征大海包容万物的神，所以我是正义的。我来阻止你，只是为了不让你误入歧途。你好不容易才成为神，我不想因为武魂殿拖累了你。”天使神看向这海神，这海神还是和曾经一样，满口的仁义道德，但是这只是表现在嘴上罢了。想起过往种种，当初天使神要拔出自己的天使圣剑，虽然这天使圣剑的确镇压着很多强大的妖物，但是
那是他们天使一族的圣剑。可是海神便以各种理由来阻止天使之神，说是天使神拔出圣剑之后便会危害苍生，这是邪恶的行为。没错，看上去很正义，但是这斗罗大陆本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天下苍生和我有什么关系？你要追求你的正义，你完全可以去践行你的正义，为何要去道德绑架别人呢？若是这海神是一个一心追求正义的人也就算了，可是他做了什么呢？他只不过是口头上满口仁义道德。不错，天使神的确释放出来了很多的妖魔，但是当时同样拥有力量的海神却选择这个时候飞升神界。他不是来阻止浩劫的吗？妖魔出世之后，他便飞升神界了。他要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好人、大善人、正义使者的话，他为何不留在人间对付那些妖魔呢？最后那些妖魔还不是由天使神自己解决，天使神解决那些妖魔之后得到了天下人的尊崇，最后飞升了神界。不错，海神的确追求的是正义，他也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但是他追求的只不过是虚伪的正义，他只不过是一个伪君子罢了。天使神冰冷的目光看向海神道：海神，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不用来阻止我，我自己的路我自己会走。你是不是还为了当年的事情生我的气？海神立即看向天使神问道：当年我阻止你拔出天使圣剑，难道不是为了你好吗？和当年一样，现在我阻止你下界帮助武魂殿，也是为了你好啊。可是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苦心呢？海神看着天使神继续开口道。天使神皱了皱眉头，继续道：我不需要你对我好，我也不需要任何人对我好，我早就说过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早就已经两不相欠了，你为何还要来纠缠我？你海神顿时有些语塞。天使神不再理会海神，转身朝着一个方向走了过去。此时海神看着天使神的背影，开口道：天使，不管你怎么说，但是我要说的是，武魂殿是邪恶的，我虽然不会下界毁灭这武魂殿，但是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毁灭它。天使神回头，冰冷的目光看向海神道：你做得到的话，尽管去做吧。说完之后，天使神头也不回地离去了。修罗神殿，修罗神靠在暗毒之上，他身穿一套黑色的铠甲，那铠甲散发着沉静而威严的气息，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黑色的金属覆盖了他的全身，闪烁着微弱的血红之光，仿佛预示着他无尽的战斗与残酷。修罗神的身材高大威猛，肌肉线条紧实有力，宛如铁塔一般挺拔。他的面容庄重而冷峻，深邃的眼眸中透露着一丝冷漠和无尽的杀意。黑色的头发迎风飘扬，宛如黑瀑般凌厉，为他增添了一丝野性与威严。修罗神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他的身旁放着一柄黑色长剑，长剑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杀气，剑身上镶嵌着闪耀的血红宝石，宛如鲜血在黑暗中闪耀。他的双眼透出冰冷的光芒，宛如深渊中的魔焰，仿佛能够吞噬一切的存在。就在此时，正在休息的修罗神忽然睁开了眼睛，他目光有些惊讶，旋即喃喃开口道：罗刹竟然死了。旋即他的手朝着前方轻轻一挥，只见一个能量水晶出现，那能量水晶之中，千寻庵和罗刹神的战斗画面在修罗神的面前回放了一遍。之后修罗神目光有些惊讶道：无冕之神吗？这个千寻庵果然有点意思。他有些惊讶，他没想到这千寻庵竟然能够杀死罗刹神。这场战斗之中，他惊讶地发现千寻庵使用的力量绝对是神力，不仅拥有神力，千寻庵还拥有只有神才可以使用的法则。这很明显地证明了千寻庵的力量已经达到了神的境界。但是千寻庵却未接受任何一尊神的传承，也没有得到任何神的加冕，甚至连天使神都没有给这千寻庵做过指引。所以千寻庵准确的来说算不得是神，他只是一个拥有神力的凡人。这个时候，修罗神那淡漠的眼神之中逐渐的露出了几分异彩。下一刻他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就是这样才有意思。我现在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意，我也在下界造一尊神，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谁更强。旋即修罗神旋即挑选着自己留在斗罗世界的候选人，他一共有5个候选人。他突然才发现自己的5个候选人，4个竟然都被千寻庵杀死了。比比东、唐昊、唐晨、胡列娜、唐三，现在只剩下那唐三还逃过一劫，现在正在那海神岛接受海神传承。哦，海神也挑选了这个孩子吗？修罗神看着唐三，旋即嘴角顿时扬起了更高的弧度，旋即道：如果一个神位的神不是你的对手，那么双神位又如何呢？千寻庵，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强。说着，修罗神双眼闪烁着金光，下一刻他的身体瞬间离开了修罗神殿，朝着海神殿的方向飞了过去。第99章追踪昊天宗。武魂殿。此时整个武魂殿都安静了下来，千寻庵目光平静，
就在此时，只见一只火鸟飞到了千寻安的手上。千寻安看着那火红色的小鸟，那是能量凝聚而成的，这不是凌渊斗罗的火鸟吗？此时，旁边的千仞雪旋即开口道。千道流也立即点头道：“不错，这是凌渊斗罗的魂力凝聚形成的。只不过，我让他和魔熊斗罗去守护我们武魂殿离开的人了，他是有什么消息传来了吗？”千寻安轻轻触碰那火红色的小鸟，下一刻，只见那小鸟顿时形成了一道道能量。那些能量在千寻安的面前形成了画面，画面之中，只见一群人在不断屠杀他们武魂殿的人。那一群人中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武器都是昊天锤。昊天宗。此时，千道流的眼中旋即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色。怎么会？昊天宗不是已经隐世了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千仞雪眉头微蹙，看来昊天宗是想要对我们武魂殿复仇了。千寻安目光平静，看着眼前这一幕，喃喃开口道：“看来我和罗刹神一战的消息早就传遍了整个大陆了。这昊天宗应该是来落井下石的。毕竟在他们的眼中，人类又岂会是神明的对手？但是他们没想到我竟然打败了罗刹神。”千道流点头道：“不错，看来这昊天宗是准备出事了。当初那些武魂殿的百姓和魂师们要离开武魂殿，我没有阻拦。我原本以为是放他们自由了，可没想到却害了他们。”千道流看着那画面，继续开口道。下一刻，千寻安便看到那凌渊斗罗和魔熊斗罗在昊天宗的手上惨死的景象。千仞雪冷声道：“昊天宗实在是太卑鄙了，竟然趁人之危。”千道流沉吟片刻后道：“看来这昊天宗是准备出事了。”千寻安冰冷地看着眼前这一切，平静开口道：“没想到得知我与神一战，这么多跳梁小丑就站出来了。”此时，千道流平静开口道：“当初我和唐晨打赌，我输了，我答应了唐晨不会针对他们昊天宗，可是没想到我遵守了我的诺言，他们却要杀我们武魂殿的人。”千寻安目光淡漠，平静开口道：“既然这昊天宗想要跳出来，那么就不用留了。”小安，你的意思是？千道流看向千寻安，立即问道。千寻安平静地看向千道流，旋即开口道：“今天的对决让我想明白了很多的事情。一个神明竟然可以来毁灭我们武魂殿，却没有任何人阻拦，这足以说明了，那些能够阻止的人，只怕都是想要我们武魂殿被毁灭的。原本我只是想要过一过平静的生活，将我们武魂殿发扬光大，但是现在我改变我的想法了。小安，你要做什么？”千道流继续看向千寻安问道。千寻安平静开口道：“既然神想要毁灭我们，那我就将武魂殿发展到整个世界，我让整个大陆串联在了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武魂帝国。我看这神还要毁灭我们，毁灭整个世界吗？”千寻安说着，继续开口道：“我要征服大陆，成为这片大陆上唯一的主宰。”听到了这里，无论是千道流还是千仞雪，都惊讶地看向千寻安：“你要走比比东的老路？”千道流立即问道。千寻安平静道：“我杀比比东，只是因为他杀了我大哥，并不是我不赞同他统一大陆的计划，而且我会做得比他更绝。既然如此，便先用这昊天宗来开刀吧。”千寻安继续说道。千道流万分震惊地看着千寻安道：“你这是要和昊天宗开战吗？现在我们武魂殿为了对抗罗刹神，已经元气大伤，我和剩余6个供奉都受了重伤，全部调养，只怕也需要几年的时间。现在和昊天宗开战，只怕……”此时，千寻安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看向千道流道：“父亲多虑了，你放心，你和几位叔叔安心养伤就好。至于对付这昊天宗，我一个人就够了。”听到了这里，无论是千道流还是千仞雪，亦或是那些供奉们，一个个惊讶地看着千寻安：“小安，你和那罗刹神大战了一场，竟然还能再战？”光灵斗罗无比震惊地看着千寻安问道。青鸾斗罗也震惊道：“你难道没受伤吗？即便没受伤，你的魂力也流损不少吧？难道你不需要调养吗？”千寻安依旧平静，旋即开口道：“的确受了一点小伤，但是不碍事。至于流损的魂力的话，我明天大概便可以调养好了。”听到了这里，无论是谁看向千寻安的眼神都是惊骇。刚才千寻安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仿佛在敲击着他们的心灵。要知道，刚刚千寻安可是斩杀了一尊神明啊！斩杀了一尊神明，都还如此游刃有余，他们已经难以想象这千寻安的真正实力到底有多么恐怖了。各位，现在昊天宗应该在撤回宗门的途中，所以一定会留下很多蛛丝马迹的。以前昊天宗避世，我们还难以找到，但是现在他们主动跳了出来，那么我们也没有任何放过他们的道理。千寻安看着众人道。千道流惊讶地看着千寻安道：“难道你现在？”千寻安点头道：“那是自然，现在跟上去，我便可以找到他们昊天宗的老巢了。至于调养，在追踪他们的途中，我便可以调养到最佳的状态。”千道流继续道：“
这昊天宗虽然不如这罗刹神，但是毕竟也有8个封号斗罗，你万事小心。千寻安点头道：“不过是8位封号斗罗，我还未曾放在眼中。”想了想，千寻安继续看向千道流道：“父亲，我离开这段时间，武魂殿的事务还请你暂时代理。我希望能够早点将个大公国统一起来。”千道流点了点头道：“好，你安心去便是。”千寻安点了点头，根本没有多做休息，便直接消失在了武魂殿之中。离开了武魂殿，千寻安立即便追踪到了一点昊天锤武魂的气息。千寻安喃喃道：“哦，你们还敢来观看我战斗，是真不怕我找到你们吗？”第100章昊天宗的对策。千寻安立即跟随着气息追踪了出去。千寻安曾经在那个世界生活了那么多年，他最拿手的便是隐匿和追踪。他时常都要隐匿自己不被那些魂兽们攻击，也时常要去追踪自己的猎物，所以被千寻安盯上的猎物一个都跑不掉。千寻安跟随着武魂殿的气息，很快便来到了之前武魂殿百姓和魂师们隐匿的那座城市之中。进入了这里，千寻安发现这里比之前他前往的杀戮之都还要血腥。千寻安踏入那座城市，眼前的景象让他不禁心头一紧，到处都是尸体，地面上满是鲜血，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血腥味，尸山血海展现在他的眼前。他缓步走过这片血腥的土地，目光如刀般锐利。尸体散落在街道上，有的被撕成碎片，有的被鲜血浸泡，形成一片鲜红的景象。无数魂师的生命在这里瞬间消失，他们或许是武魂殿的百姓，或许是武魂殿的魂师，但是他们曾经都属于武魂殿。此时千寻安看到了那灵渊斗罗和魔熊斗罗的尸体，他们2个死状极其凄惨，2人都头颅都被那昊天锤砸烂，身上到处鲜血弥漫，无数的尸体散发着恶臭。千寻安心中燃起一股怒火，眼眸中闪烁着决绝的光芒。下一刻，千寻安伸出了手，他大手一挥，一道飓风携带着无尽的黄沙淹没了过来，黄沙滚滚，瞬间将那一具尸体覆盖，然后无数的尘埃四射，将整个城市笼罩，掩埋在了尘埃之中，将这片城市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埋葬了这些死者。千寻安收回了自己的手掌，脸色冷漠地看向远方：“昊天宗吗？我要你整个宗门替他们陪葬！”千寻安声音冰寒无情。下一刻，千寻安直接冲天起，踏空而行。昊天宗的人一个个疯狂地往自己的老巢逃了回去，他们来到了一个密林之中，暂时在这里休整。此时，其中一个长老开口道：“这次我们的确是失算了，没想到那千寻安这么强大，大家说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此时，七长老旋即道：“我们杀死了武魂殿这么多人，这个仇只怕是结下了，武魂殿也没有理由放过我们了。”六长老也点头道：“不错，我们和武魂殿的恩怨再也不可能化解了。”就在此时，五长老旋即道：“对了，我听说1年前那千寻安杀死了天斗帝国的雪夜大帝，和天斗帝国结下了梁子，不如我们去投靠天斗帝国。我昊天宗乃是上3宗之首，难道要寄人篱下吗？”此时，一个有骨气的长老立即开口道：“什么叫做寄人篱下？我们只不过是和天斗帝国合作，现在我们昊天宗难道还有其他保全自己的做法吗？”五长老立即反问道。就在此时，一直没有说话的3长老旋即开口道：“各位，我们还是先退回昊天宗吧。我们昊天宗在那高山之上，地势险峻，即便那武魂殿想要攻打过来，我们也很好防守。”此时，众人看向大长老和二长老，希望他们能够拿一个主意。二长老旋即开口道：“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我看我们还是和天斗帝国合作，彻底铲除这武魂殿，永久的解决问题。”大长老摇了摇头道：“铲除武魂殿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各位莫不是没看到那千寻安的力量吧？”大长老接着开口道：“我们虽然出事了，但是我们大部分族人依旧留在宗内，只要我们消除我们来过的痕迹，便没有人能够找到我们昊天宗在什么地方。若是武魂殿派人跟上我们了呢？”其中有人开口问道。大长老摇头道：“不可能，武魂殿现在难道不也是元气大伤吗？他们虽然斩杀了神明，但是那千寻安与神一战能够好到哪里去？没有一个10年8年，他能够恢复吗？还有那几个供奉同样被罗刹神重伤，根本不足为惧。至于那几个武魂殿长老，被我们斩杀了2个，剩余4、5个长老不足为惧。唐啸，你怎么看？”大长老说完，最后看向了昊天宗的宗主唐啸。唐啸毕竟还是昊天宗的宗主，所以一切事务还得他拿主意才是。唐啸沉默了几分钟，想了很久道：“我想我们可以2个方案都执行。”听到了唐啸的话，众人露出了惊讶的神色，看向唐啸道：“2个方案都执行？”唐啸点了点头道：“二长老说的不错，我们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武魂殿若是想要寻找我们，必定能够找到。与其我们等着武魂殿来复仇，还不如主动进攻。这天斗帝国虽然说比不上武魂殿，但是有我们昊天宗的加盟，绝对会超越武魂殿的势力。
而且天斗帝国还笼络了七宝琉璃宗的人，我们昊天宗和天斗帝国联手的话，定然蓝电霸王龙家族也会联手。届时我们上三宗联手，难道还比不上一个武魂殿吗？而且武魂殿虽然强大，但是武魂殿的人太少了，他们的军队也不可能比得过天斗帝国，所以我们加盟天斗帝国，我们便是优势。听到了这里，众人看向唐啸，绝对唐啸说的很有道理。唐啸继续道：现在武魂殿定然也元气大伤，所以短时间内我们昊天宗还是非常安全的，因此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发展我们昊天宗，加强我们昊天宗和天斗帝国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反制武魂殿。众人听了唐啸的话，绝对唐啸说的有道理。唐啸旋即开口道：接下来我们兵分两路，我前往天斗帝国和天斗帝国商议合作的事情，各位长老还请先回昊天宗。各位回到昊天宗之后，立即抹除我们出师的痕迹，加固我们昊天宗的防御，我想这样一定可以抵抗武魂殿的。听到了唐啸的话，众人点头道：那好，现在也只能如此了。众人商议好了对策，唐啸便离开了队伍，一个人朝着天斗帝国赶去。那几个长老立即朝着昊天宗逃了回去。可是他们却不知，他们的队伍之中，一个昊天宗弟子嘴角微微扬起，在心中默默道：兵分两路吗？那就先毁灭昊天宗吧。第101章卧底。当昊天宗还在讨论着战术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想到，千寻安早就隐藏在他们的队伍之中了。只不过千寻安并未出手将他们杀死，这昊天宗屠杀他们武魂殿这么多人，所以千寻安这一次准备斩草除根。之后唐啸便朝着天斗帝国的方向离开了。千寻安跟着昊天宗的队伍一起前往昊天宗。这里距离天斗帝国都天斗城不远，位于天斗城以东300里外，背后是群山环抱，而呈现在众人的眼前的只是一个看上去与他当初离开的圣魂村相差不大的小村子。袅袅炊烟从村子各处冒起，快是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村口处几个顽童正在嬉戏，旁边的田地里更是有不少人在收拾农具，准备回村中吃饭。此时众人看到了昊天宗的人浩浩荡荡的从远方赶来。那些村民们看到了昊天宗的高层，立即来到路边行礼，恭迎昊天宗的人回宗。昊天宗的人微微点头，旋即来到了后山。昊天宗的后山乃是一座山峰，山本身并不高，但却极为陡峭，整个山壁几乎是垂直于地面，并且极为光滑，没有任何植物存在，竟是一座石山。这山峰也有500米以上的高度，光滑如镜的山壁上，每隔10米左右就有一处凹陷，正好能够借力而上。下一刻，只见昊天宗的人开始一个个朝着山峰之上跃去。这片山脉很是奇特，大部分山峰都非常陡峭，而且山与山之间更是由山涧组成。想要进山，如果是一上一下的攀登，无疑会产生极大的消耗。如果是在每一座山头都布置防御的话，那么就需要经过一道接一道的天堑，哪怕进攻者的数量是防御者的10倍，也未必能够如愿攻入。这地形实在太险恶了些。前行没多久，他们已经到了脚下山头的尽头，500米的高度，已有云雾缭绕。最前方的昊天宗长老竟然腾身而起，直接朝着前方的深涧跳去，整个人瞬间没入云雾之中，消失不见。千寻安假扮弟子，跟在那长老的身后，前行没多久，他们已经到了脚下山头的尽头，500米的高度，已有云雾缭绕。最前方的长老竟然腾身而起，直接朝着前方的深涧跳去，整个人瞬间没入云雾之中，消失不见。此时千寻安看到，在这座山峰的尽头有根粗如手臂的铁索，一直延伸到远方，不用问，应该是连接到另一座山峰上了。而云雾缥缈，很好的将它掩藏在其中，如果不仔细看，还真的很难现。虽然铁索会在空中摇曳，但只要有一定实力，能够稳定住自己的身体，自然就能够走过去。这一点30级的魂师也能轻松做到。他立刻就明白了这个布置的用意。如果有敌人来袭，那么完全可以在第一道关口抵挡不住敌人的时候，有铁索撤退到第2座山，然后斩断铁索。这样一来，不但有时间缓冲，也可以继续以第2座山为屏障抵御来敌。如此设计不可谓不巧妙。这昊天宗还真是胆小啊！千寻安不由在心中感叹道。2座山峰之间的距离很远，足有近1000米。伴随着前行，逐渐步入铁索中段，在山峰的影响下，脚下铁索的晃动也变得越来越剧烈起来，几乎一直都在左右摆动，幅度接近10米。接下来的路就像是不断的重复，只不过山与山之间的深涧变得越来越深。一直通过铁索来到第4座山峰时，铁索的情况已经开始生改变。由于寒冷和湿气，由第4座山峰到第5座山峰连接的铁索上面凝结了一层冰冷，滑不留手，令前进的难度大幅度增加。此时为首长老长啸一声，腾身而起。这一次他明显控制了自己腾空的高度和前进的距离，脚尖在铁索上轻点，再继续前进，每一次起落都
都在10米左右。直到他出去50米，第2名长老才行动起来，学着他的样子在铁索上借力。他们身上的绳套就在铁索上滑行，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行动，而又可以起到足够的保护作用。第4座山峰的高度已经过了2000米，从这里掉下去，只要不会飞，就算是封号斗罗也很难存活。最后这段路也显得格外长，很快众人都已经隐没在云雾之中。最终众人的身影落在了一个巨大的广场之上。广场之上有一幢无比巨大的建筑，巨大的石质建筑宛如堡垒一般，正门高达5米。虽然不能和教皇殿相比，但这种全石质建筑却显得格外敦实。正门上方石刻的3个大字苍劲有力，更带着一份足以与周围山岳对峙的恢宏浩然。昊天宗。宗门建筑群坐落于陡峭的山岩之上，仿佛与天空融为一体。这座宗门宛如一座宏伟的宫殿，巍峨挺拔的建筑高耸入云，给人一种震撼之感。昊天宗的建筑风格独具特色，充满了古朴与庄严。建筑主体采用了古典的中式风格，以红墙带瓦为主，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整个宗门的气势恢宏，宛如天地间的一座神圣之所。宗门内的殿宇错落有致，楼阁亭台宛若仙境，散发着一股神秘的力量。昊天宗所处的环境也极为优美，四周群山环绕，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宗门后方翠竹环绕，瀑布飞泻，水流潺潺，宛如一幅天然的画卷。而周围的山峦起伏，草树木繁盛，给人一种宁静与生机盎然的感觉。千寻安看着这昊天宗的布局，他没想到这昊天宗竟然藏在了这样一个大山之中。这里果然难以发现，不仅如此，这个地方易守难攻。若是他派武魂殿魂师大军过来，只怕登山的时候就要损失不少他们武魂殿的魂师了。不过昊天宗又怎么会想到，他早已经假扮成为了昊天宗的弟子，跟随着来到了这里呢？这里便是昊天宗吗？可惜了，从现在开始，这一切都会变成梦幻泡影。千寻安看着眼前的巨大宗门，嘴角轻笑，喃喃开口道。来到了昊天宗，大长老立即开口道：各位，关闭宗门，派弟子严加防守，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即来报告。听到了大长老的话，众弟子立即答应道：是。就在此时，人群之中一道声音响起：不用这么麻烦了，反正你们昊天宗也要被毁灭了。此言一出，只见所有昊天宗的魂师们一个个万分震惊，纷纷看向了那人群之中。只见一个昊天宗的灰衣弟子缓缓走出，目光淡漠，古井无波。第102章血洗昊天宗。这一刻，整个昊天宗的人都看向那灰衣弟子。那灰衣弟子一步步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他目光淡漠，一双眼睛深邃无比，宛若星空一般。这一刻，只见那7个长老立即察觉，指着那灰衣弟子厉声呵斥道：你说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下一刻，只见那灰衣弟子的身形和容貌逐渐的发生改变。那灰衣弟子逐渐变成了一个白衣男子，相貌英俊，气质高贵，但在他那眉宇之间却隐藏着难以掩饰的杀机。这一刻，武魂殿7大长老顿时坐不住了，因为眼前这个男子不是别人，正是那天斩杀罗刹神的千寻安。千寻安目光淡漠，平静地看向了昊天宗的7大长老。其中一个长老万分震惊地看着千寻安，难以置信道：千寻安，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是你？千寻安平静地看着那长老问道：为什么不可能是我？那长老心中巨震，指着千寻安喃喃开口道：你不是和罗刹神大战吗？千寻安微微点头道：不错，我的确是和罗刹神大战了，但是和我在这里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另外一个长老指着千寻安道：你和神明大战，难道没有元气大伤？你这样还敢跟来我们昊天宗？千寻安平静地看着那位长老，开口问道：你们昊天宗很强吗？既然神我都可以斩杀，你们昊天宗难道比神明还强？我如何来不得呢？你……那长老心中巨震，整个人的身体都颤抖了起来。千寻安说的不错，神明他都可以斩杀，更何况是他们区一个昊天宗。千寻安再度看着那7个长老道：你们昊天宗平时胆小如鼠，找了这样一个隐蔽地方来隐藏你们自己，但是得知我和神明一战的时候，你们便跳出来，想要当那跳梁小丑，敢杀我武魂殿的魂师和百姓，你们便没想过，若是我赢了，你们将会面临怎样的风暴吗？听到了这里，7个长老微微后退了一步，他们看着千寻安，眼中露出了无比震撼的神色，心中震惊无比，一个个面面相觑。此时7长老看向千寻安道：千寻安，你的确很强，我们也没想到你竟然能够打赢神明，但是我不信你和罗刹神进行了那样的大战了，你不会一点事情都没有。6长老也立即站了出来，看着千寻安道：大家不必惊慌，我看着千寻安只不过是强弩之末罢了，他和罗刹神大战，大家认为他还可以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吗？就是，
千寻安的确很强，但是也只不过是曾经的千寻安，如今他与罗刹神大战了一场，我就不信他不受伤。千寻安，你当真以为我们昊天宗是吃素的，任由你拿捏吗？那7个长老一个个站出来，看着千寻安怒目而视。千寻安神色淡漠，平静开口道：你们火气这么大，搞得就像是我得罪了你们昊天宗，不是你们昊天宗得罪我。此时一个长老站了出来，指着千寻安道：难道不是你得罪了我们昊天宗吗？你杀死了我们昊天宗老祖唐晨，又杀死了唐昊，难道还没有得罪我们吗？听到了这里，千寻安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千寻安看着他们道：你们昊天宗还真是强词夺理啊，若不是他们先来招惹我，你认为我有必要杀他们吗？千寻安旋即看向那7个长老，开口道：好了，之前的事情都不说了，你们昊天宗屠杀了我武魂殿的百姓和魂师们，今天我便要你整个昊天宗陪葬。陪葬？听到了这里，昊天宗7大长老还有那些弟子们一个个脸色铁青。3长老顿时大怒，看着千寻安道：好大的口气，你一个人便想要让我们整个昊天宗陪葬？没错，先不说你和罗刹神大战已经元气大伤，你当真以为我昊天宗是纸老虎，能够被你随便拿捏？2长老也愤怒无比，指着千寻安质问道：千寻安，你未免也太不将我们昊天宗放在眼中了。大长老也顿时大怒道袍。下一刻，只见那些昊天宗的弟子们一个个释放出了昊天锤，他们手持昊天锤，身上的气势暴涨。昊天宗的7大长老也分别的释放出来了昊天锤，整个昊天宗顿时将千寻安团团围住。他们一个个释放出武魂，身上爆发出来了极其恐怖的力量。千寻安目光平静地看着那7大长老，嘴角轻笑道：既然如此，那就请你们都去死吧。说着，千寻安一步踏出，恐怖的气息顿时从千寻安的身上释放了出来，整片空间仿佛在瞬间都变得凝重起来。千寻安那双冷厉的眼眸之中充斥着无穷的杀意，他就像是一把绝世凶剑一般，只需一次呼吸的时间就能够让对手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之中。此时千寻安的身上6只天使之翼绽放，散发着夺目光彩的同时，也将他衬托的如同一尊高大的神明一般。他伸出了手，旋即天使之剑出现在了自己的手中。上！一个昊天宗长老怒吼一声，旋即那昊天宗长老手持昊天锤，狠狠地朝着千寻安砸落了下来。其他人也都纷纷行动起来，各种武技和魂环纷呈而出，带着毁灭性的力量，铺天盖地般的朝着千寻安覆盖过去。面对这些攻击，千寻安的嘴角处勾勒起一丝冰冷的弧度。你们还真是不知死活啊！话音未落，千寻安就已经挥舞起手中的天使之剑，顷刻间璀璨夺目的剑芒迸射而出，宛若流星坠落一般，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昊天宗的众多强者。剑芒所过之处，所有的一切尽数破碎，根本没有任何抵挡能力。刹那间，剑芒掠过，昊天宗诸位强者全部毙命当场，甚至连惨叫声都没能传递而出。仅仅是2-3剑的功夫，昊天宗就折损了7、8名魂圣级别的强者，而且这还只是一个照面的功夫而已。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给予了昊天宗众人多么巨大的震撼。千寻安收回自己的天使之剑，缓步向前走去，在距离昊天宗众人还有10余米的时候停止住脚步。他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一切，就凭你们也敢与我为敌？今日我就血洗昊天宗。第103章昊天神锤。就在此时，宗门内无数的昊天宗弟子冲杀了出来，他们来到了外面，整个昊天宗上万人来到了千寻安的面前。他们因为没有见识过千寻安的强大，所以还有些有恃无恐。此时只见一个个弟子不断的朝着千寻安杀了出去，他们手中拿着昊天锤，一个个朝着千寻安狠狠砸了过来。各种魂技使用，整个广场之上各种颜色的光芒闪耀而出。但是令所有人都感觉到惊讶的是，千寻安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到最后他才挥起了自己手中的天使之剑。轰！伴随着一阵剧烈的轰鸣声响起，整个广场被无形的剑气所撕裂，所有的昊天宗弟子，包括昊天锤，统统化作了漫天光点，消失在空气之中。怎么会这样？昊天宗长老瞪大了双眼看着千寻安，刚准备说什么的时候，千寻安的身影已经来到他面前。不要！昊天宗长老吓得脸色苍白，赶忙抬起昊天锤阻拦。然而在千寻安面前，昊天锤的防御实在是太弱小了。千寻安手臂一抖，就轻而易举地震碎了昊天锤，然后手掌握拳，一拳轰击在了这位长老的胸膛之上。砰！昊天宗长老闷哼一声，整个身体倒飞而出。千寻安的身上突然绽放出璀璨金光，整个身体再次化作一道金光，追上了昊天宗长老。紧接着又是一拳轰击而出，昊天宗长老的心脏被千寻安生生洞穿。他睁大了眼睛，口中鲜血汩汩涌出，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完全没想到千寻安竟然会这么强。一旁的另外几位长老都愣住了，谁能想到这千寻安竟然如此强大？他明明才跟罗刹神一战，现在再度拥有了如此强大的战力，这怎么可能？刚刚被千寻安杀死的是昊天宗的5长老，现在剩余的6位长老一个个都慌乱起来。他们虽然很强，但他们面前的乃是武魂殿的教皇千寻安，他可是杀死了神明的存在，所以他们并非是千寻安的对手。而千寻安的战斗力显然是超越了他们许多。此时千寻安一步踏出，来到了众多弟子的面前。千寻安站在那些弟子的中央，无数的弟子朝着他冲了过来。我不信，我们昊天宗上万人，不是他一人的对手。不错，我们一起出手，将这千寻安拿下，一起上，杀了他。几个热血弟子立即怒吼，手持昊天锤，释放出强大的魂技，顿时杀向了千寻安。同时数百弟子也跟随着他们瞬间杀了过来，恐怖的力量凝聚在了一起，朝着千寻安落下。千寻安依旧目光淡漠，平静地看着前方。千寻安的右手轻飘飘抬起，在这一瞬间，无数光芒从他手中爆射而出。嗡嗡嗡，无数光芒汇聚成了一柄利刃，直接划过虚空，朝着前方的数百位弟子落下。光芒所到之处，所有人的身体在这一瞬间化为了虚无。啊啊！顿时整个昊天宗中响彻着凄厉的惨嚎之声。一个个弟子在千寻安的面前变成了一团团血雾，有的弟子并未完全死去，但是他们的身体却被千寻安释放的光刃切碎。一时间，整个昊天宗遍布尸体，鲜红的液体顺着石板流淌。昊天宗的弟子们都傻眼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千寻安竟然强大到了这等程度，哪怕是他们昊天宗上万精英弟子联合出手，竟然也没办法奈何得了千寻安。这个男人究竟该是有多强啊？昊天宗弟子都被吓破胆了，此时他们已经不顾及自己的安危了，转身就跑，恨不得多伸出2条腿逃命啊！眨眼间的功夫，千寻安周围就被无数残肢断海所占据，浓郁的血腥味弥漫于空气之中。这里是昊天宗，一座庞大的宗门，但此刻却犹如修罗炼狱。无数的惨烈的声响彻起来，但是千寻安却根本不理会他们，只是一步迈出，继续朝着前方走了过去。不，无论是普通的弟子还是那些长老，他们都露出了惊恐之色。他们想跑，但是他们的脚步却仿佛定格了似的，根本逃脱不掉。唯独剩下那些昊天宗的核心弟子，此时才开始逃窜。只是他们的实力和千寻安相差太多了，一个又一个昊天宗的弟子在他的手中殒命。扑哧，千寻安手中的天使之剑一横，顿时一颗颗头颅飞上了半空之中，滚烫的鲜血洒落四周。眨眼间，近100名昊天宗弟子死在了千寻安手里。此时剩余的6大长老目眦欲裂，一个个发疯般的扑向千寻安。他们知道，如果让千寻安继续肆虐下去，恐怕他们所带领的昊天宗弟子都要葬送在这里了。6位长老的手中昊天锤顿时凝聚了出来，他们手持昊天锤，怒吼道：武魂融合技！旋即，只见那6位长老的身上顿时释放出来了剧烈的光芒，随即他们身躯一颤，竟然融为了一体。一股强悍的气息从他们身体之中散发而出，6人的力量合而为一，实力提升了至少10倍有余。千寻安，你这个恶魔，今日必须受死！6位长老愤怒地嘶吼道。此刻他们都是拼尽了全力，因为他们很清楚，若是不集合在一起，他们连千寻安的衣角都碰不到。顿时，只见他们的上空一个巨大无比的昊天锤凝聚了出来，那昊天锤之上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宛如天神降临一般。须弥昊天神锤！一声低喝传来，6大长老同时挥动了昊天锤，光芒闪烁，威势骇人。轰！6位长老齐齐出动，狠狠地砸向千寻安。那一锤落下，仿佛天崩地裂一般，令周围的空气都剧烈波荡着。只不过千寻安看到那一锤，依旧目光淡漠，连躲都懒得躲开。终于，那巨大的昊天锤落下，轰！一声巨响，顿时整个昊天宗都猛烈地摇晃了起来，无数建筑轰隆隆地崩塌，烟尘四起，遮蔽了视线。而当灰尘渐渐散去，第104章血流成河。千寻安根本没有躲避，只见那巨大的昊天锤狠狠地落在了千寻安的身体之上。轰！剧烈的炸响之后，无数的尘埃飞扬而起。昊天宗的弟子们都瞪大了眼睛，屏住呼吸，他们想要确认结局究竟如何。结束了吗？我们使用了武魂融合技，那千寻安不可能还活下来了吧？中了我们的最强一击，即便他不死，只怕也身负重伤了吧？6大长老看着那尘烟之中，终于烟尘缓缓消散，一道挺拔伟岸的身影缓缓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他一袭白衣站在众人的面前，白衣飘飘，一尘不染。他站在哪里，
宛若天上的谪仙一般。刚刚那6位封号斗罗的最强一击，甚至都没有伤到他半点。这道身影，双手背负在后，他的嘴唇微动，吐出了几个字：蝼蚁耳。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昊天宗大长老的脸色瞬间苍白了下来，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千寻安怎么会这么强？这一刻，无论是谁看到千寻安，他们的眼中都充满了惊恐。千寻安的目光扫视了众人一眼，最终停留在了昊天宗大长老的身上。他冷冷地问道：“你们这是在给我挠痒痒吗？”什么？听到千寻安的话语，昊天宗的大长老顿时感觉到了极其恐惧。他们一个个看着千寻安，震惊无比。他们怎么也无法想象，千寻安怎么可能抵挡住这么恐怖的攻击？他们的攻击竟然对千寻安没有造成丝毫的伤害，这不可能！三长老的眼中透露着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也不过是极限斗罗，我们这武魂融合技，即便是千道流来，也要身负重伤，怎么可能伤不到他分毫？其余5位长老的眼中同样流露出不解的目光，这种状况简直匪夷所思，让人无法置信。这家伙还是人吗？接下来该轮到我了吧？就在这个时候，千寻安再次开口了。那6位封号斗罗相互看了一眼，此时他们的武魂融合技还未解除，他们顿时操控着那巨大的锤子，一锤又一锤的朝着千寻安狠狠砸了下来。此时，只见那千寻安的身上出现了一个淡金色的护盾，那恐怖的昊天锤一次次的落在了千寻安那金色的护盾之上。砰砰砰，一道道响声传递而来，那巨大的昊天锤每一次都落在了千寻安那金色的护盾之上。但千寻安纹丝不动，6位长老的攻击并没有对他构成任何损伤。这一幕让昊天宗众弟子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千寻安居然硬汉武魂融合技，竟然没有受伤！我说了，该轮到我了。就在这时，一道平静的声音传入了6位长老耳朵之中，顿时令他们浑身打了个寒战。紧跟着，6人就看到了无比可怕的一幕：千寻安的右臂轻轻抬起，刹那间，一股浩瀚的气息冲天起。紧跟着，只见千寻安微微抬手，恐怖的魂力瞬间凝聚，竟然化作了足足有100米巨掌。那擎天巨掌宛如山岳一般，狠狠地落下。快闪开！6大长老都慌了，赶忙操纵着昊天锤进行阻挡。轰！一声爆响传出，顿时间，整个昊天宗内部的建筑全部倒塌。这一击恐怖到了极致，仿佛能够毁灭一切。在他们的面前，那巨大的昊天宗顿时出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深坑。深坑之中，烟雾散去，那6位长老的身影被轰击的倒退，他们的嘴中鲜血狂喷，眼神涣散，脸色惨白。仅仅一招，他们竟然遭受了重创。而千寻安的身影则屹立在原地，不曾移动半步。咕噜！此时，昊天宗内的所有弟子都吞咽了一口唾沫，心头颤抖，脸庞上浮现出浓浓的震撼与不敢置信之色。这就是千寻安的真正实力吗？他怎么会这么恐怖？6位9环封号斗罗联手，竟然连一击都承受不住，而且这才短短片刻的功夫啊！6位封号斗罗已经丧失了战斗的意志，眼中写满了深深的恐惧。他们不明白自己和千寻安究竟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这根本不是人类能拥有的实力啊！这家伙怎么会这么强？此刻，昊天宗6位长老一个个露出了无比惊骇的神色。他们感觉得到，即便他们是封号斗罗，但是他们和千寻安的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仿佛在千寻安的面前，他们所有人都是蝼蚁一般。千寻安看着他们，继续开口道：“接下来，我将赐予你们毁灭。”说完，千寻安一步踏出，他的身上恐怖的魂力瞬间绽放开来，他的脚步脉动间，整个虚空都仿佛在颤抖，他每走一步都会踏碎一片虚空。他的脚步很轻柔，但却蕴含着莫名的力量，每踏出一步都让周围的地面为之坍塌，让昊天宗弟子为之心悸。跑，快跑！昊天宗的弟子此刻已经吓破了胆，6大长老也万分惧阵，此时他们再也生不出半点抵抗的意志，立即喊道：“逃，都给我逃！能逃走多少算多少，不然今日我们昊天宗就要亡了！逃！今日昊天宗必亡！”千寻安冰冷的眸子扫过那些惊恐逃窜的昊天宗弟子，随即他的脚步骤然加速。咻！从千寻安的身上，无尽恐怖的魂力爆发了出来，紧跟着一阵密集的爆裂声响彻而起，紧接着无尽的鲜血弥漫开来。只见那些昊天宗弟子身躯之中的生命精华在顷刻间疯狂暴涌而出，顺着他们那残缺不堪的尸骸向外奔涌而出。噗嗤！伴随着他们的惨叫声传荡而出，那昊天宗弟子一个个的陨落，发出了惨烈的喊叫之声。不，我还不想死啊！啊！惨烈的嘶吼声传出，只见那些弟子们开始一个个被肢解。整个昊天宗
尸堆成山，血流成河。第105章灭昊天宗。千寻安非常悠闲地一步步踏出，此时他身边的魂力就像是无形的利刃一般，开始不断地屠杀昊天宗的人。他每走出一步，就有着数以千计的昊天宗弟子死于非命。鲜红的液体染红了昊天宗的广场，刺鼻的腥味在空气中飘荡而起。太凶残了！昊天宗的诸多长老脸庞上纷纷爬满了震撼，这一幕他们做梦也没有想过。这个千寻安简直如同魔鬼一般，这里就像是修罗地狱一般。当6位长老反应过来之后，千寻安已经站在他们面前了。逃啊！6位长老疯狂地嘶吼着，但是在那滔天的魂压之下，他们的身体犹如灌铅一般，根本不可能移动半寸。跪下！千寻安双眼盯着6位长老，眼神凌厉无比，一字一句地说道。砰！听到千寻安的话语，6位长老几乎毫不犹豫地直接跪伏在了地上。不是他们想跪，但是在千寻安的威压之下，他们不能不跪。教皇饶命啊！我们愿降。不错，我们可都是封号斗罗，我们愿意投靠武魂殿，永生永世，恭教皇免下您驱使。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此时此刻，他们哪还有什么高傲之情，一个个哀求着说道。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一个个无比畏惧地看着千寻安。他们真的怕了，千寻安那恐怖绝伦的实力早已超越了他们能想象的极限。千寻安看着他们，目光变得越发阴沉了起来。你们可以帮我做什么呢？千寻安缓缓问道。闻言，6位长老顿时面如土色。我们虽然不是您的对手，但是至少是封号斗罗，我们可以帮助武魂殿成为大陆上最强大的组织。大长老看着千寻安，旋即开口道。哈哈哈！此时千寻安顿时大笑了起来。我原本以为你们昊天宗还有些风骨，没想到你们昊天宗便是如此的懦弱之辈。为我做事，你们也配？先不说你们有没有反抗之心，我杀了你们昊天宗这么多人，你认为我相信你会真心的投靠我吗？与其摇尾乞怜的生，还不如堂堂正正的死。千寻安冰冷的宣告了他们的死亡。他们一个个看上去脸色铁青，愤怒、悔恨、羞辱等各种负面情绪不断的涌现。他们终于知道，原来千寻安并不是要收服他们，而是要灭掉他们。这一次真正的偷鸡不成蚀把米。昊天宗6大长老一个个脸色难看至极。此时那6大长老相互看了一眼，事到如今只有和千寻安拼命了。现在也只有拼命，或许才能换来一点点生机。啊！去死吧！那些长老们一个个呼喊着，他们召唤出来了他们的武魂昊天锤。只见那巨大的昊天锤之上顿时散发出来了恐怖的光芒。须弥昊天神锤。他们6大长老再度使用了武魂融合技，虽然他们没有办法，但是这毕竟是他们的最强一招。恐怖大昊天锤凝聚成为了一座小山一般大的巨锤，这一次的气势比上一次还要强大许多，毕竟这可是他们拼尽性命的一锤。那一刻，空间都似乎被这巨大的昊天锤给撕裂开来，空间波纹在空气之中剧烈的涟漪着，令人震颤。而这时候，千寻安依旧淡漠地站在原地，看到这一幕，6位长老的神情稍微好转了许多，因为他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千寻安似乎没有防备他们。他们自认为凭借着武魂融合技或许有一定的胜率。轰隆隆，那巨大的昊天锤重若万钧，带着毁天灭地般的威压，朝着千寻安狠狠地砸了过来。千寻安抬头看着那巨大的昊天锤，眼神之中没有丝毫的情感。下一刻，他缓缓伸出自己的右臂，刹那间无穷无尽的魂力汇入到他的掌心之处，随后他的五指张开，宛如擎天柱一般，朝着那巨大的昊天锤猛拍了过去。轰！刹那间天崩地裂，恐怖的能量肆虐开来，周围的树木顷刻间化作粉末，大地龟裂，一股恐怖的余波扩散了出去。下一刻，只见那恐怖的昊天神锤在千寻安的面前逐渐的湮灭，化作了无数的粉末，洒落四方。仅仅是瞬息时间，那足足数百丈的恐怖昊天神锤就被千寻安徒手击碎。噗！6位昊天宗长老齐刷刷地喷出了一大口鲜血，脸色煞白如纸。他们浑身颤抖着，心底升腾起一股凉气。千寻安刚才所展露出来的战力，完全碾压6大长老。他们6人联手施展的武魂融合技，竟然连千寻安的衣衫都无法破开，甚至连让千寻安出剑都无法绊倒。不要杀我！不要杀我！6大长老惊恐地说道。此刻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在千寻安的眼中是何等的弱小，就像蝼蚁一般。你们觉得我会轻易放过你们吗？千寻安冰冷说道。下一刻，千寻安的手中浮现出了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看着千寻安拿出长剑，6大长老的瞳孔急剧的收缩了一番，心中升起无尽恐慌。斩！千寻安一剑斩出，恐怖的剑气仿佛穿透虚空一般，快速向着昊天宗长老劈砍而来。
六大长老此时脸色苍白，想要躲避，却根本做不到。吃！吃！吃！伴随着6声利刃切割血肉的声音响彻而起，昊天宗的6大长老瞬间被斩杀当场。只见那6大长老的人头顿时飞了出去，他们的眼睛双目瞪圆。6大长老陨落，剩余的那些昊天宗的弟子此时更加的惊恐了，连6大封号斗罗长老都被千寻安一招秒杀了，那他们岂不是？他们的眼中一个个露出了惊骇的神色，他们的心脏疯狂的跳动着。下一刻，他们毫不犹豫的转身就跑。此时，他们心中只有逃走一个念头。千寻安简直太凶残，太强横，根本不是他们可以抵挡的存在。想逃？看到那些昊天宗弟子想逃，千寻安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嘲讽的弧度。下一刻，他右脚猛踏地面，恐怖的劲气从他的脚底爆发而出。随着一阵砰砰砰砰的炸裂声响起，大地之上突兀地浮现出一个巨大的深坑，紧接着无形的冲击波以千寻安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出。凡是接触到这冲击波的昊天宗的弟子纷纷惨叫了一声，然后身体直接爆裂成了一团团血雾。仅仅一招，昊天宗近半弟子被秒杀殆尽。第106章联合。千寻安看着眼前的破败宗门，此时昊天宗的弟子几乎全部死伤殆尽了，只剩下了一个孤零零的昊天宗门屹立在那高山之上。昊天宗7大长老全部身亡，而且整个昊天宗基本上已经被夷平。千寻安对付昊天宗可谓摧枯拉朽一般，一切都是那么的轻松写意，这才是绝世强者真正应该拥有的实力。此时千寻安的身体逐渐的漂浮了起来，他飞到了半空之中。他不确定这昊天宗还有没有人活下来，如果有，他必定要斩草除根。千寻安来到了半空之中，平静地看着下方的山峰。千寻安平静开口道：既然如此，那就全部毁灭吧。说完，千寻安轻飘飘地伸出了手，恐怖的魂力瞬间凝聚成为一只滔天巨掌。千寻安看着那昊天宗遗址，大手一捏，顿时只见那恐怖的巨掌骤然变得庞大，遮盖住整片区域，随后狠狠地握拳，狠狠地将整片废墟覆盖住。紧跟着轰鸣声不断的响起，只见那昊天宗的建筑物纷纷倒塌，很快那片废墟之上就变成了平地。轰！刹那间，昊天宗所有建筑物全部被千寻安这恐怖的一拳摧毁，尘烟漫天。千寻安满意的点了点头，他一步跨越数十里，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这里。天斗帝国。此时的天斗帝国是雪夜大帝的儿子雪崩继位，雪星亲王成为了摄政王，辅佐雪崩。此时一个人来到了雪崩的面前，雪崩看到了唐啸，立即出面迎接道：没想到是昊天宗宗主亲自来我天斗帝国，有失远迎，有失远迎。雪崩的身边宁风致站在那里，看到了唐啸，也立即道：没想到是昊天宗主大驾光临啊。唐啸微微行礼，点头道：见过陛下，见过宁宗主。唐宗主不必多礼。雪崩立即道。宁风致连忙笑道：你我都是宗主，何必这么见外？此时唐啸旋即开口道：陛下，宁宗主，此次前来，我有事和2位商议。雪崩立即道：唐宗主请。旋即唐啸被请到了内阁谈话。来到了内阁，只见雪崩率先开口道：唐宗主此次前来是为了武魂殿的事宜吧？唐啸微微点头，他将自己宗门得罪了武魂殿的事情说了一遍。此时无论是雪崩还是雪星亲王，亦或是宁风致，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他们没想到昊天宗竟然会出事，然后进攻武魂殿的子民。雪崩微微点头道：唐宗主，我明白了你的用意，看来你也对这武魂殿不满了。唐啸点头道：武魂殿乃是这个世界最霸道的宗门，它只是一个宗门，但是我感觉他的野心可不止这样，只怕用不了多久，他便想要统一大陆了。届时无论是我们昊天宗，亦或是你们7宝琉璃宗，还是天斗帝国，只怕都会有危险。此时雪崩点头道：唐宗主说的不错，你担心的也是朕担心的点，现在武魂殿的声势实在是太过浩大了，继续这样下去，只怕用不了多久，这武魂殿就会吞并大陆了。宁风致立即道：武魂殿邪恶至极，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武魂殿的阴谋得逞。雪崩也开口道：武魂殿杀我父皇，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都准备铲除这个斗罗大陆的毒瘤。唐啸看着雪崩和宁风致，连忙道：不瞒2位，此次我前来便是为了和2位商议合作之事。合作？雪崩顿时有些惊讶地看着唐啸。唐啸点头道：陛下你应该也知道，武魂殿封号斗罗众多，若是他们再联合各大公国的话，只怕天斗帝国有些难以抵挡，所以我准备带领我们昊天宗加入你们天斗帝国阵营。昊天宗加入后，只怕蓝电霸王龙家族也会加入，届时我们昊天宗、蓝电霸王龙家族、7宝琉璃宗
我们上三宗都加入你们天斗帝国，还怕对付不了一个区区武魂殿吗？听到了这里，此时雪崩的眼中顿时露出了惊喜之色。唐宗主说的是真的？唐啸立即点头道：自然是真的。唐啸旋即继续道：我的父亲的死和武魂殿有关系，我祖父也是死在了千寻安的手上，我的浩弟也是死在了千寻安的手上，还有我的弟妹也是死在了武魂殿的手中，所以武魂殿和我仇深似海，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都要将武魂殿毁灭。唐啸怒吼道。听到了唐啸的话，宁风致和雪崩都知道这唐啸已经下定了决心。此时宁风致听后微微点头道：唐宗主，你说的不错，只不过我们毁灭武魂殿还差最重要的一环。唐啸立即问道：还差什么？宁风致继续开口道：你也知道那千寻安能够斩杀一真神，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人能与千寻安一战。可是此时唐啸道：不对，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人。你的意思是？宁风致惊讶地看着唐啸。唐啸旋即道：不错，正是我的侄儿唐三，他离开之时告诉我他在杀戮之都遇到了他的曾祖，也就是我的祖父了。曾祖曾经交给唐三的信物之中记载，在那海神岛拥有海神的传承，而且海神岛的大供奉正是当年我曾祖的红颜知己。只不过碍于千寻安，他们终究还是不得相见。我听说海神岛的大供奉乃是99级极限斗罗，实力不弱于千道流。听到了这里，宁风致的眼中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旋即看向唐啸道：唐三出海的事情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我们去请这海神岛的大供奉？唐啸摇头道：我们都见过千寻安的实力，即便是千道流和那海神岛大供奉波塞西，只怕都不是千寻安的对手。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等。等什么？雪崩和宁风致一同看着唐啸问道。唐啸旋即道：等一真神，等我的侄儿唐三成神。